龙国北城，盛夏晌午，中央大街上车水马龙，整个城市欣欣向荣，似乎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然而今年的夏天，北城却没有一丝暑意，甚至整个地球都没有一丝暑意。因为今年夏天，几乎每座城市上空都被一片诡异乌云所笼罩着，仿佛整个世界都泛着诡异。各国气象专家都搞不懂地球到底是怎么了。然而此刻就只有楚天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竟然重生了！反复确认了一下周围街道以及那笼罩在城市上空的乌云，楚天确定自己回到了灾难爆发之前。嗨，可怜的人们！望着人来人往的大街，楚天生出怜悯之心。他知道恐怖世界马上就要降临了，到时地球将会变成人间炼狱。这时楚天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距离灾难正式爆发还有40天。按说人类之母的自救现在就应该开始了。布谷！楚天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信息，这就来了吗？他点开手机信息查看，信息内容是游戏恐怖世界正式发布，诚邀您成为本游戏的测试玩家。信息上还自带一条链接。看到这条信息，楚天嘴角勾起一个笑，前世他也同样收到这个信息。这是一款真实游戏，在游戏内玩家要跟各种鬼怪对抗，之后还会成为一名遇鬼者，驾驭自己的鬼灵去战斗。前一世楚天最初只是将这个游戏当做一款普通游戏来玩，可是谁知道当恐怖世界真正降临地球的时候，他在游戏中的能力竟然出现在现实，游戏中养的鬼也在身边保护他。如果不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奇遇，恐怕楚天早就死在恐怖降临之初了。楚天也是之后才知道这一点的。所谓的恐怖世界其实是地球母亲所创，人类之母为了抵御恐怖世界入侵，在恐怖世界入侵之前就用她的意志强行连接了恐怖世界，而后将恐怖世界的实况以游戏的形式在地球上发布。其实游戏中的场景都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恐怖世界情况，只是玩家目前不知道这一点罢了。人们以为自己是在玩游戏，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在游戏中所有的成就都会在恐怖世界降临时一同出现。人们在游戏中获得的宝物，恐怖世界降临时便真的会获得。人们在游戏中觉醒的天赋，恐怖世界降临时也会真的出现。人们在游戏中养的鬼灵，也会在恐怖世界降临时来到他的身边保护他。楚天点击了手机上的游戏链接，而后一个注册页面出现在他面前。本游戏采用实名加指纹加刷脸注册，每个账号都无比珍贵，这是地球母亲的滴血馈赠，请您妥善使用。本游戏乃是真实沉浸式体验游戏，您注册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虚拟现实头盔寄给您，您只需戴上头盔，在游戏内就可身临其境。请问您是否注册？注册？这还用说吗？楚天点击了注册，指纹识别成功，刷脸成功，身份验证成功，恭喜玩家43219注册成功，游戏头盔很快便会寄送到您家中。呼，账号注册成功，让楚天长长松了口气。人类之母为了自救，向全体100亿人类发出了游戏邀请。然而在前世，只有少数人参与进来，毕竟很少会有人随便点开一个链接而进入一款游戏，这也让绝大多数人错过了在末世到来之前提前就成为遇鬼者的机会。智能快递柜取件码1234123。楚天的手机突然收到短信，他最近没有网购，除了是游戏头盔到了就没有其他的了。不得不说，人类之母的邮递速度还真是快。楚天赶紧返回自家小区，他在封箱取出包裹，而后便进了自家单元，上了电梯。在回到家后，楚天在桌上将包裹拆开，里面果然是一个智能头盔。他找来一个锤子，砰地将头盔砸成粉碎，而后在头盔残片中取出一张灵符。其实这头盔是掩人耳目的，让人以为是高科技产物，其实它真正的关键就是这张灵符。这张灵符是一个信标，只要将灵符贴身放置，就可通过它连通恐怖世界。不过在那之前，楚天先去找来一张厚厚的棉被给自己盖上，这都是前世的经验，因为这是真的通过灵符连通恐怖世界，恐怖世界的阴气也会顺着灵符释放过来。前世第一次连通恐怖世界的时候，楚天就差点被冻成冰棍，这次再也不能这么干了。将灵符放置到胸口，楚天缓缓地闭上双眼。这时突然有鬼笑之声在他的耳边响起，而后便是一个血淋淋的登录界面，在登录界面背景后方仿佛有无数只幽灵呼之欲出。多数第一次登录这个游戏的人到这里就直接被吓退了。登录！然而楚天不仅毫无畏惧，甚至已经迫不及待进入了。他点击了登录游戏，游戏登录成功，欢迎来到新手福利空间。这时楚天的意识被投入到了一个昏暗房间，这里便是玩家领新手福利的地方，请输入您的角色名称，以方便您领取新手福利。天尊，游戏角色天尊已建立，每一位新手玩家都会获得一套新手福利，
包括一个天赋、一个鬼灵和一件基础武器。请抽取您的天赋。抽取。楚天点击了抽取。这一刻，漆黑的屋顶突然化为星空，无数的星辰在他头顶闪耀，这些星辰都是不同的天赋能力。这时，楚天在诸多星辰中竟然看到了一颗恒星，太不可思议了！还没等楚天反应过来，那恒星就突然坠入他体内。恭喜玩家天尊，您觉醒了 SSS 级天赋提炼，全球唯一 SSS 级天赋诞生。卧槽，不是吧？我竟然觉醒了 SSS 级天赋！楚天不敢相信这一切，他是前世龙国仅有的3名 S 级高手之一，可谓是所有遇鬼者中的天花板了。至于 SS 以上，全球100亿人口中一个都没出现。没想到今生重新来过，他竟然直接跨过 SS， 直接获得了 SSS 级天赋，这也太牛逼了吧！难道这就是江湖传说的重生者必有外挂？哈哈，看来我这是要逆天了呀！楚天狂喜不已，他点击查看 SSS 级天赋提炼的详细信息。提炼可对鬼怪尸体进行提炼，从中提炼出鬼怪的天赋，并能将鬼怪尸体中的污染提炼成鬼核，所以本能力也附带净化效果。这天赋厉害了啊！楚天由衷的感叹，可以对不同的鬼怪进行提炼，获取更多的天赋能力，那就等于楚天拥有了无穷无尽的天赋能力。另外，还能从鬼怪污染中提炼出鬼核，鬼核可是个好东西，是遇鬼者之间的通用货币。鬼核不仅能制作各种道具，甚至它本身就蕴含阴气，是可以被遇鬼者直接吸收用来升级的。哈哈，我这是要原地起飞了呀！这让楚天心中感叹，不愧是全服唯一的 SSS 级天赋，这天赋就是牛逼。请您抽取您的鬼灵。又有界面弹出，到了抽取鬼灵的时候。抽取。楚天点击了抽取，他已经获得了 SSS 级的天赋，那是不是说接下来他也将获得 SSS 级的鬼灵呢？楚天正在期待中。第02章恐怖世界，全球唯一的 SSS 级。在点击了鬼灵抽取后，大地剧烈震动，地面不断皲裂，裂痕深处传来仿佛地狱的鸣叫。与之相伴的有大量阴冷的鬼气从裂缝喷出，让的整个空间都结了一层冰霜。楚天有些震惊，这鬼灵的气势太强了，他从未见过有这么强大气势的鬼灵。这时，突然一个黄金棺椁破土而出，它散发金色光晕。恭喜您获得 SSS 级鬼灵清绝女皇。卧槽，我真的又获得了一个 SSS 级。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当2个 SSS 级同时砸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楚天还是激动不已。他真想立刻跳过去抱着自己的 SSS 亲吻。楚天向面前的黄金棺椁看去，也不知自己的鬼灵是怎样的，这可是将陪伴自己一生的存在啊！希望别太丑。黄金棺椁似乎感应到了楚天的心思，此刻竟然自动打开了，一阵香气扑面。棺椁中躺着一名双石女子，她的容貌宛如天人，肌肤白皙晶莹，五官精致的如同玉雕，手指纤细修长。她的脚上穿着一双水晶鞋子，美丽的玉足尽显无疑。她身上的衣服雍容华贵，全身上下都装饰着大量黄金配饰，手镯、项链、脚环、臂串等等全是黄金或者金镶宝石，太美了！楚天不由得感叹一声，清绝的相貌超过楚天前世所见过的一切明星，她仿佛美到没有一丝瑕疵。楚天咬破手指，滴一滴血在清绝女皇额头，与她正式缔结主仆契约。当血液渗入清绝额头的一刻，清绝的身躯化作一道光雾飘上空中，而后在空中凝结成一个黄金色的混沌卵，而后缓缓地飘到楚天手中。楚天知道一切成了，他手中的金色混沌卵正是鬼灵清绝女皇。只不过想要清绝破壳而出，必须积攒够1万阴气值，也就是等楚天升到4级。所有的遇鬼者都是如此，必须达到4级才能让自己的混沌卵孵化。楚天温柔地抚摸了一下他的混沌卵，混沌卵竟然微微动了一下，似在回应楚天，这顿时让楚天欣喜不已。老婆养成计划就此开始。您已经被随机分配到第404新手区灵山寺，请问是否进入游戏？进入游戏。新手福利领取完毕。楚天点击了进入游戏，他的意志开始被黑漆的漩涡拉扯吞没，巨量的阴森气息席卷全身。片刻后，他便被投送到了恐怖世界。欢迎来到404新手区，新手区满1000人即会开启。游戏还没正式开始，楚天还不能离开原地，但并不妨碍他观察四周。此刻他正身处一个破旧的寺庙当中，遍地都是死去僧人的尸体，墙上还有用血字写下的所有人都会死字样。也不知这里是被恐怖世界吞噬的哪一个世界的一角。在宇宙中，被恐怖世界吞噬的世界有很多，最后这些世界都会和恐怖世界融合，变成恐怖世界的一部分。而玩家正好可以从这些昔日被吞噬的世界中获取各种宝物和奇遇。此刻的楚天背上背着一个背包，手中正拿着一柄锈迹斑斑的短剑。
背包装的正是他的混沌卵。至于这柄短剑，正是所有新手玩家的基础装备。楚天调出自己的个人界面查看，姓名楚天，鬼灵清绝女皇 SSS 未孵化陌生，等级0级，阴气0100，力量3+5，与攻击、打击、爆发有关，体力4，与防御、负重、持久有关，敏捷4，与速度、灵活、平衡有关，感知7，与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有关。天赋1，提炼 SSS， 提炼可对鬼怪尸体进行提炼，从中提炼出鬼怪天赋，并能将鬼怪尸体中的污染提炼成鬼核，所以也附带净化效果。天赋2，战斗直觉 A， 您所保留的前世战斗经验。装备废品短剑，攻击+5，战力评估1星初期。现在楚天是0级御鬼者，也就是准级，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御鬼者，他需要100点阴气才能晋级1级。至于获得阴气的方式，那自然是猎杀鬼怪，每杀死1只1阶鬼怪就会获得10点阴气，也就是说楚天现在要猎杀10只1阶鬼怪才能晋级。当然每个鬼怪都会爆出鬼核，鬼核内也含有阴气，不过从鬼核吸收阴气会比直接猎杀少很多。力量、体力、敏捷、感知这4样是4维属性，健康成年男子平均是5，他除了感知之外，其他的都低于正常值。没办法，现代都市人大多亚健康，身体往往达不到正常值。楚天又看向自己的天赋，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竟然有2个天赋，除了刚刚觉醒的 SSS 级提炼之外，他还有一个 A 级的战斗直觉。想想也能理解，虽然重生后楚天的各项指标都清零了，但前世数十年跟鬼怪战斗的经验还在，这些经验足够价值 A 级，甚至更高，毕竟好多鬼怪的弱点他都知道。而目前楚天的战力评估是1星，相当于1级御鬼者，这是 A 级天赋战斗直觉所起的作用。依靠前世的经验，可以保证他一开始就有跟1阶鬼怪对战的能力，而其他玩家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这时玩家们开始陆续出现，现场也逐渐变得热闹起来。不是吧，真实沉浸式体验游戏竟然是真的，这建模也太逼真了吧，我这脸、这胳膊甚至连鼻毛都有，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要是别的游戏这么真实，我一定欣喜若狂，但这可是恐怖游戏啊，恐怖游戏搞得这么真实怪吓人的。你们快看，那些和尚的死尸竟然跟真的尸体一样，制作组要不要这么用心啊，就连死尸都做得这么逼真。这些人不知道自己是真的来到恐怖世界了，所以难免会惊讶游戏的真实性。全服公告，恭喜幸运玩家某某觉醒全球唯一 SSS 级天赋。全服公告，恭喜幸运玩家某某获得全球唯一 SSS 级鬼灵。楚天一脸懵逼，什么情况啊？怎么这还带全服广播的？不过幸好公告没有提他的名字，就只是说有人得到了 SSS 级天赋和鬼灵，人们不会知道是他。然而周围的人听到这一则公告，则是不淡定了。卧槽，不是吧？竟然有人觉醒了 SSS 级天赋，还有人获得了 SSS 级鬼灵，这2个人怎么这么幸运啊？全服唯一的 SSS 级天赋，全服唯一的 SSS 级鬼灵，这也太牛逼了吧！黑幕，一定是黑幕，我没得到就是黑幕。玩家们都对获得 SSS 的人羡慕不已，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那个获得双 SSS 的家伙和他们一样，就站在这里。404新手区人数已满足，现在人身限制解除。第03章获得首杀河井灵叶。404新手区全部天赋情况如下： F 级750人， E 级天赋188人， D 级天赋38人， C 级以上天赋4人。现在游戏正式开始。游戏开始，然而大家的注意力都在404新手区的榜单上，大家都想看看自己的水准如何。众人发现多数人都是 E 级和 F 级，二者占了总人数的 96% 左右，而 D 级天赋仅有38人，算是玩家中的翘楚了。至于 C 级以上，1000人中一共才出4个，那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了。看过榜单之后，楚天也暗自松了口气，他的 SSS 天赋并没有被曝光，而是被统一放在了 C 级以上一栏。这样今后楚天可以用他的 A 级天赋战斗直觉来为自己打掩护了。本人现实中是健身教练，现在又觉醒了 D 级天赋爆炸拳，打出的一拳5倍增强，有愿意当小弟的说一声。游戏才刚刚开始，一个游戏 ID 叫吕凤仙的就跳出来说道：我愿意。一名玩家首先说道：现在大家的鬼灵还都在蛋里没孵化，所以实力强弱就只看那人的天赋了。吕凤仙是38个拥有 D 级天赋之一，无疑是众人中的强者了。凤仙哥也算我一个。一瞬间数名玩家就将吕凤仙给包围了，而其他的一些 D 级玩家也开始陆续自报身份招募战队，同样他们也受到了追捧。大家快看，4外全是僵尸和幽灵啊！有一名玩家
去推开了灵山寺的门，门外到处都是游荡的僵尸和幽灵。怕什么？我来打头阵。吕凤仙大踏步地走到众人面前，他对着寺院门口的石狮轰的一拳，没想到他这拳头带爆炸效果，石狮脑袋瞬间被打得粉碎。凤仙哥威武！吕凤仙的一众小弟顿时高声喝彩，而其他更多人则是默默看着他走出寺门，要看看他与僵尸对战效果。这时，楚天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恐怖游戏中，每次首杀都会有特别奖励。新手区第一次首杀奖励是什么来着？合景灵液。虽然记忆已经很久远，但他还是记起来了。90%的新手区第一次首杀奖励都是合景灵液，这是一种很稀有的液体，可以让遇鬼者和他的鬼灵增加亲密度。遇鬼者有了鬼灵，并不一定就是他的，他可能受到鬼灵污染，还可能受到鬼灵背叛反噬。与自己鬼灵增加亲密度尤为重要，我必须拿到首杀。楚天下定决心。那边吕凤仙已经走到一只僵尸面前，准备打出他的爆炸拳。然而众人只见一个人影疏忽闪过，噗嗤！待众人看清人影的时候，楚天的锈迹短剑已经从背后刺入了僵尸的心脏，僵尸的尸身轰然倒地。公告：恭喜玩家天尊杀死了一只异阶僵尸，获得10点阴气。公告：玩家天尊新手区首杀，奖励35点阴气，合景灵液1滴，黑铁级长剑1柄。众人，首杀还有额外奖励的吗？特么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就拿手杀了，而且听起来这奖励还挺丰厚的啊！除了合景灵液，楚天还额外得到了35点阴气，还有1柄黑铁级长剑，算是意外之喜了。他果断选择将原本的锈迹短剑换装成黑铁级长剑，攻击力也从原本的+5变成了+25，亏大了呀！反应过来的吕凤先懊恼不已，他觉得这首杀本来应该是他的，没想到被别人给拿了。僵尸，准备受死吧！吕凤先来到一只游荡的僵尸面前，迎面给了僵尸一拳，准备找回场子。然而僵尸竟然纹丝未动，这让众人倒吸一口凉气。要知道吕凤仙的爆炸拳可是直接炸碎石狮啊！这时僵尸一口陈年老痰吐到吕凤仙脸上，那陈年老痰极具腐蚀性，吕凤仙痛叫一声，便被彻底融化成一滩血水。众人一脸懵逼，什么情况啊？刚刚天尊杀死一只僵尸那么容易，怎么轮到吕凤仙这就不一样了呢？要知道吕凤仙可是堂堂地级强者啊，难道说天尊乃是4名 C 级以上玩家之一？想到此处，众人再次看向楚天的目光都充满了敬畏。好！吕凤仙被击杀后，他背包内的混沌卵掉落在地，击杀他的僵尸一舔嘴唇，直接向混沌卵扑去。噗嗤！黑铁级长剑闪动，楚天再次将剑刺入僵尸的后心。这里便是僵尸的弱点，如果不是攻击弱点，楚天现在的战力1星是无法独自击杀战力2星的僵尸的。您击杀了一只异阶僵尸，获得10点阴气。先后被击杀的2只僵尸身体上流出乌黑粘稠的液体，周围的土地开始被污染。在末世，没有被污染的土地太重要了，唯有更多的未污染土地，才能种更多的粮食，给人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这让楚天想起了他的天赋提炼，除了能从鬼怪尸体上提炼出鬼怪能力外，还能将鬼怪的污染提炼成鬼核，那么也就等于附带了净化效果。只不过楚天现在还不想在众人面前暴露他的能力。楚天用黑铁剑劈开2个鬼怪的尸体，里面各有1枚鬼核。这鬼核有很多作用，比如制作各种宝贝和道具，而1枚异阶鬼核大约蕴含2点阴气，只要将鬼核捏碎，就会被遇鬼者吸收。楚天捏碎2个鬼核，您获得了4点阴气值。阴气顺利被楚天吸收，算上之前首杀奖励，楚天已经积累59点阴气了。只可惜不能当众提炼僵尸尸体，要是那样，不仅可以获得僵尸的天赋能力，还能多获得4点阴气值。多谢天尊大佬保住我的蛋。这时被僵尸一口唾沫喷死的吕凤仙已经重新登录游戏，他仍对刚刚的一幕而感到心有余悸。楚天将吕凤仙的背包还给他，楚天现在已经有黑铁级长剑了，所以将自己换下来不用的废品及袖剑给了吕凤仙。谢谢天尊大哥。吕凤仙接过袖剑，抱着自己的混沌卵，对楚天连连表示感谢。此刻他对楚天的崇敬之情已经无以复加。第04章提炼口水子弹。楚天嘱咐众人道，在游戏中人死了可以重登，但装备将全部丢失，所以一定不要无故作死。混沌卵很珍贵，如果你的混沌卵丢失了，想要在恐怖世界再找到其他上鬼做你的鬼灵不容易。另外，1级鬼怪战力为2星，2级鬼怪战力为3星，所以现阶段你们无法单杀一只鬼，要等你们的鬼灵孵化之后才行。现在还是组团猎鬼吧。另外，如果有人天赋不适合战斗的，可以通过跟别人交易鬼核来晋级。对于这些新手玩家，楚天本着能帮就帮的原则，因为当恐怖世界真正降临的时候，他们都将是未来的一份战力。前世恐怖世界降临，
其他国家的御鬼者选择了将自己的民众献给恐怖世界以自保，但龙国的御鬼者们却选择了保护自己民众。最初，楚天也是想苟着发展的，但当他看到一个又一个同胞死在自己面前，看到一名又一名御鬼者前辈为了保护民众而死，他顿时就不淡定了。原来，这世上真的会有人奋不顾身，他们在别人傻瓜、蠢货、白痴的嘲笑声中挺身而出，去守护那些嘲笑着他们的人。前世，楚天也成了守护家国的人，和他的老伙计们一起。然而最终他们还是失败了。楚天是最后一个死的，他独自守护人类最后一座城池30年，最后鬼潮踏着他的尸体攻进了城池。他本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然而没想到他却重生了，重生到恐怖降临之前。而且这一次他还获得了双 SSS 能力，他要团结更多的龙国御鬼者，唯有那样才能将恐怖从地球上赶出去。谢谢大佬指教。众人对楚天表示感谢。这时吕凤仙诚恳地抱拳道：先飘零半生，为御民主，大佬若不弃，我们共同组个团队如何？我去！楚天一个趔趄，他都快被吕凤仙的阴阳怪气给整不会了。这一开口就要拜义父的气势，就让人有一种会被背后捅刀子的感觉啊！楚天也不答复，而是转身离去，给吕凤仙和众人留下一个高冷的背影。这时，楚天发现他的通讯录内一堆请求加好友和组团的，他点了一键屏蔽，从此不接受任何人的好友和组队申请。他的秘密那么多，怎么可能跟人组队？跟人组队不都曝光了吗？嗨，好可惜啊！望着楚天独自下山的背影，众人都感到非常惋惜。不过他们也能理解，毕竟自己跟人家组队，也只会拖人家后腿，人家不愿意很正常。但刚才楚天的一通指导，也算是给众人帮了不少忙。知道了要保护好混沌卵，知道了生活类天赋要跟别人换取鬼和升级。我的能力是铁匠，需要给自己铁剑除锈的找我啊！我是裁缝，可以制作各类附加效果的服装，有需要的找我。另外，我长期收购青木根、裹尸布、女鬼发丝，还有各类异阶鬼核作为制作服装的材料。开始有非战斗类玩家为自己吆喝生意了，而其他人也在纷纷寻找自己的战队，准备组团杀怪。虽然现在除了楚天外，还没有人能单杀鬼怪，但几人组队的情况下，一边刮痧一边拉仇恨，还是不在话下的。楚天行走在下山的路上，四处尽是枯萎的树木，偶尔能见到几株绿色植物，那是少数没有遭受污染的植物。整个世界衰败而又凄凉。楚天碰到了几只僵尸，也碰到了几个走路不沾地的幽灵，不过他选择了直接略过，准备将安全区附近的鬼怪多留一些给新手菜鸟们。他准备独自一人下山看看。然而在楚天走到一条小溪面前的时候，却被独木桥上的一只僵尸给挡住了。名称：普通僵尸，等级1阶，天赋：喷土污染，战力评估2星初期。之前楚天的战力是1星初期，在吸收了2个鬼核和装备了黑铁级长剑后，他已经升到了1星中期。然而即便如此，战力评估仍然要低于一只普通僵尸。之前楚天以弱胜强，完全是因为他了解僵尸的弱点是在后心，利用他的战斗直觉能力急速转到僵尸后方将其击杀。然而此刻是独木桥，僵尸又刚好正对着他，这就有点难办了。似乎僵尸也发现自己的弱点完全不会被攻击到，所以嚣张的在那朝楚天吼叫着，有点难搞啊。楚天将背包卸下，隔着背包抚摸了一下自己的混沌卵，而后将其妥善的搁置好，以避免接下来不小心碰坏自己的鬼灵。他手持黑铁剑向前急速奔跑上了独木桥，带起一阵微风。嗷嗷！僵尸对着冲向自己的人类嘶吼，试图用钢筋一般的鬼爪去抓楚天。然而楚天一个跟头翻上天空，华丽的翻到僵尸身后，而后顺着腋下向后一剑刺去。噗嗤！黑铁剑直接刺入僵尸怪的后心。僵尸怪吃惊的看着从胸口透出的剑尖，他似乎很好奇为何自己会中箭呢。嗷！僵尸怪痛叫一声，而后扑通倒下。您击杀了一只1阶僵尸，获得10点阴气。楚天转过身来，看着趴在独木桥上一动不动的僵尸，此刻黑铁剑仍然插在他的身上。他没有急着将剑拔出，而是准备对这只僵尸施展一下提炼天赋试试，毕竟这个 SSS 级能力获得后，他还没有真正使用过呢。他抬起手掌对准僵尸，手掌散发圣洁光芒，僵尸体内蕴含的污染被吸出，僵尸的尸体化为清水，而后流入下面的溪流。这时有2颗鬼核飞入了楚天的手中，一颗自然是僵尸本身的，而另一颗自然是楚天通过提炼能力将僵尸体内污染进行提炼所得，这也算是将污染变废为宝了。与此同时，还有一缕光芒飞入楚天体内，那正是提炼出的鬼怪天赋。您获得了 F 级天赋口水子弹，吐出一口唾沫就如同一发子弹。我竟然从僵尸身上提取了吐口水的天赋，果然提炼天赋不仅能从鬼怪尸体上提炼出鬼核，还能提炼出鬼怪原本的能力，
只是这次所提炼出的能力有些不忍直视。算了，虽然随地吐痰不雅，但都已经世界末日了，实用才是第一位。唾沫可以化成子弹，也算好能力了。这时，楚天将2颗鬼核捏碎，2道阴气钻入他的身体。您获得了4点阴气，现在阴气值73点。杀死一只异阶鬼怪可以获得10点阴气，而楚天可以比别人多获得1颗鬼核，所以现在他只需斩杀2只鬼怪，便可晋升1级御鬼者了。第05章，亲密增加，吃1吨。楚天发现脚下的溪流竟然很清澈，在末世这么清澈，没有被污染的水可是不多见。楚天将黑铁剑拾起，想要随手在溪水中冲洗，然而他却发现剑上一点鬼怪的污染物都没沾染，果然是将鬼怪的污染全部提炼了，所以剑身上也没有沾染污染。不错，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末世人类的生存空间很有限，而就算是一只异阶鬼怪，其尸体的污染面积也高达上百平米，普通人类一旦进入这个范围，很容易就被感染变成新的鬼怪。就算在这个范围之外，植被也因受其影响大规模的枯萎，所以在末世想找块地方种粮食很不容易，所以清理污染也很重要。楚天回到自己的背包前，将自己的混沌卵从背包取出，而后放置到清凉的溪水中冲洗。这么清澈的溪水在末世真的很难得，也给女儿洗个澡吧。混沌卵微微颤动，看来清绝女皇也很喜欢被沐浴。您与您的鬼灵亲密正1%，现在亲密度11%，亲密度为陌生。为清绝冲凉一会之后，楚天将其拿出来，而后用衣服帮他擦干水。而后他拿出之前手杀所奖励的合景灵液，温柔地滴到混沌卵上。这一次混沌卵颤抖更加剧烈了，甚至金色的蛋壳泛起了红润，就像是一个脸红的少女。您与您的鬼灵亲密正50%，现在亲密值61%，亲密度升为熟悉。不错，一滴合景灵液可以让我和鬼灵亲密度直接增加50%。楚天很满意，将混沌卵再次收入背包。要赶紧杀鬼升1阶啊！这就有了。很巧，此时正有一只鬼怪跑来河边喝水。楚天躲在一棵大树后面观察，只见鬼怪骨瘦如柴，脖子如一根手指粗细，然而肚子却比牛腹还大，竟然是饿死鬼！鬼怪饿死鬼，等级1阶，能力鲸吞，嘴巴可以变成3丈吞物，战力评估2星中期。鬼怪受死！楚天直奔饿死鬼。虽然楚天仅有1星战力，但这次他仍然准备越级挑战。他知道饿死鬼的弱点。来到溪边的饿死鬼刚想喝水，就听到身边传来响动。他转头一看，竟然是一个人类要向他发起进攻。这还能忍？他一声吼叫之后，嘴巴便撑开3丈，如同要吞下一切一般，向楚天吞噬而来。然而就在这时，楚天突然停住脚步，向后一跃的同时，将一个野果抛向天空。因为每一个饿死鬼都极度饥饿，所以他们对食物是非常渴望的。本来他已经将楚天当作食物，然而楚天的突然后跃，此刻距离他最近的就是那个被抛到空中的果子了。饿死鬼的大嘴顿时调转方向，向头顶的果子吞噬而去，将他那纤细如纸的脖子全部暴露。这时，楚天几个箭步来到饿死鬼跟前，瞄准饿死鬼的小细脖子，唰的一剑砍下。噗嗤！饿死鬼巨大头颅和身躯分离，而后脑袋砸在地上，黑色的血液如喷泉一样涌出，周围的大地瞬间被污染，地上的杂草在污秽的洗礼下立马枯萎，还有几滴血液溅到楚天衣服上，将他的衣服腐蚀出一个大洞。您击杀了一只1阶饿死鬼，获得10点阴气。饿死鬼最薄弱的地方就是他那纤细如纸的颈部了，这也是楚天可以一剑切开的地方。一道光芒从楚天手中散发，他施展了提炼能力，饿死鬼的尸体顿时化成清水，饿死鬼所留下的污染全部被洗刷，2颗鬼核也飞到楚天手中。而与此同时，还有一缕光芒飞入楚天体内。您获得了 F 级天赋11吨，今后您1顿饭可以吃下1吨食物，之后1个月不用进食。1顿饭吃1吨，之后可以坚持1个月。楚天一脸古怪，实在是这能力有点太奇怪了。不过转念一想，楚天便乐了，因为在恐怖降临之后，想要随时随地获得食物不容易，有了这能力，反而行动起来方便很多。他将手中的鬼核捏碎，以吸收其中的阴气。您获得了4点阴气，现在阴气87，只要再杀一只鬼怪就满100了。独木桥难行，特别是遇到一只鬼怪堵路的情况，想要杀过去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楚天来到林中，刷刷几剑，便有数棵1米直径的大树被砍倒。黑铁级长剑很锋利，外加经过几次吸收鬼气，他的力量已经到了10点，而长剑还加25点力量，所以现在楚天的力量是35点，是正常人类的7倍。砍几棵树自然不在话下。楚天将树杈全都修理掉，而后将其拖到溪边架桥。
这样独木桥就变成了5木桥，可以容纳数个人并排经过。楚天才刚刚修完木桥，便看到桥对面有一只兽形鬼怪，双眼泛红的看着他，似乎迫不及待要将楚天吞入腹中。名称：暗狼，等级1阶，天赋：嗅觉灵敏。注：兽形鬼怪拥有同类别兽类的特性，例如暗狼就具备狼的攻击方式。战力评估2星初期。我还没去找你呢，你竟然就主动找上我了。看了一眼对自己龇牙咧嘴的暗狼，楚天踏步走过木桥。吼！暗狼吼了一声，狼族的战斗本能便被激发，一个猛狼扑食便向楚天扑来。楚天一个滑铲滑到了暗狼的腹下，看着暗狼庞大的身躯从自己眼前飞过，而楚天则是计算着时间，就是现在！唰的一剑挥出，暗狼被从小腹斩成2半。狼类或者狗类，它们最大的弱点都是腰部，所以在面对敌人的时候，狼都会将脑袋朝向敌人，因为它们的脑袋很硬，但腰腹却软的一批。轰隆！随着楚天从暗狼身下划过，暗狼的身躯也栽倒地上一动不动。您击杀了一只1阶暗狼，获得10点阴气，现在阴气97。楚天能够战斗这么利索，全因为前世保留的战斗直觉，那是从尸山血海中保留下的本能，所以被人类之母直接评定为 A 级天赋战斗直觉。楚天对着暗狼尸体一指，一道光芒将暗狼尸体覆盖，果然他的天赋提炼用一根手指一样能发动。这时2颗鬼核飞入楚天手中，而暗狼的身体则是化作清水渗入地面，而后还有一缕光芒钻入楚天体内。您获得了 F 级天赋嗅觉，您的五感中嗅觉加20点。楚天获得了暗狼的嗅觉天赋，他望了望手中的2颗鬼核，只要将这2颗鬼核捏碎，他就可以晋升1级御鬼者了。第06章晋升1级，批量收购尸体。楚天捏碎手中的2颗鬼核，获取最后升级所需的阴气。随着2缕阴气进入楚天体内，他只感觉体内某种禁锢被打破，力量、体力、敏捷、感知大幅度提升。他终于是一名1级御鬼者了。在这之前，其实他只算是一名准级御鬼者，还不算是一名真正的御鬼者。公告：404新手区第1名1级御鬼者诞生，恭喜玩家天尊晋级1级御鬼者。公告：玩家天尊荣获新人王荣耀称号。公告：奖励天尊黑铁级宝箱1个。所有玩家震惊，虽然他们通过组团也可以猎杀鬼怪，但速度可没那么快。而且就算杀死一只1阶鬼怪，10点的阴气还要多个人分，这样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就没多少了。没想到自己阴气还没怎么动呢，人家就已经满100晋级了。论坛，大家别想了，如果别人这么快晋级，我会觉得异常；如果是天尊，我就一点都不觉得意外了。是啊，他可是能单杀一只鬼怪的人，晋升快也在情理之中。天尊就是咱们404新手区的神啊！哈，等我退出游戏就去论坛吹，看不羡慕死其他区的玩家。嗨，估计咱们404区所有的首次成就都要被天尊独自承包了。玩家们对楚天的仰慕之情更加深了，也对他独揽所有成就各种羡慕嫉妒恨。请问是否开启宝箱？楚天可没工夫关心其他人怎么看他，现在他正在研究自己晋级之后的奖励呢。开启！恭喜您获得一枚黑铁级空间戒指，空间大小1立方。就只有1立方吗？好可怜，不过也只能先将就着用了。摇了摇头，想想也是，黑铁级的道具你还想怎样？有总比没有好。这次楚天不用将混沌卵放背包了，而是直接收入空间戒指，累赘的背包也可以丢掉不要了。这时楚天调出了自己的个人资料，想看一看现在自己的情况。姓名：楚天，鬼灵，清绝女皇 SSS， 未孵化，61%熟悉，等级1级，阴气1500，力量22加黑铁剑25，体力23，敏捷24，感知27，嗅觉加20。天赋 SSS 提炼，提炼可对鬼怪尸体进行提炼，从中提炼出鬼怪天赋，并能将鬼怪尸体中的污染提炼成鬼核，所以也附带净化效果。天赋 A 战斗直觉，前世的战斗经验。天赋 F 口水子弹 F 11吨 F。注：天赋嗅觉被直接添加到感知，不在此处显示。装备道具：黑铁剑，黑铁级，空间戒指，黑铁级。战力评估2星初期，果然已经晋升1级了，之后晋升2级需要500阴气。至于他的4维属性也都有很大增长。就拿力量来说吧，之前没升级前是10点，现在力量是22点，而且黑铁级长剑还帮他增加了25点的攻击力，再加上 A 级能力战斗直觉和 F 级口水子弹，直接让1级的他拥有了2星战力。不得不说他的提炼天赋太好用了，这才多大一会啊，他就多了2个天赋，而且还有净化污染的功效，简直美滋滋。而且每杀一只鬼怪，
他还能比别人多一个鬼核，这简直就是双倍快乐啊！不是多倍快乐。别人猎杀的鬼怪尸体，他同样可以去提炼一下。可是我总不能跟着所有玩家的屁股后面去捡尸体吧？楚天觉得这是个问题。有了，他终于想到了办法，那就是他可以在游戏交易平台向其他玩家求购鬼怪尸体。这些鬼怪尸体对别人没用，玩家平时都是直接丢掉的，所以他可以用极小的代价获得。想到这里，楚天开始编辑信息，准备求购鬼怪尸体。天尊，收购各类鬼怪尸体，每10具尸体1颗鬼核，机会难得，想要出售鬼怪尸体的快点啊！天尊，我只要没用的尸体，不包含鬼怪身上的珍贵材料，你们可以将珍贵材料取下后再将尸体给我。天尊，此帖长期有效，我会不定期的去交易平台点击确认交易。楚天觉得这种交易他不亏本，10个尸体可以提炼10颗鬼核，然后用1枚作为代价，其他的9枚是自己的，900%的回报率，爽上天了。而且还能间接提升其他玩家游戏进度，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而且这样还能把散落在各地的鬼怪尸体清理掉，不然等他之后成了404新手区的领主之后，也要组织人去清理领地内的污染。楚天的收购信息一经发布，论坛上立马就有了反应。因为楚天现在荣获了新人王称号，所以他的求购帖子一经发出就被置顶，所有人都能第一时间看到。大佬，你收无用的尸体干什么呀？我研究过，鬼怪血肉毫无用处，只有少量鬼怪身上的珍稀材料有价值。难道天尊可以变废为宝？也不能说血肉无用，我的天赋是厨师，兽类的鬼怪我可以烹饪，不过其他类型的就无能为力了。估计天尊有处理各种鬼怪的本事。大家还是别管那么多了，反正这些尸体我们没用，既然天尊收购，大家就都给他吧，还能换点鬼核。卧槽，大佬你早说啊，我们小队都杀了10多只了，全都被丢在路上了。楚天翻了几页留言，便不再继续观看，而是打开交易后台。他大吃一惊，竟然有280具鬼怪尸体。楚天被突如其来的财富给砸得头昏眼花，这可是280具鬼怪尸体啊，这要是自己去砍，能砍到什么时候啊？然而现在他动动手指就得到了，甚至他设置的还是货到付款，因为现在他拿不出那么多鬼核。他本以为大家会对此有所顾虑，不过看来他想多了，玩家们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尸体扔了也是扔，既然有人要，他们就随手挂上，没准还能创造点收入，甚至有些玩家根本没有考虑报酬。第07章，这天赋牛逼，进阶2级。楚天看了一下交易信息，上面的280个鬼怪尸体有5类鬼怪，清一色都是1阶，目前大家实力还很一般，都在猎杀1阶鬼怪。他点击了交易，轰隆隆的280具尸体从天而降，散落在楚天周围。哈哈，发达了！楚天一阵狂喜，这不禁让他心中感叹，自己的 SSS 级天赋太牛逼了，这等于1000人同时辅助他升级啊！今后如果再连通其他新手区，将全网的鬼怪尸体都收购过来，乖乖，楚天都不敢想象那是何等壮观了。哈哈，所有人都给我打工吧！楚天有100%的信心，这次能保护地球。不过这些尸体上是没有其他价值材料的，比如暗狼的牙齿、僵尸的指甲、幽灵的头发，全部被玩家收集走了，就只是无用的鬼尸。不过这已经足够了。这时楚天手上散发圣洁的光芒，对280具尸体进行提炼。280具鬼怪尸体被照耀后化成清水渗入地面，而与此同时，尸体中的污染结成280颗鬼核。而这时有几道光芒进入楚天体内，那正是天赋能力。您获得山鬼能力 F 级天赋负重，效果体力加20点。您获得幽灵能力 F 级天赋闪避，效果敏捷加20点。哈哈，我又有新天赋了，这就没了吗？280个尸体就2个天赋能力。楚天仔细看了一下获得的2个能力，还有之前自己杀怪获得的3个，再看看鬼怪的种类，他瞬间就懂了。1阶鬼怪一共5种，分别是僵尸、幽灵、山鬼、暗狼、饿死鬼。每一种鬼怪只有1种天赋，被提炼过天赋的不可能重复提炼，所以就算有再多的1阶尸体，他也仅能获得5种能力。想要获得其他更多天赋，他必须去寻找不同种类的鬼怪，有点可惜了呀。楚天感到有点惋惜，这要是直接获得280个能力，那可就百花齐放了呀。不过现在也好，他就光是从1阶鬼怪这里就得到了5种天赋，这才刚刚开始而已，之后2阶3阶还多的是呢。而且现在楚天已经发财了。这时他将28个鬼核的货款付清，而他还剩252个鬼核，每一个1阶鬼核可以获得2点阴气值，252个1阶鬼核就是504点。现在他只需将这些鬼核全部吸收，就可以直接进阶2级，甚至自己都不用去杀怪了。而如果是他自己去猎杀鬼怪，那需要他击杀超过40只1阶鬼怪，而且这还是因为他有提炼天赋，不然他就需要猎杀50只才行。这天赋太好用了。
楚天感叹，果然是 SSS 级天赋，有了这天赋，想不变强都难。楚天准备将获得的鬼核全部吸收了，让自己晋升2级。不过252个鬼核实在太多了，一个个捏爆太费时间，所以他念诵了一段咒语，将所有鬼核中的能量都汇聚到一个中。这种咒语是他前世所掌握的，算是一种小技能，前世几乎所有遇鬼者都会。251个鬼核化作灰烬，楚天的手中就仅剩下一个，所有的能量就都在这一颗中，他微微用力将其捏碎。砰！声音悦耳好听，至少在楚天心中，这是世上最美妙的天籁。这时，一股强大的能量风暴向楚天的体内灌注，他只感觉自己的力量如同做了火箭般的急速飙升。轰！一道禁锢轰然打开，楚天正式晋升2级遇鬼者。公告：2级遇鬼者诞生，恭喜玩家天尊第一个成为2阶遇鬼者。公告：奖励玩家天尊回城券10张，回家探亲符1张。得知楚天再次升级，论坛中已经炸锅了。卧槽，天尊大佬又升级了？不是，这也太快了吧！真的比不了啊，服了，我还差5点才到100英气呢。一个 ID 叫黑山的玩家说道，我现在才攒了13英气，太不好弄了，楼上的怎么做到的？你就差5英气就升级了？我们黑山队长可是 C 级天赋，是仅有的4名 C 级玩家之一，另外我们战队的其他4人也都是 D 级，黑山队长升级当然快了。是啊，即便是这样也才勉强让我们队长接近晋升，但再看看人家天尊已经2级了，他不是人世真的天尊啊。同样是 C 级，差距竟然这么大吗？我怀疑天尊大佬的天赋很可能不是 C 级，榜单上是说 C 级以上天赋4人，但可没说这4人都是 C 级啊。实锤了，天尊大佬是 B 级。论坛中对楚天晋级一片哗然，这也让楚天有了警觉。平时猎杀鬼怪的鬼核可以直接吸收，但收购尸体所获得的鬼核，因为一次性提炼太多，吸收过于密集，容易被人察觉。所以以后有批量收入的时候，不能立刻盲目升级，可以先储存起来，等时机恰当了再使用。不过这次晋级奖励的10张回城券和1张回家探亲符让楚天很是高兴，特别是回家探亲符更是好东西。现在的玩家们还不知道，他们在登录游戏的一刻就无法下线了。游戏规定要升到4级后，等鬼灵被孵化了才有离线资格。人类之母在用这个方式强制玩家升级。当然，在游戏中死了也能下线，但一般不会有人故意死，因为死亡很痛苦，而且一旦死亡，游戏中获得的物品会全部清零，等级也会跌落一半。而有了探亲符就不一样了，不仅可以中途下线，甚至还能短暂将游戏中的天赋能力带回现实。这时楚天打开升级后的个人信息查看，姓名楚天，鬼灵清绝女皇 SSS 未孵化 61% 熟悉，等级2级，阴气52500，力量42，黑铁剑加25，体力43，负重加20，敏捷44，闪避加20，感知45，嗅觉加20。天赋 SSS 提炼，天赋 A 战斗直觉，天赋 F 口水子弹吞1吨。装备和道具：黑铁剑、黑铁空间戒指、黑铁回城券和探亲符等一次性道具不在此列。战力评估3星中期，果然晋升2级了。至于3级需要2500点阴气。晋级后，楚天的体力从原来的20几变成了现在的43，外加从山鬼那获得的负重增加20点体力，此刻的楚天已经有63点体力了。现在楚天的敏捷是44，天赋能力闪避加20点，等于楚天的敏捷是64点。还有暗狼的天赋嗅觉增加了五感中的嗅觉。这样下来，楚天的战力评估直接到了3星中期。正常刚刚晋升2级的人，战力通常都是2星初期，他现在高出正常水平1星不止。第08章口水子弹庖丁解牛。大家有没有发现，似乎我们无法下线了？什么情况啊？我还以为只有我是这样，怎么还有别人也这样吗？卧槽，咱们不会被留在游戏当中吧？游戏已经过了6个小时，有玩家陆续尝试下线，然而他们全都发现自己无法下线了，无法离开这个恐怖游戏。楚天觉得他有必要提醒一下这些新手菜鸟，于是他便发消息道，游戏官方规定要满4级之后，等自己的鬼灵孵化了才有资格下线，所以现在大家还是专心游戏吧。想要早点回家就努力升级，因为不升级的话你们可能会死，是真的死亡。你们的身体在现实中最多坚持3天不吃不喝，也就是说大家必须在3天内全部晋升到4级，否则将会有生命危险。楚天相信把实情告诉这些玩家，今后就不会再有打酱油的了。啥？这狗游戏竟然不满4级不让下线？怎么办？
我明早还要上课呢呀，再过半个小时我就有一场很重要的会议，这该怎么办啊？你们还在担心那些有什么用？还是担心一下自己的人身安全吧？天尊不是提醒咱们了吗？咱们的身体可还都在现实世界，几天不吃不喝就会被活活饿死啊！是啊，我可不想被饿死，我今年才9岁。一个叫美少女战士的说道。小妹妹可爱，9岁就有胆量来玩恐怖游戏了，大家快点升级吧，再打酱油就都要死在这里了。因为有性命之忧的逼迫，众人迸发出300%的力量，疯狂打怪，为了自己现实中的身体不会被活活饿死。楚天关了论坛，继续前行。这时，几只穿着白衣、身体半透明的幽灵在他面前飘荡。名称：普通幽灵，等级1阶，天赋闪动，战力评估2星初期。见到楚天的一刻，几只幽灵顿时一声尖叫，而后飘着向楚天扑来。楚天怎会惯着这些可恶的幽灵？现在的他跟以前已经不同，以前他的战力低于1阶鬼怪，完全是靠战斗直觉以及知道鬼怪的弱点在哪里才取胜。而现在他已经有3星战力了，已经可以正面硬刚1阶鬼怪了。他吐了3口唾沫，砰砰砰，3口唾沫化作3颗子弹，精准地命中3个幽灵的脑门。3个幽灵飘飘荡荡，如一片落叶飘落地面死去。您击杀了3只1阶幽灵，获得30点阴气。现在1阶鬼怪能为我提供的阴气值越来越少了。现在楚天已经晋级3级，击杀1阶鬼怪所得的少量阴气，对他继续升级已经作用很小。击杀3只鬼怪，楚天获得3个鬼核。这时他发动提炼，圣洁的光芒照耀3只幽灵尸体，鬼怪体内的污染又被提炼出3个鬼核，6个鬼核同时落到楚天手中，而尸体的残余部分则是化作清水滋养大地。不过这一次很可惜，他没有从幽灵身上获得能力，因为他已经得到过幽灵的能力闪动了。这一次楚天没有将鬼核直接吸收，而是存入了空间戒指，等以后一同使用。要去猎取更高等级的鬼怪了。现在这些1阶鬼怪对楚天已经没有吸引力了，他准备寻找2阶鬼怪，而且5种1阶鬼怪的能力他已经全部提炼过了。想要获得新的能力，必须去寻找新的鬼怪。楚天的行进开始从步行变成狂奔，他要早一点前往2阶鬼怪游荡的区域。一路上，时而遇到1只僵尸，时而遇到1只幽灵，楚天都是一发口水子弹喷出，砰砰砰。您击杀了1只僵尸，获得10点阴气。您击杀了1只幽灵，获得10点阴气。您击杀了1只暗狼，获得10点阴气。虽然楚天的行进速度很快，但一点不妨碍他随手猎杀鬼怪，他的脚步完全不用停歇。这能力真是太好用了。突然之间，楚天发现他的口水子弹能力真的好用，一路上1口唾沫放倒1个鬼怪。不过这能力也有局限性，那就是口水子弹毕竟是 F 级能力，所以只能击杀比他战力低1个大阶位的鬼怪。至于战力更高的鬼怪，就只能击伤，无法将其击杀。不过这也已经是极大的便利了，让楚天猎杀鬼怪的速度提升了不少。砰砰砰，又是3发口水子弹喷出，楚天再次获得了30点阴气值。然后他顺手就是一道光芒打到3具尸体上，再次入手了3颗鬼核。这时大地开始震动轰鸣，而后一个土包突然隆起，隆起的泥土变成半人半兽形状，竟然是一只山鬼。山鬼是5种1阶鬼怪中实力最强的，通常山鬼的战力都是2星巅峰。红色的，这家伙竟然是变异的。看着全身红褐色的土人怪物，楚天略略惊讶。名称：变异山鬼，等级1阶，天赋快速闪动，战力评估3星初期，爆率 0.0001%。变异鬼怪比普通的鬼怪还要强，这只变异山鬼竟然有3星初期的战力，竟然和楚天的战力相同。每一个变异鬼怪身上都有一定概率掉落宝箱，只是这只变异山鬼的爆率未免也有点太低了吧，就只有 0.0001%。嗷嗷！变异山鬼大叫一声，便向楚天扑来。砰！楚天一发口水子弹打在山鬼腿上，山鬼一个趔趄，但也仅此而已。他继续向前。砰！又一发口水子弹击中山鬼的胸膛，山鬼再度一个趔趄。他似乎感觉到了疼痛，嗷嗷一声巨吼后，双手捶了几下胸膛，正要向楚天发动暴风般的袭击。然而此刻楚天已经急速来到他近前，一跃数丈，空中一个跟头之后，刷刷刷便使出了一套庖丁解牛剑法。这种剑法是楚天在长期与鬼怪的对抗中自行摸索出来的。每一种生物身体组织都有薄弱的缝隙，只要刀锋游走在这些薄弱缝隙，就可以如庖丁将牛大卸8块一般不费力气。嗷嗷！凄厉鸣叫一声，山鬼的身体分成10几块，
而后散落在地。恭喜您击杀了一只变异山鬼，获得20点阴气。恭喜您爆出黑铁及宝箱一个。卧槽，不是吧？0.0001%的爆率都能爆出来，我未免也有点太幸运了吧？楚天惊讶，此刻正愣愣地站在宝箱面前，惊叹自己鸿运当头。请问是否开启宝箱？开启。楚天选择了开启宝箱。第09章，对战2阶怨灵。恭喜您获得了神秘钥匙，据说这把神秘钥匙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宝箱开启，一把古朴的钥匙出现在楚天手中。太好了！楚天没想到这么早就得到了关底 BOSS 的钥匙。别人自然不会知道这种神秘钥匙的用途，但楚天可是个重生者，前世这玩意儿他见过太多次了。现在游戏才刚刚开始，各个新手区的强者还在成长中。之后大家便会发现，每一个新手区都是封闭的，并且有一名鬼怪领主镇守。想要打破这个封闭的环境，离开新手区就必须斩杀鬼怪领主。然而，鬼怪领主躲在暗处秘境，必须要集齐5把钥匙才能打开秘境。也就是说，就算你有实力，没有钥匙也是无法打开秘境跟鬼怪领主战斗的。没想到，在一个爆率仅有 0.0001% 的变异山鬼身上，楚天竟然获得了一把秘境钥匙，还差4把钥匙。不过不急，距离10级挑战关底 BOSS 还早呢。楚天将秘境钥匙收好，而后对着变异山鬼的尸体发动了一次提炼。恭喜您获得了1级天赋快速闪动，敏捷度正 100%， 竟然是敏捷正 100%， 还是个1级的能力，这让楚天很高兴。之前他从普通1阶鬼怪那得到的全是 F 级天赋，这次终于获得了一个1级的。先前他在普通幽灵那得到的是 F 级的闪动，那个是增加20点的敏捷值，而现在的快速闪动增加 100% 的敏捷啊！重生之后，楚天一直有一种身体跟不上心的感觉，所以他在真实行动中不得不让自己的思维放慢，这样才能让动作和思维保持一致。现在获得了敏捷正 100% 的天赋，动作终于可以快一点了。楚天将获得的2颗变异山鬼盒收好，继续前进。这时，一个残破诡异的镇子突然出现在楚天面前。镇子口有一排木桩，每一个木桩上都绑着一具白色骷髅。楚天本以为是骷髅鬼怪，但似乎只是之前死去的人类，就跟安全区灵山寺内死的和尚是一类。楚天走到镇子入口，一座用骷髅头堆积而成的巨大金字塔屹立在他面前。若是普通人见了这一切，一定会毛骨悚然的。然而，前生在恐怖世界待了一辈子的楚天，对这些早就见怪不怪了。骷髅金字塔上还立着一块石碑，山脚镇。游戏提示：在恐怖世界降临之前，灵山下是一片无比肥沃的大地，大地上森林中生活着许多精灵人，而山脚镇正是其中一个最大精灵人国的边境镇子。在恐怖降临后，镇子居民被屠戮一空，而后被制作成了这座骷髅金字塔。原来是这样。楚天点了点头，恐怖世界吞噬过很多世界，这便是其中之一。而这个世界原本生活的人类是精灵人。楚天走入了这座城镇，这座城镇是西式风格，不过已经残破不堪，几乎找不到一座完整的房子。不过，往往这种前文明的遗迹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每一个文明都不相同，再加上恐怖降临时，每一个文明都会试图自保，所以往往会迸发出一些难以想象的东西。镇子的街道长满杂草，随处可以看见散落的白骨。然而，从楚天踏入镇子的一刻，便感觉到了十足的寒意，表明这里面生存了大量鬼怪，而且比先前的1阶鬼怪要强大。楚天紧了紧手中黑铁剑，一边前行一边小心提防。然而，半天过去，他却未见到一个鬼怪。不应该啊！这镇子弥漫着阴森气息，按说楚天早就应该遇到鬼怪了，可现在却一直都没有。这时，楚天已经走到镇中心的一口水井处，他顺着井口向井内望去，只见一个披头散发、没有五官的面孔，同样向他望来。那面孔虽然没有五官，但楚天可以看到他对自己诡异笑着。楚天顿时一身冷汗，因为那没有五官的鬼怪明显就趴在自己肩头。这是水中倒影中的景象，竟然是怨灵！楚天的战斗本能瞬间启动，原地便是一个旋风斩，黑铁剑发出破风之声，嗖嗖嗖！楚天手中的黑铁剑一连就是数次斩击。然而楚天表情却变得越发凝重，因为他知道他并没有砍到怨灵，怨灵逃了。怨灵算是2阶鬼怪当中极为难缠的一种，他们跟幽灵不同，幽灵的身体是半透明的，所以人是可以正常看到的。然而怨灵的身体却是全透明的，在没有获得天眼或者阴阳眼之类的能力前，遇鬼者是无法看到他们的。如果不是楚天从水中倒影发现，他还不知道自己被怨灵给包围了。既然看不到，他索性闭上双眼，这样可以让自己的感知能力放到最大，以便捕捉怨灵的动向。平心静气，楚天认真感知着。
不过他等级还是低了，感知能力有限，并未感知到周围有任何变化。就是这里，楚天突然感觉到一阵森寒气息逼近，他知道那便是怨灵向他发起进攻了。他果断一剑挥出，嘶呀！怨灵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尖叫过后，怨灵显形。怨灵的一只胳膊已经被楚天砍断，怨灵一旦受伤便会短暂显形。楚天哪会错过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疾步一跃，迅速逼近怨灵，而后一剑将其劈成2半。公告：玩家天尊击杀2阶怨灵，获得50点阴气。公告：2阶鬼怪首杀，奖励阴气值3倍，奖励青铜宝箱1个。卧槽，天尊大佬已经开始杀2阶鬼怪了，我们也要快努力啊！这边虽然击杀了一只怨灵，但楚天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依然紧闭双眼，认真感知着周围的变化，甚至那只被他击杀的怨灵尸体，他都没有时间去提炼了。又是一只，楚天再次感觉到破人的森寒逼近，他手中的黑铁剑迅猛挥出，嘶呀！那只怨灵凄厉惨叫一声，便显现在楚天面前。楚天抓住机会，一个横刀斩，便将怨灵的脑袋削掉。恭喜您击杀了一只2阶怨灵，奖励50点阴气。楚天继续闭目感知着四周，然而楚天等了半天，却没有怨灵再次对他发起袭击。估计是他刚才连杀2只怨灵，让这些怨灵有了忌惮。楚天决定主动试探，他开始发动他的口水子弹，向不同的方向喷射。砰砰砰砰！口水子弹不断发射，射向无人的空旷区。有早没早打一竿子再说，万一瞎蒙到鬼怪了呢？嘶呀！还别说，在移动试探性射击之后，真就有怨灵被楚天击中了，而且不是一只，是2只。2只受了伤的怨灵瞬间显形，一只白色的怨灵距离楚天很近，而另一只红色的怨灵则是距离他非常遥远。而楚天则是舍近求远，直接从他附近的白色怨灵身边越过，直奔远处的那只红色怨灵。因为那只红色怨灵是变异的，万一再爆出什么好东西呢？第10章杀杀杀3级，名称变异怨灵，等级2阶，天赋隐身和穿墙，战力评估3星初期，爆率0.0001%。没想到这只变异怨灵爆率同样这么低，甚至楚天都不太抱有希望了。唰！楚天一个撩刀，黑血喷洒，一个没有面孔的头颅飞上天空。恭喜您击杀了一只变异怨灵，获得100点阴气。恭喜您爆出青铜级宝箱1个。又爆了！楚天不敢想象自己命这么好，0.0001%的爆率都能让我爆出好东西，我这是运气逆天了呀！楚天震惊不已，要知道就仅有0.0001%的爆率啊，这都能爆出宝箱，只能说楚天重生后运气逆天了。不过虽然楚天杀了这只变异怨灵，但之前那只普通怨灵已经再次消失。没办法，怨灵只会在受伤的时候短暂现身，如果不及时抓住机会，它就会再次变成透明状态。连杀2个普通怨灵，外加一个变异怨灵，估计其他怨灵暂时不会主动找他麻烦了。楚天施展天赋，对刚刚击杀的3只鬼怪进行提炼，因此他获得了6颗鬼核，这可是2阶鬼核啊，价值是1阶的5倍。而与此同时，有2缕天赋光芒飞入他的体内。恭喜您获得了 F 级能力穿墙术1尺，恭喜您获得了1级能力穿墙术1米。这2个天赋，一个是2阶怨灵的，而另一个则是2阶变异怨灵的。检测到您的2个天赋重复，为您保留1级穿墙术1米。哈哈，不错，我还以为要获得怨灵的隐身能力呢，原来是获得了他们的另一个特性穿墙啊。这样以后发动攻击就不必再在乎建筑物了。怨灵的身体不仅看不到，而且还能穿透墙壁和障碍物，现在楚天竟然获得了穿墙能力。楚天将2个未开的宝箱找到，而后放到一起。这2个宝箱，一个是他手杀2阶怨灵获得的，一个是杀变异怨灵爆出来的。而且2个宝箱都是青铜品质的，是可以开出青铜级装备的。他将2个宝箱放到一起，游戏的提示音顿时响起。请问是否打开宝箱？开启。楚天已经爱上这种开盲盒的感觉了，希望这2个盲盒能出一些好东西。恭喜您获得青铜级斩鬼剑1柄，攻击加100。恭喜您获得照妖镜，可以帮您看穿隐形类鬼怪和变形类鬼怪。哈哈，我的黑铁级斩鬼剑可以下岗了，哥终于换青铜级武器了。楚天嫌弃地换掉手中的黑铁级武器，换上了他新获得的青铜级斩鬼剑。然而楚天不知道的是，他所嫌弃的黑铁级装备，在其他人眼中那就是个宝，想要还无法得到呢。现在整个404星手区也只出了3把黑铁级斩鬼剑。换上新武器后，楚天的战力评估也从3星中期提升到了3星后期。这时楚天又看向另一个宝箱开出来的东西，也是一件让他热血沸腾的东西，竟然是照妖镜。
他正发愁看不到怨灵呢，死老天就给他送来一个照妖镜，这也太及时了吧！不过和人们理解的照妖镜是一面镜子不同，楚天所爆出的照妖镜其实就是一副单片眼镜，只有一个眼镜腿和一个镜片的那种。只要戴上这种照妖镜，这些怨灵便全会显露在楚天面前。还等什么？楚天果断将照妖镜戴到了眼睛上，这样他左眼是原本视野，而戴了照妖镜的右眼则有了变化。他的左眼内依然是那个残破不堪的小镇，他的右眼则可以看到许多只怨灵在街道上游荡。呵呵，楚天邪魅一笑，将手中的青铜斩鬼剑挥了一个剑花。你们的死期到了！右手托斩鬼剑，踏着雷厉风行的步伐，楚天冲向怨灵群落。嘶啊！嘶啊！嘶啊！怨灵吼叫，但随着楚天手中刀光剑影，他们都死在了楚天手下。您斩杀了一只怨灵，获得50点阴气。您斩杀了一只怨灵，获得50点阴气。您斩杀了一只怨灵，获得50点阴气。怨灵们的战力是3星初期，而楚天现在已经是3星后期了。再加上楚天有前世留下的战斗经验，这些怨灵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之前让楚天感觉棘手，也仅仅是他们会隐身而已。现在楚天戴上了单片照妖镜，怨灵们无所遁形，自然也变成了楚天的刀王鬼。您斩杀了一只怨灵，获得50点阴气。您斩杀了一只怨灵，获得50点阴气。您斩杀了一只怨灵，获得50点阴气。楚天从街头杀到街尾，从巷子东杀到巷子西，他时不时的还会发动穿墙术，让那些躲在建筑后面的怨灵也无处藏身。大量怨灵死去，他的阴气也在不断增长。这一次楚天是地毯式的扫荡，其他的鬼怪楚天都是挑选着杀几只，并不是全灭，因为要留给其他玩家斩杀升级。但这些怨灵必须全部消灭，因为这些怨灵很难对付，如果不是觉醒了视觉类天赋的人，就算比怨灵等级高上一个阶位，也不一定有把握将他们杀死。所以与其等那些新手玩家下山送死，还不如现在楚天将他们全都杀了。您斩杀了一只变异怨灵，获得100点阴气。您爆出了一个青铜宝箱，再次遇到变异怨灵，再次爆出一个宝箱，请问是否开启宝箱？开启。楚天选择了开启宝箱。恭喜您获得了一枚青铜级空间戒指，容量10立方。哈哈，我正烦黑铁级空间戒指不够用呢，这就爆出了一个更大的，虽然青铜级仍不完美，但初期已经够用了。楚天有随手挥刀击杀一只怨灵，估计这已经是这座城镇废墟最后一只怨灵了，其他的都被他给杀干净了。这时游戏公告突然响起，公告：玩家天尊成为3级遇鬼者，获得怨灵杀手荣耀称号。公告：玩家天尊首个成为3级遇鬼者，奖励300点阴气，奖励合景灵液1滴，新手区地图1份。楚天先是一愣，这么快自己就这么升3级了吗？他难以置信这一切是真的，但体内暴涨的实力再告诉他这一切非虚。论坛，太快了吧，天尊大佬都已经升3级了，我才刚刚升到1级，本以为和大佬的距离拉近了，然而我却被事实打了脸，我可能永远追不上天尊大佬了。自信点，把前面的可能去掉，你就是追不上天尊大佬。满4级就有权利下线了呀，现在天尊已经3级了，这么说他就只剩1级了，而且4级鬼灵就要出来了，大佬只要再升1级，混沌卵就可以被孵化了。第11章排行榜，收获颇丰。公告：3级遇鬼者诞生，玩家排行榜公布如下。正在大家惊叹楚天升级迅速之时，玩家排行榜突然被公布出来，所有人的注意力第一时间都被吸引了过去。第1名天尊3级，第2名我是小狐仙1级，第3名宫野炼1级，第4名雷动30001级，第5名黑山1级，第6名白焰狼1级，第7名修罗场1级，第8名广目天王1级，第9名黄沙行1级，第10名吕凤仙1级。榜单上楚天的名次无疑是最显眼的，他是整个新手区唯一一个3级玩家，就算是第2名的我是小狐仙也仅有1级而已。而比较幸运的是，榜单前10都有幸进入1级。天尊大佬一骑绝尘，天尊排名第1我能理解，但小狐仙和宫野炼是谁啊？似乎没听说有战力这么强的玩家啊。就是啊，雷动3000、黑山、白焰狼他们可都是 C 级天赋，和天尊大佬一样都属于 C 级以上梯队的。小狐仙和宫野炼竟然排名比这些大佬们还要高，众人们都很不解。不过有知道内情的立马开始解释，小狐仙和宫野炼是生活类玩家，小狐仙是裁缝，而宫野炼是铁匠。不是吧，生活类升级这么快的吗？那当然了，就拿宫野炼来说吧，每把铁剑除锈都收一个鬼盒，
据我所知，他已经做了200单生意，那就是200个鬼核。虽然鬼核贡献的阴气只有猎杀鬼怪的1/5，但架不住人家数量多呀。200鬼核就是400阴气，如果是猎杀鬼怪，要杀40个一阶鬼怪呢。现在除了天尊大佬，哪个有能力单杀40个一阶的鬼？众人闻言一阵唏嘘。的确如此，除了天尊外，就算是那几个 C 级天赋的玩家，现在也没有单杀40个鬼怪的能力。恐怖世界游戏初期生活类玩家的确比较容易，但随着玩家们等级不断升级，这种优势便会渐渐丧失。在看到榜单公布的一刻，楚天也彻底确认自己真的晋升3级了。要知道，他在下山跨过溪流的时候才刚刚晋级2级，也就是说，距离晋升3级需要2500阴气。他除了下山时杀了一些一阶鬼怪外，其他杀的几乎都是2阶怨灵和变异怨灵。每一个怨灵可以贡献50点阴气，变异怨灵可以贡献100点。那么也就是说，他一口气杀了超过40只2阶鬼怪，以至于他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了。哈哈哈，我终于3级了！真希望其他地方的鬼怪也像山脚镇这样密集，那样升级就快了不少。楚天狂喜不已。的确，他能一下子收获这么多，跟山脚镇怨灵密集也有关系。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是这样。楚天点开自己的个人信息查看，姓名楚天，鬼灵清绝女皇 SSS， 未孵化61%熟悉，等级3级，阴气310万，力量83，斩鬼剑加100，体力84，负重加20，敏捷85，感知85，嗅觉加20。天赋 SSS 提炼，天赋 A 战斗直觉，天赋 E 穿墙术1米，快速闪动，天赋 F 口水子弹吞1吨。装备和道具：斩鬼剑青铜，空间戒指青铜。战力评估4星后期。现在楚天拥有1级天赋闪动和穿墙术，都属于增加行动力的能力，这能让前生留下的战斗直接发挥更好。再加上斩鬼剑，还有负重、嗅觉、口水子弹等几项能力，让3级的楚天拥有了4星后期的战力评估。楚天觉得现在正面对战3阶鬼怪不在话下，就算是4阶鬼怪，他掌握好战术也不是不能斩杀的。而且他只要再晋升1级，就可以让他的鬼灵清绝女皇孵化了。御鬼者在拥有鬼灵之后，战力将会成倍增长，就算是普通天赋的御鬼者，也开始具备单挑同级鬼怪的能力了。更何况他并不是普通天赋者。楚天环视四周，现在整个镇子一片狼藉，无数鬼怪尸体横在地上，到处都充斥着鬼怪黑色粘稠的污染，浓郁的鬼气甚至让楚天这个御鬼者呼吸都不舒服。他敢保证，这么浓郁的污染聚集地，一旦有普通人类踏入，3分钟就会被感染成鬼怪。楚天单手指天，一道白色的圣洁光芒打上天空，而后光芒扩散，覆盖整个城镇，散发漆黑血液和气息的鬼怪尸体全部化作清水渗入地面。这正是他在对镇子的尸体进行统一提炼。前世楚天经常看到同僚使用净化天赋对鬼怪尸体进行污染清除工作，净化能力的覆盖范围通常都很大，而他的提炼也同样有净化的效果，所以楚天就觉得应该覆盖范围也很大，就尝试了一下对全镇的鬼怪进行统一提炼。没想到真的成功了，只是可惜这里只有2种鬼怪，而且天赋能力都已经被他吸收完了，就只能获得鬼核收入了。一个个的鬼核从镇子的不同角落向楚天飞来，如同一颗颗流星划过天空。而后这些鬼核在楚天面前堆成一堆，足足有86个，再加上之前他收走的6个，楚天在山脚镇合计获得92个2阶鬼核，也就说明他杀死了46只怨灵和变异怨灵。我还要置换一下空间戒指。先前虽然楚天已经得到了1枚青铜级空间戒指，但其实东西还都在原本的黑铁级戒指里装着呢，因为他一直没有时间更换。现在也到了不更换不行的时候，原本的戒指已经无法再塞入92颗鬼核了。他将原本戒指中的物品倒出来，而后再全部装入自己新得到的青铜戒指中。虽然这个青铜戒指不算大，但也足足有10立方，用上一阵子应该没问题了。置换完空间戒指，楚天抱过自己的混沌卵，从混沌卵内透出的清绝体香扑面而来。混沌卵微微颤抖，似乎也很喜欢它的主人抱着它。乖，我现在已经3级了，距离你出来透气已经不久了。楚天抚摸着混沌卵说道。混沌卵再次欢快地动了动。您和您的鬼灵亲密值正 1%， 现在亲密度 62%， 亲密值在 50% 以下代表陌生， 50% 至 90% 是熟悉， 90% 以上是亲人， 95% 以上是爱侣， 100% 就是老婆，是可以做羞羞的事情的。不过很少有人能将自己和鬼灵的亲密度提升到 90% 以上，通常提升到熟悉已经是极限了。这时楚天拿出了之前奖励的合景灵液，
滴到了混沌卵上。第12章换衣服又发一笔财。嘤，随着何景灵液深入蛋壳，混沌卵顿时心快地动了起来。清绝女皇显然非常高兴。您和您的鬼灵亲密度正 20%， 现在亲密度 82%， 您和您鬼灵的亲密度更加熟悉。第一次楚天使用何景灵液的时候，一下子就增长了 50%， 这次仅提升了 20%， 这主要是遇鬼者和鬼灵之间的亲密度，越是往后越是难提升。哈哈，我和女儿的亲密度又增加了。楚天抱着自己的混沌卵，开心地笑着，这种养成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不过，要是没有何景灵液，想要快速提升和鬼灵的亲密度很难。有空再让你出来透气。楚天将混沌卵收回了空间戒指。这时，楚天看了一眼自己的衣服，一路杀怪早就破烂不堪，上面遍布着被怨灵血液腐蚀的孔洞。每个玩家身上穿的衣服都和自身进入游戏之前一样，这是人类之母用她的能力帮玩家们具现的。然而，这些都是普通的衣物，根本无法抵御鬼怪血液污染。这还是因为楚天有经验，每次都尽量避免血液溅到自己身上。然而，他身上的衣服仍然快被腐蚀殆尽了。他在残破的花坛坐下，准备联系小狐仙买件服装道具，不然他都快光腚了。他找到榜单上的我是小狐仙，试图跟他取得联系。小狐仙，哇哦，天尊大大竟然艾特我了。楚天，你的天赋是裁缝？小狐仙，是的。天尊大大是要修补还是要买衣服？楚天，我要买衣服，不知怎么卖的。小狐仙，天尊大大果然是土豪，之前来找我的都是让我为他们修补衣服，或者在原本的衣服上加一些特性，还没有一个人向我购买服装道具呢。不是大家不想买，是都舍不得花鬼盒。这一点楚天表示认同，特别是游戏开始阶段，玩家们的都比脸还干净，他们哪有鬼和买服装道具啊？小狐仙，因为服装道具没有销路，再加上制作成本很高，目前我只做了2件服装，一件加25点的防御力，另一件有很强的防污染能力，可以有效抵御鬼怪血液腐蚀，都是黑铁级的，这也是我现在能力所限，就来那件防污染的吧。楚天直接回道，增加几10点的防御对楚天来说不要紧，主要是那些溅在他身上的鬼怪污染令他心烦。哇哦，大佬果然是大佬，竟然都不问我价格就买了，我这就把衣服挂上，收您30个一阶鬼盒吧。这时申请交易在楚天面前弹出，这件服装道具售价30鬼盒，对于游戏刚刚开始的玩家简直就是一笔巨款了，没谁能买得起。然而对于楚天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楚天虽然现在手头一阶鬼盒不多，但也刚好有30个。他将报酬放在交易栏上，而后点击了付款。很快，一件衣服便出现在他面前。楚天看了一下这件衣服的款式，竟然是一件迷彩战术服，有靴子、裤子和一件上衣。楚天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将衣服换好。他将单片眼镜摘下，用其当镜子照了一下自己，这衣服穿上有点像一个军人了。这让他想起了涂刚，前世和他一同并肩作战的一名好友，块头很大，但人却很腼腆，说话动不动就脸红。他曾经在某特战旅服过兵役，所以习惯性穿着一身战术服。只可惜在一次战斗中，楚天负责掩护民众撤退，而涂刚负责断后，最后涂刚便再也没回来。嗨，这一世如果有断后任务，换我来吧。楚天感叹了一声，他决定这一世一定要早一点提醒涂刚进游戏。前世这家伙是在恐怖世界降临前一天才进的游戏，错过了大把机会。甚至楚天本人前世也是游戏开始半个月后才进来的。楚天决定再在游戏中待一段时间，就下线去处理一些事情。他要尽量拉昔日的好友提前进游戏，还有他的小姨，那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将他养大的女人，将青春都花在了自己身上的女人。他在第一波鬼潮中就惨死了。今生楚天一定要保护这个女人。你的设计不错，我很满意。楚天对服装道具很满意，也不吝啬夸奖。谢谢天尊大大夸赞，要不是你我这件衣服就砸在手里了，大家都嫌贵，没人肯买的。被整个新手区的大佬夸奖，小狐仙很是受用。不肯买吗？楚天笑了，等末世真正来了，他们不买也得买。楚天安慰道，现在游戏刚刚开始，大家都穷，等大家有钱了，你的衣服就有销量了。真的吗？当然了，谢谢天尊大大吉言，以后您找我做衣服，我给您打折。楚天微微一笑，关闭了对话框。他点开了自己的交易后台，发现上面待交易尸体竟然有1580个，发财了！这不就是1580个鬼盒吗？他点了交易，而后巨多具尸体从天而降，在他面前堆成一座小山。他抬起手来，对鬼怪尸体堆成的小山进行提炼。1580个鬼盒到手，而后他返还158个鬼盒的报酬，他自己剩下1422个一阶鬼盒。另外，楚天手上还有92个2阶鬼盒。
要是别人知道天尊竟然会这么有钱，又会为此震惊的。还不错，他才进入游戏10几个小时，就积攒了这么大一笔财富，当然非常满意了。这时，楚天拿出了奖励的新手地图，想看看3阶鬼怪都在什么地方。至于其他2阶鬼怪，他准备直接放弃，还是留给其他玩家升级吧。至于不同种类2阶鬼怪的天赋，其实他只要拿了手杀奖励，其他的天赋可以从收购的尸体那得到，这样会让他省很多力气，免于奔波去寻找不同种类的鬼怪。黑石林看了一会地图，楚天确定了接下来要去的地点。从山脚镇向西，不远处便是一片石林，那里正是3阶鬼怪活动的区域。楚天将地图收起，开始在论坛发布消息。天尊，继续收购鬼怪尸体，特别是新种类的尸体，每一个新种类的尸体都会以原本收购价格的10倍收购。楚天觉得这样可以。以前是每10具尸体换一个鬼核，如果是新种类的尸体，楚天可以不赚钱，只吸收尸体中的天赋能力。因为新人王权限，所以楚天的帖子直接置顶。欧啦，我们知道了大佬，可惜了啊，现在已经没有新的1阶鬼怪了。不过我们小队马上就准备去2阶鬼怪的活动区域了。第13章，吊死鬼，花式束缚。楚天一边查看玩家论坛，一边前往3阶鬼怪活动区域。由于不到4级不能下线，所以玩家们全都卯足了劲升级。现在1000名玩家已经全部升到1级了，而且还有3个进阶2级的，分别是雷动3000、黑山、白焰狼。这3人据说都是 C 级以上天赋，看来游戏进行到这里，战斗类玩家的天赋开始显现优势了。小狐仙也升级了。正在楚天查看榜单的时候，第4名2级玩家也诞生了，那便是我是小狐仙，他成了第一个晋升2级的生活类玩家。这时，一棵大树突然出现在路旁，而那树上正吊着一只鬼怪。鬼怪舌头伸得老长，脖子上套着绳子，被吊在树干上晃晃悠悠。鬼怪吊死鬼，等级3阶，天赋绳索束缚，战力评估4星初期。开工了。楚天在空间戒指中取出自己的青铜剑，而那边吊死鬼也发现有人到来，缠在树干的绳子突然松解，而后轰隆落在地面上。吊死鬼的绳子如一根鞭子一般向楚天抽来，楚天躲过鞭子，快速上前，准备给他来一个迎面一击。然而吊死鬼大长舌头突然吐得更长，如一条毒蛇一般游走，就要将楚天包裹在其中。就在吊死鬼的长蛇要将楚天裹住时，楚天手中长剑挥舞，吊死鬼的长蛇不知变成多少段，而后哗啦啦地落到地上，地面被黑色粘液腐蚀的刺啦作响。楚天看了一眼，见到自己衣服上的几点鬼血，衣服竟然没有被腐蚀，说明小狐仙的手艺还不错。吊死鬼被砍断了舌头后凄厉哀嚎，死吧！楚天发动天赋快速闪动，眨眼就来到吊死鬼跟前，而后刀锋带起一弯银月，将吊死鬼的头颅砍下。那头颅高高的抛上天空，吊死鬼至死脸上都带着惊愕和恐惧。实在是这个男子太强了，3级的人类他不是没对战过，一般都不是他们吊死鬼的对手，因为3级的人类战力通常是3星，他们鬼怪3级可是有4星战力的。然而今天他就这样容易的死了，这找谁说理去啊？吊死鬼死了的头颅落到地上，在地上咕噜噜滚动。公告：玩家天尊杀死了一只3阶吊死鬼，获得250点阴气。公告：首杀3阶鬼怪奖励：初级疗伤药、初级体力药剂、初级力量药剂、初级敏捷药剂、初级感知药剂。竟然获得了5种初级药剂，这个套餐让楚天很满意。疗伤药剂自然是疗伤的，其他4种服下后都可以让对应属性短暂爆发，在关键的时刻，这些药剂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一次楚天获得首杀，没有引起玩家多大震撼，因为现在楚天已经是3级御鬼者了，别人3级可能还杀不了3阶鬼怪，但他毕竟是那创造无数首度成就的天尊，怎么可能杀不了？所以就只引起了小小的轰动。楚天单手指向鬼怪尸体，随着一道光芒射出，鬼怪尸体化作清水滋养大地，而与此同时，2颗3阶鬼核落入楚天手中，这是他获得的第1份3阶鬼核。您获得了1级天赋绳索束缚，您可以操控绳索对目标进行束缚。注：此天赋必须配合吊死鬼的上吊绳一起使用，没有上吊绳此天赋将失效。哈，这个天赋不错，可以解锁很多种捆绑姿势。楚天将吊死鬼的上吊绳拿起，而后对着一棵大树一指，上吊绳嗖的对大树来了一个花式束缚，上面的花结打得非常漂亮，是让一切男生看到都会流鼻血的那种花结。这绳子很有用，我要多收集几条才行。楚天一边前往黑石林，一边仔细搜索附近还有没有吊死鬼。整个恐怖世界大多数树木都是干枯的，楚天现在所处的区域也一样，而且这里的树木比较稀疏，林间还有很多岩石，树上乌鸦嘎嘎的叫着，让周围的气氛更加凄凉。恐怖世界降临，多数动植物都死了，
但也有少数逐渐适应了末世的环境。乌鸦便是其中一种，这种在灾难前就喜欢食腐的鸟类，灾难后进化成了一种可以吃低度污染食物的鸟类，所以它就有了新的名字——乌鸦。又是一只吊死鬼。在不远的一棵大树上，楚天再次看到了一只吊死鬼，终于又可以有一个绳子了。吼！吊死鬼向楚天袭来，砰砰砰！楚天先是数发口水子弹，二者同样为3阶，所以口水子弹无法对吊死鬼一击必杀。但在大量的子弹射击下，吊死鬼仍然吃不消。楚天一连喷了10几发口水子弹，而此刻楚天已经手持长剑来到吊死鬼跟前，他正准备一剑挥出，然而他却看见吊死鬼突然没了力气，跪到地上后脑袋一打：“您杀死了一只3阶吊死鬼，获得250点阴气，这就死了？我还没挥刀呢。”楚天发现自己忽略一个问题，就算口水子弹无法一击必杀的鬼怪，多给他喷上几发他仍然受不了，这能力有点废唾沫，我都有点口干舌燥了。看着被口水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的鬼怪尸体，可想而知他刚才遭受了何等痛苦。现在的楚天只感觉想要喝水，可能这也是口水子弹的重大 bug 之一。他将上吊绳收起，发动提炼，2枚3阶鬼核到手，鬼怪的尸体化作清水滋养大地。就这样，楚天边走边打吊死鬼，等接近黑石林边缘的时候，他已经击杀了8个吊死鬼，获得了2000点阴气值，5根上吊绳，另外还有16颗3阶鬼核。他将16颗3阶鬼核全部捏碎，吸收其中蕴含的阴气。恭喜您获得了800点阴气。哈哈，果然越是猎杀高阶鬼怪升级越容易，随随便便就增长了这么多阴气。现在楚天的阴气值已经有3100点了，这也是他为什么要离开1、2阶鬼怪活动区，跑来3阶鬼怪活动区的原因。因为越是高阶的鬼怪，报酬越丰厚。这时，楚天对着路边一块大石头随手一挥，8条绳索同时飞出，瞬间便将大石头缠绕起来。由于绳子数量够多，那石头竟然被绑得跟一个木乃伊似的。哈哈，这能力不错。楚天对新获得的天赋很满意，现在他准备将所有绳子全收了。然而这时，他却惊喜地发现，不远处竟然有一个颜色不一样的吊死鬼，那不就是一个变异的吊死鬼吗？鬼怪变异吊死鬼，等级3阶，天赋自由束缚，战力评估4星后期，爆率 99%。看到变异吊死鬼信息的一刻，楚天顿时双眼放光，这家伙的控绳天赋不仅更强，而且爆率竟然是 99%， 这太稀有了。要知道，以前楚天打的变异鬼爆率从来都是 0.0001， 连 0.001% 都没出现过，而这次竟然出了一个99，必须得干他啊！第14章前生天赋鬼画符守财鬼。楚天和变异吊死鬼同时冲向彼此，吊死鬼将上吊绳拿在手中当做皮鞭，大长舌头当长矛，向楚天发起暴风雨般的进攻。楚天手中长剑不断挥舞，与对方的上吊绳和舌头撞击，发出金石交鸣的声音。变异吊死鬼果然比普通的吊死鬼要强。普通吊死鬼的舌头和绳子，楚天是可以斩断的，然而变异吊死鬼的舌头和绳子坚硬度却可堪比楚天的兵器。哦！吊死鬼一声吼叫，大长舌头正面刺杀楚天。楚天躲过一击，然而变异吊死鬼却用舌头一次性发动30连击，舌头顿时化作虚影。楚天手中长剑乒乒乓乓抵挡。虽然吊死鬼舌头刺激极快，但楚天有前生的战斗直觉，再加上他新获得的快速闪动天赋，完全可以跟得上变异吊死鬼的速度。见到楚天接下自己的连招，吊死鬼也是一愣，在他感觉这人类的战力应该跟他差不多，但他的长舌连刺可是绝招，人类竟然能跟得上。正在吊死鬼略微茫然的时候，楚天发动了一个快速闪动，身体化作残影来到吊死鬼跟前。唰！楚天一剑挥出，吊死鬼的身躯被从肩膀处斜劈成2半，漆黑的血液在空中泼洒，宛如一幅美丽的水墨画。轰隆！吊死鬼的身躯摔到地上。您杀死了一只3阶变异吊死鬼，获得500点阴气值。恭喜您爆出了 A 级能力道具冥神笔。卧槽，不是吧？我竟然爆出了 A 级能力道具冥神笔。楚天前生虽然没有觉醒 SSS 级天赋，但也曾是龙下仅有的3名 S 级天赋者之一。他的天赋名曰鬼画符，就是以自己的意念凝聚出一支冥神笔，施展各种鬼画符。鬼画符的方法他自然懂，毕竟前生他用了一辈子，但奈何今生他觉醒的天赋不是鬼画符，所以无法凝聚出冥神笔，自然也就施展不了鬼画符。没想到这次击杀变异吊死鬼，竟然会直接爆出他前生早已用习惯的冥神笔，这就代表他可以继续施展他的鬼画符能力了。哈哈，我怎么会这么幸运啊？随便打个3阶小怪就爆出一个冥神笔，这让楚天想起了这只变异吊死鬼的特别，
他的爆率竟然是99%，前世今生这样的情况他都是第一次碰到。正常一个变异鬼怪最多也就是30%几的爆率。看来我今后要特别注意那些爆率极高的鬼怪。一个鬼怪即便他等级很低，但如果他的爆率极高，就说明必然有问题。楚天双手捧着冥神笔，流出激动泪水。他宛如见到了失散多年的老伙计，想不到他还可以重拾前生的能力。这时他走到一棵大树前，随手掰下一片树皮，而后用冥神笔在上面写下冥神出行，鬼怪前行。那棵树皮闪了一道金光，代表这张鬼画符制作成功。去！楚天随手一丢，鬼画符直接飞上天空，在前方1里处爆出一片烟花。嗷嗷嗷！前面传出大量鬼怪嚎叫，而后便是鬼怪踏着地面奔跑的震动声，而且那震动声越来越远，代表着鬼怪都在向远处逃离。哈，真的管用！再次施展前生的能力，让楚天感觉非常激动。不过他一查看自己的阴气值，顿时就没有那么开心了。刚才那一道鬼画符竟然消耗了他2500点阴气，那可是2500啊！现在他就仅剩600点阴气了。他还是疏忽了，忘了重生之后自己已经变成了小号，经不起这个级别鬼画符的消耗。这时楚天开始对地上的变异吊死鬼进行提炼，圣洁光芒覆盖变异吊死鬼尸体，鬼怪的尸体化作清水，2颗3阶鬼核落入楚天手中，而与此同时，一缕光晕进入他体内。您获得了1级天赋自由束缚，自由束缚在普通绳索束缚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您只要提前对绳索下达束缚指令，就可以跨时间和地域执行束缚任务。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那的确方便了很多。就比如楚天要休息或者下线的时候，完全可以找个山洞，在洞口下达束缚指令，让想要偷袭自己的人失手。楚天将2颗3阶鬼核捏碎。恭喜您获得100点阴气。楚天的阴气值回到了700点，不过他还有不少1阶2阶鬼核没有吸收呢。他准备继续上路打怪。卧槽！才走了几步，楚天就发现不对劲，周围寂静的可怕，竟然一个鬼怪都没有了。我刚才的鬼画符把附近的鬼怪都驱离了，那我还上哪去打鬼啊？楚天一阵无语，光顾着重新得到鬼画符能力之后的高兴了，竟然直接制作出了一张驱散鬼怪的鬼画符，而且他还习惯性的消耗本级别的阴气，制作了一枚至尊鬼画符。至尊鬼画符可以律令同等战力以下的一切鬼怪。现在楚天的战力是4星巅峰，那也就是说，所有3星的鬼怪都在刚才被他驱离了，只能找找看有没有漏网之鱼了。楚天无奈前行，很快便踏入了他此行的目的地黑石林。整个黑石林遍地都是黑色的柱状岩石，小的1人多高，大的有10几丈，宛若一座小山。不过此刻黑石林却一片宁静，真是应了那句话，一个鬼影都没有啊！楚天越发伤脑筋了，觉得自己坑自己的行为太二逼。他就这样在黑石林中走着，1个多小时过去也没发现一只鬼怪。正当他准备换个地方打怪的时候，突然前面看到一个鬼影，终于又找到新鬼了，这让楚天非常欢喜。这只鬼怪额头有1枚金钱，还长着一张尖酸刻薄的脸。看到这一切，楚天顿时欢喜，因为这是一只守财鬼。鬼怪守财鬼，等级3级，天赋暴走。在守财鬼进入暴走模式后，他的战力将会提升1星，战力评估4星中期。原来是守财鬼，怪不得没有被我的鬼符驱离。守财鬼是一种规则类的鬼，他们是财宝如命，会永远守着他们心中的财宝不放。一旦有人或者其他鬼怪靠近他，就会发起攻击。规则类鬼行事只遵从自己的逻辑，所以不受楚天驱离符的影响。楚天迅速躲了起来，因为既然有守财鬼在，那么必然就有宝藏，很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第15章，我视金钱为粪土的好吧。前生楚天初等只要遇到守财鬼，就如同捡了个宝贝似的，因为常常能从守财鬼这获得意想不到的宝物。楚天选择暗中跟着守财鬼，先找到守财鬼所守护的宝藏，然后再将其击杀。守财鬼手中拿着狼牙棒，在走到楚天隐藏的岩石附近后停下。他驻足观望了一会儿，见四处没有异常，便转身向回走去。每一只守财鬼都会以自己所守护的财宝为原点，半径1公里内进行巡逻。一旦他发现有人踏入，便会毫不犹豫地发起进攻。见到守财鬼已经向回走去，楚天放心地跟在他的身后，完全不怕守财鬼发现自己。因为守财鬼都是聋子，听不到东西，只要在他的视野盲区，就不会被他发现。而规则类的鬼都有自己的行事逻辑，守财鬼只会按照固定的线路进行巡逻，在固定的地点进行观望，所以楚天也不担心他会中途回头。这时守财鬼突然停下，楚天赶紧再次躲到大石头后面。守财鬼在那里四处观望一番，见没有任何人侵犯他的领地，便继续掉头向另一个方向走去。楚天继续大摇大摆地跟在他屁股后面。
啊！一只乌鸦叫着飞到守财鬼附近，守财鬼见了顿时暴怒，他捡起一块石头丢上天空，乌鸦被打得爆体而亡，就只剩下几缕黑毛在天空飘落，在述说着曾经有一只乌鸦的存在。乌鸦已死，守财鬼的神色再次恢复平常。这时，不知哪里来的一只吊死鬼突然出现在守财鬼面前，守财鬼见了顿时暴怒，这一次他进入了暴走模式，身上燃起漆黑的火焰，实力顿时暴增1星，从原本的4星变成了5星。5星战力，即便是楚天也没有100%的把握。进入暴走模式的守财鬼一个纵跃便来到那只吊死鬼面前，而后一狼牙棒将其脑袋打爆。面对进入暴走模式的守财鬼，吊死鬼没有丝毫抵抗能力。在秒杀了吊死鬼之后，守财鬼再次恢复了平常样子，而后继续巡视他的领地。楚天随后跟上，他在走到那只被击杀的吊死鬼跟前时，他随手发动了提炼，2颗3阶鬼核到手。恭喜您获得50点阴气。在随手吸收了2颗3阶鬼核之后，楚天的阴气值增长到了750。就这样走着，大约又过了1刻钟，守财鬼来到一个浅浅的山洞前，那山洞内放着一口棺材。在看到棺材的时刻，守财鬼脸上露出惬意的笑容，像足了一个人类发财之后的样子。看来这里便是他守护的宝藏了。楚天连续发动4次闪动，以极快的速度来到守财鬼面前。守财鬼刚才脸上还是欢喜表情，这一刻见到有人打他财宝主意，他的脸色顿时乍现愤怒。然而也仅仅如此，还没等他变身为暴走模式，楚天便一剑从他的额头的金钱处刺入，直接贯穿了守财鬼的脑袋。啪！金钱碎裂，血雾喷溅，守财鬼也跟着死去。您击杀了一只3阶守财鬼，您获得500点阴气，还不错。对于这次偷袭，楚天非常满意。如果真的等这家伙进入暴走模式，就算是楚天也不愿意与之一战，因为完全得不偿失啊。守财鬼只是3阶鬼怪，杀了他也仅仅获得3阶收益，但他在暴走之后的实力却是4阶。这种冒险杀死一只4阶鬼怪，却只有3阶收益的情况，楚天是不会干的。不过幸好，楚天并没有给守财鬼进入暴走的机会，就已经将他击杀了。也不知道这家伙藏了什么宝贝，可别是金条或者钞票一类啊，那样我可就亏大了。楚天上前将那个破烂棺材打开，映入眼帘的，卧槽，还真的是一棺材钞票啊，还都特么是美钞。我要钞票干啥？我要钞票干啥吧？我是金钱为粪土的好吧？在末世钞票给狗狗都不要啊！在末世的时候，钞票的确没有任何价值，甚至连废纸都不如，废纸还能用来擦屁股呢，钞票用来擦屁股人都嫌它不好用。至于贵金属还有宝石，在末世那些跟石头沙子没有区别，毫无价值。末世的通用货币就是鬼核，1阶鬼核是最基本的货币衡量单位，然后5个1阶鬼核换一个2阶鬼核，5个2阶鬼核换一个3阶鬼核，5个3阶鬼核换一个4阶鬼核，如是以此类推。所以在末世说哪个人太有钱了，要看这个人有多少鬼核，而不是金银珠宝或者纸质钞票。看着整整一大棺材的钞票，楚天不禁扶了扶额头，他真的不想要钱啊。现在恐怖世界还没有正式降临，这些钱应该还有点用处吧。楚天无奈，有点开始为这一堆钱发愁了。不过末世还没真正降临，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可以把这些钱花出去。想到这里，楚天的心中宽慰了不少。他将一棺材的美钞收入空间，空间戒指自动为楚天开启了清点模式。恭喜您获得10亿美钞。这有啥好恭喜的？楚天翻了个白眼儿，要是给他11个鬼核，他做梦都能笑醒。只能说10亿美钞到手，现在也能有点小用处，毕竟末世还没有真正降临。楚天随手一个提炼，2枚鬼核飞入楚天手中，还有一道天赋光晕飞入楚天体内。您获得了 C 级天赋前途无量，您有事情需要抉择时，可以投掷钱币辅助，可以大大提高幸运概率。这个天赋不错啊！楚天非常欢喜，现在手中拿着5枚铜钱，每一枚正面都写着前途无量4个字，而每一枚背面都写着一个凶字。他没想到这次获得的天赋竟然是占卜，可以让他获得幸运，这一点真的是太重要了。在末世处处都是危机，如果在行事之前预测一下，那无疑对自己来说更加安全。楚天将那枚铜钱收入空间，而后将2颗鬼核捏碎。您获得了200点阴气，现在楚天已经有1450点阴气了。楚天几个纵跃跳上了附近一个高高的石笋，想要观察一下地形。风沙从漆黑的石林吹过，似乎整个石林什么都没有。然而当楚天将目光落到南边的时候，顿时眼前一亮，竟然又有一只守财鬼。已经晋升3级的楚天视力不是普通人能比，虽然相隔数里，但他仍然隐隐约约看到一只和之前守财鬼一样的鬼。希望这次不要再给我美钞了，求求你死老天，给我来点法宝道具啥的吧。
楚天在一个又一个石笋上跳跃，向着新发现的守财鬼而去。第16章10万火急求武器。楚天急速靠近守财鬼，在接近他的时候，从石笋跳到地面，而后隐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这时，守财鬼已经来到他的附近，他四处观望了一番，见没有任何，便转身向回走。而楚天就跟在守财鬼身后，二者一前一后。守财鬼一路行进，在巡视了好几个区域后，开始掉头向一个方向走去。这时，楚天跟着守财鬼进入了一个山谷，这山谷内竟然有潺潺清水流出，而且山谷两侧也不再是枯萎的树木，反而是被绿色覆盖，甚至不少树木还开着花。在遍地枯萎、一片死寂的恐怖世界，这样的景色无疑让人心旷神怡。守财鬼带着楚天沿溪水一路前行，听着潺潺的流水声，欣赏着周围的植被和美景。没想到在这样一个紧张的环境中，楚天竟感觉到了一份安闲和惬意，这里简直就像是一处世外桃源。楚天开始期待守财鬼守护的财宝了。这样一个风水绝佳的地方，藏的宝藏一定不会是散发铜锈味的美钞，一定是某种特殊的法宝道具。这时，守财鬼突然停下来了，溪水竟然到了源头，没想到山谷中的溪水竟然源自一个山洞。而此刻守财鬼正对着那洞口，一脸满足的笑着，如同一个人发财之后的样子。楚天知道时机到了，这里便是这只守财鬼守护的宝藏了，就是现在。楚天毫不犹豫，连续数次闪动之后，便已来到守财鬼面前。唰！楚天一剑砍出，守财鬼鬼头被高高的抛向空中，黑色的血液如墨泼洒，守财鬼至死脸上都带着发财了的笑容。您击杀了一只3阶规则类守尸鬼，您获500点阴气。哈哈，成功了！咦，不对啊，不是守财鬼吗？怎么会是一只守尸鬼？卧槽，大意了！楚天倒吸一口凉气，他向后一跃，远离守尸鬼所守护的山洞，而后掉头就跑。守尸鬼跟守财鬼是两种极其相似的鬼怪，外貌一样，行为逻辑一样，实力相似，只不过他们所守护的东西不同。守财鬼守护的是财宝，而守尸鬼守护的通常都是强大的僵尸魁，而且通常僵尸魁都会比守护他的守尸鬼更加强大。通常僵尸魁都是4阶鬼怪，至少有着5阶后期或者巅峰战力，而现在楚天的战力是4级巅峰，对战5阶初期和中期他有一些把握，至于5阶后期或者巅峰，他并没有100%的把握，所以还是避一避为妙。楚天几个箭步便窜出了好远，他本以为已经成功远离危险，然而他身后的山洞内却突然飞出一口青铜棺，轰地落在他面前，堵住了山谷的去路。看来想要躲是躲不过去了，唯有一战。不过楚天相信，利用前世留下的战斗记忆，还有今生获得的多种天赋，还是有很大机会取胜的。就在这时，青铜棺椁打开，一只僵尸缓缓坐起。楚天一看便觉大事不妙。鬼怪变异僵尸魁，等级4阶，天赋口水炮弹，战力评估6星巅峰，爆率 0.1%， 竟然是变异僵尸魁，而且还是6星巅峰战力。楚天眼珠子差点没凸出来，他都无力吐槽了，他怎么会这么倒霉啊？本以为碰到守财鬼可以大发一笔了，可是第一只守财鬼守护的竟然真的是财，根本没有他要的法宝道具。至于第二只守财鬼，根本就是一只守尸鬼。好吧，碰到一只僵尸魁也就算了，现在又来一只变异僵尸魁。要知道，普通的僵尸魁一般是5星后期或者巅峰战力，这已经是楚天现在所能应付的极限了，而且他也不保证真的能击杀僵尸魁。而现在呢，竟然给他整一个变异的僵尸魁，还他妈是6星巅峰战力的变异僵尸魁！天哪，这不是要命吗？就算是变异僵尸魁能有6星初期战力已经够逆天的了，可是这只变异僵尸魁显然超出了本有的范围，竟然是6星巅峰战力，这作弊有点严重了吧？是看我一路杀怪太多，特意给我增加一点难度吗？楚天思绪飞转中，让他对着5星战力他可以搏一搏，但6星真的没胜算，更何况这只变异僵尸魁已经是6星巅峰了。楚天身上有之前奖励的回城券，他现在可以使用回城券远遁，就算是变异僵尸魁也不可能追得上使用回城券的他。对了，有回城券保命，为何我不放手一搏呢？楚天突然眼前一亮，似乎找到了方向。与其现在用回城券远遁，为什么不拼一把呢？斩了这只4阶的变异僵尸魁，就可以获得4阶首杀了呀！思索再三，楚天决定还是要拼一下。他毕竟是重生者，实力不够，可以用经验来凑。虽然楚天心中思虑万千，但其实这一切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僵尸魁猩红的目光瞅着楚天，而后一发口水炮弹射出。卧槽！楚天赶紧躲避，看看人家这口水炮弹有多牛逼，再看看自己那口水子弹，也太掉价了吧！轰！炮弹炸裂，
碎石跟火药燃气狂飞，如果不是楚天躲避及时，恐怕此时已经粉身碎骨了。噗噗噗！还没等楚天稍作喘息，僵尸葵又是一连3发口水炮弹。楚天不断施展快速闪动，玩了命的逃命。炮弹夹着破空之声，在楚天的身后不断爆炸。而楚天一边逃命，一边火速打开论坛发消息：天尊，我遇到麻烦了，10万火急求购纯银打造的武器。另外有大蒜、糯米、黑狗血的也速速给我发过来，不然你们的天尊就要挂了。跟前世看的僵尸片一样，大蒜、白银、糯米还有黑狗血都有克制僵尸类鬼怪的作用。银质武器虽然连黑铁级都算不上，更比不上楚天手中的青铜级长剑，但如果单单用在对付僵尸上，普通的银质武器可以堪比白银级武器了。不是吧？不是吧？什么情况啊？竟然能让天尊大佬陷入绝境，这是何等厉害的鬼怪啊！不过咱们要上哪儿去给天尊大佬找这些东西啊？是啊，这末世荒凉的毛都没有啊！第17章，口水炮弹，武器到账。宫野练道，大家四处探索的时候，没有发现银质器具吗？有银质物品的，全部集中到我这里来，我负责给天尊打造一把兵器。我先前在一个村庄遗迹内发现了一个银质手镯，这就通过交易平台发给你。我有一枚银质戒指，我手上有一个银质的夜壶，真牛逼，夜壶都拿出来了。你是在捉弄天尊大佬吗？这不是江湖救急吗？反正无论什么，被宫野炼回炉锻造后都跟新的一样。宫野炼，现在江湖救急要紧，大家就别在意这些细节了。很快，通过交易系统，大量的银质器具被汇集到宫野炼手中。宫野炼开启他的能力铁匠，开始为楚天打造兵器。而这边，楚天在躲过数发炮弹之后，一个闪跃接近僵尸葵，一剑斩到僵尸身上。当！变异僵尸葵的身体奇硬无比，楚天的青铜长剑竟然不能伤他分毫，甚至剑身与变异僵尸葵撞击后还蹦出火星。当！当！当！楚天一连数次斩击都不能奈何僵尸葵分毫。而这一刻，吕凤仙的交易对话框突然弹出，他挂上了5瓣大蒜。吕凤仙并没有设置收取报酬，毕竟只是几瓣大蒜，当初楚天可是帮他保住了混沌卵的。在躲过了僵尸几次鬼爪袭击之后，楚天点击交易，将5瓣大蒜提取出来。楚天将1瓣蒜插在剑尖儿，一个闪动靠近变异僵尸葵，一剑刺向僵尸葵的腹部。噗嗤，黑血喷溅，剑尖被刺入变异僵尸葵体内，变异僵尸葵的身体和大蒜接触后产生腐蚀烧灼现象。大蒜真的管用，之前坚如钢铁的僵尸身躯，之前楚天的青铜级斩鬼剑无法刺穿的僵尸，此刻竟然被一瓣平平无奇的大蒜给刺破了。难道这就是天地间的相生相克之道吗？嗷嗷！变异僵尸葵一声痛叫，用凶狠的目光看向楚天。楚天发现他的剑并没有刺入变异僵尸葵身体太多，只有1寸左右。那1瓣蒜进入变异僵尸葵体内，很快便消融了。楚天将余下的4瓣大蒜一次性全部插在斩鬼剑上，向同样的伤口刺去。噗嗤！斩鬼剑这次刺入更深，大蒜与变异僵尸葵血液混合后燃烧，发出幽蓝的火焰。变异僵尸葵的身体和蒜互相腐蚀着，变异僵尸葵脸上露出痛苦表情，而那区区几瓣蒜早已经被变异僵尸葵的血液融没了。楚天见不能一击必杀变异僵尸葵，赶紧利用快速闪动远离他。嗷嗷！连续2次被有效攻击，变异僵尸葵真的怒了，他速度飞快，追着急速后退的楚天穷追猛打。呸！楚天吐了变异僵尸葵一脸，变异僵尸葵一愣，似乎他在惊讶这个人类为何会使用他们僵尸一族的天赋。呸！呸！呸！一边躲避着变异僵尸葵的鬼爪，楚天又是3发口水子弹喷到变异僵尸葵脸上。特么这还能忍？区区人类竟然敢喷他的脸！他好歹也是堂堂变异僵尸葵，是僵尸一族中的佼佼者，岂能容得下区区人类用他们本家的能力喷他的脸？变异僵尸葵瞬间暴怒，他完全陷入了癫狂状态。这一刻，变异僵尸葵狂喷口水炮弹疯狂倾泻，四面八方上下左右无不响起炮弹爆炸之声。轰轰轰轰，黑石林被炸得乱石纷飞，宛若天崩地裂，恐怖暴力拆迁队。这时楚天已经喝下了之前奖励的敏捷药剂，不然实在躲不过陷入疯狂的口水炮弹。有敏捷药剂的加持，楚天身体速度瞬间暴增1倍，飞一般的游走在一个又一个石笋之间。他向吕凤仙发去消息，只有5颗蒜吗？就没有了吗？吕凤仙，没了呀大佬，这破游戏设置是世界末日之后，你没看我发给你的大蒜都已经成干了吗？估计都已经放几百年了吧。楚天脸色一黑，糯米和大蒜在末世好几百年后的确不好找，而这里说是游戏，其实只有楚天知道是真的恐怖世界。
这里的一切都是真的，是人类之母用她的意志将地球人投放到恐怖世界，只为了40天后恐怖世界入侵时，地球人类有能力存活。所以吕凤仙能找到几瓣蒜已经是奇迹了。至于黑狗血，末世几百年了，还能存活下来不被感染的犬类，那也一定是一个奇迹。看来就只有等代工冶炼的纯银武器了。大概3分钟过去，敏捷药剂已经失去作用。楚天赶紧选择将空间内所有鬼核吸收，一共1422个一阶鬼核，92个2阶鬼核，这是他全部的存货。您获得了8030点阴气值。楚天原本有1950点阴气值，现在再加上8030，总阴气值已经达到9980点了，距离他晋升仅差20点。楚天一道光焰打上天空，那正是他的 SSS 级天赋提炼。他还有一具之前杀的守尸鬼没来得及提炼，光芒从天空降下，落到守尸鬼的尸体上。您获得了1级天赋力量，短时间力量加3倍。在获取了守尸鬼能力之后，同样有2颗3阶鬼核飞入楚天手中，只要将这2颗鬼核吸收，楚天就可获得100点阴气值，他就可以晋级4级了。不过楚天临阵吸收大量阴气并不是为了升级，他是为了利用这些阴气发动他的 S 级天赋鬼画符。如果他现在把1万点阴气全部用来升级，那么刚刚晋级的他所剩阴气几乎为0，那还拿什么发动鬼画符啊？楚天取出冥神笔，随手捡起一块石头，在上面施展他的鬼画符，呆着。2500点阴气瞬间被抽取，那块石头上的符文闪出一道金光，至尊鬼画符呆着已经被制作成功。去！楚天将鬼狐丢向了变异僵尸葵，砰！鬼画符在变异僵尸葵身旁爆炸，而后暴走的鬼怪顿时安静，如被施了定身术，一动不动。呆着了！楚天在论坛发消息，快点的呀，我的银质兵器什么时候好？就是啊，大佬都等急了，宫野炼，你可别关键时刻掉链子啊。好了，宫野炼终于回复消息了。第18章首杀4阶，30年守孤城。白银太软，无法用来打造刀剑，我往里面加了 5% 的镍，大佬可以放心使用，保准结实耐用。宫野炼发起了交易申请，楚天点击了交易。这时一把3指长的银剑突然出现在楚天手中，楚天用手指轻弹了一下，果真是一把锋利且坚硬的好剑。白银的确无法被单独打造成兵器，因为白银太软了。宫野炼竟然为楚天打造了一柄银镍合金的宝剑。最后决一死战的时刻到了，楚天喝下了基础力量药剂、基础体力药剂，他的力量跟体力瞬间暴增1倍。看我不砍死你！楚天目露凶光地看向让自己狼狈不堪的变异僵尸葵，而此刻鬼画符对变异僵尸葵的镇压已经渐渐要失效了。楚天只需消耗2500点阴气，鬼画符就可对同级战力以下的鬼怪进行律令。而变异僵尸葵比楚天高2个大级，2500点阴气只能对其镇压，无法对其律令。不过这样的镇压，必要时楚天可以连续做4次，足以将变异僵尸葵斩杀。现在武器已经到手，为了节省阴气，楚天不准备用第2次镇压了。这时变异僵尸的镇压彻底失效，他龇牙咧嘴地看向楚天，楚天也同样看向他，双方都要置对方死地。楚天直接扑向变异僵尸葵，吼！变异僵尸葵直接扑向楚天，变异僵尸葵鬼爪抓向楚天，楚天一剑劈下，刺啦，刺啦，刺啦！变异僵尸葵的手掌不断被银剑附着，这一剑，楚天竟然将变异僵尸葵的手掌切成2半。楚天心中狂喜，纯银兵器果然是僵尸类鬼怪的克星。当然，这也跟楚天此刻战力逆天有关。他除了喝了力量和体力2种药剂之外，他还获得了新的天赋力量3倍。发动力量3倍的时候，可以让他短时间力量倍增3倍。所以此时他挥出的一剑跟之前威力大大不同。嗷嚎！变异僵尸葵痛苦的嘶吼一声，另一只没有坏的手掌抓向楚天，给我断！楚天一剑斩向变异僵尸葵手腕，刺啦！伴随着一声烧灼之声，变异僵尸葵的手爪被齐齐砍断。嗷嚎！变异僵尸葵痛苦哀嚎，这一次他的眼中充满恐惧和慌乱神色。面前这个身高只到他腰部的人类，明明等级和战力都比他低的人类，会将他逼到如此境地。他一发口水炮弹直击楚天胸口，他敢保证这发炮弹只要命中，面前的区人类必将死亡。而他却只见楚天一个跟头跃上空中，灵活地避开了那一发炮弹。空中，楚天双手持银剑，随着身体惯性下落。在变异僵尸葵眼中，那落向他的身影如同死神从天降临。噗嗤！楚天的银剑重重地插入变异僵尸庞大的身躯，整个银剑都没入其中。变异僵尸葵的身体摔到地上，楚天也气喘吁吁地躺在地上，他嘴中还发出呵呵的傻笑。我成功了！
我竟然杀死了一只6星巅峰战力的鬼怪！恭喜您爆出了40套黑铁套装，包括黑铁级斩鬼剑1把，黑铁级战术服1件，黑铁级空降戒指1枚，基础疗伤药剂1瓶。卧槽，不是吧？竟然又爆装备了！我未免也太幸运了吧！楚天惊讶，虽然变异僵尸葵的爆率高了点，但说到底也仅有 0.1%， 仍然没有超过1个百分点。这么低的爆率，他都能爆出装备，简直运气逆天了！而且还一口气爆出了40套黑铁套装，楚天觉得对得起这一次的苦战。虽然楚天已经用不上这些装备了，但其实其他多数玩家连一套黑铁装备都凑不齐，40套黑铁套装简直可以拉起一个新生军团了。楚天决定了，等他一下线就将这些上交给国家，这些可都是宝贵的战略资源啊！公告：玩家天尊杀死了一只4阶变异僵尸葵，获得2500点阴气。公告：玩家天尊手杀4阶鬼怪，奖励回家探亲符40张，奖励白银宝箱1个。咦，竟然奖励我40张回家探亲符！楚天瞪大了双眼，不敢相信他怎么会这么好运。刚才他还想着将40套黑铁装备上交国家，现在就给了40张回家探亲符，那就等于他可以将装备全部带到现实世界，然后让国家挑选40名精英进入游戏了。哈哈，这是要逆天了呀！楚天心中狂喜，这次重生他绝不是为了自己，毕竟对于一个前生守护了龙国一辈子的人，对于一个所有的同僚都死后独守人类最后一座孤城整整30年的人，他重生后的心愿仅会是自己变强吗？怎么可能啊！早在前世，他就已经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国家，重生后这一点也不会变。现在楚天最大的心愿就是在龙国拉起一支强大的御鬼者队伍，来对抗即将到来的恐怖世界入侵。这40套黑铁装备以及40张回家探亲符，无疑是雪中送炭。如果仅是得到装备，而没有回家探亲符，外界是无法将物品带入恐怖世界的，他也只能在游戏中传递装备罢了。躺在地上稍稍休息，楚天打开游戏论坛，大佬成功了吗？原来是一只4阶鬼怪啊，怪不得大佬陷入了绝境。喂，你看清楚啊，是4阶变异鬼怪，那可比普通4阶鬼怪厉害多了。而且大佬是单杀4阶变异怪，大佬就是牛逼，在我们还在打1阶2阶鬼怪的时候，人家就能单杀4阶变异鬼怪了。其实何止，这一次楚天遇到的变异鬼怪比普通的变异鬼怪还要更强大。如果是普通的变异僵尸葵，楚天也不至于陷入如此苦战，几乎用尽了全部办法。这一只鬼怪的确有些超纲了。楚天发消息，谢谢大家，一会我用鬼盒回报大家。吕凤仙，哈哈，天尊大哥，能帮上你忙，我们感到很荣幸。至于回报，那就算了吧。宫野恋，是啊，你可是我们404区的骄傲，是永远不败的战神。我们还等着下线之后跑去其他区吹呢。楚天道，那就当我欠你们一次人情，今后江湖相见。哈哈，好啊。众所周知，大佬的人情可是比什么都值钱的。大佬，我贡献了一个银质的夜壶。我去，楼上的真的好意思说吗？你拿一只夜壶送给大佬，你还好意思邀功？第19章白银装备，神秘的山洞。楚天的危机结束后，论坛的气氛再次变得欢快起来。楚天很喜欢这种气氛，因为跟好友聊天的事情，他已经足足30年没有过了。前世，其他同僚都早早的牺牲了，他独伴一座孤城30年，那是无比孤独和寂寞的事情。他独自一人30年坐在城头，如同机器一般，时刻警惕着将要到来的鬼怪袭击，就仿佛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也差不多该拉好友入游戏了。楚天决定先打理这一次战斗所得，然后就下线去拉人。他从地上坐起，首先就来到了变异僵尸葵的青铜棺面前，而后将青铜棺挂到交易平台上。这可是沾满阴气的青铜啊，是打造兵器的佳品，估计铁匠一类会喜欢。之后，楚天拔掉变异僵尸葵的牙齿和指甲，这是制作一些特殊药剂的材料，同样挂交易平台。3阶以下的鬼怪身上也有遗留，但那些价值太低，而且最初进入游戏升级为第一要务，所以楚天就都没取。现在不一样了，他等级高了，而且4阶以上的物品价值也高一些，就那样白白扔了太浪费。处理完这些，楚天将散落在地的40套黑铁套装收入空间。之后，他取出手杀所奖励的白银宝箱。请问是否开启白银宝箱？开启。楚天兴奋地搓了搓手，他终于要有白银级的装备了。恭喜您获得了一柄白银级斩鬼剑。哈，太棒了，哥终于用上白银级的装备了。楚天将自己的青铜剑换下，装备上白银级斩鬼剑。他随手挥动了2下，果然虎虎生风，而他的攻击力也从青铜剑的加100提升到了加300，可谓是鸟枪换炮。这时，楚天看向地上的变异僵尸葵尸体，他就要再次鸟枪换炮。这鬼怪的口水炮弹比自己那口水子弹牛逼多了。
这天赋必须得提炼出来为己用啊！他的手掌对准变异僵尸葵，圣洁光芒从手上散发，覆盖了整个变异僵尸葵的尸体。尸体内的污染开始被提炼，而后凝结成2颗4阶鬼核落入他手中。您获得了 C 级天赋口水炮弹，您吐出的唾沫可以变成炮弹。检测到您有同类型的天赋口水子弹，现将二者合二为一。哈哈，我真的有口水炮弹了！想想刚才自己被变异僵尸葵喷的那叫一个惨，楚天就连连摇头。砰！楚天试着对不远处的一块岩石吐了一口唾沫，唾沫出口便变成一发炮弹，炮弹撕裂空气飞向岩石。轰！岩石4分5裂，碎渣飞溅。哈，这能力果然好用，有人开着坦克，我也一炮炸翻他。楚天这只是比喻，实际上人类的坦克并不能跟鬼怪对战，鬼怪只有用阴气或者特定的斩鬼武器才能杀死，其他方式杀死的鬼怪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重生。所以在末世唯有靠遇鬼者，因为遇鬼者不仅可以运用阴气施展各种天赋，而且还能遇鬼同鬼怪战斗。这时楚天看向不远处的变异僵尸葵所在的山洞，这个山洞实在太诡异了。首先是这处山谷一点都不像是末世的样子，反而如同世外桃源，各处都是花草树木。二是就算楚天倒霉碰到了一只变异僵尸葵，但这只变异僵尸葵显然超出了应有的实力范围。要不我探索一下这个山洞？各种反常，所以楚天觉得应该对这个怪异洞穴探查一下。他信步走到洞穴前，小心警觉着，毕竟之前这里就钻出一个超纲的变异僵尸葵，他可不想再碰到第2只超纲的鬼怪。有了！楚天突然想起了他的前途无量，这个他最新获得的可以幸运占卜的天赋。我进这个山洞吉凶如何？楚天询问完，将10枚铜钱抛上天空。片刻后，10枚铜钱叮叮地落到地上，10个铜钱上竟然全都显示前途无量，竟然是10个前途无量。楚天惊了，正常人抛10个硬币也不可能全是正面吧？而这次楚天抛出的10枚铜钱，竟然一个凶都没出现，10个清一色都是前途无量，这就牛逼了呀！难道说这个山洞内真的有某种特别的奇遇或者宝物？是了，这处山谷这么特别，外加上有超纲的鬼怪镇守，一定有着某种特别的奇遇在里面。想到此处，楚天不禁有些跃跃欲试。看来不进入山洞探索一番不行了，他不能错过得到宝藏的机会。他踏入山洞，竟然有桃花香气迎面扑来，闻了这气息，楚天更觉得这山洞里有宝贝。正常情况下，鬼怪的居所应该满是污染才对，而这处山洞不仅没有污染散发，甚至还有桃花般的香气传来。果然这个山洞有古怪，山洞井洞口有光线，里面什么也看不清。楚天拿出明神笔，对着一块石头施展鬼画符，发光。鬼画符抽走10点阴气，楚天手中石头如同手电筒一般开始发光，漆黑的山洞内部顿时被照亮。山洞隧道很长，楚天用发光石头照明，沿着幽深的隧道前行。隧道内仍然没有任何污染，楚天都感觉自己进入了桃花源，鼻腔内充斥着桃花的香气。不过除此之外，这山洞与普通的山洞无异。就这样，他沿着长长的隧道走了大约1里多路，终于来到了一处宽敞的石厅。这石厅足足有数十丈大小，虽然是天然形成的石厅，但却非常恢宏大气。这就没有了吗？楚天揉了揉眼睛，确定整个石厅内什么都没有。说好了我的宝物呢？宝物呢？是我的判断失误了，还是我的前途无量不准确啊？楚天不服气，开始在石厅四处寻觅，然而也没有见到哪里有什么机关暗示。我可以在这个石厅内找到宝物。他再次拿出10枚铜钱，而后随手抛出，叮叮当当10枚铜钱落地，竟然10个铜钱全都是前途无量，一定有宝物。2次都是10个前途无量，不可能会出问题的。楚天干脆也不乱找了，索性发动他的口水子弹，对着4面8方狂喷，如同马克沁机枪爆发。哒哒哒哒哒哒哒！楚天一边转圈一边喷射，头部还时不时的上下移动，以确保每一个角落都被他射击到。就在他口水快要被吐干的时候，他突然神情一凛，因为其他的地方子弹都是击打在石壁上，唯独有个地方子弹并没有击打在墙壁上，而是中途受到了某种阻力。第20章神秘老者传承。楚天一个箭步跳到子弹受阻的地方，他捡起那颗子弹查看，发现这颗子弹已经挤压变形，就仿佛是与什么硬物撞击过一般。然而子弹刚刚根本就没有撞到墙上，与空气摩擦怎么可能产生这么大的阻力？有古怪！楚天开始高度戒备，他拿出自己的白银长剑，试着向前触碰，竟然触碰到了物体。楚天长剑剑尖奋力一撩，一件斗篷被直接撩上天空，而斗篷下则是一个盘腿端坐的老者。是一件隐身斗篷吗？不过这斗篷似乎不仅能隐身，还能屏蔽气息，否则以我4级遇鬼者的感知力，
怎么可能感知不到他？老者须发皆白，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袍，不过跟普通人不同的是，他的额头两侧各长了一只角，这是典型的龙人族外貌。龙人一族算是人族中非常强大的种族了。恐怖世界降临之后，楚天见识了很多不同被恐怖世界吞噬的文明，那时他才知道地球人族仅是人族中的一个分支，被称为智人族。除此之外，还有兽人族、精灵人族、龙人族等等。而华夏智人跟龙人一脉有血缘关系，所以华夏人也常常称自己为龙的后裔，也称龙华人或龙夏人。至于华夏以外的智人族，他们跟兽人有很深的血缘关系，所以有时也被误认为是猴子的后代。前辈，在确定对方不是鬼怪后，楚天尝试呼唤老者，不过老者并没有任何回应，如同一尊石雕一动不动。楚天上前探查气息，没有呼吸，又按了一下老者手腕，同样没有脉搏。原来老者早已不知死了多久了。这时楚天突然看到老者坐下岩石前有2片字迹，估计是年代太久远了，那字迹早就被尘埃给覆盖。楚天上前将尘埃擦掉，上面镌刻着一些篆字，篆字为宇宙通用文字。第一篇字迹写的是老者大略生平。老者的世界被恐怖世界吞噬后，老者便带领人们跟恐怖作战，不过他们并没有成功，他的世界也彻底沦陷了。而在那之后，老者便过上了旅居生活。原来是一位前辈啊！楚天前生跟鬼怪战斗了一辈子，自然对这种同样抵御恐怖入侵的人感到钦佩。楚天再看向第2段篆字镌刻：我乃桃花伞人，在我的世界被恐怖占领后，便旅居漂泊，随遇而安，寿缘到此终了。若有缘人来到此地，肯拜入我桃花伞人门下，成为我门下的一条狗，就可获得我的心法传承以及2件无限级法宝。愿意者下拜大呼3声我是桃花伞人，做下一只狗即礼成。2件无限级法宝，这种等级的法宝前生楚天只是听说而已，根本无缘看到。没想到这位前辈竟然有，而且还是2件。这获得2件无限级法宝的条件未免也太苛刻了吧，必须成为老者座下的一条狗，这怎么可能答应啊？楚天是绝对不可能答应这种无理要求的。不过老者前生也曾跟恐怖世界战斗，也曾奋力保护他的子民，这样的人在楚天心中都是值得敬佩的，也有资格承受他的礼拜。楚天正要鞠躬，最后还是选择了跪拜。虽然地球已经废除了跪拜礼，但龙人族却没有废除，在龙人族内跪拜乃是日常常态。楚天觉得应该遵从老者的习俗，毕竟死者为大嘛。前辈，我敬你一生跟鬼怪战斗，奋力保护自己的民众，但成为你门下的一条狗这种事情，晚辈实在是做不到。礼拜完毕，楚天站起了身形，他准备放一把火将老者的尸体烧了，一来是让亡者安息，二来也是杜绝后患。毕竟无限等级的法宝太过劲爆，万一被歹人获得，那就是一场灾难，所以他必须将一切都毁掉。而正当楚天准备将老者尸身焚化的时候，突然一个传音符从老者怀内飞出，一个苍老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石厅内。哈哈，不错，你可知刚才你已命悬一线，若你真的下跪自称自己是狗，我桃花伞人怎会收你这等败类？你会死得连渣都不剩。若是你刚刚没有向我跪拜，虽然比前一种好一点，但也不是良才美誉。为了保守这里的秘密，你仍然无法活着离开这里。肯向我这个昔日前辈礼拜，说明你有敬畏之心，你不是一个眼睛长在头顶的狂傲之徒。你不肯为了2件无限法宝而变成狗，说明你有骨气，有底线，也并非一个软弱可欺之人。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做我桃花伞人的弟子。今后你便是我桃花伞人的唯一传人了，你务必要继承桃花一脉的遗志，将恐怖世界从龙首世界赶出去，恢复龙首世界昔日的繁荣与宁静。这时传音符停止传音，化作灰烬飘散。这前辈竟然来自龙首世界！楚天大为震惊，龙首世界可是一个传奇一般的存在，据说曾经有效的抵抗恐怖入侵，这在整个宇宙中都是极为罕见的。怪不得老者有2件无限级的法宝呢。这时突然有数个宝箱出现，飞到楚天面前。请问是否打开宝箱？哈哈，太好了！楚天大喜，他果然在这个山洞内得到宝藏了。不过楚天已经冒了一身冷汗，刚刚真是生死一线啊！如果他真的为了获得法宝放弃所有尊严，跪下称自己是狗，那他就已经被杀了。如果他不肯向老者低头，不使用老者星球的礼节，那么他现在同样也死了。看来在肯低头和有尊严底线之间掌握平衡很重要，否则那就是要命的呀。虽然现在有人类之母保驾护航，游戏中死了可以重来，但他这一身的装备全都没了呀。而且重新上线后等级减半，那他不就白努力这么久了吗？真就是一招回到解放前。楚天看了看老者赐予的不知名宝箱，做了一个深呼吸，准备见证他的奇迹。开启。楚天选择了开启宝箱。第21章桃花源八鬼抬轿。楚天打开了一个宝箱，
恭喜您获得无限等级道具桃花源，此为一片世外桃源，乃是一处独立的空间碎片，共计包含6个县域，分别是热县、亚热县、暖温县、中温县、寒温县、极地县。卧槽，我竟然获得了一个空间碎片，怪不得是无限等级的道具呢！而且这个空间碎片面积竟然高达6个县域那么大。楚天万万没想到他会得到一个空间碎片。要知道，这类资源是非常紧缺的，这可比一般的空间戒指要值钱的多了。就算是最大的空间戒指，也不过几个足球场那么大。然而，空间碎片却要大得多，常常有一个村镇那么大。而楚天的空间碎片，则是足足有6个县域那么大，并且还同时包含6种不同的气候类型。这样，我心中的计划便能更好的实行了。前世恐怖降临的时候，地球生态瞬间被破坏，99%的动植物都在一夜之间死亡或者变成鬼怪。人类农业数千年选育的优良品种，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甚至因为缺乏优质的小麦种子，好多避难所都种起了狗尾巴草，用狗尾巴、草籽来磨面粉，那味道就别提了，反正楚天是吃不惯。所以这次重生之初，楚天就想着这次必须提前为人类保留足够的动植物种类，以便战胜恐怖世界后恢复地球生态。现在好了，他得到了一块世界碎片，而且还是蕴含6种主流气候的碎片，那就等于各种气候下的动植物都有适合生存的空间了，以后可以天天吃米粉和包子了。楚天看着宝箱中的一个核桃吊坠，那正是桃花源，它的内部就是6个县域那么大的一片空间。他第一滴血在上面认主，吊坠自动飞起，戴在了楚天脖子上。而与此同时，楚天也可以通过意念自由操控这个吊坠了。他的意念进入桃花源，用上帝视角俯瞰，只见一个岛屿屹立在湛蓝的海洋中，而岛上从南到北分为6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是一种大气候类型。最北面是一片冰山和雪川，没有任何植被存在。这里未来可以安置企鹅和北极熊，还有极地海洋动物。极地县南部是寒温县，那里生长着很多针叶林。而后是中温县、暖温县、亚热县，这区域是最适合人类和动植物发展的地方。而这3个区域最多的树木便是桃树，怪不得这个空间碎片叫桃花源。一来是一片世外桃源的意思，二来是它上面真的有很多桃树。微风吹动，粉红色的花瓣纷飞，遍布了整个岛屿。而岛屿最南面则是热县，热带雨林和热带草原各占了一半，还有少量热带沙漠。不错，楚天很满意，他的意念离开了桃花源。他决定以后桃花源就是龙国的动植物育种基地了，他要将龙国主要的珍贵物种都挪到这里面来。这时楚天看向第2个宝箱，请问您是否开启宝箱？开启。恭喜您获得桃花伞人心法，但此心法不属于阴气体系，乃是灵气体系，所以无法评级，但您可以尝试与自己的战斗直觉天赋融合。请问是否选择融合？融合。楚天选择了融合。突然之间，一些功法信息进入楚天的脑海，并与他的战斗经验相融合，而后加以进化升级。您的 A 级天赋战斗直觉升华为 S 级，我的战斗直觉提升了。楚天难以置信，不过细细回味一下桃花伞人的心法，的确是微妙惊人。融合了桃花伞人的心法之后，楚天对阴气的运用更加纯熟，所以战斗天赋也进化成了 S 级。那么这样，他除了 SSS 级天赋提炼外和 SSS 级鬼灵之外，还有了2个 S 级天赋，分别是鬼画符和战斗直觉。恭喜您获得道具隐身斗篷。这时楚天将桃花伞人之前身上披的斗篷也收了起来，这也是一件难得的道具，必要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时楚天看向桃花伞人给他的最后一个宝箱，开启。恭喜您获得无限级道具八鬼抬轿。八鬼抬轿是一种可以飞天遁地的交通工具，只要它运行着，就会免于一切攻击，任何级别的强者皆无法对您造成伤害。桃花伞人正是驾驭八鬼抬轿游览恐怖世界的。八鬼抬轿动起来，竟然可以免于一切攻击，这不就是保命神器吗？恐怖世界非常危险，楚天他们所在的仅仅是新手区，没有谁敢拍胸脯说自己可以遨游整个恐怖世界。然而桃花伞人却做到这一点了。原来他游历恐怖世界靠的就是八鬼抬轿。此刻宝箱之内正放着一个花轿的模型，楚天滴一滴血在上面让他认主。那一刻，楚天顿时感觉跟八鬼抬轿建立了联系。至此，老者留下的心法和道具，楚天已经全部掌握。而就在这时，桃花伞人的遗体也突然燃起大火，估计是传承已经结束，所以触发了某种自焚秘法。望着熊熊火焰中的老者遗体，楚天选择低头默哀。很快，老者的身体就彻底化成了灰烬。放心吧，老师，我一定会帮您完成遗愿，打败恐怖世界的，也会帮您复兴龙首世界的。说完，楚天对着老者的灰烬3鞠躬，而后楚天召唤八鬼抬轿，他将花轿模型抛上空中，那模型急速变大。
而与此同时，花轿附近的空间出现波纹浮动，8个大鬼从波纹中出现，抬住了轿子。8只大鬼的个头极大，每一个身高都有1丈，而且身体极度健硕。他们肩上扛着轿子，脚上打着赤足，但那脚却是不着地的，是悬浮在空中的，说明8鬼抬轿是可以在空中飞行的。轿子通体红色，和民间婚礼的花轿一个样式。轿子的个头很大，竟然如同一座房屋立在楚天面前。楚天查看轿子的具体信息，长10米，宽10米，总面积100平方，为2室1厅结构。竟然真的是一套房！楚天惊讶了，他有了一套可以移动的房子，而且还是100平米2室1厅的。但其实这轿子要比同等面积的楼房要大，毕竟楼房有公摊面积，这轿子可没有公摊面积，所以100平米的轿子相当于120平米的房子。第22章，善后吃一吨，就让我看看这个移动的家吧。楚天大踏步地向他的8鬼抬轿走去，几个大鬼向他行礼。来到轿子的雕花木门面前，那木门咯吱自动打开，露出里面宽敞的空间。一进门是一间客厅，正常的沙发电视机布局。他再向里面走去，2个卧室非常整洁，而且还都有床铺。之后楚天又看了看洗手间，而后来到厨房，打开水龙头尝试，水龙头竟然流出水来。虽然不知道这个要不要交水费，也不知道这轿子是怎么接的水管，但它就是有。哈哈，这下生活便利了。楚天坐在客厅沙发上，撩开窗帘，露出外面的山洞景色。走吧。此地事情已经了结，楚天下达了离开的命令。8个大鬼抬着轿子，踏着虚空开始前进。8鬼竟然直奔岩壁撞去，这让楚天一阵紧张。不过片刻他就恢复正常了，因为他发现8鬼抬轿不仅可以凌空飞行，甚至还能穿越障碍物行走。怪不得8鬼抬轿是一件无限级别的道具，果然不一般啊。这时8鬼抬轿已经穿出了岩壁，轿子正处在山洞入口处的天空上。等一下，楚天叫停了8鬼抬轿，看了一眼那山洞，他决定要将这个山洞封死，让自己的老师永远在这里长眠，不让任何人打扰。楚天用500点阴气绘制鬼画符，爆炸。他将鬼画符抛到山洞口，而后轰隆一声，整个洞口彻底垮塌，也不会再有人知道这里曾经有一个桃花伞人了。回新手安全区。楚天下达命令，8鬼抬轿向着新手安全区行进。8只大鬼抬着轿子在树间踏行，楚天在轿子上纵览大地，入眼并不是郁郁葱葱，整个大地都是枯萎的树木，到处都散发着黑雾污染。普通人类是不适合在这样的大地生活的，御鬼者除外，毕竟御鬼者本就是利用阴气战斗的一群人。现在游戏开始已经24小时，楚天要返回新手安全区下线。如果不回安全区下线，就那样把身体扔在野外，是很容易被鬼怪攻击的。这时楚天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他自从进入恐怖世界便一直杀鬼，一连就是一昼夜，他根本来不及吃饭。是的，不仅玩家们留在现实的身体需要吃饭，在游戏中的身体一样需要吃饭。要等恐怖真正降临的时候，2个身体融合，才不必那么麻烦了。楚天打开交易平台，看看有没有卖吃的的。第一眼就看到了一个叫美食家协会的，在论坛发帖叫卖他的烤肉。新鲜出炉的烤暗狼肉便宜卖了，5公斤只需1个1阶鬼核。5公斤只需要1个鬼核吗？楚天想了想，这个价格还真不贵，于是乎就准备买一些填饱肚子。楚天道：“给我来点烤暗狼肉。”天啊，我看到了什么？竟然是天尊找我买烤肉了！美食家协会在收到楚天消息后顿时惊讶，他道：“既然是大佬想吃，吃多少我都免费。”楚天道：“那给我来1吨。”美食家协会，他心道：“我说免费，但你也不能这么不客气啊。”然而美食家协会不知的是，这才是楚天的正常食量，毕竟他获得了吃1吨的能力，吃1顿可以挺1个月。哈，放心吧，鬼核我还是要付的，只是你有1吨狼肉吗？楚天笑着说道。美食家协会闻言顿时松了口气，他擦擦额头冷汗，回道：“这次我烹饪的不止1吨，只是那些都卖给别人了，现在手头还有250公斤。大佬，你一顿饭能吃250公斤吗？”楚天道：“当然，你快将250公斤全挂上吧。”大佬牛逼！美食家协会将250公斤暗狼肉全部挂上，总计需要50个鬼核。正常一个暗狼重250斤，进出肉100多斤，等于烹饪之后，美食家协会可以获得20个鬼核，20倍的利润可谓丰厚了。不过也没办法，御鬼者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兽类鬼怪的肉，但这些肉都富含污染，必须像美食家协会这样拥有烹饪天赋的人进行烹饪，才能让人们正常食用。所以就算价格离谱，大家也只能买。楚天看了一下自己的空间，1阶2阶鬼核已经在之前被他消耗了，现在就仅剩下2个4阶鬼核和2个3阶鬼核。
4阶鬼盒楚天准备回家送给自己小姨，而一个3阶鬼盒可以换25个1阶鬼盒，2个刚好可以付清美食家协会的烤肉。他将2颗3阶鬼盒放到交易栏，点击了确认交易。很快，250公斤香喷喷的烤肉便出现在楚天的客厅餐桌上。楚天开始大口朵颐起来。如果有人看到他吃肉的样子，一定会大为震惊的。虽然成为遇鬼者后，众人的食量都有些增加，但像楚天这种一个人吃250公斤肉的绝对没有。250公斤比正常一头大肥猪都大了。哈，总算垫了一个底。享受完250公斤烤肉，楚天坐在沙发上抚摸着自己的肚子。虽然距离他1吨的食量还差很多，但这些烤肉进度已经足够支撑他很久的体力了。好渴呀！楚天不仅一昼夜没吃饭，也同样没喝水。不过他的八鬼抬轿里没有生活器具，他也只好去接了自来水喝。救命呀！这时八鬼抬轿外突然传来求救声。楚天来到窗前，撩开窗帘查看，发现八鬼抬轿已经带着楚天来到了山脚镇，就是那座新手安全区山下的城镇。他曾经在这里猎杀了大量怨灵。而这时正有一群2阶的猫头鬼在追逐一个绿衣少女。那少女时不时的回头射一箭，就有一只猫头鬼被他射杀。不过那死去的猫头鬼很快便再次复活，而且伤口也恢复如初。他竟然不是遇鬼者。楚天发现少女虽然剑术精湛，每次都能有效命中鬼怪，但她的攻击对鬼怪是无效的。这就说明少女没有掌握阴气力量体系，她不是一个遇鬼者。也就是说，她不是一名地球玩家，她是被恐怖世界吞噬的其他世界人。而在恐怖世界，必须掌握阴气或者克制鬼怪的特殊道具，这样才能将鬼怪击杀，否则用其他办法杀死的鬼怪都会被恐怖世界再次复活。这名少女显然不掌握阴气，也没有对付鬼怪的道具。谁来救救我呀？我可以叫他爸爸。少女疯狂到山脚镇中心水井附近的时候，数只2阶鬼怪已经追上她，并一同向她扑去，所以她才情急之下喊出了要认爸爸。你爸爸来也！轰隆，一个人从天而降，跳到了地上。那人不是楚天又是何人？第23章精灵少女晋升4级。绿衣少女看着突然从天而降、英俊潇洒、手持白银长剑的少年，少女一脸懵逼。我就是随口一说要认爸爸，老天咋就给我派下来一个呢？再说你这么年轻还这么帅，我为什么要叫你爸爸？好。见到一人突然出现要影响自己觅食，猫头鬼们都对楚天龇牙咧嘴着。这时一只猫头鬼率先向楚天发动了袭击。小心呀，如果不用斩鬼武器，是杀不死他。少女拉了拉楚天的衣服，担心地提醒着。可是她的话还没有说完，那向楚天扑来的猫头鬼就已经被楚天劈成了2半。您击杀了一只2阶猫头鬼，获得50点阴气值。这一刻，绿衣少女才意识到，她面前的少年并不是常人，是一个可以斩杀鬼怪的存在。少女开始跃跃欲试起来，她知道自己有救了。好！10数只猫头鬼一同扑向楚天，斩！楚天发动了数个快速闪动，身影顿时虚化，片刻间10数只鬼怪便全部死在他的剑下。您击杀了一只2阶猫头鬼，获得50点阴气值。您击杀了一只2阶猫头鬼，获得50点阴气值。您击杀了一只2阶猫头鬼，获得50点阴气值。获得阴气的消息不停地在楚天耳畔响起，而这一刻，楚天的等级也达到了临界点，体内汹涌的力量澎湃，突破某种桎梏。轰！力量在体内炸裂，楚天再次提升了一个等级。公告：玩家天尊晋升4级遇鬼者。公告：玩家天尊首个晋级4级，奖励5000点阴气值，奖励白银战袍1件。公告：玩家天尊获得随时游戏下线权利。公告：玩家天尊已具备孵化鬼灵资格，可选择随时孵化自己的鬼灵。当遇鬼者的鬼灵诞生后，他的实力将大增。我终于晋升4级了！收剑的一刻，游戏公告随之响起，楚天心中狂喜，他终于晋升4级了。而与此同时，散布在4处的玩家同样在震惊当中。我去，老大就是老大，这么快又晋级了！我对天尊老大的敬仰已经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了。天尊大佬可以孵化鬼灵了，我也好想和我的鬼灵见面啊！虽然我的鬼灵只是一只牛头人，但我也好想和他一同并肩战斗啊！也不知道大佬的鬼灵是什么等级，不知道会不会是 B 级。大佬的天赋是 B 级，如果再获得 B 级鬼灵，那可真的就无敌了呀！天尊老大的天赋绝逼不是 B 级，我很怀疑他是 A 级。雷动3000，我是 C 级天赋雷电，我总感觉天尊老大不止比我高一个等级，因为实力相差实在太悬殊了。黑山，我是 C 级天赋鬼魁，虽然和天尊同为 C 级以上的4人之一，但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车尾，就仿佛我们在地层，而他在大气层一般。白焰狼，如果比我们几个 C 级只高1级，不可能甩得我们连他的车尾都看不到。实锤了，
天尊大佬一定是觉醒了 A 级天赋。原来是这样啊！随着楚天的成就越来越大，众人开始猜测他是 A 级天赋了。A 级，这些人的胆量还是小了点。A 级在楚天这就是个地点。楚天发消息，等回了安全区我就会下线。好怀念家中的软床啊！估计现实中我的身体都快饿坏了吧。楚天故意这么说，是在暗暗提醒众人，如果几天内不晋升4级，那么留在现实世界的身体就会被活活饿死。大家快拼命打怪啊！人家天尊大佬都可以离开游戏了。众人嗷嗷叫着，如同打了鸡血一般游走在山林和废弃村镇，只想早点升到4级，保全性命。而游戏公告和游戏界面是地球的人类之母对于地球人类的赐予，楚天身旁的少女是不知道这一切的。太帅了！看到一瞬间，楚天就斩杀了所有鬼怪，少女拍手叫好。这时，楚天才有时间细看身后长着纤纤细腰的少女。只见少女五官绝美，肌肤晶莹白皙，生着一头金色头发和一双绿色眼睛。不过，她长着一双长长尖尖的耳朵。是一个精灵人吗？人类是宇宙最常见8大种族之一，地球人乃是人族中的一个分支，被称为智人；精灵人则是人族中的另一个分支。同为人族，是没有生殖隔离的，是可以互相结婚或者繁衍后代的。楚天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少女道：“我叫茉莉，是一名精灵人少女，多谢大人刚刚救了我。”楚天道：“外面这么危险，你怎么会一个人出来？”没办法，部落粮食不多了，大家都在饿肚子，而我是部落最厉害的猎人之一，我也只好出来找吃的，不然部落的老人和孩子们就都要饿死了。茉莉脸上露出落寞表情，说着她的肚子还咕噜噜叫了几下。看着少女饥肠辘辘的样子，楚天决定给她买点食物。不过他要先打扫一下战场。这一次，楚天杀死了16只鬼怪，爆出了16个鬼核。楚天发动了一个提炼，又将鬼怪尸体污染提炼成16个鬼核，这样总计就是32个。您获得了 F 级天赋夜视，此能力可以让您拥有夜视的能力。不错，我又多了一个天赋。楚天对此很满意。这时，鬼怪尸体化作清水渗入地面。哇哦，竟然是净化污染的天赋，大人真的是太厉害了！如果我的部落有人会这能力，就再也不用担心挨饿了。茉莉欢快地说道。他说的没错，末世之所以会挨饿，主要原因就是大量土地被污染，所以缺少可耕种土地。一个觉醒了进化天赋的人，的确可以养活一个中小部落。不过楚天的天赋不是进化，他的进化只是附带而已。而他天赋的主要作用是获得天赋和获取更多鬼核。一个2阶鬼核可以换5个1阶鬼核。楚天联系美食家协会，用一个2阶鬼核向他购买了25公斤的烤肉。给你。楚天将烤肉给了茉莉。哇哦，竟然是烤肉，而且还是这么大一块。茉莉激动兴奋，看到那金灿灿的烤肉时，口水都下来了。我好久没吃过烤肉了，上一次吃烤田鼠肉已经是去年的事情了。他赶紧接过烤肉，这块烤肉大刀需要他2只手抱在怀里，他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真好吃，我好久没吃过这么美味的烧烤了，要是天天能吃上这样的烧烤该有多好啊。茉莉相貌优雅，但此刻的动作却狼吞虎咽，跟她的外貌一点都不相符。看到少女吃得开心，楚天也很高兴。楚天问道：“你们平时都吃什么？”第24章。寺庙，你会保护我们吗？茉莉猛咽了一口肉，道：“虫子、蟑螂、草根、苔藓、田鼠。”楚天点了点头。这些便是末世降临时大众最常吃的几种食物。因为多数植物动物都被污染了，所以就只能找那些没被污染或者污染比较小的来吃。这边茉莉在吃饭，而楚天则是找了个地方脱下了黑铁级的服装，换上了升4级后奖励的白银战袍。换上白银战袍之后，楚天的防御力大增。此刻他来到镇子中央的水井前，准备照照自己的样子。水井中倒映出楚天的样子，白色的战袍威武雄壮，让本就帅气的楚天显得更加英气逼人。此刻的他很像一名古代的大将军。还不错，楚天对自己的新形象很满意。这时楚天再次回到茉莉面前，茉莉见了楚天的新形象，顿时眼中闪起了小星星。大人好帅哦，茉莉夸赞道。你怎么不吃了？看着被少女打包起来的烤肉，楚天问道。虽然楚天不认为茉莉能一口气吃掉25公斤食物，但一个饥饿的人也不至于吃上几斤就不吃了吧。茉莉道：“我要带回部落，给爷爷和族人们。”楚天点了点头。这时茉莉看向楚天，小心地询问：“大人，你应该会保护我们吧？你怎么就觉得我会保护你们呢？”楚天觉得有点奇怪，虽然自己出手救了少女，但也不至于只见一面就让他觉得自己有救世主心肠吧。茉莉道：“因为你和他们一样都是智人族，你们智人族都是很有爱心的吧？”他们是说见到其他玩家了吗？茉莉解释道：“300年前恐怖世界吞噬了一个世界，那也是个智人的世界。
当时有一座寺院突然出现在镇子附近的山上，那寺院名曰灵山寺。寺院里的法师很慈悲，而且他们有降服鬼怪的能力。当时我们整个镇子都受到灵山寺的保护。楚天略略吃惊，原来是安全区里的和尚们在保护山下的精灵人部落。楚天道：后来呢？茉莉道：后来有一天，法师们突然不下山了，当时的族人们很奇怪，最终派人上山查看，结果却发现山上的法师们都死了。从此我们山下的精灵人便失去了庇护。楚天道：那些和尚是怎么死的？你们有查到什么线索吗？楚天不觉得那些和尚是被鬼怪害死的，虽然几百年过去了，但至今那里都是安全区，鬼怪根本进不去。少女摇了摇头，我们也不知道法师们的死因，但当年被派上山查看的小组正是年轻时的爷爷带队，至今爷爷手中还保存着一个从山上拿下来的木匣。如果大人想要调查此事，我可以带大人去见我的爷爷。显然这个灵山寺并没有那么简单。那好，你就带我去见见你的爷爷吧。楚天说道。好爷。听说楚天要去自己的部落，茉莉非常高兴，而后他便在前面为楚天带路。不过他仍然小心翼翼地警觉四周，警觉着突然冒出来的鬼怪。楚天道：不用担心，鬼怪出现我会出手的。现在楚天已经有6星战力了，镇子附近都是1阶2阶鬼怪，楚天对付完全不在话下。哦，茉莉不再蹑手蹑脚，开始挺起傲人的胸膛，扭着水蜜桃般的屁股向前走去。刚才这位大人可是一出手就杀了一群鬼怪啊，所以此刻站在楚天身边，茉莉一点都不担心了。大人以后会保护我们吗？走着走着，精灵人少女再次问出了之前的问题。楚天略加思索道：会，等我成为404区的领主后，这里所有的人都会受我保护。升到10级的时候，将挑战404新手区关底 BOSS， 也就是现在这块大地的鬼怪领主。只要将鬼怪领主打败，那么楚天便会成为这块土地的领主，到时他自然要保护领地内的一切人。而且现在楚天已经收集了1把关底钥匙了，还差4把钥匙。太好了！听到楚天愿意保护，少女欢喜，她如蝴蝶一般轻盈地跑到楚天身旁，拉着他的胳膊在他脸上亲了一口。楚天，这丫头倒是热情奔放啊！应，楚天的脑海中金色的混沌卵颤动了一下，似在对楚天表示不满。知道了，知道了，你是正宫，没人能撼动你的地位，但我那几个妾应该可以吧？在末世，一个遇鬼者男性有多个伴侣是正常的。这一刻，鬼灵清绝女皇没有再发出反抗意见，说明她认可了只要把自己当作正宫，并不在意楚天纳妾。大人，对不起。看到楚天愣在原地，茉莉顿时大惊失色，她知道刚才自己的举动冒失了。在末世，人命如草芥，像她这样的精灵女子，除了漂亮还有什么？如何能入得了这位大人的法眼？楚天回过神来，审视着面前的少女，胸很大，腰细，小腿白皙浑圆，脚丫子也很美，算是不错的存在。在灾难未爆发前，这是无数男人心中的女神。楚天道：你可以做我的女仆，如果你愿意的话。是的，是女仆，不是妾室。虽然茉莉在灾难前算是女神级别，但在恐怖降临的世界，她做楚天的妾室还不够格。我愿意。还没等楚天的话说完，茉莉就坚定地表达自己愿意做女仆。她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资格做这位大人的妻妾，但女仆也是好的，至少今后可以天天吃肉了。而且所谓的女仆可是要对这位大人全方位服务的哟，那自然也包括……茉莉抬眼看了一眼楚天那帅气的面容，她又怎会不愿意？以后您就是我的主人大人了。少女害羞地说：叫爸爸。楚天说道。少女，楚天，刚刚被猫头鬼追杀的时候，你自己说的，有人救了你，你从此以后就叫那人爸爸，所以我准许你以后叫我爸爸了。少女的脸色红得不能再红，自己当初怎么就会许下这样的诺言啊？最后茉莉极其羞耻的在牙里咬出2个字：爸爸。哎，楚天摸了摸少女的头，心中狂喜着。茉莉红着脸，娇俏的身影走在楚天面前，一晃一晃的在为他带路。很快，茉莉就带着楚天来到城西一片废墟。这里以前应该是一片楼房，但此刻倒塌了，巨大的石块杂乱不堪。大人，爸爸就在这里了。茉莉已经钻到一块大石头的缝隙内，在那里向着楚天招手。楚天走到那个缝隙跟前，左右看了看，也跟着钻了进去。在踏入缝隙隧道的一刻，楚天顿时感觉到一股屏蔽气息。这时他的目光落到了洞口处的一张符箓上，这是灵山4方丈曾经给的，可以屏蔽气息，不让鬼怪发现我们。只是这灵符不多了，等所有的灵符全部耗尽，我们也将……茉莉的情绪有些低落，她又突然高兴道：现在好了，爸爸愿意保护我们，我们终于不用担心灭亡了。
楚天跟着茉莉后面左拐右拐，经历了好几处岔路，甚至有些岔路仅能容纳一个人哈腰经过。于是，一个身段婀娜的少女猫着腰，臀部高高抬起，正好对着后面跟着她的楚天的脸，这让楚天一阵无语。特么，这还能忍？这时，楚天的魔爪抓向了诱人水蜜桃。第25章，精灵人族各论各的。茉莉在漆黑的隧道里爬行，她只感觉背后有人在摸她，她身子先是一抖，而后很快便选择了顺从，因为她已经是这位大人的女仆了，理应满足这位大人的需求，而且这也是她所期待的呀。茉莉为这一刻的到来感到激动而又幸福。半个小时过后，楚天穿好衣裳，向地上衣衫不整的少女伸出手。茉莉急速整理好衣裳，捋了捋杂乱的头发，细腻白皙的小手放在楚天的大手上，任由被他拉起。两人继续沿着隧道向精灵人部落进发。一路上，茉莉都害羞的不说话，她还时不时的看看自己的衣服，看哪里有什么异常，避免在之后见族人的时候被看出来。爸爸，我们到部落了。这时，茉莉带着楚天走出了狭窄逼仄的隧道，来到了一个较大的地下空间。看来这里就应该是精灵人部落的藏身之地了。茉莉姐姐回来了。突然，有几个孩子跑了过来，孩子们都长着长长的耳朵，他们都是精灵人的小孩。茉莉姐姐，你有找到食物吗？是肉，竟然有这么大一块肉！一众孩子都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茉莉手中的肉。呵呵，茉莉回头深情地看了一眼楚天，毕竟他们已经发生过了。茉莉对孩子们说：“肉是这位大人送的，要先感谢这位大人哟。”这时，孩子们才发现茉莉身后的阴暗处还跟着另一个人。他们先是一阵发怵，而后便欢快地一同向楚天行礼：“谢谢大人给我们的肉。”楚天无所谓，只是微微点了下头。为了一口吃的而奔波的情景，他前世见过太多了。孩子们感谢过楚天，茉莉才将那块肉交给他们。孩子们欢快地跑去：“有肉吃了，有肉吃了！茉莉姐姐带着一位大人回来了，那位大人衣服好整洁。”孩子们一边在前面跑，一边向整个部落宣告着有新客人来访。这个给你。楚天再次用一颗2阶鬼核换取了25公斤烤肉送给茉莉。至于为什么不多换一点，升你恩，斗你怨。最理想的办法不是白给，而是让这些精灵人用自己的劳动换取生活所得。楚天准备将这些精灵人安排成 NPC， 做一些辅助玩家的事情，这样他们也可以养活自己。而且玩家们也应该很愿意看到精灵人的，毕竟精灵人女性居多，而且精灵人少女都长得很漂亮，这算是他们的种族天赋之一了。看着面前的烤肉，茉莉有点感动，有一点要哭鼻子的冲动。在末世，没有什么比粮食更珍贵的了。而这位大人已经先后给了他50公斤食物了，而且还是非常可口的烤肉。而且这位大人还是他的救命恩人，今后茉莉一定会好好爱爸爸的。接过烤肉，茉莉眼含泪水地说道。反而是楚天这边觉得有些尴尬，毕竟自己都已经吃过这少女的水蜜桃了，她也算是自己的女人了，给自己女人一点肉又算什么？而且自己还更恶趣的让人家叫自己爸爸。茉莉带楚天来到的是一个圆形的地下空间，四处的墙壁上有几十个孔洞。见到楚天的到来，众人都纷纷出来看热闹。精灵人的特点有3，第一就是漂亮，而且女性数量大大高于男性。第二是长寿，精灵人可以活300多岁，所以如果看到一个小姑娘，很可能她都已经100多岁了。第3是天生掌握高超的格斗技能。楚天被大量美女围绕着，这种事情在地球是不敢想象的，毕竟地球的美女有限，更不可能有那么多美女围绕。不过这些精灵女子个个都营养不良的样子，看来她们平时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这个人类为什么没有尖尖的耳朵？他跟我们长得不一样啊！在众人的议论纷纷当中，茉莉带着楚天来到一个较大的洞窟前，一个老者早已在那里等候。爷爷！见到老者的一刻，茉莉急忙扑到了老者怀里。哈哈，我的小茉莉回来了！爷爷，今天我外出寻找食物，碰到一大群猫头鬼。什么？你竟然碰到了一群猫头鬼？快让爷爷看看有没有受伤。没有，危急时刻是这位大人救了我。这位大人超厉害的，他一个人1分钟都不到就解决了一群猫头鬼。1分钟都不到就解决了一群猫头鬼。老者震惊地看向楚天，顿时瞳孔一缩，竟然是智人！他多少年没见过智人了，自从灵山寺的和尚死后，似乎这世上就没有智人了，现在竟然又出现了。他赶紧向楚天躬身行礼：尊贵的大人，感谢您救了我家的小茉莉，以及赠送给我们的珍贵烤肉。老朽亚瑟，不知该如大人是。这时茉莉娇羞地回过头来介绍道：爸爸，这位是我爷爷。爷爷，这位是我爸爸，他人很好的，你也叫爸爸就行了。老者，楚天，两人一脸懵逼。
这辈分怎么这么乱套啊？楚天更是觉得糟糕，自己是茉莉的爸爸，老者是茉莉的爷爷，那自己这不就立马矮了一倍吗？老者看到茉莉那一脸娇俏的样子，便知道自家孙女口中的爸爸有着别样的含义。老者急忙道：“咱们各论各的，各论各的。以后我家茉莉就叫你爸爸，然后老小我叫你主人，不知您看怎么样？”老者期盼地看着楚天，老者不禁想起了小时候，那是300年前的事情了。灵山寺内的一群智人保护着他们，虽然那时恐怖覆盖了整个世界，但至少在灵山寺和山脚镇这一片，算是非常和谐的。楚天再次出现的一刻，老者便升起了希望。当听到茉莉说楚天1分钟不到就斩杀一群鬼怪的时候，他便打定主意，一定要请求这位大人庇护。可，楚天随口说了一个字，然而在老者耳中，这一个字却是世上最美妙的声音。他高声向四处洞窟的族人们道：“快来拜见这位大人，以后他就是我们的主人了。”没一会儿，所有的精灵人便都跪在了楚天面前。我等愿效忠主人，若有背叛，将烈火焚身而死。他们用自己的血书下了主仆契约，从此他们将成为楚天最忠实的仆人。你就算了吧。茉莉也想书写契约，却被楚天拦住。哦，他看了一眼楚天，便停止了操作。原来自己在这位大人心中是不一样的。是了，自己当然是不一样的了。第26章，神秘钥匙收一堆 NPC。主仆仪式进行完毕。亚瑟对孙女说：“小茉莉，你先将肉分给大家吃，我有几句话要跟主人单独谈谈。”好的，爷爷。茉莉提着楚天给的肉，欢欢喜喜地离去。而楚天则是被让进了老者的洞窟，说是最豪华的洞窟，但其实也不大，倒是被打理得非常整洁。楚天进入洞窟之后，老者小心地将门关好，而后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说：“主人，求求您可否少吃一点我的族人？我们现在的人数实在太少了，无法对您大量供给。”楚天，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楚天道：“你起来说话，我并没有说要吃你们啊，不吃我们吗？灵山寺的法师们虽然慈悲，愿意保护我们，但他们却要常常吃人。”亚瑟一边起身一边说道。卧槽！楚天心中一惊，那些灵山寺和尚是吃人的吗？这是什么逻辑操作？亚瑟道：“这个真相我从没有跟孩子们说过，他们就只知道有一群善良的法师，在300年前曾经保护着我们。毕竟人总是需要梦的，世界已经这么危险了，就让孩子们活在梦里吧。”楚天点了点头，对这位精灵人族长的做法表示认可。这个做法让楚天想起了地球的周公，在周灭商后，周公直接删除关于商人吃人的记载。若不是后世出土了甲骨文，人们根本不知道商人还吃人。楚天道：“放心吧，我只需要你们为我工作，只要为我服务就可以了。我不仅不会吃你们，还会付给你们报酬。”真的是这样吗？老者不大相信，但眼中却闪着希冀的光芒。看这位大人的样子，并不像说谎，或许他说的一切是真的。楚天道：“听说你在灵山寺上带下一个木箱，那木箱现在哪里？请您稍等，主人。”老者走向自己洞窟内的一面墙壁，而后搬动墙壁旁边的烛台，嘎吱嘎吱，一扇暗格打开，暗格中放着一个箱子，非常古朴的那种。就是这个了。老者将箱子小心翼翼地放到楚天面前。楚天摸了摸箱子，而后将其打开。恭喜您获得一把神秘钥匙，据说这把神秘钥匙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我竟然再次获得了一把钥匙。看着木箱中古朴的青铜钥匙，楚天心中狂喜。这已经是他收集的第2把官邸钥匙了，似乎距离最后成功已经不远。亚瑟道：“灵山寺方丈当时交给我们2个木箱，他说如果我们遇到能与鬼怪相抗衡的人，就将2个木箱交给他。”楚天道：“那另一个木箱呢？”亚瑟道：“自从我们失去灵山寺的庇护后，我们很大一批族人便离开了这里，其中一支去了我们精灵人昔日的王都，另一个箱子在那一支族人手中。”原来是这样吗？看来另一把钥匙要以后有机会再得到了。亚瑟道：“不过其实灵山寺方丈手中还有一个箱子，据说里面是对付鬼怪的至宝，但要您到达9级之后才有资格开启。”你说灵山寺方丈手中有至宝？楚天大为诧异。是这样的。亚瑟点头确认。这还真是让楚天大大意外，没想到在404新手安全区内还隐藏着这样的机缘。楚天道：“让大家收拾一下，跟我回安全区，也就是灵山寺。遵从您的命令，我的主人。”很快，亚瑟就将族人们集合起来，因为刚吃过肉，所以众人们的脸色好了许多。他们都对新的生活环境充满了期待。看着众人锅碗瓢盆带了一堆，楚天眉毛高高皱起，让他们集体洗个澡，然后把这些破破烂烂的都扔掉。这……亚瑟一阵犹豫，虽然大家带的都是破烂，但那可是他们仅有的家当啊。至于洗澡，营地内的水是从山上小溪打来的，每次都要冒着被鬼怪袭击的风险。
所以也非常珍贵。不过现在搬家了，这些水倒是用不上了。亚瑟最后命令大家丢掉所有包袱，洗完澡换上最干净整洁的衣服，再次来到楚天面前排队。八鬼抬轿，楚天召唤八鬼抬轿。突然之间，8只大鬼抬着一个巨大的花轿出现，让众人惊恐不已。不过当他们看到8只大鬼都恭敬地跪在楚天面前时，也就没有四处逃窜。八鬼抬轿已经完成了认主，所以可以从空间戒指内直接召唤出来。楚天走到轿门面前，雕花木门直接打开。还不上来？楚天踏上了轿子，对众人说道：“真的可以吗？我们真的可以坐主人的轿子吗？”众人诚惶诚恐。最后，他们在茉莉的带领下，都一个个排队踏上了轿子。有孩子们要惊叹这轿的豪华，却被身旁的妇人一把拉住。最后一个踏上轿子的是老族长亚瑟。谢谢您主人。亚瑟对楚天表示感谢。去灵山寺。八鬼抬轿得了命令后，直接向上方岩壁飞去，很快便穿越厚厚土层来到地表。而精灵人们则是对这一切大惊失色，对自家主人的本事更加敬佩。八鬼抬轿从地下窜出之后，行驶稳当多了。楚天随手打开窗帘，让众人观看。哇哦，好美的景色啊！主人真是太有本事了，竟然有这样的法宝。咦，那里竟然还有智人，是主人的同族吗？这时，众人都看到了山林中，时而有一队智人正在与鬼怪对战。楚天道：“没错，这些都是我的同乡，他们虽然不如我强大，但也都觉醒了与鬼怪作战的能力。他们今后主要的任务是跟鬼怪作战，所以营地内的琐事今后就都要交给你们了。不过这一切都不是免费的，你们会从中赚取报酬。不过平时你们要忍受一些他们的骚扰，比如他们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你们完全可以不在意。当然，我指的奇奇怪怪，并不是他们要对你们有人身威胁，只是这些家伙都是沙雕，也许会经常跑来向你们要任务，说是要触发隐藏剧情。平时听到他们称呼你们为 NPC 时，也不要太在意。明白了，我的主人。”众人一同答道。族长亚瑟担心地说：“可是主人，如果您的这些族人真的对我们图谋不轨，毕竟我们精灵人小姑娘占90%以上。”楚天道：“如果是那样就揍他们，不用惯着他们。”楚天并不觉得目前的玩家们有能力打得过这些精灵人。精灵人没有能力跟鬼怪战斗，是因为他们没有克制鬼怪的方法，反而是鬼怪的一滴鲜血滴到精灵人身上，他们都会被感染成鬼怪。所以精灵人就算有再高的战斗技法，面对鬼怪时也无能为力。但面对这些沙雕玩家就不一样了，不必怕遭受污染，精灵族的战斗天赋可以有效发挥。我们知道了。有了楚天的保证，精灵人们也不再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第27章安置精灵人。方丈室。八鬼抬轿已经降到达安全区，地面响起一阵惊呼：“大家快看，有8个大鬼抬着一个轿子向我们这里飞来了！这哪里是轿子啊，这简直就是一套房子在天上飞啊！我去，出场能有如此排面，这里面坐的应该是一个鬼王吧？咱们会不会有危险啊？”“没事，咱们所在的灵山寺是安全区，是不会有危险的。”“不好，八鬼抬轿直接飞入了安全区，怎么办？咱们能打过他吗？”八鬼抬轿降落，周围的玩家都小心警觉着。轿门缓缓打开，从里面走出一个他们熟悉的身影。楚天跟众人打招呼：“大家好啊！”众人本来以为有鬼怪跑来攻击安全区了，没想到竟然是自己人，而且还是天尊老大。天尊到底是有多牛逼啊？现在出行都有8只大鬼抬着轿子逮捕了。天尊大大！突然之间，一个14、15岁可爱女生跑到楚天面前叫了一声。每个人在游戏中的形象都与现实世界相同，不同的是在游戏中的服装道具。这小女生穿着一件紫色的裙袍，腰部扎着一个蝴蝶结。“你是？”“我就是小福仙啊。”少女笑嘻嘻的，虽然面前的哥哥比她大不了几岁，但楚天的超然成就让小福仙不敢有丝毫怠慢。“原来是你啊！”楚天关爱的摸了摸可爱少女的头，他表示他没有啥歪心思，虽然重生后的身体只是17岁的少年，但再加上前生活的80年，他现在都快100岁了。小福仙有些脸红。楚天环视了一下四周，发现不少人都在灵山寺支起了摊位，也有人带着自己猎杀或者找到的宝贝返回。灵山寺俨然成了一处大市场。而这时，众人都羡慕地围绕在楚天的巨大花轿周围，都露出羡慕的神色。不少人都用游戏内自带的截图功能，将八鬼抬轿的图片分享到论坛，顿时引起一片哗然点赞。谁不想有这样一个交通工具啊？但可不是人人都是天尊，他们一看就知道楚天所获得的道具不一般。楚天对轿子里面道：“大家都下来吧。”听到了主人的命令，精灵人们才有些社恐地走出了轿子。他们常年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地下，很不习惯这种热闹的场合。卧槽，我看到了什么？竟然是精灵！
好漂亮的精灵人妹子嘛！这是天尊带回的 NPC 吗？可以有谈恋爱的剧情吗？有个玩家好奇的上去摸一个精灵少女的屁股，还没得手就直接被那精灵少女一个过肩摔，样子惨不忍睹。楚天高声道：任何人想要对这些精灵人图谋不轨，都是在跟我天尊为敌，都将受到严厉的处罚。有了刚才精灵少女施展雷厉手段，再加上楚天的威慑，众人都不敢再造次了，转而开始攻略这些 NPC。 请问你需要帮忙吗？有什么需要我去做吗？我很厉害的，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一定能很好的完成。众人尝试着触发隐藏剧情。跟在楚天身边的茉莉嘴角一抽，他拉了拉楚天袖口：主人，您的这些族人好热情啊，竟然愿意主动帮我们做事情。楚天道：尽管使唤这些沙雕，等他们完成任务了，给他们这个世界的一点情报作为奖励就行了。楚天觉得以后一些他不要的装备可以让精灵人们当做奖励派发出去。而与此同时，通过论坛，几乎所有玩家都在这一刻知道有精灵人的到来。楚天吩咐了亚瑟，让精灵人们分别开办一家酒馆、一处格斗训练场、一家药剂师店铺。酒馆是没有玩家愿意开的，让他们卖东西他们肯，但让他们天天从事琐碎的待客任务，很难让他们坚持太久。精灵人有格斗天赋，地球人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让精灵人训练他们。另外，精灵一族有很高的药剂学知识，再加上他们是这个世界土生土长的，所以对各种药理还是很了解的。调配出增强体力、爆发力或者疗伤的药剂并不难。安排完一切，楚天看向小狐仙：你知道这座寺庙的方丈在哪里吗？这部分留在灵山寺的玩家，估计寺院内部早就探查过了。天尊大哥哥要去方丈是吗？那就跟我来吧。小狐仙在前面带路，楚天在后面跟着，茉莉也跟着一同随行。没一会儿，几人便来到了后山一处幽静的院落面前，这里就是方丈居住的地方了。说着，小狐仙带着二人走入院落，来到一扇门前，他缓缓将门推开。楚天从门口向室内望去，一位出家人正趴在一个桌子上，他的怀里还抱着一个箱子，明显这正是死去的方丈。方丈就在里面，我晋升1级后可以踏入这个房间3步，晋升2级后可以踏入6步，所以我们根本无法靠近方丈。说着，小狐仙亲自为楚天做演示，他在走3步的时候还很轻松，之后的3步就很吃力的样子，走到6步的时候他便彻底走不动了。小狐仙向楚天摊了摊手，楚天也尝试踏入房间，一股莫名的压力向他传来，不过这一点压力对于他来说并不算什么。他走了3步、6步、9步，直到第10步的时候才感觉压力重重，然后第11步的时候已经非常艰难，第12步如同面对一堵山岳。看来每升1级仅能支持向方丈的身体靠近3步。楚天目测了一下门口和方丈的距离，甚至他走了一半都不到，也就是说楚天想靠近方丈并且获得他怀中的箱子，要等到9级。没办法，楚天只有放弃。这时小狐仙问道：天尊大大应该对这个游戏很了解吧？我的意思是说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内情。楚天道：你想知道什么？小狐仙道：我想知道我可不可以永远待在游戏当中？这个游戏跟真实的世界没有差别，我不想要真实世界中那个拖累的身体了。楚天道：你没有家人吗？小狐仙道：有的，不过我在现实世界中的身体是个植物人，我从小就这样，都是爸爸妈妈一直在照顾我，我实在不想再拖累他们了，所以还是让我死掉吧。而且在这个世界，我才能活成真正的我，是这样吗？楚天微微停顿道：你不要担心，很快这个世界就会跟现实世界融合，而你在这里所有的成就也都会保留下来，到时你也会站起来成为一个正常人，到那时你将是令全人类都羡慕的御鬼者。真的是这样吗？小狐仙惊讶，眼中闪着小星星，对美好的描述充满着幻想。这样恐怖的世界降临现实，爸爸妈妈一定很危险，到那时我要保护爸爸妈妈。小狐仙攥紧了幼小的拳头，做出坚强的样子。第28章退出游戏，华夏拯救计划。楚天对小狐仙笑了笑：谢谢你为我带路，你去忙吧。好的，天尊大哥哥。小狐仙走后，楚天吩咐茉莉以后轮流派人在方丈室周围巡逻。好的，我的主人。茉莉优雅地行了一个屈膝礼，而楚天则是正式地关上了门。他先是拿出8根上吊绳，而后布置在了门口，并且对8根上吊绳下达束缚命令，一旦有人躲过精灵人的巡逻，偷偷潜入这个房间，就会遭到8根上吊绳的捆绑。之后，楚天取出了混沌卵，这时的混沌卵如同薄薄透明的磨砂玻璃，里面一个美轮美奂的少女轮廓展现在楚天眼前，这便是鬼灵可以随时被孵化的样子。清绝女皇真的是太美了，虽然茉莉也很美，也是人人都羡慕的女神，但如果跟清绝相比，她还是要逊色不少。楚天抚摸着混沌卵道：你要乖，
接下来我要离开恐怖世界，等一回来就放你出来。虽然楚天现在已经可以孵化鬼灵，但他马上就要下线，也不好将鬼灵独自扔在这个世界。嘤嘤，金色透明的混沌卵颤了颤，楚天能清晰地体会到青绝的意图是让自己早点回来。好的，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返回的。抚摸着混沌卵，如同抚摸着青绝的身体。混沌卵的外壳有些泛红，显然青绝也非常喜欢主人这样抚摸它。您和您的鬼灵亲密度正1%，现在亲密度83%。哈哈，我和青绝的亲密度又上涨了。楚天将青绝重新安置在桃花源。这时，楚天打开了自己的个人界面，他准备在离开游戏前看一下自己的能力。姓名：楚天，鬼灵：青绝女皇 SSS， 随时可孵化，83%熟悉，等级4级，阴气5880年5月万，力量163，白银剑攻击加300，体力164，负重加20，白银战袍防御加300，附带抗污染效果，敏捷165，感知165，嗅觉加20，天赋 SSS 提炼，天赋 S 鬼画符战斗直觉，天赋 C 口水炮弹包含 F 级口水子弹，天赋 E 穿墙术闪动前途无量力量3倍，天赋 F 吞一吨夜视，装备和道具：白银斩鬼剑、白银战袍、青铜空间戒指、照妖镜、神秘钥匙2、隐身斗篷。战力评估6星初期。楚天现在已经是4级了，而晋升5级需要5万点阴气值。现在楚天的力量、体力、敏捷、感知每一项都超过了160点。白银剑和白银战袍，一个加300的攻击，一个加300的防御。而1级天赋的力量3倍和白银剑虽然都是作用于力量属性，但二者有本质区别。力量3倍天赋是短时间爆发技能，持续仅有10几秒，而白银之剑是一直都增加300的攻击力。因为楚天获得了冥神笔，所以他前生的天赋鬼画符可以继续施展，算是多了一个 S 级天赋。再加上获得桃花伞人的心法，让他的战斗直觉也升为 S， 他就有了2个 S 级天赋。而让楚天没想到的是，他的战力竟然升到了6星。不过仔细分析一下就释然了，毕竟他又多了好几个天赋，而且其中2个还是 S 级，再加上白银剑和白银战袍，让他4级就能有6星的战力评估，也就不奇怪了。越来越强了。楚天对自己现在的成就很满意。查看完自己资料，楚天顶着压力向方丈走去，进入4级可以到达的极限才停下来。现在除了他以外，其他人最高才2级，就算有人在他离开的时候晋升，3级也顶天了。所以他待在4级才能到达的地方下线，是没人能到达的。当然就怕远程攻击。不过他不相信有人能连续避过精灵人的巡逻、门口的绳索束缚以及现在的空间压力。楚天盘膝坐下，而后将桃花伞人的隐身斗篷披上，他的身影顿时消失在这个房间。是否退出游戏？楚天选择消耗1张回家探亲符，然后点击退出游戏。有回家探亲符的加持，可以让他把游戏中的成就带回现实，也能将现实中的物品带入游戏。楚天再次睁开双眼，入目的是自家的天花板。此刻他正躺在自家床上，胸口还放着1张灵符，那正是帮他连通恐怖世界的关键。他掀开被子，从床上坐起，发现自己身上穿的是白银战袍，而手边则是白银长剑，手上戴着空间戒指，脖子上的桃花源吊坠也在，说明回家探亲符起作用了。他真的将恐怖世界内的装备全带到现实了。楚天从床上下来，来到洗手间的镜子前，看了一下穿着白银战袍的自己，够帅。之后他便将所有的装备都收入了自己空间戒指，而后换上了一件平时常穿的 T 恤，要不然人们会以为他在 cos。 好饿啊！楚天已经进入恐怖世界游戏1昼夜，现在自然会感觉非常饿。他在冰箱里拿了一些面包片，还有一杯牛奶，一边吃一边打开电视。观众朋友们，你们好！龙国各地爆发多起昏迷不醒事件，事件起因是大家进入某款游戏，然后就陷入昏迷。现在官方和医学界正在积极探索办法，希望可以将这些人唤醒。在此特地通知广大民众，不要点击陌生链接，特别是那个恐怖世界的游戏链接。果然是这样吗？几个面包进度，楚天的饥饿缓和了很多。他记得前生就是这样，因为官方发现大量进入恐怖游戏的人都陷入了昏迷，所以就提醒市民们不要贸然进入这个游戏，让大量民众错过了成为遇鬼者的机会。当然，这也不能怪官方，官方的好意是保护民众，但却好心办了坏事儿。开始华夏拯救计划。前生的经验告诉楚天，这场灾难是全人类的灾难，不是靠1个人、2个人就能解决的，要集合华夏更多民众的力量。首先，楚天打开电脑，开始编写一套游戏攻略，这里面包括各种鬼怪的特性，
以及他们的弱点，还有各种游戏中的规则。1个多小时后，游戏攻略被他编写完毕。楚天想了想，否定了要将游戏攻略在网上大规模散布的想法。前世虽然许多龙国御鬼者选择了保护民众，但也并不是没有败类。他不能这样无差别的将游戏攻略撒出去，这攻略只能给他信任的人还有官方。他家里刚好有打印机，就顺手将其打印出来数份。之后他又写了一份最近大事件预测，也同样将其打印出来。带着2种资料，楚天急忙离开家门。第29章招人，快收了神通吧。楚天一边出门一边打电话：宏宇，你在哪儿呢？我找你有事，我们约个地方。杨宏宇，大哥你昨天去哪儿了？我打你1天电话。楚天道：先别说这些了，平湖公园见，我们见面再说。放下电话后，楚天已经来到路旁，他叫了一辆出租。在告知了司机地址后，他便坐在后座，给本市其他的几位重要人物发信息。我知道你老婆隐秘处有一颗痣，想知道原因就来平湖公园见我，立刻。我知道你是个女装大佬，你床底的大箱子里全是各种丝袜和女装，想要保住你的秘密就来平湖公园见我，立刻。子光之使徒，奶茶征服者，被神选中的人，威。想要接受命运的召唤就来平湖公园见我，立刻。这都是昔日的好友，前世大家在一起出生入死，个人那点隐私早就被公之于众了，只是不知道今生这几人见到这样的信息会作何反应。北城市第3医院，一身白大褂的郭子琪正在认真地阅读病人的病历。郭医生，您看我的病，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我开几副药，你回去养几天就好了。这时，郭子琪突然收到陌生号码的短信，像这样的骚扰信息，他平时都是直接不看删除的。然而这一次不知怎的，他竟然鬼使神差般的看了一眼。卧槽，谁他妈敢绿我？郭子琪连白大褂都来不及换，直接奔出了办公室。郭医生，我药呢？正在等待郭子琪开药的病人一脸懵逼，这医生咋抽风了呢？出租屋内，身高2米的涂刚将房门安心锁好，这才小心翼翼地拉出床底的箱子，里面有女士的丝袜以及各种好看的裙子。涂刚穿上丝袜，正准备套裙子，然而手机却突然响起。搞什么啊？这个时候来短信？卧槽，大事不好了！他的整个世界都塌了。这要是让人知道他这个彪形大汉竟然有女装的爱好，他就没脸见人了。他赶紧套上裤子，甚至连丝袜都来不及脱就跑出门去，直奔平湖公园。北城一座豪华的庄园内，杜紫薇正在洗澡，而门外则是站立的10几个仆人，这10几个人都是服侍杜紫薇一人的。杜紫薇乃是龙国4大财团之一的大小姐，也将是未来龙国的首富。杜紫薇一边在浴室泡着花瓣浴，一边哼着小调。她特别幻想有一天命运的召唤，然后跑去拯救世界。没错，她就是这样一个中二的少女。只是那命运的召唤迟迟未来，大小姐的手机怎么会收到这样的垃圾信息？是啊，大小姐的手机有技术处理过，是不可能受干扰的啊。子光之使徒，奶茶征服者，被神选中的人，喂，这也太幼稚了吧！电信诈骗不都说去缅北的吗？怎么会发出这种中二的消息？快帮大小姐删了吧，以免影响大小姐心情。别删！在浴室中泡花瓣浴的杜紫薇听到门外的议论，直接开口喊道：把我手机拿来，让我看看那条信息。门外的仆人们一阵犹豫，一个小阿姨将手机送到杜紫薇手上，而后转身离开了浴室。杜紫薇抱过手机观看，她顿时欣喜若狂。子光之使徒，奶茶征服者，被神选中的人，喂，这正是她的美少女战士座右铭，是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的座右铭。她没跟任何人说过这样的秘密。我真的受到命运的召唤了！杜紫薇疼得从浴池坐起，却发现自己还光着身子，她赶紧缩了回去。女管家，给我准备一件超级正式的衣服，我要去见一个超级重要的人。好的，大小姐，我们这就为您准备礼服。不要礼服，要有战术服，就是上次我参加野外求生和登山穿的那件。女管家和仆人们搞不懂大小姐在闹哪般，那是非常重要的衣服吗？另一边，楚天正坐在平湖公园的一个长椅上静静等待，环境优雅，树上有小鸟吟唱。不过他选的这处公园极偏，除了他之外几乎没人。这时，一个火急火燎的少年突然来到楚天面前。楚哥，你找我啥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杨宏宇气喘吁吁地喊道。杨宏宇是楚天的同班同学，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两人一直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坐。楚天拍了拍身旁的位置。现在能说了吗？杨宏宇坐下，灌了几口矿泉水后看向楚天。世界末日要到了。世界末日要到了，所以想要利用你爸妈的关系，将这件事情通报给龙国官方。你还要将这件事情通报给龙国官方？杨宏宇如同看傻子一样看着楚天。
这什么情况啊？他怎么会突然说这种话啊？不是老楚你没事吧？要不我带你去医院看看。楚天就知道杨宏宇不会信。此刻天上正有一只大鸟飞过，楚天噗的一颗口水子弹打出，大鸟直接被打落。杨宏宇，楚天又对手中一块拳头大的鹅卵石发力，鹅卵石顿时被他捏碎，石子碎片哗啦啦落地。杨宏宇，紧接着楚天随手一挥，他竟然在原地消失不见。那正是他披上了自己的隐身斗篷。大哥，我服了，你快收了你的神通吧，接下来你说啥我都信，行了吧？这时楚天才解除了隐身斗篷。杨宏宇在看向楚天的目光已经惊为天人，真的要世界末日了吗？楚天道：没错，我们必须联合更多的龙国人，共同来应对接下来即将到来的灾难。希望你能通过你爸妈将末日将至的消息传递给官方。杨宏宇的爸妈都是重要部门的人士，所以通过他们协调会更方便。杨宏宇摇了摇头：楚哥，我觉得官方更加相信科学，不可能随便就信这种谣言，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尽量争取官方重视。这是接下来几个小时和几天全球要爆发的大事件，这些都是恐怖末世降临的前兆，希望有这些预言在，可以取信于官方。还有，你走的时候带上我的隐身斗篷，有这一件隐身斗篷足以证明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这时楚天将之前整理好的资料交到杨宏宇手中。第30章预言，紫薇，奸情。杨宏宇颤抖着手接过楚天递给他的资料，才刚刚翻开就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晋省西乡村8月1日凌晨，从坟墓中爬出163具尸体，咬死咬伤人53。江南省兴盛钢铁厂8月1正午出现幽灵，187人被当场掐死。8月2日凌晨，湘江变成粘稠的墨汁，触碰河水者皆变成丧尸，见人就咬。8月2日傍晚，东洋国民间传说中的妖怪大天狗从富士火山中爬出，将整个东京城夷为平地，无一人生还。8月2日夜间，漂亮国出现大量狼人和吸血鬼，整个国家再次发起全民零元购。这一切真的就是接下来几天要发生的吗？看了这些信息，杨宏宇毛骨悚然。楚天道：这才哪儿到哪儿，这只是恐怖降临的前兆。就比如今年夏天全球都处在阴天状态，这也是一种前兆。杨宏宇问：那我们人类要怎么自救呢？楚天道：你最近也应该收到一个恐怖游戏的链接吧？这个游戏就是自救方法，这是人类之母预感到恐怖降临，提前用她的意志连通恐怖世界，让人类从游戏中变强，以便对抗之后要降临的恐怖世界。你是说让很多人陷入昏迷不醒的那个游戏吗？杨宏宇大为诧异。正是。说着，楚天将写好的一份游戏攻略塞给杨宏宇，这个好好看看，至少在新手阶段很有用。谢谢楚哥。杨宏宇宝贝似的接过游戏攻略，他本想立刻翻看，但却知道兹事体大，为了国家，他必须先将自己的事情放一放。楚哥，我这就去找我爸妈，你也跟着一起来吧。楚天摇了摇头：我还要在这里等人，你先去跟你爸妈说吧，有进展了我再跟他们见面。我的隐身斗篷你带着，可以帮你取信家人。你也看到了，只要在披上这个斗篷的时候正面朝外就可以隐身，如果是反面朝外，它就是一件普通的斗篷。还有，这是一套黑铁级装备，其中包括一柄黑铁级长剑，一件黑铁级服装，一枚黑铁级空间戒指，还有一瓶基础疗伤药液。这些也可以帮你说服爸妈。我一定不辱使命，楚哥。杨宏宇恭敬地接过全部物品，而后在楚天的指导下学会了使用空间戒指。最后他对楚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而后匆匆离去。而楚天则是继续等待其他3人的到来。就在楚天刚刚坐下不久，一辆兰博基尼就飞也似的驶入了平谷公园停车场，而后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和高跟鞋的女性便下了车。她正是杜紫薇。本来她是想穿战术服的，可是后来一想是第一次见神秘人，她还是换上了一身裙装，并且戴上了她自认为得体的首饰。金色的阳光映照在杜紫薇宝石项链上，她踏着优雅的步伐走入公园。她努力让自己步伐显得轻松，但其实内心急得一匹。这可是命运的召唤啊！她等这一天不知多久了。片刻后，她公园一处转角的长椅上看到了一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少年。那少年正在低头写着什么，整个人仿佛跟周围的大自然融为一体。杜紫薇做了2次深呼吸，给自己打气，而后勇敢地走上前去。你好，我叫……坐吧，紫薇。杜紫薇看了一眼少年，觉得还挺帅的，也不知是哪个高中的。你认识我？杜紫薇说道。这时楚天才收了手上工作，抬眼看向杜紫薇，他顿时皱眉：你一个高中生穿这么成熟干啥？瞅瞅这包臀裙，瞅瞅这鞋跟高的，你不怕出门崴着脚啊？杜紫薇，这咋就转移话题了呢？再说
老娘要怎么穿，干你什么事儿？使命召唤，使命召唤！杜紫薇在心中不断提醒自己，让自己以大局为重。这可是好不容易到来的命运召唤啊！杜紫薇道：“所以说，我是被命运选中的人，我们要开始拯救地球了吗？”楚天翻了个白眼，果然这中二少女不需要自己做任何解释，她完全就可以相信自己的话。于是，楚天把恐怖世界即将降临、地球即将灭亡的事情给杜紫薇简单复说一遍。杜紫薇是越听眼睛越亮，最后攥紧拳头跳了起来。太好了，终于要世界末日了！楚天一脸黑线，世界末日，你们家首当其冲，所有的财富将化为乌有。不重要，那些都不重要。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平凡到无趣吗？杜紫薇脸上充满对新世界的向往。我没有办法理解你的脑筋。不过杜紫薇不需要自己做过多解释，也不需要展示能力就能收服，这一点反倒让楚天轻松。奸夫淫妇！正在楚天和杜紫薇亲切交谈的时候，一声暴喝打破了这种祥和。然后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子拿着手术刀就冲了过来。不是大神，这什么情况？杜紫薇惊恐不已，而楚天则是一把拉住他的手。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杜紫薇全身一抖，他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之时，就发现自己变换了位置。长椅上的二人突然消失，让郭子琪一愣。这时他却发现原本的二人正站在自己身后。哇塞，大神，这是空间跳跃吗？杜紫薇惊讶。这是楚天的天赋闪动，其实是一种快速移动技能，但在普通人眼里就是空间跳跃，因为他移动的速度太快了。郭子琪揉了揉眼睛，觉得是自己看错了，怎么可能有人空间跳跃？要相信科学啊！他再次冲向楚天和杜紫薇。楚天带着杜紫薇再次回到了长椅上。这能力太好了！杜紫薇惊叹。只是大神，这位医生大哥是搞哪家啊？怎么见我们就砍啊？楚天翘起二郎腿，悠然说道：“因为我知道他老婆秘密地方有一颗痣，所以他误会我和他老婆有奸情，我是被冤枉的。”杜紫薇顿时瞪大了双眼，远离了楚天一个身位。你知道人家老婆隐秘地方有一个痣，你还不是奸夫？还说人家冤枉你？就是，一看你长得这么帅，就不是一个好东西。郭子琪吼着道。第31章，我没绿你，女装大佬。郭子琪又要冲向楚天，楚天急忙向他摆手，行了行了，你也发现我刚才的瞬移有些不符合科学规律了吧？难道你不觉得这一切有什么异常吗？经过楚天一提醒，郭子琪也陷入了沉思。不过他片刻便气愤地说，即便这世上有超自然能力，但和你绿我有什么关系？楚天道，我没绿你，我说出你老婆的秘密，只是为了引你过来而已。至于我是怎么知道你秘密的，是你10年后告诉我的。郭子琪气愤道，你是要说你是从10年后穿越而来的吗？胡说八道！穿越这种事只会在小说中出现，怎么会真的出现在现实？楚天道，瞬移也只会在小说中出现，刚才不也展示在你面前了吗？郭子琪突然无语，他无助地看向一旁的美丽少女，而杜紫薇则是对他小鸡啄米般的点了点头。郭子琪也渐渐平静下来，他将手术刀暂且揣入兜内，没好气地瞥一眼楚天，而后道，那你发个火球术吧，如果可以，我就考虑你是来自10年之后的。楚天微微一笑，随手拾起一个石子，一边在上面施展鬼画符，一边说道，我的天赋不是火焰，不过释放火焰倒是不难，我可以用书写画符的方法办到。在抽取了楚天10点阴气之后，那颗石子闪出一道金光，这一切都让杜紫薇和郭子琪目眩。楚天站起身来，将石子交到郭子琪手中，指向远方，丢出去，它就会形成一个爆炸的火球，和你说的火球术差不多。郭子琪接过鬼画符的石块，一时陷入了迷茫，最后他一咬牙，将那颗石子丢了出去。而一旁的杜紫薇则是屏住呼吸，聚精会神观看着。砰！石子在飞出几十米外突然爆炸，形成一个巨大的火团。怎么样，火球术吧？楚天拍了拍郭子琪的肩膀，笑着说道，你还真是从10年后穿越而来的。那当然，10年后我们是朋友。当然了，不然你怎么会连老婆的隐秘都告诉我？那你来找我是要干什么？楚天道，你是个睿智的人，应该发现今年全球的天气很奇怪吧？几乎所有的城市上空都笼罩着乌云。郭子琪，是这样的，难道说这代表着什么吗？楚天道，世界即将大变，接下来这世上将鬼怪横行。楚天将恐怖世界入侵以及未来人类跟恐怖世界对抗的事情简单跟郭子琪说了一遍。最后楚天道，所以我找到你们就是要请你们一同拯救龙国，拯救我们的地球。杜紫薇和郭子琪互相观望了一眼，而后纷纷点头。对于郭子琪来讲，他是龙国子民，理应对拯救龙国尽一份力；而对于杜紫薇来讲，他早就渴望接受这样的命运召唤了，此刻他已经跃跃欲试了。
郭子琪问道：“我能问一下，之后我会觉醒什么天赋吗？”楚天道：“你的天赋叫做疯狂医生，是一种 A 级天赋，别的医生都是治病救人，而你却可以将不同的生物肢解后拼接成新的物种。前生，你就亲手拼接出了这样一支军团，没想到大哥你的天赋竟然这么变态。”杜子薇笑着说道。他看向楚天：“那我呢？我是什么天赋？”楚天道：“你是龙国仅有的3名 S 级天赋者之一，等你进了游戏自己就知道了。我那么厉害的吗？”哈哈哈，我果然是被命运选中的人。郭子琪道：“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楚天将2份游戏攻略分别塞到杜子薇和郭子琪手中。你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将这2份攻略看熟，而后安顿好现实，尽快进入游戏。楚天停顿了一下，而后释放空间戒指中的装备。这里还有2套黑铁装备，有了游戏攻略，再加上黑铁级装备，你们的起点将非常之高。从戒指释放物品的操作，再次让2人看得目眩。2人宝贝似的接过装备。楚天又对杜子薇道：“你的戒指里我装了5亿美钞，你尽量利用手上的一切资源和网络雇佣水军，尽可能宣传更多龙国民众进入游戏。”杜子薇道：“我家有钱的，不需要大神的5亿美钞。”楚天道：“没关系，你回去尽量说服你的家人，如果他们可以倾尽家财办这件事，那么在未来的世界，他们自然仍然可以保住荣华富贵。如果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你就利用我的5亿美钞，尽量为恐怖世界这款游戏宣传。不过那样的话，你的家族将会在末世降临时彻底衰落。毕竟钞票在末世连纸都如。明白？”杜子薇点了点头，就算他再愚蠢也知道，唯有这个时候他的家族做出贡献，才能保证末世时继续繁荣。楚天道：“你们抓紧回去准备吧，预计我明天傍晚会进入游戏，在那之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号码就是之前我给你们发消息的。”“好的，大神，我们知道了。”杜子薇说道。“我回去之后立刻安排一下，就正式进入游戏。”郭子琪说道。2人说着便都告辞了楚天。这时楚天才对着旁边的树丛高声道：“出来吧，他们都走了。”没一会儿，一个身高2米的彪形大汉扭扭捏捏地走了出来。此人名叫涂刚，昔日乃是某特战旅的一名士兵，但却一点看不出士兵坚强的样子。楚天看到他的一刻，就满心感叹，这么大一个块头，却有着一颗少女的心。他很社恐，非常怕见人。还记得在末世的时候，人们都嘲笑他胆小怯懦，说一旦鬼怪来了，他将第一个逃跑。然而事实是，那些平时嘲笑涂刚的人，动不动就霸凌别人的人，在面临比他们更强大的存在时，比谁怂的都快。反而是这个平时唯唯诺诺，在他头上拉屎都不敢还手的存在，面对恐怖袭击丝毫没有退让。那时楚天就总结出来一句话：一个人的胆量大小与否，不应该看他是否凌驾于周围的人之上，而要看他在危难降临时是否勇敢地站出来保护那些弱者。楚天问道：“刚才我们的谈话你都偷听到了？”涂刚点了点头：“听到了。所以……”楚天拍了拍涂刚肩膀：“所以放心，你喜欢穿丝袜和裙子的事，我不会跟别人说。你看刚才他们在场时，我都没把你叫出来。”涂刚憨憨一笑：“谢谢啊。”第32章，17岁少女和她的孩子。楚天将一套黑铁装备以及一份游戏攻略给涂刚：“我知道不需要我解释，保家卫国，你一定会去做的。”楚天说道：“放心吧。”提到保家卫国，涂刚一扫胆小怯懦神情，脸上露出坚毅表情，仿佛那是他铁打不动的信念。见到涂刚这副信心坚定的样子，前生的画面再次回荡在楚天脑海。正是这个害羞的傻大个，前生为掩护自己而死。你回去吧。泪水在楚天眼眶打转，他怕不小心流出一滴，直接将涂刚驱离。好的，大神，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一切只要交给我就好。涂刚转身离去。前世，这家伙也是说完一切交给我就好，便匆匆赶赴战场，然后就牺牲了。今天楚天所召唤的几人，在恐怖降临时都是比较强大的战力，而且也都跟楚天有很深的交集。现在天色已经接近傍晚，楚天准备进一步的计划，说服他的小姨。从8岁的时候，楚天就成了孤儿，而后被现在的小姨收养。小姨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然而对他却无微不至。只可惜前世恐怖降临之初，小姨就直接去世了。今生他是绝不允许这一切发生的。他打了一辆车，来到初见贸易有限公司，这正是他小姨开办的一家公司。本来是线下实体，向拉美国家出口一些日用品，后来网络电商兴起，就开始线上线下结合，在速卖通主打西班牙语专场，依托优质的货源，一年利润可以达到1000万以上。所以准确的说，楚天也可以算是一个小富二代。楚天下了车子，向金盾大厦第19层望去，
那里正是小姨公司所在，灯光还亮着，说明小姨他们正在办公。因为他们主打拉美市场，所以时差是反过来的，员工们也都在晚上上班，白天休息。楚天乘坐电梯来到19楼，哇，小少爷来公司了。刚刚走出电梯不久，小姨的秘书周姐便亲切地跟楚天打招呼。我小姨她在吗？在的，正在办公室忙呢，你进去吧。秘书说了一句，就抱着文件离去。而这时，楚天却想起了这位周姐，前生也是一位遇鬼者，而且她的天赋还可以，虽然不像今天白天楚天见的那几位那么强大，但她也有地级天赋。只不过在前生她进入游戏较晚，恐怖降临前3天才进入，这让她耽误了大好的晋升机会。周姐，楚天突然叫住了秘书。什么事？最近有一款恐怖游戏，你应该知道吧？很好玩的，周姐不如尝试一下。你说那个让很多人昏迷的游戏吗？我可不敢玩，那都是瞎说。你看我这不是从游戏中好好的出来了，哪里昏迷了？是这样吗？周姐略略动心，她平时最爱玩游戏了，既然楚天这么介绍，她便准备回家尝试一下。楚天将一份游戏攻略塞给周姐，不过没有给她黑铁套装，因为装备有限，周姐也仅是地级，还不算是重点培养对象。但有游戏攻略，再加上更早进入游戏，相信她的状况要比前生好。好的，等今天白天回家，我去试一下。周姐欢欢喜喜地带着游戏攻略离去。这时，楚天才来到了小姨的办公室前，他敲了敲门。进来。门内传来一声温柔且好听的声音，楚天开门进入。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满是风韵的 OL 装女性，正在电脑前忙碌着。她有着一双修长美腿，脚上穿着黑色丝袜和黑色高跟鞋。她上身穿着一粒扣小西装，那胸口巨大的隆起，让人感觉那一粒扣甚至快要被崩断了。下身一件黑色包臀裙，虽然已经过了少女年龄，但成熟优雅气质却是普通少女不能比的。这便是楚天的小姨西慧。虽然有人进办公室，但西慧并没太在意，直到她发现是楚天到来的时候，才放下了手头工作。她的目光全部集中在了面前这个她所收养的少年身上。要说收养楚天，西慧想起来也觉得好笑。当年她才17岁，谁会想到一个17岁的少女竟然就收养了一个8岁的儿童？别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唯有她从来没有对这个决定后悔过。还记得那年，她被几个小混混堵住就要欺凌，当时有很多人经过，她拼命的叫喊，那些人宛如聋人一般没听到，直接在事故现场走过。她绝望不已。就在这时，一个小学生背着书包放学，刚好路过那里，看到有人要被欺凌，那满是稚嫩的孩子丢下书包便冲进了人群，不许欺负姐姐。那一刻，西慧震惊了，没想到所有人都视而不见，最后来救她的却是一个8岁的孩子。那孩子幼小的身躯以及稚嫩的脸庞，在他眼中那一刻是那么的高尚伟大。然而，一个8岁的孩子怎么会是成年混混的对手？小朋友被打得鼻青脸肿，身上伤痕累累。混混们狂笑着：“小兔崽子，快屈服吧！”然而，幼小的楚天一边流鼻血，一边在口中重复一句话：“不准欺负姐姐。”这句话不停地激怒着混混们，也不停地惦记着西慧的心灵。然而，孩童楚天永不放弃，就算身上受再多伤，他也不允许这些败类欺负这个漂亮大姐姐。但他毕竟还是太小，最后因为伤势太重，疼昏了过去。不过他也成功的拖延了时间，争取到了警察的到来，让西慧成功脱困。在将孩童送入医院的一刻，西慧才知道，原来这是个可怜的孩子。早在几个月前，他爸妈就因车祸而去世了，所以西慧果断选择了收养楚天，即便当年他仅有17岁。后来创建的公司被他起名叫初见，其实就是为了纪念他第一次见到楚天。看了一会站在自己办公室门口的楚天，西慧气呼呼地站起，脸色冷得如同冰山。呵呵，小姨，我来了。楚天笑嘻嘻地跟小姨打招呼。他与小姨相差9岁，被收养前一直叫姐姐，但被收养后，西慧执意要他叫小姨，因为西慧觉得叫姐姐没有威严，他要在家中建立绝对威严，否则镇不住这小子。于是乎，二人之间就产生了楚天叫西慧小姨，西慧叫楚天弟弟的奇葩叫法。你还知道来见我？我不是让你暑假每天都要视频向我报告吗？你都超过30小时没有跟我通话了，你说这像话吗？楚天面孔一僵，小姨，不过才30个小时，至于吗？高跟鞋一阵滴答作响，小姨来到了楚天跟前，点着他的额头道：怎么不至于？怎么不至于了？我把你养这么大容易吗？你竟然这样对待我！我一个17岁少女就带着一个8岁的孩子，你知道我承受多少背后非议吗？他楚天彻底无语了。从小到大，楚天每一次不听话，他小姨都会搬出这句话：我一个17岁的少女养着一个8岁的孩子。
你说我容易吗？然后楚天就顿时无话可说了。第33章，老婆本，拉小姨入伙。我错了，小姨。如曾经的千百次认错一样，楚天果断认怂。这还差不多。见到楚天主动认错，西慧不复刚才的气势汹汹，而是变得面色温柔起来。她温柔地看着楚天道：你怎么有时间来看我呀？楚天拉着小姨坐在沙发上道：小姨，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你一定不要惊讶。西慧就被那样拉着手，她也不挣脱，反而是很享受这一刻。你说吧，我不会惊讶的。楚天道：世界末日马上就要到了。西慧道：所以你是劝我把咱家的钱全花光了？楚天道：你怎么知道？西慧没好气道：把咱家钱全花光了，明天吃食吗？楚天道：明天不就世界末日了吗？西慧一阵哑口无言。你还要不要娶媳妇了？那些钱都是你的老婆本，你少打这些钱的主意。楚天道：我可以找你这样的女富婆呀，不就可以省钱了吗？西慧。楚天的话让西慧心里怪怪的，但是还是有点温暖。他推开楚天的手，起开，别没大没小的。我跟你说，别想打你老婆本的主意，那钱就存着给你娶媳妇，我自己有钱娶媳妇。说着，楚天释放空间内剩余的5亿美钞，足足1卡车钞票出现在办公室，几乎将办公室塞满。西慧顿时惊讶，钱都是钱，哈哈，都是钱。西慧跑去抱着钱，一边扬一边说道：哈哈，弟弟，这些都是你的老婆本儿，小姨全帮你存着。楚天满头黑线，不是这女人除了老婆本儿还知道什么啊？楚天皱着眉，上前一把将在那儿玩钞票的西慧拉起。你就不觉得奇怪吗？我一下子变出这么多美钞。经过楚天一提醒，西慧才从发财的狂喜中醒过来。她先是眨了眨眼，而后诧异地看向楚天：对啊，你是怎么有这么多美钞的？而且刚刚你进办公室的时候是怎么带进来的？5亿美钞差不多是1车了，这么多纸币没有人能随身携带，西慧再傻也知道这一点。楚天再次将西慧拉到沙发坐下。最近大家都议论的那个恐怖游戏，你应该听说过吧？西慧点点头，听说了，听说进入游戏的人都昏迷了，弟弟可不要点那个链接。楚天道：那都是谣传，我先前就已经进过游戏了，而且现在还好好的出来了。这个游戏很不一般，在里面我得到了超自然的能力。至于这些美钞也是在游戏中获得的。西慧瞪大了双眼，这个游戏竟然这么赚钱。楚天知道自家这小姨又是在惦记老婆本了，他赶紧打断他：钱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根本不重要。这么跟你说吧，小姨，这个游戏只是世界末日的前兆，用不了多久，游戏中的世界便会与现实融合，到那时人类文明将会被毁灭，能否延续和重建还要靠我们大家的努力，所以就不要惦记我的老婆本了，到那时这些老婆本都是废纸。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西慧还是有些半信半疑。这是一枚空间戒指，你只要滴一滴血上去，让他认主，之后就可自由收纳物品了。楚天将一枚古朴的戒指交到西慧手中，西慧看了看戒指，又看了看楚天，楚天则是对西慧点头，鼓励他试试看。西慧去办公桌旁拿过一个水果刀，最后一狠心将手指割破了一点，一滴鲜血滴到戒指上，那血液遇到戒指很快便被吸收，而后戒指放一次光芒。你试试用意念将茶几收入空间。楚天提醒道。西慧将戴着戒指的手对准茶几，而后意念收入空间戒指，果然茶几被收了进去，真的可以成功。西慧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又试着放出茶几，又试着再次收入，每一次都可以成功。这时她试着收入椅子，也同样成功了，但收办公桌的时候却不能成功。西慧一脸狐疑地看着楚天。楚天道：这戒指只有1立方，不要想着什么都往里装，以后就装重要的东西。楚天有考虑过将更好的装备给小姨，但他怕那样做不仅不能保护她，反而会害了她。现在他还不知道进入恐怖世界后，小姨会被分到哪个新手区。一旦不是和自己分到一个新手区，那自己是没办法保护她的。而小姨身上要是带着一堆上等装备，必然会引发周围人的贪心。虽然收不了大的物品，但西慧对着屋内的各种小物品不断尝试，花盆、笔筒、鼠标，甚至拖鞋都让他尝试个遍。哈，这个真是太好用了。今后你的老婆本不用存银行了，就都放在这个戒指里吧。楚天一阵头大，这女人为什么老是惦记自己的老婆本啊？难道她脑袋里就没有点别的东西吗？现在还想继续尝试，楚天直接打断了他。小姨，这下你该相信我说的是真的了吧？经过楚天提醒，西慧终于冷静下来，她稍稍思索就做出了决定，明天我就变卖家产。西慧也算是个成功的女企业家了，不会连这点见识都没有。只是之前楚天说的话很难让她相信，
再加上刚刚见识到新世界，让他有点忘乎所以。可是稍稍冷静，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西会道：“你这种空间戒指还有更大的吗？你这5亿美钞已经很多了，等把咱家的家产都变卖完，还要更多。这些钱全部换成各种物资，需要一个大的戒指才能装下。这样就算末世爆发了，咱俩也可以有吃有喝。”见到自己小姨脑袋恢复正常，楚天非常欣慰。他道：“这戒指最大的也就几个体育场那么大，如果是存物资的话，倒也够用。不过你弟弟，我在恐怖世界得到了奇遇，获得了一份世界碎片，大概有6个县域那么大。不过我准备把大部分地区都留给国家，作为国家保存动植物的基地。但我会在靠近海边的地方画出100平方公里，作为我们独立的家园。100平方公里。”西会闻言，嘴巴顿时张成了 O 型，因为100平方公里是相当大的面积了。咱家以后就有100平方公里的面积了。西会顿时有一种发财了的感觉。这时，楚天带着小姨进入了桃花源，这又让的西会一惊。前一刻他们还在都市办公室内，这一刻便处在一片大自然中。此时，2人正牵手站在沙滩上，背后是茂密的丛林和青山。哇，这景色太好了！西会感叹道。他脱掉了黑色高跟，光脚走在沙滩上，惬意地吹着海风。这里就是我选好的新家，这片海岸以及周围的100平方公里都将是我们单独所有。那我得想想怎么规划我们的新家了。想想今后这里便是他跟楚天生活的地方，西会笑得很开心。第34章，君生之时，我已老。时间有限，楚天上前拉住小姨的手，而后带着她回到了都市办公室。这时，西会开始配合楚天工作了。他在楚天的指点下开始注册游戏账号，手机上传来注册成功的消息。而大约在3分钟之后，周秘书便拿来一个包裹。很奇怪，咱们公司这么晚还收到一个快递包裹，竟然是您的。周秘书将包裹留下离去。这是人类之母的杰作。打开快递，取出里面的游戏头盔，西会反复观看着，而楚天则是接过头盔，用手指将其弹得粉碎。现在他可是4级御鬼者了，弹碎一个头盔还是不在话下的。他在破碎的头盔中取出一张灵符，然后递到小姨面前。这张灵符才是关键，只要贴身放置，就可以帮你连通恐怖世界。下面你可以试着连通，并建立角色和获取天赋，但最后不要点击进入游戏。得到分区信息后，你便选择退出，否则的话，你就退不出来了，必须要4级以后才能离开。哦，西会点了点头，准备照着弟弟所说连接游戏。不过在那之前，他急忙问了一句：“你在游戏中的角色名称是什么？”天尊。知道了。西会缓缓闭上双眼，正式与恐怖世界建立连接。楚天在一旁慢慢等待。大概半个小时后，西会再次睁开了双眼，脸上则是带着得意和自信的笑容。成功了，成功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天尊他小姨。楚天。看来就算是到了恐怖世界，自己仍然逃不过这女人的掌控。特么自己直接被这女人宣示主权了。楚天又问小姨道：“你觉醒了什么天赋？还有你的鬼灵是什么等级？”天赋是D级的控水，鬼灵是 S 级的铁头女鬼。啥玩意儿？你获得了一只 S 级的鬼灵？楚天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前生因为自己小姨去世的早，也没有成为御鬼者，所以自然没有天赋和鬼灵。楚天的重生显然改变了这一切。西会觉醒了 D 级天赋，虽然不是特别高，但也算可以。一般来说，多数人都是 E 和 F， 约占 96%，D 级天赋连 4% 都不到。而小姨获得的 S 级鬼灵，那就牛逼了。看来自家小姨的安全，自己以后不用太担心了。楚天又问道：“那你被分到哪个新手区了？”正常新手区开启时是1000人，但后续还会被陆续分配进一些新人。每一个新手区的最高限额是3000。楚天很希望小姨被分到404区，那样他就可以直接照顾小姨了。游戏提示：我被分配到了1199新手区。1199吗？楚天心中了然，那不正是杜子薇要去的新手区吗？杜子薇是整个龙下仅有的3名双 S 之一，前生他的战力就超群。楚天给杜子薇发消息：“我小姨跟你一个区，之后你多多照顾。咱家小姨的角色名称，你进了游戏就知道了。”好的。而这边西会将整个公司的员工都集结起来，宣布公司就此解散，并且多发1年的工资。虽然西会知道之后这些钱没用，但至少现在能安稳住这些人的情绪。而后西会还劝大家要尝试玩一下恐怖世界这一款游戏。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公司经营的好好的，怎么就突然解散了？终于不用熬夜了。解散了所有员工后，西会像是放下了肩上的重担，他挽住了楚天的胳膊：“走，小姨带你去吃夜宵。”好的。
楚天准备好好陪一下小姨，因为二人在不同的分区，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不方便相见。你先去地下车库等我，我很快就到。西慧像是想起了什么，又突然放开了楚天。那我先去了。楚天先行告退，而西慧重新坐到自己办公桌前，他打开一个上锁的抽屉，拿出一本日记本，上面记录着从他第一天跟楚天相遇，直到现在的每一天。他将今天的内容补上，写完之后，他满意的合上日记本，准备将其收入楚天送给他的空间戒指，他会随身携带着。这时，西慧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再次翻开日记本，翻到最前面的扉页，上面写着一段话：我生之时君未生，君生之时我已老，若能与君同时生，相共天涯与海角。我已老，你却刚刚长成，这世间还有比这更折磨人的事情吗？西慧长长的叹了口气，就准备将这一句可恶的话划掉，可是他又摇了摇头，觉得不应该改变。可是世界都变了，难道我们之间就不能改变吗？西慧用力掐住笔，狠狠地将那一段扉页上的文字切除，他不想让自己再苦下去了。这一刻，西慧身上的气质瞬间改变，放下包袱的她仿佛一下子年轻了10岁。她面带微笑，向那正在等待她共进晚餐的人而去。而正在楚天陪同小姨共进晚餐的时候，那边龙国的某秘密部门却是灯火通明。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龙国的各种专家以及顶级的学者。太不可思议了，那一件可以隐身的斗篷是怎么做到的？我至今搞不懂它的原理。龙科院量子力学专家王道场说道。还有那可以让人身上伤口快速愈合的药液，这简直是医学奇迹啊！龙国医学院院长张轩说道。还有那柄长剑，我们检测过了，物质竟然不是地球上的任何一种金属，而且极度坚硬。龙国著名材料学家李默说道。还有那一枚可以实现空间存储的戒指，这简直是物理学的巅峰啊！杨荣说道。杨荣便是杨宏宇的父亲，乃是龙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就是啊，所有人都在对杨宏宇带来的东西惊叹不已。当初杨宏宇回家劝说爸妈的时候，他爸妈自然是不信的，但架不住他带回的法宝多啊。空间戒指、隐身披风、黑铁长剑、疗伤药液，每一样都是颠覆现代科学的产物。他爸爸妈妈都是科学家，在杨宏宇展示了这些之后，反而他们是最容易被劝说的那种人，因为科学家相信事实结果，而且科学也要有怀疑的精神，以前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不代表真的不存在。所以他爸妈立马带着儿子和物品找到了龙科院的周院长，而后周院长集结了龙国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对这几件物品进行研究。虽然只是初步研究，但已经震惊了所有人，他们宛如发现了新大陆。而后100多名科学家联合署名的报告书便被递到了特别大首脑手中。起初看到报告内容的时候，特别大首脑还以为是哪个科学家脑子出问题了，但他看到那100多个署名的时候，老人家顿时就不淡定了。如果是一名科学家发出这样的言论，他可以怀疑其精神问题，但如果是上百名专家学者，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难道真的有恐怖世界来袭？第35章龙国官方反应。周院长走进了会议室，所有的专家学者顿时安静。周院长道：下面有请我们尊敬的特别大首脑莅临。大家掌声如潮，毕竟这可是特别大首脑啊，哪一个不想见一见特别大首脑呢？那可是龙国的至高权威啊！身为一个科学家，最高的荣誉就是受到特别大首脑的肯定了。片刻后，一名慈祥的老者便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走入了会议室。会议室内上百人顿时安静。特别大首脑对大家笑了笑，然后挥手示意大家都坐。旁边的秘书帮他点燃了一根烟。特别大首脑吸了2口烟，而后对众人询问道：你们对于恐怖世界入侵是什么看法？此言一出，台下响起一阵窃窃私语。最后还是杨宏宇的父亲杨荣第一个站出来说话。如果是没有那几件实物摆在面前，说实话打死我也不会信。但我们都是科技工作者，向来尊重事实和证据。现在事实摆在面前，我们不得不对现有的科技体系进行重新评估。王道场道：是啊，就拿那个空间戒指来说吧，我们现在地球上的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无法对其有效解释。李默说道：我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这一切都是真的，而我们没有提前做任何准备，那将是整个龙国的灾难。是啊，众人纷纷点头。特别大首脑看了一眼大家，而后道：大家都是这个意见了。没错，众人异口同声。而周院长则是站起来建议：我建议立刻成立特殊部门，全面协调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还有那个楚天，此人是至关重要的人物，我们接下来的行动必须接受他的建议和指导。听完众人的汇报，特别大首脑开始陷入沉默，香烟在他手上静静燃烧，他甚至忘了去抽，直到整个香烟烧完，旁边的工作人员再次帮他换上一根，他才从沉思中醒过来。
特别大首脑回头问身旁秘书：“小张，现在几点了？”张秘书道：“凌晨4点，马上就要天亮了。夏天亮天比较早。”特别大首脑点了点头，而后对众人说：“事实胜于雄辩，那些超凡物品的诞生算是物证。接下来是否真的爆发灾难性事件，是进一步的证明。我记得那个叫楚天的少年预测，今早晋省西乡村的一块墓地将会有大量僵尸爬出来吧？让当地尽快疏散百姓。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再加上之前的证据，那么就可以证明恐怖世界真的要来了。好的，我这就去让人疏散群众。”张秘书走后，整个会议室陷入了沉寂。会议室侧方挂的巨大钟表指针不停移动，所有人都在等待那一刻的到来。晋省西乡村，一个喝醉的醉汉踉踉跄跄的在路上走着，不知不觉他便迷路了。而后他便发现自己走到了一处墓地，他直接靠在一个坟包旁边，大着舌头说道：“哼，老兄，出来跟我喝2杯。”咦，这地面怎么在抖？片刻之后，一个脑袋就从坟里面钻了出来。哈呀！僵尸出了口气，好奇地看着面前的醉汉。我的了个妈啊！醉汉从地上爬起便跑，一边跑还一边大叫着：“我再也不敢喝这么多酒了！”而就在这时，163只僵尸同时从坟里爬出来，和楚天说的数目一样，开始疯狂在后面追逐醉汉。救命啊！有僵尸来了，快救命啊！醉汉也不醉了，早就被吓得清醒过来。罗队长，你听，似乎有人在求救。怎么可能？这一带的村落都被咱们清空了，怎么可能还有人？罗队长，你快看！众人同时向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这不看则已，一看之下都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僵尸！众人异口同声：“快把那个群众救过来！”队员们赶紧驾驶防爆车冲到醉汉跟前，将其拉上车，而后对着僵尸一通扫射。因为现在是在地球世界，恐怖世界没有办法将僵尸复活，所以普通的武器就能将其杀死。在大量火力的覆盖下，没一会儿，这些僵尸就都被打得满是弹孔。而这些画面也通过摄像头被传送到远在都城的会议室内。众科学家目瞪口呆，他们想说一声这不科学，这世上怎么会真的有僵尸？然而僵尸就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又无法反驳。把画面关了吧。这时特别大首脑发话了，那画面实在是血腥，不适宜长期播放。这时特别大首脑再次问向众人，现在大家的意见是什么？所有人同时起立，全力以赴应对恐怖世界入侵。特别大首脑点了点头，道：“我宣布，从现在起正式成立龙国特别灾难应对委员会，所有部门都要全力配合特别灾难应对委员会的工作。至于特别部门的应对总长，就让那个叫楚天的少年担任吧。”一旁的周院长小心提醒：“这少年似乎今年才17岁，会不会太年轻了？”特别大首脑回头看了一眼周院长：“老周，你有应对恐怖世界的经验吗？”周院长摇了摇头。特别大首脑笑了笑道：“他能让我们这些人聚合到这里，并且让我们相信了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这已经说明了他的能力。要相信年轻人，龙国的未来在他们身上。”我明白了。早上，楚天是被一通电话吵醒的，他迷迷糊糊地摸起手机，点击了接听，那边立刻传来杨宏宇激动兴奋的声音：“楚哥，你牛逼了！你成特别灾难应对委员会的总长了，以后大家都得听你的。”楚天从床上坐起，揉了揉眼睛道：“你在说啥？我完全听不懂。”杨宏宇道：“你所递交的报告被官方全面相信了，官方决定组建特别灾难应对委员会，全面应付即将到来的恐怖世界入侵，而所有的部门都必须听这个部门的调动，而你便是这个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应对委员会的总长。”真的吗？楚天惊讶，没想到自己还捞一个公务员当当。不过他片刻就想起来不对，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处理政务啊，如果是将大量时间耽搁在这上面，他还怎么升级啊？第36章见大首脑应对计划。楚哥，快点的吧，特别大首脑要见你。你说什么？特别大首脑要见我？楚天震惊，之前也只是在电视中看到这位老人的身影，没想到今天要与他正面相见。你等着，我马上就来。楚天迅速从床上跳下，赶紧跑去洗漱，然后换上一套比较端庄的衣服，便又急忙出门。而此刻西慧已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早餐，甚至他还换了一套他认为最漂亮显年轻的衣服，在那儿等待楚天。弟弟，你醒了呀？西慧声音温柔甜甜的跟楚天打招呼。小姨，我有事先出去一下，你先一个人吃吧。楚天直接夺门而出，这一切给西慧整得一愣一愣的。片刻后他便气不打一处来，亏我给他准备了这么一桌丰盛的早点，他连尝都不尝一口。更可恶的是，我特地新换的衣服他竟然完全没看见。啊啊！西慧大叫2声，他简直无法忍受被这样无视。楚哥，这边！
杨宏宇早已在楼下等待楚天，见到楚天下楼，便立刻呼唤他。怎么回事啊？楚天上了车便问道。你所说的问题惊动了龙国各界专家学者，甚至还有特别大首脑。昨天上百位学者对你提出的事件研究了整整1夜，大家都很重视。最后，当今早溪乡村真的发生僵尸事件后，官方就彻底下定了决心，要成立一个特殊灾难应对委员会。现在，特别大首脑和几名委员会的主要干事正在等你，我这就带你赶过去。是这样啊？楚天了然。不过他会跟大家说清楚，他可以协助或者帮忙，至于全职处理这个委员会的事务，他是没办法做到的。这时，杨宏宇一脸苦涩地说：“我老爸也在你手下，今后我整整矮了你1倍。你老爸也在我手下吗？”楚天顿时就笑了，他安慰杨宏宇道：“等你成为一名出色的御鬼者，别人将会更加羡慕你。希望是这样吧。”杨宏宇一边开着车一边说道。没一会儿，杨宏宇便带着楚天来到了一个隐秘的大院。大院的门口有荷枪实弹的警卫守护着，怎么看都知道这一处院落不一般。车子停好，张秘书早就在那里等候，见到楚天下车，他便上前恭敬地打招呼：“是楚天先生吧？特别大首脑已经等你很久了。这位是张秘书。”杨宏宇介绍道。“张秘书你好。”楚天跟张秘书握了握手，表示友善。“这边请吧。”张秘书在前面带路，楚天和杨宏宇在后面跟着。“楚哥，今后小弟就都靠你罩着了。”杨宏宇轻声对楚天耳语。很快，楚天便被带到了一间茶话室，那里正中端坐的正是特别大首脑，他手中夹着一支香烟，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见到楚天到来，便对楚天点了点头。而楚天则是恭敬的对老人家行礼。老人家日理万机，整日为龙国操心操肺，理应受到民众的尊敬。屋内的其他几人也纷纷向楚天点了点头。这里面除了杨宏宇的老爸之外，楚天一个都不认识。龙国大首脑介绍道：“杨荣院长你认识，至于这几位分别是龙科院的周院长，这一次他将是你的副手。另外的2位分别是著名量子力学家王道场教授、著名医学家张轩、著名材料学家李默，他们都将一同辅佐你。”楚天道：“大首脑爷爷，恐怕晚辈无法抽身来处理应对委员会的具体事宜。晚辈有幸觉醒了不错的天赋，获得了不错的鬼灵，所以为了更好的保护龙国，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努力晋升。是这样吗？”特别大首脑略略思索，很快便做了决定。那这样好了，你总揽全局，给出指导意见，具体的落实交给周院长他们吧。你看这样可否？说到最后，特别大首脑亲切地看向楚天。如果是这样，那就没问题了，我愿意全力协助完成这项工作。楚天说道。这时，特别大首脑突然问道：“那些进入游戏就昏迷的群众是怎么回事？”身为特别大首脑，他最关心的自然是民众的安全情况，所以他首先问。官方对全国大规模昏迷事件自然进行了调查，然而却毫无结果。医学界也对此束手无策。楚天道：“这是人类之母设置的限制，等这些人晋级4级御鬼者之后，才有权利从游戏中随时下线。”一旁的杨宏宇问道：“那这么说，楚哥，你是第一个晋级4级的了？”楚天道：“那倒不一定，我是404区，明显前面还有一大批比我先进入游戏的，所以应该早有人已经有权限。而且每个人的天赋特点不同，有的天赋的确进展很快。”楚天就知道龙国另一位 S 级天赋者晋级速度就很快。原来是这样啊！知道这些进入游戏而昏迷的人都无恙，特别大首脑也就放心了。他随即吩咐道：“号召大家为那些进入游戏而昏迷的人注射营养液，以让他们可以坚持更长的时间。”好的，特别大首脑，张秘书说道。而吩咐完这一切，特别大首脑便离开了会议室。毕竟大的方向已经落实，他也不可能什么都亲自过问。这时，周院长问道：“楚天先生，不知我们特别灾难应对委员会接下来具体工作应当如何进行？”楚天道：“首先，官方要取消禁止民众进入恐怖游戏的通告，要让更多的人进入游戏，这样才能产生更多的御鬼者。可以编造一些如同这是真实的虚拟现实游戏等说辞。至于进入游戏就昏迷，这更能说明人的意识与网络良好连接，只不过不晋升到入门等级之前，无法离开游戏。”周院长道：“这个好办，之后我就通知宣传部门，全力对此事进行宣传。”楚天继续道：“第二点就是从全国内选拔精英，批量培训进入恐怖世界游戏。我们培训的人绝对比没有经过任何培训的人更加适合恐怖世界，即便他们觉醒的天赋低一点，成就也不会太差。毕竟普通的都市青年学过格斗术的都没几个，更何谈跟鬼怪战斗。”周院长道：“这一点军方早已经做了决定，准备组建一支特殊部队，成建制的进入恐怖游戏，就是不知训练计划该如何制定。”第37章游戏攻略特别部队。
楚天拿出一份游戏攻略以及他早已写好的计划书。周院长请看，一切都按我这份计划书就好。还有游戏攻略，上面记录了常见的鬼怪特性和弱点。周院长接过2份文件，几名专家同时看去。幽灵特点怕光，所以可以用手电筒或火把光照，都能大大减弱幽灵力量。饿死鬼对食物有着绝对的贪婪，战斗时可以抛出食物进行引诱，它最薄弱的地方是脖子。暗狼战斗主要依靠嗅觉判断，可用臭味喷雾对付，如若没有专门的臭味喷雾，可用治疗气管炎的附露式喷雾代替，此喷雾极臭。僵尸、白银、大蒜、黑狗血都有克制僵尸效果，但建议用方便携带的大蒜喷雾，在遇到僵尸类鬼怪时，只需在自己的剑上喷一层大蒜喷雾，武器的效果就会指数级上升。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啊。是啊，如果提前掌握了这些第一手资料，那么进入恐怖游戏必然将会无比顺利。几位专家都连连感叹。他们继续看计划书，只见上面注明了人员的具体训练方法以及各种注意事项。这些楚天整理出来，并没有公之于众，但理应交给国家。在保密工作方面，官方有着很成熟的经验，他也不担心会被外传。楚天继续道：另外，还可以组建一个35人的特别小队。我手上有35套黑铁级装备，就是之前你们在杨宏宇那儿见识的那种。我刚好还剩35张回家探亲符，回家探亲符可让人带着物品在2界穿行，这样就等于我们最初时就可以有一支35人的成建制小队，带着装备进入游戏。这样大家初始阶段就有了全套装备，是碾压其他人的存在。楚天将35套黑铁装备释放，还有35张回家探亲符也同时交给周院长他们。太好了，有了新手攻略，再加上这35套装备，我们华夏的战力将有质的飞跃。会议室中的众人都纷纷露出欢喜神色。楚天道：另外，恐怖世界入侵将会给生态系统毁灭性打击，全世界 99% 的动植物都将死亡或者变异。为了延续人类文明，我们必须将现有的地球动植物进行保存。杨荣道：那我们该如何保存呢？楚天直接将众人拉入了桃花源。刚才的环境还是办公室，这时却变成了一幅大自然风光，让得众人一阵惊讶。楚天道：这是我在恐怖世界得到的一件法宝，名曰桃花源，其实就是某个世界的一块碎片，大概有6个县域面积大小，而6个县域的气候环境各不相同，从极地气候到热带气候全都有。我愿意将桃花源贡献出来，作为龙国保存动植物的场所。我只需要在海边保留100平方公里，作为我的私人住宅就好。太好了！众人都没想到，竟然有这样神奇之物。那即便是地球发生再大的异变，地球上的各种物种也能得以保存。楚天道：只是可惜，地球上的物种数以亿计，仅剩不到40天，是不可能将所有物种都保存进来的。毕竟，这将是一个极度庞大的工作，就算我们全力以赴，估计也很难完成。楚天无奈地摇了摇头，看来注定地球上要有好多动植物灭亡了。而几位专家却是互相看了一眼。王道场道：只要将龙国滇省的种植中心转移进桃花源，地球上绝大部分植物就都被保存了。滇省种植中心？对于众位科学家的话语，楚天和杨宏宇一脸不解。张轩解释道：早在2019年，咱们龙国为了应对未来可能爆发的不确定灾难，就在滇省建立了种植中心。在设想中，在地球爆发巨大灾难之后，生态环境受到毁灭性打击，那么想让人类重新建立起文明，各种优良植物的种子就必不可少。即便是科技再先进，即便是人类掌握了转基因技术、基因干预技术，也无法自行合成制作一个胚胎。每一个动植物的胚胎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都是无价之宝。所以当时国家意识到这一点的紧迫性，就决定提前建设一个种植中心，将地球上已知的所有植物种质尽可能的保留进去。经过数年的收集，种植中心收集的种质基本涵盖了龙国和地球上的绝大多数植物。楚天道：也就是说，其实只要这个种质中心不毁灭，人类文明就可以继续延续。周院长点了点头，差不多吧。所以接下来就以滇省的种植中心为核心，再结合大量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农业学家，把桃花源打造成未来龙国的动植物基地。太好了！让楚天没想到的是，其实官方早就对末日爆发有所准备，竟然提前就对各种植物的种子进行了储存。而有这座种质中心的存在，显然地球上的植物可以被尽可能的保存。不然的话，就算楚天开放桃花源，地球上也将有大量植物灭亡。毕竟仅仅几十天的时间，根本不可能把所有的植物都收集齐全。然而人家种植中心多年前就开始干这个工作了，只需要将他们收集的种质全部转移到桃花源播种即可。而桃花源又刚好有各种气候，适合各种植物播种，这简直是完美组合。之后，楚天又跟龙国各界人士探讨了一些细节，最后他将混沌卵从桃花源取出，
暂时将桃花源的管理权交给龙国官方。楚天看了一眼时间，已经下午4点多了。他道：“周院长，我现在有3个小请求，不知官方可不可以满足我？”周院长道：“楚先生尽管说，你现在可是特别灾难应对委员会的总长，现在整个龙国所有部门都会全力配合你的工作。”楚天道：“我需要一架飞机去一趟龙国西部边界，另外我还需要一枚勋章，我要到龙国西部边陲，专程为一名老兵授勋。第3件事就是麻烦在飞机上给我准备1吨饭菜，我要饱餐1顿。1吨饭菜？前2个要求周院长没觉得有什么，可是最后这一个要求着实让周院长惊讶不轻。有谁吃饭是论吨的啊？因为楚天有天赋吃1吨的能力，所以不必如别人那么麻烦，老是反复下线补充食物。他可以一次性吃1吨，而后坚持1个月。杨荣道：“老周，你就按照楚天小兄弟说的办吧，毕竟恐怖世界都要来了，还有什么是值得惊讶的吗？”周院长点了点头：“那好，我马上帮你安排。”第38章守护边疆的老人。楚天离开了龙科院的办公室，今后楚天将对特别委员会随时进行指导。不过为了不影响楚天，双方约定的方式是让人代劳传话。官方决定让雷动3000和黑山给楚天传递消息。楚天没想到这2名跟自己同区的玩家竟然警方派入游戏调查民众昏迷原因的人，只可惜他们在进入恐怖游戏之后也昏迷了过去。现在在楚天这得知，其实这不是昏迷，只是游戏限制不晋升4级不能下线，所以官方决定正式启用2人，今后由这2人内外传递消息。没过多久，一架军用运输机便停到了楚天面前。而这时楚天突然收到消息，是杜紫薇发来的：“我已经说服家人，全力为恐怖世界游戏造势。接下来直到恐怖降临之前，我的家族都会大力宣传这款游戏，争取拉更多的龙国民众进入。郭子琪已经进入游戏了，我马上也要进入游戏了。”“好的，一路顺风。”楚天回了一句，而后回头看向杨宏宇：“杜紫薇已经进游戏了。”杨宏宇道：“接下来外面的事情应该用不到我了，那我也尽快进入游戏吧。你也一路顺风。”告别之后，楚天便看着杨宏宇驾车离去，而他则是登上了新调拨来的军用飞机。塔县，楚天说出一个地址，这架飞机的驾驶员都是一愣，奇怪这位大佬为何会去这么偏远的地方。不过他还是依照楚天的吩咐行事，飞机很快起飞，直奔西部边陲的一座小县城。这里居住着一位老者，1969毛熊国分别从东部的珍宝岛和西部的塔县对我边防进行试探性进攻，目的是测试一下华夏的实力，如果华夏不堪一击，那么就可以发动数百万大军长驱直入了。幸好当时我方顶住了压力，才让毛熊知道龙国再也不是曾经那个积贫积弱的龙国，想如曾经那样轻而易举的就获得龙国土地，那是不可能的了。不过69这次2个方向的试探，东部打得很顺，因为东部有河流阻隔，还有重武器配合，而西部当时我方错估了形势，仅有100余人拿着轻武器阻击敌人，而对方却出动了300多人，再加上6辆坦克和飞机大炮的辅助。即便是这样，我们的这一个步兵连仍然连续击退敌人进攻，最后68人阵亡在祖国边陲。而楚天要去见的人，正是当年参加过这场战役的一名老兵。这位九旬老者，因为他好多战友都死在了边境线上，所以在退伍后就没有离开这里，而是成了边疆上普通的一名牧民。这位老者正是龙国仅有的3名顶级 S 强者之一，他名叫秦泰安。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在公路上缓慢降落。这是一架军用运输机，所以不用特定的跑道，就算是简易的土路也能起降。楚天走下机舱，看着1里之外的帐篷，感慨又要见到这位前辈了。前生楚天并没有那么伟大，一开始就想着报效国家。他本想带着自己的 S 级天赋，慢慢在末世苟着。当时正是这位老人感动了他。老人虽然一把年纪，但那种热血，那种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舍弃一切的信念，让当时的楚天无地自容。楚天也是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的良好青年，难道还会不如一个净白老人？楚天迈着坚毅的步伐，向着不远处的帐篷走去。这是一座典型的哈萨克式的木包，帐篷本身是用毛毡制成的，还是非常暖和的。当楚天走进帐篷的时候，迎面碰到一个老妪。你是？老妪对突如其来的少年感到惊讶，毕竟他们这偏远的牧场可从来不会来客人。楚天道：奶奶，我是秦老的，我们认识。他是想说自己是秦泰安的挚友，但想想不对，毕竟自己一个17岁少年，如何跟一个90岁的老大爷是挚友？哦，老妪打量了一下楚天，你竟然和我家老头子认识？楚天点了点头，请问秦老呢？就在这帷帐后面。说话之间，老妪掀开了一个布帘，那正是楚天昔日的战友秦泰安。楚天道：他还没醒吗？老妪道：醒了，
只是吃了点馍馍，又喝了点牛奶，又睡过去了，嚷嚷着不能耽误时间，他要赶着去保卫龙国。看来秦泰安已经知道游戏真相了，不过他醒过一次，说明他的等级至少在4级以上。楚天问他是何时醒来的，老妪道大约12小时前，他说今后每24小时都会醒来吃一次东西，让我准时给他准备。楚天原来是这样啊。老妪，小伙子，快进来坐吧，我给你煮奶茶。只是太不巧了，要让你再等12个小时，我家老头子才能醒过来。不了奶奶，我这次来是代表国家给秦老授勋的，这枚勋章您拿好。楚天将之前专门定做的勋章送到老妪手中，这勋章上面是一把斩鬼剑，将一个小鬼刺死在地面的图案，这是官方按照楚天的意思设计的。今后恐怖降临时，凡是那些为国家流汗流血之人，都会获得这种勋章。老妪接过勋章，有些茫然，首脑是不是搞错了呀？我家老头子年轻的时候的确立过功，但当时已经给过勋章了呀。老妪就要将勋章送还给楚天，而楚天则是捧着他苍老的手，又将勋章塞了回去。以前的功勋是以前的，这枚勋章是秦老新得的，您快帮他收好吧。好吧。老妪终于将勋章收了起来。这时楚天又拿出2个信封递给老妪，奶奶，等秦老醒的时候，您将这份游戏攻略还有这封信交给他。楚天并没有给秦泰安留黑铁装备，毕竟装备有限，给了龙国官方35套，让他们组建特别小队，剩下的5套给了自家小姨，还有几个前生好友。至于秦泰安，他有 S 级天赋和 S 级鬼灵，而且他还是001新手区，是第一批进入游戏的人，所以他根本用不到楚天的装备，只要他拿到楚天写的游戏攻略便足矣。第39章，我给你碗脚，你洗手了吗？好的，我一定转交给他的。老妪接过楚天的游戏攻略和信件，并将其收好。那我就先告辞了。见过昔日老友，外界的事情基本了结，楚天准备回家再次登录游戏。年轻人，你说我家老头子是不是脑袋出问题了？他这个年龄还能为国家做什么？老妪突然叫住楚天。楚天微笑着答道，奶奶，秦老可是咱们国家的宝，不然我也不会开着军用运输机专程来看他，还给他送这一份奖章。这时老妪慎重地看了看手中的勋章，对楚天重重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楚天乘坐飞机离开了这个不起眼的木包，没人知道这里将会出现一位对龙国至关重要的人。楚天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半夜10点，他轻手轻脚地进入房间，换好鞋子，悄悄地溜进小姨的房间。这一次再次进入游戏，楚天可能就很少出来了，所以在正式进入游戏前，他要看一眼自己小姨，算是做一个短暂的告别。楚天悄悄地走到小姨床边，那被子鼓鼓囊囊的，他缓缓地掀开被子一角，人呢？被子下只是一个枕头，除了小姨的体香传来，其他就什么也没有。你回来了。突然之间，楚天身后传来一个温婉的声音，这让楚天一个机灵。他回头看去，小姨正穿着黑色丝袜和短裙，光脚站在不远处。她那丰腴的身段在微弱的光线下显得格外美丽。不过让他诧异的是，这一次这女人的脸上竟然没有要训斥他的意思。呵呵，小姨，你还没睡吗？楚天尴尬地搔了搔头，笑着说道，我在等你啊。西慧淡淡地说，眼中似乎在闪动着什么。等我？楚天有些诧异，不过他瞬间了然，是跟我谈咱家家产变卖的情况吗？西慧道，家产已经基本变卖完毕，虽然因为急着出手亏了不少，但总算全部出手了。我已经将全部家产，还有你给我的那5亿美钞，全部换成了各种生活物资，现在都在一座郊外的仓库内存着。这是仓库的地址和取货码。太好了，小姨真是太能干了。楚天淡淡道，他用手机拍了一下那地址和取货码，而后发给周院长他们。楚天的桃花源要暂且留给周院长他们，以便他们将大量动植物转移进去，所以这些价值不菲的生活物资便要麻烦周院长他们帮忙存入桃花源了。那小姨这么晚等我，就是为了这事？西慧平静地摇了摇头，不只是为了这事，我还有别的事情。楚天诧异，那是什么事情？这时西慧突然伸出一只丝袜美足，我给你玩脚。楚天大为惊愕，这什么情况啊？原来是这事儿啊。楚天一拍额头，突然想起了他的糗事。还记得去年和小姨一同逛街，很多穿着黑丝和高跟的女性在他面前走过，顿时吸引了处在青春期的他的目光，而这一切竟然被小姨看在眼里了。当时小姨就笑着拍着他的肩膀说，不错嘛，我家弟弟长大了。这样好了，如果今年你期末考能得到全年组第一，那小姨就给你玩脚，你看怎么样？楚天听得热血沸腾，毕竟他跟西慧之间本就没有血缘关系，于是他努力应付期末考，果然如愿以偿的拿到了全年组第一。然后他找小姨兑现诺言。
只见小姨媚眼一横：“你想找死吗？没大没小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时他才知道，特么自己这是被骗了呀，而且还不能有抱怨的那种。看着那伸出的裹在丝袜下的纤纤美足，楚天不禁嘴角一僵。去年我还小，胡闹的，今年我长大了。的确如此，现在楚天两世的年纪加起来都快100岁了。变卖家产走了1天的路，我的脚好痛啊，要不弟弟就帮我按摩一下吧。西慧突然懒洋洋地半躺在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脚尖，这是全力维护了楚天的自尊心。这样表达并不是楚天想摸脚，而是对方脚痛了，让楚天按摩一下而已，就只是按摩。哎，楚天也坐在了沙发上，西慧顺势横过身子，以方便楚天为其按摩。此处省略若干字。最后，楚天陪西慧一起共进晚餐，这时他才发现西慧早已为他精心准备了一桌饭菜，而且全是他爱吃的。这个女人真的是将最好的青春都浪费在抚养自己身上了。好了，可以开饭了。西慧将饭菜在微波炉重新热过，然后重新端到桌上。真的是太好了！楚天迫不及待就要去抓馒头，而他的手却被小姨一把打开。你洗手了吗？刚摸完脚，我觉得没有味道啊。那也不行，有细菌的，快去洗手了。哦，楚天跑去洗手，之前的优美触感，此刻仍然令他难忘。洗过手后，两人共进晚餐。餐后，两人便准备进入恐怖世界游戏。二人都再次清点了一下随身要携带的物资，而后存入空间戒指。就要再见了呢。西慧有些恋恋不舍，楚天则是伸出手来，这2个4阶鬼盒给你。这2个鬼盒一共蕴含1000点阴气，可以帮你直接晋升2级还有余。但恐怖世界危险，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实力和底牌。好的，我最可爱的弟弟，我知道了。西慧将鬼盒收好，两人各自进入自己房间，准备各自进入游戏。终于又要进入游戏了，因为已经做了充足的食物跟水的补充，所以楚天可以很长时间不再出来。他将回家探亲符还有连通恐怖世界游戏的灵符贴身放置。请问是否进入游戏？进入。楚天点击了进入游戏，而与此同时，楚天卧室的门被悄悄打开一条缝，西慧的脑袋缓缓探进来。他看到楚天半天不动，便知道他真的进了游戏，于是乎胆子便大了起来。他大摇大摆地走到楚天跟前，对着楚天就亲了一下，而后顿时他耳根直到面颊一片通红。我是在做什么？西慧内心惊叹一声，然后急忙跑出楚天的房间，出去的时候还将门关紧。第40章鬼灵孵化。主人你好。楚天睁开双眼，便感受到了身体上的压力。他再次回到安全区的方丈室，他收起隐身斗篷，走到门前，透过窗户纸向外看去，只见有精灵人正在为他巡逻，而且这次巡逻的还是茉莉。看来这里应该没有人打扰过。楚天又看向门口设置的8根绳索束缚，有5根绳索仍然挂在房梁，但有3根已经落到了地上，说明这3根启动过。竟然有人进过这房间。楚天顿时皱眉，需要3根绳索同时发动，说明进来的不是普通人，而是那几名 C 级玩家之一。现在他已经知道了，雷动3000和黑山都是警方的人，是他未来的助理。那么能进这房间的就只剩1个人，白焰狼。找死！楚天目露凶光，不过他决定先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他倒要看看这个白焰狼还能闹出什么幺蛾子。这次白焰狼并没有得逞，因为另外的5条绳索并没有发动，说明他中了3条绳索束缚后就急忙挣脱逃走了。这时楚天打开新手区排行榜查看，第1名天尊4级，第2名雷动3000 3级，第3名白焰狼3级，第4名我是小狐仙3级，第5名黑山3级，第6名修罗场3级，第7名宫野炼3级，第8名广木天王3级，第9名黄沙行3级，第10名吕凤仙3级。楚天发现玩家前10名已经全部进阶3级，至于其他玩家也基本都进阶2级，仅有少数玩家还停留在1级，但也都在晋级的边缘。似乎就只有一名叫诸葛武侯的玩家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楚天取出混沌卵，准备将其孵化。应！再次见到主人，混沌卵无比高兴。好了宝贝，马上就让你出来了，请问是否孵化您的鬼灵？孵化。楚天点击了孵化，鬼灵孵化正式开始。这时混沌卵脱离楚天的怀抱，缓缓飘向半空中，散发灿烂的金色光芒。从外面观看，就如同整个房间都燃起了一团金色火焰。这是主人的鬼灵要孵化了吗？在院落巡逻的茉莉惊得目瞪口呆，她是本地土著，所以并不是一个无知者，也知道部分关于鬼灵孵化的传闻。
但却没有听过这等散发金光、产生这等异象的。鬼灵孵化进度10%、20%、30%，混沌卵的蛋壳开始出现裂痕，更浓重的金光从混沌卵上散发。那金光如同彩霞，透过窗子，透过墙壁，映照在天空。整个灵山寺都目睹了这样的奇观。天空之上，宛若有金色的光芒绸带在舞动，而地面之上，强大的气流奔涌，几乎每个待在安全区的玩家都被吹得衣襟狂舞。天哪，这到底是怎么了？快看这天空，好大的气场啊！似乎这气场是从后山方丈室传来的。不是说天尊在那里闭关下线吗？难道说这是天尊的鬼灵要出世了？实锤了，就是天尊的鬼灵出世。他在下线之前就已经4级，有了孵化鬼灵的资格，只是因为当时下线他没有孵化。估计现在天尊再次上线了，他选择了孵化鬼灵，但他这鬼灵也有点太强大了吧？我有向 NPC 精灵人们打听过，他们没说鬼灵孵化会有这等异象啊，这鬼灵一定不一般。这时，所有人都得出一个结论：天尊即将孵化的鬼灵将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存在。虽然他们不知道天尊的鬼灵是何等级，但他们敢保证，绝不是他们能比的。孵化进度70%、80%、90%。轰！一声地动山摇，随着蛋壳破裂越发严重，而强大的气场影响范围也愈广，整个灵山寺所在的山脉都在晃动。而混沌卵散发的金色极光已经覆盖了整个404星守区，无数的鬼怪四处奔逃，而待在灵山寺的玩家们无不战战兢兢，就仿佛此刻天空中有一双血红大眼在注视着他们，仿佛他们只要跟那双大眼对视一下，便会立刻死亡。这是发自灵魂的恐惧。天哪，这也太恐怖了吧！这天尊的鬼灵也太强大了吧！而与此同时，分散在远处的玩家们虽然受到的波及小一些，但那漫天的金色极光仍然让他们震撼。他们纷纷惊叹：有人孵化鬼灵，极光竟然能覆盖整个404区，这也太牛逼了吧！这什么情况啊？于是乎，众人赶紧在论坛发消息求证，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一个重磅消息传来：天尊回归，天尊的鬼灵正在孵化。天尊回归了，而且他还正在孵化鬼灵，但这动静搞得未免也有点太大了。到底是什么样的鬼灵会产生这样毁天灭地的气势？该不会是 S 级的鬼灵吧？具体没人知道，但看这气势绝对超过 A 级，应该是 S 级无疑了。孵化进度97%、98%、99%。虽然外界被清绝女皇孵化的气势压得胆战心惊，但其实室内的楚天却截然相反。他处在清绝金色光芒照耀中，感觉无比舒适，仿佛每一个细胞都在被金色光芒洗刷着，仿佛身处在金色的天堂。而在混沌卵孵化到99%的时候，他感觉自己跟清绝仿佛是一体，呼吸同步，心跳同步，脉搏同步，仿佛他的一个意念就可以被清绝知晓，而清绝的一个意念他也可以知晓。孵化进度100%。轰！蛋壳破裂，一声巨大的震动遍布整个404区。随着碎裂的金色蛋壳化作点点荧光，一个金色光芒包裹的身躯渐渐显露在楚天面前。他有着金色的头发，金色的眼睛，他身上散发金色的光芒。他穿着一件金色的裙袍，手上、脚上、脖子上都是黄金加宝石的配饰。他张着双臂，屹立在那里，犹如一尊出尘不染的女神。女神是光着脚的。公告：404星守区第一个鬼灵被孵化。公告：奖励玩家天尊5000点阴气，白银级道具流霞锦靴。随着强光散去，女神缓缓降落地面，她的脚下出现一朵金色莲花，将她接住。而后，她每向前走一步，脚下都生出一朵金色莲花。就这样步步生莲，清绝女皇缓缓走到楚天面前。而随着清绝临近，楚天则感觉一阵香气迎面压来。主人，我们终于见面了。清绝向楚天行屈膝礼，优雅而又端庄。第41章，清绝女皇，差距这么大呢，我终于见到你了。看着面前完美到没有丝毫瑕疵的清绝，楚天心中狂喜，这可比自己前生获得的血色鬼娃要友善多了。楚天调出清绝的信息查看，鬼灵清绝女皇，等级4级，鬼灵与主人等级同步，力量320，与攻击、打击、爆发有关，体力320，与防御、负重、持久有关，敏捷320，与速度、灵活、平衡有关，感知320，与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有关。天赋 SSS 太阳花，一种在鬼怪体内生长，最后将鬼怪吞噬的诡异植物。天赋 SSS 战神金光，发动战神金光之后，战力再次飙升2星。战力评估7星出奇。卧槽，不是吧？清绝的4维属性竟然全都是320，
这真的让楚天震惊了。同样是4级，楚天的4维属性全都是160加，要加上道具和技能才能再次有所增加。然而青爵的4维属性指标竟然清一色全都是4级，最高320，而且他的战力评估竟然是7星，竟然比我还高1星。其实楚天的战力评估就已经很变态了，毕竟他才4级就战力评估6星出7了。然而青爵的战力评估更加离谱，竟然有7星那么高。更主要的，青爵还有2个 SSS 级天赋，一个太阳花，而另一个战神金光，爆发时还能再让他战力提升2星。那岂不是说在爆发战神金光的时候，我的青爵拥有9星战力了吗？一个区4级御鬼者驾驭一个可以有9星战力的鬼灵，这是正常人做梦都不敢想的。这时楚天欣赏地看向他的青爵女皇，一是欣赏青爵的美貌，二来自然是欣赏他的强大战力。青爵，就让我们一同去打天下吧。好的，主人，遵从您的命令。收了门口的绳索束缚陷阱，楚天打开房门。主人，您终于出关了。见到楚天的一刻，茉莉欢喜无量，她优雅地向楚天一行礼。这些天辛苦你了。微微一笑，楚天对茉莉露出一个肯定的表情。茉莉见此则是非常欣慰，似乎这些天的辛苦守护都是值得的。这时茉莉才看到楚天身后之人，她顿时惊得嘴巴可以塞入鸡蛋。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女子？难道说这就是主人大人的鬼灵吗？这也美得有点太犯规了吧。精灵族本来就出美女，更何况茉莉是精灵人中的翘楚，更是少有人能及。然而论相貌，此刻茉莉却自惭形秽，觉得根本无法跟自家主人的鬼灵相比。楚天道，这是我的鬼灵青爵女皇。茉莉先是一阵呆愣，而后她敏锐地注意到了楚天看向青爵的目光很不一般，这让茉莉感觉心中酸酸。她可以确定主人是喜欢自己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她也因此引以为荣。然而喜欢和爱还是有区别的。茉莉在楚天看向青爵的目光中看到了超越了喜欢的浓浓爱意。茉莉见过主母。茉莉低下头恭敬行礼，主动摆正自己位置。虽然心里有些难过，但茉莉还是很有分寸。能这样留在主人身边侍奉主人，能经常看到主人，我就已经很满足了。茉莉如是想着，静静地等待青爵女皇解除她的行礼。然而青爵却没有发出任何回应。茉莉心中一冷，这个主母这么难相处的吗？楚天道，茉莉你不要在意，青爵并不是针对你，是他的灵智没有完全恢复，刚被孵化的鬼灵一般都没有灵智，青爵一诞生就有部分灵智，已经很难得了。是这样吗？茉莉总算松了口气，她直起了身子，上前拉住青爵的手。我以后可以叫你姐姐吗？听到这个问题，青爵思维宕机几秒，眼中露出迷茫神色，就像是他并不知道姐姐是什么含义一样。不过片刻之后，他还是轻点了一下头。太好了，我今后就叫你姐姐了。茉莉欢喜说道。而楚天则是尴尬地摸了摸鼻翼，似乎这辈分越来越乱了。青爵是自己老婆，茉莉是自己女仆加干女儿，而茉莉又管自己老婆叫姐姐，这关系怎么会这么混乱啊？算了，不要硬把关系都捏合到一起，反正各论各的就是了。茉莉道，爸爸大人，女皇姐姐她太漂亮了，不仅全身肌肤散发光芒，还足下生花，这样她走到哪里都太显眼了，能不能帮她收敛一下呢？也是。楚天略略凝眉，也发现这是个大问题。青爵实在太美丽了，美到让所有男人见了她的真容都会忘乎所以，这种程度的美丽显然太显眼了，走到哪里都不方便。让青爵穿上鞋子，再定做一个面纱吧。楚天想起了刚才奖励道具流霞锦靴，从空间取出，将其放在青爵脚下。穿上试试看。楚天说道。青爵应了一声，开始操作，样子呆呆傻傻的。没办法，刚被孵化的鬼灵就是这样。不过现在的他倒是傻得可爱。青爵将玉足伸入鞋内，这时原本他足下的金色莲花也跟着穿上鞋后消失不见。原来你的步步生莲是一种鞋子吗？楚天看着青爵的脚。青爵呆头呆脑地答道。这时楚天打开通讯表，而后联系小狐仙，我要定做服装道具。哇，天尊大大的鬼灵孵化了吗？真的是太好了。楚天道，给我定做1件面纱，多做几件吧。小狐仙道，好的，1刻钟就好了。具有天赋能力的人自然跟正常的裁缝不同，他们发动天赋之后往往速度很快，只是要担心材料的问题罢了。楚天静静地等着小狐仙往上交易物品。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片刻之后，小狐仙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小狐仙竟然送货上门了。你怎么来了？楚天问道。哈哈，我来看天尊大大的鬼灵啊。哇，大大的鬼灵好漂亮啊，这是仙女下凡吗？
怪不得大大要定做面纱呢。仙女姐姐的确太漂亮了，出门的确戴一件面纱更合适，不然的话，恐怕要引起骚乱呢。No， 这就是你要的面纱，5条不同颜色的。5条面纱被递到楚天面前，楚天随意选了一条白色的给清绝戴上。那一刻，隐士侠女的气息扑面而来。不过，清绝的面容虽然被遮掩，但容颜仍然倾城倾国，只是没有那么惊世骇俗了，至少出门不会引起骚乱了。而小福仙和茉莉则是对清绝的相貌羡慕不已，同是女人，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不好了，天尊老大，2只4阶的变异僵尸葵突然出现在安全区门口，你快去看看吧。一个玩家突然慌张跑来。哦，楚天眼露杀光，他想起了在他下线之前曾经苦战一只变异僵尸葵，没想到这次竟然还一下子来了2只，正好他可以用这2只变异僵尸葵试试自己鬼灵清绝的厉害。第42章恐怖清绝。爸爸大人，楚天道，安全区附近全是一阶鬼怪，怎么会有4阶的僵尸葵突然跑来？来搬救兵的宫野炼道，刚才你孵化鬼灵时的异象造成了鬼怪暴走，不少鬼怪都跨越了自己原来的区域，估计这2只僵尸葵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来到安全区附近吧。是这样啊。楚天顿时了然，的确他刚才孵化清绝的时候动静闹得有点大。宫野炼道，这2只变异僵尸葵就堵在门口，只要我们进出就会被攻击，现在大家根本无法出门了。留在安全区的本来战斗型玩家就少，别说4阶鬼怪了，就是2、3阶我们也没把握。然而这只不仅是4阶，还是一只4阶变异鬼怪，所以无奈之下，大家也只好请大佬您出山了。真是找死的鬼怪！楚天眼露凶光，跟随宫野炼向前山走去。灵山寺前门，一只变异僵尸葵在不远处游荡，而另一只则是对准正门，时而发出一发口水炮弹。轰轰轰！虽然变异僵尸葵无法进入安全区，但这样的轰击也让不少玩家胆战心惊，更有玩家感觉无比憋屈。堂堂遇鬼者被鬼怪堵在家门口，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啊！然而想想面前鬼怪的实力，又顿时泄了气。那可是4阶鬼怪，而且是4阶中最顶级的变异僵尸葵啊！他们就算想与之一战，也只能惨死罢了。大家快让让，天尊老大来了！众人回头望去，果然天尊驾到。天尊的身旁跟着一个戴着面纱的女子，她面纱遮掩下的容颜若隐若现，就只是这若隐若现就已经绝世，可想而知她若摘了面纱，将会何等惊艳绝伦。想必这就是天尊大人的鬼灵了。楚天带着清绝赶到，果然正有2只变异僵尸葵嚣张堵门，甚至还有一只不停地对准灵山寺正门喷口水炮弹。这还能忍？清绝，灭了这2条变异僵尸葵。楚天冷冷说了一句：“遵命主人。”清绝的身子嗖地出门，这速度太快，刹那便来到喷弹的鬼怪面前。他轰的一拳打在地上，大地碎裂，无数碎裂的土块飘起，而跟随大地同时碎裂成块的还有变异僵尸葵的躯体。而此刻清绝女皇的拳头下已经形成一个数丈大坑，这一拳太恐怖了。您的鬼灵清绝女皇击杀一只4阶变异僵尸葵，获得2000点阴气，太恐怖了！众人一个个目瞪口呆，他们甚至还没回过神来，人家就已经将鬼怪解决了，就只是一拳啊！众人无可奈何的4阶巅峰鬼怪就这样被人家轻松一拳搞定。众人看向那地上被清绝女皇打出的巨大深坑，一个个都不禁脊背发凉。楚天对自己鬼灵的实力很满意，不愧是 SSS 级的鬼灵，面对变异僵尸葵仅需一拳。女神小心啊！众人同声提醒道。这时另一只变异僵尸葵见到同伴死去也冲了过来，而清绝只是优雅的素手一撩，一颗发光的种子被他抛出，而后钻入了变异僵尸葵的体内。这时变异僵尸葵的肚子急速肿胀，而后肚子破开，从里面钻出一只诡异的花朵，花朵张开花萼巨口，将变异僵尸葵整个吞噬。您的鬼灵清绝女皇击杀一只4阶变异僵尸葵，获得2000点阴气。众人愕然，2只变异僵尸葵就这样搞定了？难道这就是差距吗？全场鸦雀无声。女神无敌！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句，之后大量的女神无敌口号便在人群中响起。太阳花有1人高，2根根须当腿，用2片枝条当手臂，她的脑袋犹如一只向日葵，的确是很像一个太阳。这时太阳花迈着她的2条根茎走向灵山寺正门，周围众人都自觉后退。这诡异的花朵破开鬼怪肚子而出，他们可不想被太阳花钻入肚子啊！太阳花走到清绝跟前，身体化作流光，而后凝结成一颗种子，落入清绝纤纤玉手。给你主人。清绝将那种子递给楚天，楚天接过。您获得了一颗太阳花种子，品种为变异僵尸葵。注：平时您可让太阳花充当仆人。注：
在不同鬼怪体内种出的太阳花会保留那个鬼怪的等级和能力，是这样吗？楚天内心乐开了花，这样不就等于每一个太阳花都是一个鬼兵吗？清绝不愧是全服唯一的 SSS 级鬼灵，不仅个体实力超强，甚至还有强悍的群体能力。八鬼抬轿，楚天召唤他的八鬼抬轿，因为之前外出帮助龙国，他已经比别人多耽误了40小时，他必须要开始猎杀鬼怪升级了。空间如水波荡漾，8只巨鬼从荡漾中抬着100平米轿子走出，这轿子简直太宏伟了，大佬的轿子太帅了。上次在精灵人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么豪华的交通工具也就只有天尊才能享受。楚天看着新手区地图，灵山寺附近是1阶鬼怪聚集区，山脚镇是2阶鬼怪聚集区，黑石林是3阶鬼怪聚集区，这些显然都对他没吸引力了。依照地图，山脚镇往南数十里便进入了死亡沼泽，那里会有4阶5阶鬼怪。老婆上车，楚天踏上八鬼抬轿说道。清绝呆呆萌萌的应答，他也迈着优雅的步伐上了八鬼抬轿。楚天对茉莉交代道，我和清绝会途经死亡沼泽，最后去你们精灵人昔日王都绿森城，你就留下帮我维持好安全区吧，如果有人捣乱千万不要客气。通往官邸的钥匙有一把在绿森城精灵人手中，楚天必须想办法拿到。见到楚天要出发，精灵人少女茉莉急忙跑出，她将一封信双手奉上道，爷爷早就提前写好了给王都精灵人的信，只要主人将这封信交给王都的精灵人手里，他们就一定会将神秘钥匙交给你的。只是请求主人如庇护我们一样，也能够继续庇护王都精灵人，我们保证今后好好为主人服务。爸爸大人，拜托了。说完，茉莉捧着信件深深鞠躬，久久不起身。楚天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在为王都精灵人祈求一条活路。放心吧，只要他们将神秘钥匙给我，并且愿意发誓效忠于我，我也不会亏待他们的。楚天顺手接过了信件。真的吗？精灵人茉莉欢喜，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谢谢爸爸大人呢。茉莉在楚天的脸上吻了一下，而后害羞的跑掉。楚天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一愣，他摸了摸自己被亲的地方。出发！楚天微微一笑，一声命令，8只大鬼抬着轿子远去，而众人则是陷入了怀疑人生。精灵人茉莉小姐竟然亲了天尊。茉莉是所有精灵人少女中最漂亮的一个，也是整个404新手区男玩家的心中女神。好多玩家都发誓此生非茉莉不娶了，然而这白菜似乎已经被人给摘了。更让众人震惊的是，茉莉为啥还叫天尊爸爸大人啊？难道是干爹吗？众所周知，干爹的友谊都不太纯粹，所有人在这一刻心都碎了啊。第43章，批量收获鬼怪尸体。八鬼抬轿内，因为只有楚天和清绝女皇2个人，所以清绝便理所当然地摘掉了面纱。现在他正趴在窗子口看着窗外景色，清绝的神情呆呆，似乎是在沉思，也似乎什么也没想。而那边楚天正在给自己这个移动的家增添物品，这也算是乱世中的一抹偷闲了。虽然八鬼抬轿中有客厅、卧室、厨房、洗手间，但基本的生活用具却没有，比如厨房的餐具、客厅的茶具等等。这一次楚天下线游戏，因为有回家探亲服，所以可以将现实物品带到恐怖游戏当中。楚天将生活器具从空间戒指一同释放，开始指挥太阳花傀儡劳作。这个放那边去，这些摆到厨房，这个盆栽放墙角，记得浇点水。在楚天的指挥下，太阳花有条不紊地干着。没一会，移动家中便各样物资充足了，甚至太阳花还提着水桶将地板拖了一遍。可别小看这个太阳花，这可是清绝在变异僵尸葵体内种出的，它有着媲美4阶变异僵尸葵的战力。而且今后楚天还会有更多这样的太阳花傀儡。老婆，过来喝茶了。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楚天喊道。他的可移动房子各种器具已经全部齐全，总算有个家的样子了。而且这家里现在还有了女主人，自然就更有家的味道了。太阳花正在整理茶具，为2人泡茶，一个植物当服务员，这场景还真的有几分怪异。听到楚天的呼唤，清绝女皇傻傻愣了一下，应了一声便坐到了楚天身旁。她接过楚天递过的茶水，呆萌地喝着。清绝喝茶的动作极为优雅和美丽。看来我得尽快升级，好让你的灵智快一点恢复。虽然现在有点蠢的清绝也让人觉得可爱，但楚天还是希望他早一点恢复正常。楚天现在有12880点阴气，而晋升5级需要5万点阴气，看似他还差不少，但其实他的底蕴很深。要知道，他可是可以从鬼怪尸体内提炼出鬼核，而后吸收其中阴气的。他下线了40小时，估计后台积累不少鬼怪尸体了。楚天打开游戏后台查看，1阶鬼怪6800，2阶鬼怪780，3阶鬼怪21。
哈哈，不错，这些都可以化为我成长的资粮啊！在待交易的鬼怪当中，一阶数量无疑是最多的，已经接近7000只了。2阶也有780只，至于3阶，那就少得多了，就仅有可怜的21只。至于4阶以上的鬼怪，除了他杀过之外，其他玩家还没有开始猎杀。这也能理解，现在升到3级的玩家仅有10几名，绝大多数玩家还都是2级。即便是3级玩家，也是无法独自对抗3阶鬼怪的，必须要组队才行。因为3级玩家的战力通常是3星，而3阶鬼怪的战力通常是4星，可不是人人都有楚天这种越级挑战的能力。玩家们和鬼怪的实力拉平，要等他们的鬼灵诞生之后。当御鬼者拥有鬼灵之后，自己和鬼灵力量相加，才有可能单挑同级别鬼怪，在那之前别想。所以4级以前，玩家们只能无奈的组队猎杀，4级后才有些人选择单独行动。等到了死亡沼泽，就把这一批鬼怪尸体全部提炼成鬼核，而后全部吸收了。6、7千鬼怪尸体，楚天可不想在他的房间释放，谁会把一堆尸体释放到自己家里啊？更何况他才刚刚打扫完卫生。8只大鬼踏空而行，很快掠过了山脚镇，而后又向南飞了几十里后，树木渐渐的稀疏，大地变得如同一片烂泥塘。这时，窗外出现一块10丈的巨大石碑，正屹立在烂泥塘中。石碑上镌刻着4个大字：死亡沼泽。这正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停在石碑上，楚天命令道。8只大鬼依照命令在石碑上降落，而后消失不见。因为石碑过于巨大，所以站在上面如同站在一个石平台上，而平台四周弥漫着死亡和恐怖的气息。在远处的雾气中，隐隐有鬼火若隐若现。几只乌鸦在空中凄凉地叫着，更加衬托出死亡沼泽是一块死亡之地。而此刻，更是一股浓郁的腐臭气息，夹着鬼怪的味道冲入楚天的鼻腔。这个死亡沼泽就如同一个天然的大粪池啊！交易！楚天将后台那些待交易的鬼怪尸体全部点击了交易。这时，天空之上出现无数的波纹漩涡，而后从漩涡中投下一具具鬼怪尸体，足足6、7千个，那场面是何等的壮观！鬼怪尸体已经全部落地。提炼，楚天发动了他的 SSS 级天赋提炼，一道金色光柱冲上天空，映红了半边天，而后一道道光霞从天而降，将数千具鬼怪尸体覆盖。鬼怪尸体上的污染开始被提炼，6、7千鬼怪尸体实在太多，被提炼出的黑色污染如同黑色大雾弥漫。不过这一片黑色大雾很快便全部凝结成了鬼核，而所有的鬼怪尸体此刻都化作清水流入地下，而后许多道光芒进入楚天的体内。您获得了1级天赋嗅觉，您的嗅觉提升100%。您获得了1级天赋视觉，您的视觉提升100%。楚天顺利获得了狗头鬼和眼魔的天赋，这是2阶鬼怪的天赋。1阶鬼怪共有5种，这5种天赋楚天已经全部获得过了，所以即便是提炼再多的1阶鬼怪，他也不可能获得新的天赋了。2阶鬼怪共有5种，分别是怨灵、猫头鬼、狗头鬼、眼魔、吸血蝙蝠。楚天提炼过怨灵的闪动，还有猫头鬼的天赋夜视，这次又获得了视觉和嗅觉，就只差吸血蝙蝠的天赋没获得了。吸血蝙蝠虽然弱到连1阶鬼怪都打不过，但动作极其灵敏，而且它还会飞，所以很少有御鬼者会对这种鬼怪感兴趣，所以楚天也没能从这次交易中获得。您获得了1级天赋狂奔，您的敏捷被提升100%。3阶鬼怪是4种，分别是吊死鬼、守尸鬼、守财鬼、鬼马。其中吊死鬼的绳索束缚，守尸鬼的力量3倍，守财鬼的前途无量。楚天已经获得，这次又获得了鬼马的狂奔，这样等于楚天有了3阶鬼怪的全部天赋。哈哈，不错！对于又多了几种天赋，楚天狂喜。天赋收取完毕，这时楚天将目光落到鬼核上。这次提炼，他可是获得了各类鬼核6838颗啊！也不知道将这些吸收了，能增长多少阴气。第44章死亡沼泽。水鬼，普通的鬼怪尸体10个换同等级鬼核1个，如果是没有被提炼过天赋的鬼怪尸体，1个就换同等级鬼核1个。所以付完玩家们的报酬后，楚天还剩18个3阶鬼核、700个2阶鬼核和6120个1阶鬼核。1阶鬼核每个贡献2点阴气，2阶鬼核每个贡献10点阴气，3阶鬼核每个贡献50点阴气。楚天对着虚空攥拳，所有鬼核同一时间破碎，而后无数道或大或小的阴气进入他的体内。恭喜您获得了20140点阴气，您现在的阴气值33000点，这不就距离晋升5级御鬼者只差1.7万阴气了吗？现在楚天不长鬼，甚至都可以躺着升级了。不过他不是那样懈怠的人，毕竟他重生之后的志愿就是拯救自己的祖国，他必须让自己爬得更高才行。而从众人那获得的鬼核其实只是升级的辅助，
想要靠这些快速晋升高等级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越高等级需要的阴气越多。然而低阶鬼核无法提供那么多的阴气值。收获完毕，楚天看向面前的死亡沼泽，顿时有些挠头起来。这烂泥地怎么办呢？看着如同粪池的死亡沼泽，楚天总觉得这样踩进去不是明智之举，反倒是清绝可以不惧这样的场景，因为他光着脚的时候，脚心是不着地的，他可以步步生莲。想到这里，楚天上前将清绝的流霞锦靴脱掉，清绝的玉足顿时暴露在外，晶莹如玉的小脚丫熠熠生辉。清绝就那样赤足踩在石碑地面上，果然一脱了鞋子，他的脚下就生出一对金光汇聚而成的莲花，这样就让清绝的双脚悬浮在半空，根本不用担心会踩到沼泽里。反而是楚天，估计接下来要狼狈一番了。竟然是一只水鬼！4级后，楚天的感知能力本就很强，再加上刚刚获得了正100%的嗅觉，这使得他的嗅觉极为灵敏。他已经嗅到，就在他所在巨大石碑的脚下，有一只水鬼在缓慢游动了。楚天从巨大的石碑一跃而下，如同流星从天而坠，他手中白银斩鬼剑散发森森寒意。就在楚天即将与沼泽接触的时候，手中长剑猛烈一划，嘶啊！一声凄厉的鬼叫在死亡沼泽激荡，数米长的黑色头发被划断，从泥浆中飘出。然而在泥浆内却有一番蠕动，而后逃向远方。显然这只水鬼并没有致命。主人！正在楚天以为自己要跌入泥塘的时候，清绝抛出了太阳花。太阳花落地之后，2条根须扎入沼泽，给楚天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落脚点。此刻的楚天正单手持刀端立在太阳花之上，他静静感知着周围的一切。远处一片泥浆在蠕动，楚天知道水鬼就在那下面，他直接一发口水炮弹，炮弹夹杂刺耳的声音飞出，轰的将一大片泥浆炸飞。同样的，一大片如流水般的乌黑头发也被炸上了天空。这一片乌黑头发足足有10几米长，头发包裹的正中心是一双赤红眼瞳。水鬼的真实样子就是如同流水一般的头发中生着一双赤红的眼瞳。名称：水鬼，等级4阶，天赋：操水和泥浆，战力评估5星初期。楚天抓住时机，脚下绷得猛然发力，就是可怜的太阳花。在楚天身子射出的一刻，由于反作用力的缘故，太阳花被深深地踩入了烂泥里。楚天的身子如同一发出膛的炮弹，直奔那漂浮在半空的水鬼。唰！白银斩鬼剑银光闪过，水鬼顿时被分成2半，大量极长的黑色头发飘零落下。楚天虽然是4级，但战力评估已经达到6星，现在斩杀一只4阶鬼怪已经没有难度。您杀死了一只4阶水鬼，获得1000点阴气。哈哈，我成功了！咦？楚天感觉自己身体正在下坠，看来不入粪池是不行了呀。楚天急忙喊道：“老婆救驾！”正在楚天以为这一次不能幸免的时候，他突然感觉一阵香风萦绕。原来此刻他已经躺在了老婆的怀里，他静静看着清绝如玉光泽面颊，一阵热血沸腾。老婆果然是靠谱的。那边太阳花好不容易从泥浆里爬出来，此刻他已经变成了黑泥球。他极度不满地对楚天喷了个大长舌头，不过他还是乖乖地去将水鬼的头发收集。4阶鬼怪的头发是制作服装类道具的佳品，别人想要可是没有的。楚天随手打开游戏平台，将新获得的水鬼头发挂了上去，并且顺便对太阳花开放权限，以后太阳花可以自动打开交易平台，将收取的战利品挂上去。此刻水鬼就剩下一双赤红的眼睛，还躺在泥塘中。提炼。楚天对水鬼的尸体进行提炼，他觉得长期生活在死亡沼泽的鬼怪应该有办法避免污秽沾染。毕竟刚才他看到水鬼穿出沼泽的时候，水鬼身上并没有沾泥浆。随着2颗4阶鬼核到手，一道光晕进入楚天体内。恭喜您获得了1级天赋水中航，此能力可以让您在水中畅通无阻，包括在水中自由行进、自由呼吸，以及保证一滴水不沾到您身上。注：此天赋对沼泽和泥浆也管用。哈，太好了！正想着怎么不掉入泥浆，就获得了水中航。楚天示意清绝女皇自己放下。楚天仔细看着自己踩在烂泥地的双脚，竟然没有陷进去。他将一只脚抬起，看到鞋底竟然一点泥巴都没沾上。这水中行的能力太好用了。虽然死亡沼泽是一片泥浆，但其实也可以等同一片被污染的水，所以水中航还是管用的。这时楚天操控着自己身体缓缓下降，他要看看进入泥浆后是否也能行动。主人！看到一直缓慢下沉的楚天，一直非常木讷的清绝面孔竟突然露出了惊慌神色。不要担心清绝，我只是试验一下新的天赋。很快泥浆淹没了楚天的胸部、楚天的颈部，甚至整个头颅都进入了泥浆之内。然而在楚天感觉自己的肌肤仿佛并没有触碰到潮湿的泥浆，而是一直保持着干爽。
这便是水中行的能力。地下一片漆黑，楚天什么也看不到。于是他打开了夜视能力，这个天赋是在猫头鬼那获得的。他的眼前突然明亮，但可是范围也仅有几米。看来夜视天赋在这样的环境下作用不大，需要类似透视的天赋才能保证我在沼泽内的视野如同地面。不过这也说明了一点，以我现在的状态，使用水中行在水中如同地面，但在沼泽内还有局限。楚天缓缓上升，身体再次回到地面。虽然在泥浆内的视野不佳，但也总算有了潜入泥浆作战的能力。第45章，清绝来历，太阳花水鬼。死亡沼泽无边无际，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楚天决定不能漫无目的的行动。他拿出了前途无量，而后向空中抛去。这个方向收获如何？这次楚天没有让铜钱落到地上，10枚铜钱都落到了他掌心。楚天缓缓打开手掌，竟然出现9个凶！卧槽，这个方向不能去啊，不然一上午铁定只能打到小鬼2、3只。前途无量显示的凶就是不吉利的意思，毕竟以现在楚天的实力，再加上清绝、死亡沼泽的4、5级鬼怪，不可能让他们难以招架。这个方向收获如何？楚天调转了一个方向，再次发动前途无量天赋进行占卜，10枚铜钱再次落到楚天手中。这次是6比4，说明这个方向收获会好很多，但也只是勉强超过半数而已。难道就不能有更好的方位了吗？这个方向收获如何？楚天又朝向一个方向抛出了前途无量，9比1，这次的结果非常不错。老婆，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出发。好的，主人。清绝女皇甜甜的叫着，让楚天很是受用。于是，一个行走在烂泥中，脚上一点不沾泥的青年，以及一个赤着双足、步步生莲的绝美女子，一同行进在死亡沼泽。这么快就遇到了，二人才走了不到1刻钟，楚天就发现了异常，这让楚天觉得他的前途无量真的是太好用了。楚天的嗅觉极其灵敏，虽然地面上什么都没有，但他们知道一定是在地下。轰隆隆，这时不远处的泥浆出现蠕动，竟然和之前碰到水鬼的时候一模一样。楚天和清绝对视一眼，而后一同向那只水鬼冲去，而清绝的速度明显更快了一些。他已经来到那片蠕动的地面附近，而后一拳向地面打去。砰！楚天震惊了，大量的泥浆向4面8方喷溅，清绝的拳头下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那深坑显然大得离谱。此刻清绝正处在深坑底部，他的拳下便是颤抖不已的水鬼。水鬼都震惊了，特么，我在地下待得好好的，哪来这么恐怖一个女人啊？水鬼头一歪死了。您的鬼灵清绝杀死了一只4阶水鬼，获得1000点阴气值，太恐怖了。楚天还需要将水鬼逼到地面，然后再将其击杀。然而清绝则是暴力的一拳打架，管你是在地上还是地下，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是个渣渣。显然清绝的实力比楚天强了不是一点半点。清绝拍了拍手，然后轻松惬意地从深坑内跃上，再次回到了楚天身旁，就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一般。而太阳花则是屁颠地跑到坑内去收集水鬼的头发，而后自行挂到交易平台。清绝展现出的恐怖实力让楚天想起竟然忘记查看他的来历。这时楚天点开了清绝的履历进行查看。曾经有一个美丽的世界，名曰水域，水域世界极度富饶，人人都热爱和平。水域世界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水域国，无数小国都在他的治下，清绝女皇便是水域国的女皇。非常不幸的是，年轻的清绝女皇在她年仅17岁刚刚登基的时候，便遇到了恐怖世界入侵，清绝女皇带领全体民众奋勇抵抗。然而恐怖世界过于强大，让水域星人节节败退，再加上水域星并没有发觉遇鬼之法，所以更加的死伤惨烈。虽然水域星没有遇鬼之法，但不久后他们发现了将自己转化成鬼的方法，那就是用活人祭祀，让转化者吸收大量的活人力量，以此变成一只守护人类的善鬼，而且被转化者从此将不死不灭。当时的水域星人纷纷请求献祭自己，让清绝女皇成为不死不灭的善鬼，然而清绝女皇却不忍心屠戮自己的子民。不过最后在水域星人节节败退时，在水域星即将灭亡之时，清绝女皇见到家园再无回天，只好选择破釜沉舟。于是乎水域星亿万生灵自愿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帮助他们的女皇变成一个不死不灭的存在。亿万生灵为基，铸就不死不坏真身 SSS 及鬼灵清绝女皇诞生，只等有缘人与她感应，而后统御她去将恐怖世界彻底毁灭。原来老婆竟然有着这样的过往啊！放心吧，你的仇，水域世界的仇，我会替你报的。楚天摸了摸清绝的头说道。清绝现在灵智没有全部恢复，他不太懂楚天的意思，但却本能的相信楚天。他点了点头。您和您的鬼灵亲密度正1%，现在亲密度84%。哈哈，我和清绝的亲密度又增加了。楚天对大坑底的鬼怪尸体进行提炼，2颗4阶鬼核到手，
他们开始继续搜索其他鬼怪。又过了一段时间，两人便再次看到了一片蠕动的地面。给这个鬼怪种一棵太阳花，这样我们就可以多一个在地下行走的傀儡了。青觉刚想上前，就被楚天拉住了，吩咐他制作太阳花傀儡。青觉愣了一瞬，而后便双手交叉，楚天则是踩着他手心用力向前一跃，之后他的身子便在空中划出一个大大的弧度。由于是二者同时用力，所以这一下确保了楚天直接跃到了水鬼对面。给我出来！才刚刚落地，楚天便向地面横斩一剑，随着泥浆喷溅，一只水鬼也成功被他逼出了泥塘。嘶啊！水鬼发出一声恐怖的叫声，而后操控周围泥浆形成2条泥蟒，准备对楚天发起进攻。然而就在关键时刻，水鬼的动作却是僵住了。原来青觉已经将一颗太阳花种子种入了水鬼的一只眼睛，水鬼的一颗赤红眼睛急速膨胀，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中呼之欲出一般。片刻后，他的眼睛破裂，一颗太阳花从中生长出来，太阳花整个将水鬼吞下。最后太阳花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您的鬼灵青觉杀死了一只4阶水鬼，获得1000点阴气值，干得漂亮！楚天赞了一句。虽然这样做楚天会少获得2颗鬼核，但现在获得一个水鬼傀儡太重要了。出发！他们再次出发，而这次却是2方面行军。楚天和青觉带着变异僵尸葵所转变的太阳花在地表，而水鬼所转化的太阳花则是在地下游走。嘶啊！没过多久，突然就有一只水鬼从死亡沼泽中钻出，他的身后还跟着一只太阳花在对他进行撕咬。那只太阳花正是从之前的水鬼身上种出来的。看来楚天的策略是正确的，果然利用水鬼搜索水鬼会更方便。名称：水鬼，等级4阶，天赋：操水和泥浆，战力评估5星后期，爆率 0.1%。而且最主要的，这一只水鬼竟然还有爆率。众所周知，凡是有爆率的水鬼都是宝。而且最主要的，这一次的爆率还很高，竟然不是 0.0001， 而是小数点后一位了。这就表明，如果要是爆了的话，这只水鬼将会有不错的东西。楚天一个纵跃来到水鬼跟前，而后从上到下一刀，那千丝万缕的长发都在同一时间被楚天切断，星星点点的黑色血雾在空气中泼洒。您杀死了一只4阶水鬼，获得1000点阴气值，恭喜您爆出白银宝箱。哈哈，我果然是个幸运的人，再低的爆率我都能爆，看来我真的要逆天了啊！楚天狂喜，他在对鬼怪尸体进行提炼，获得了2颗4阶鬼核之后，他便来到那个宝箱面前。请问是否开启宝箱？开启。楚天跃跃欲试，不知道这个宝箱会出什么好东西。第46章情侣装小姨，宝箱开启，恭喜您获得了白银级情侣战袍。注：除了拥有其他白银级战袍的防御以及防污染功能外，还能增加您跟鬼灵之间的亲密度。注：只要您和您的鬼灵同时穿着情侣战袍，可保证你们每小时增加 1% 的亲密。卧槽！这次开宝箱竟然开出一套情侣战袍，这也太牛逼了吧！没想到楚天这一次竟然开出一套可以增加亲密度的情侣战袍。楚天喜滋滋，他从箱子里取出女款的那套，随手递给青觉。哎，我的女皇，将这套衣服换上吧。青觉应了一声，便开始依照楚天的吩咐换衣服。这时让楚天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因为青觉的灵智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他并不十分知道羞耻。他就那样当着楚天的面将自己的纱裙缓缓褪去，露出细腻白滑的双腿，而后更是大片吹弹可破的肌肤暴露。楚天看得直流鼻血。别脱了！见到青觉就要将最后贴身的一件也脱掉，楚天猛然抓住青觉双肩，让他不要再继续下去。青觉又呆呆地看着楚天，一双金色的眼瞳一眨一眨的，似乎不能理解楚天的意思。青觉问：不是要我换衣服吗？楚天道：可我没让你当着我的面换啊。楚天一阵无语，这妹子是一个铁憨憨啊。楚天当然喜欢看青觉，甚至他觉得青觉穿得越少越美。然而现在情况不同，青觉灵智并没有完全恢复，他不能乘人之危啊，否则有一天青觉突然醒过来，要怎么想呢？可是那我要怎么换衣服呢？青觉觉得有些委屈，明明是你让我换衣服的呀，却又不让当着你面换。青觉顿时小嘴一卷，等一会儿起雾之后，你发现看不到我了就开始换，好吗？楚天如同哄小朋友一般的口吻。青觉小鸟依人般点点头，他抿着殷红的小嘴看着楚天。虽然他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会起雾，但并不妨碍他照着楚天所说去做。楚天准备施展他的鬼画符能力。虽然楚天身在死亡沼泽，但其实是分布着一些枯死的树木的。楚天来到一棵枯树前，折断一根树枝，用冥神笔在上面书写雾。
在被抽走了10点阴气之后，那根树枝放了一下光芒，代表鬼画符施展成功。而后楚天将那根木枝朝着清绝丢去，树枝在清绝附近炸裂，然后顿时浓密的雾气便将清绝围绕，一眨眼清绝的视野便被遮掩。清绝在雾气内偏着小脑袋发呆，似乎是搞不懂为何会有雾。不过这样就可以换衣服了。这时他才脱光光，借着雾气的遮挡，换上了楚天给他的白银战袍。清绝在那边换衣服，楚天在这边也开始换衣服。他将原本的战袍收入空间，换上新的。待楚天将情侣战袍换好之后，那边的雾气也渐渐消散，一身银色战袍的清绝渐渐显露真容。换上戎装之后的清绝，金色的秀发配上银色的战袍，让的清绝女皇更具女神风范。您和您的鬼灵亲密度加1%，现在亲密度85%。哈哈，果然是情侣战袍，只要穿着就可以增加2个人的亲密度，每小时增加1%的亲密度。那么也就是说，只要再过5个小时，我和清绝的亲密度就到亲人了。亲密达到90%以上就是亲人了。那时楚天和他的鬼灵之间将会更加亲密。一旁的2株太阳花目不转睛地看着2个主人，为啥主人们的衣服突然就变得一个样子了呢？真是搞不懂，搞不懂，大人们的事情好复杂啊！老婆，让我们一同去征服全世界。好的，主人。2人带着2个太阳花，开始继续在死亡沼泽寻找鬼怪。另一边，1199新手区，一个 ID 叫天尊他小姨的女玩家一直在安全区内徘徊。没错，这正是楚天他小姨西慧。她已经进入游戏几个小时了，然而她一直没敢出安全区，太恐怖了呀！只要出了新手村门口，便是四处游荡的幽灵、僵尸还有暗狼，这他哪敢出去啊？他和别人不同，别人只是把这当做一个游戏，虽然这游戏有点太真实了，但楚天将全部内幕都告诉了西慧，他深刻知道外面是真正的鬼，真的鬼啊！不行，我不能给弟弟拖后腿。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西慧终于下定了决心，他必须直面这些恐怖，这才哪到哪啊！根据楚天所说，恐怖世界降临之时，整个地球都会变成这样，到那时可没有安全区去躲避。冲啊，西慧！西慧最后给自己打了一次气，而后勇敢地踏出了安全区。吼！西慧才刚刚跨出安全区不久，迎面就出现一只暗狼。这暗狼是站立着的，身体极为强健，他手中还拿着一根粗木棒。暗狼双眼放光，贪婪地看向西慧，手中粗木棒被他轻易折断，多多向西慧逼近。这一切无不看得西慧心惊胆战。去死吧，妖怪！西慧慌乱着从空间取出附录师喷雾，对准暗狼直接开喷。哦吼！暗狼脸上顿时露出痛苦表情，开始不同的原地打转，攻击自然也被终止了。真的管用啊！西慧大喜，他在进入游戏前获得楚天的全套指导。进入游戏的时候还带了几种克制初期常见鬼怪的物品，这个附录师喷雾便是其中一种。这种喷雾本来是治疗气管炎的，但它的特点是极臭，刚好用来对付暗狼。暗狼是一种嗅觉非常灵敏的鬼怪，但是他的眼睛几乎看不到，所以他的攻击全靠嗅觉，所以只要破坏他的嗅觉，他的攻击便会被化解。这种散发极臭的喷雾刚刚好。现在失去嗅觉指引的暗狼已经完全失去了攻击方向，一边在原地打转，一边胡乱挥舞兽爪。哈哈，也不难嘛！看到对付鬼怪如此简单，西慧似乎也不那么怕了。暗狼突然扑向西慧方向，虽然失去了嗅觉指引，暗狼便不清方向，但并不妨碍他这次竟然蒙对了。耶！西慧赶紧跳到一旁闪避，然而他的肩膀还是被暗狼的利爪刮了一下，这让西慧倒吸一口凉气。毕竟这只暗狼可是直接折断一根粗木杆啊，自己这小嫩肩膀怎么可能承受？然而他看了看自己肩膀，竟然完全没事儿。这时西慧才想起，他身上穿着楚天给的黑铁套装，全套黑铁武器除了对于楚天那种土豪不算什么，放在其他玩家那绝对是宝贝。一般来说，一个3级御鬼者能有一件黑铁装备就不错了，是不可能凑足一套的。暗狼的爪子虽然锋利，但刮到西慧肩膀却不可能有作用。第47章，超勇小姨，我是楚天小迷妹。面对不停在自己面前打转的暗狼，西慧露出得意的笑容。西西，多亏了有自家弟弟的安排，要不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西慧看着仍然在四处乱扑的暗狼，他在空间戒指拿出黑铁级长剑，走到暗狼背后，噗嗤，暗狼直接被刺穿了，黑色的血液在渐渐滴落。西慧感觉没有费吹灰之力。您杀死了一只1阶暗狼，获得10点阴气。原来就这么简单吗？西慧难以置信，原来猎杀鬼怪也不难吗？他兴致勃勃地取出了鬼核，已经割掉了暗狼的牙齿。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楚天一样，一些低级材料直接舍弃的。多数人只要是有些价值的材料，
都会被收集的。此刻西会觉得猎杀鬼怪简单，但在其他玩家眼中却不是那样的。见西会杀死了一只暗狼，安全区附近逗留的玩家顿时哗然。卧槽！你们快看那个漂亮的女玩家，竟然不需要组队，她竟然单杀了一只暗狼。这漂亮姐姐厉害啊！姐姐我爱你，我可以跟你组队吗？不好！西会冷冷地丢下一句，便急速跑掉。他觉得自己大意了，应该远离众人才是。自己进入游戏前，弟弟可是嘱咐自己要低调的，他完全忽略了这一点。此时别的玩家还只能靠组队才能击杀鬼怪，而他却在大庭广众直接单杀，这也太出风头了。他能做到单杀，并不是因为他的实力强劲，而是他有楚天给的游戏攻略，还有黑铁套装等，这些别人都是不具备的。西会跑到一处无人丛林才停下，他已经有些气喘吁吁了。看来这2个鬼核现在也不能用。西会手中拿着2颗鬼核，这可不是他自己刚才猎杀的，这是他在进入恐怖世界前楚天给他的2颗4阶鬼核，而且是4阶变异鬼核，每个蕴含500点阴气，他只需要吸收1个就能让他跨过1级，直接晋级2级御鬼者。如果他现在直接将2个鬼核吸收，搞不好他就成1199新手区的冠军了，这就违背了楚天让他低调的原则，所以他是不会那样做的。还是等有人晋升3级之后，我再将2颗4阶鬼核吸收了吧。西会将2颗鬼核收起，准备继续猎杀低阶鬼怪。这时他只见不远处就有一只鬼怪，是一只幽灵。于是乎他拿出了手电筒，幽灵见到一个人类身影，尖笑一声向西会冲来。西会打开手电筒开关，楚天给的游戏攻略中，幽灵是怕光的鬼怪，光照下的幽灵战力仅有原来的1/10。嘶啊！幽灵惨叫一声，他冲到半路就停下了，因为此刻正有一道强光照在他身上，幽灵顿时被照得冒白烟。是砍脖子还是腰呢？自家弟弟的游戏攻略也没说这一点啊。算了，随便砍吧。西会手中黑铁及斩鬼剑一挥，直接将幽灵斩成2半。您击杀了一只1阶幽灵，获得10点阴气。哈哈，我又成功了。看来自家弟弟对我还是很好的，他一切都已经安排周全了，只要按照他事先安排好的路走下去就好了。西会欣喜不已，他觉得即便是他这样没有学过任何搏击术的人，依靠楚天的攻略也一样可以快速升级。这时天空中突然响起游戏公告的提示声，公告：玩家紫气东来晋级3级，紫气东来成为1199区第1个3级御鬼者。公告：1199区玩家榜单开放，有3级诞生了吗？那我就不必隐藏了，我也晋级2级吧。想到此处，西会将楚天给的2个4阶鬼魂捏爆。恭喜您获得了1000点阴气，恭喜您晋升2级御鬼者。哈哈，我也是堂堂2级御鬼者了，不是新手菜鸟了。西会感觉着狂涌的力量在体内扩散，突然之间他竟有一种傲视群雄的错觉。正在西会为自己晋级沾沾自喜之时，那边紫气东来却在翻阅着开放后的玩家名单。紫气东来便是杜紫薇，是楚天下现见的几位挚友之一，他是龙国仅有的3名 S 级天赋和 S 级鬼灵持有者之一。大神说他小姨跟我一个区，让我给予照顾，可是你倒告诉我你小姨叫什么呀？就只说进了游戏我就知道了，这我上哪去找去啊？杜紫薇有些气鼓鼓了，他对楚天有着深深的崇敬，这不光是因为楚天引导他进入神秘世界，还因为楚天强大的实力和想要拯救龙国的信念。然而这次他却觉得楚天的办事方式有些太草率了。你要我找人，总要先告诉我那人是谁吧？就一句我进了游戏就知道了。咦？正在杜紫薇翻看榜单之时，那人数还不多的2级御鬼者中突然多出的一个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个人的 ID 正是天尊他小姨。实锤了，杜紫薇是知道楚天 ID 叫天尊的，这个叫天尊他小姨的必然就是大神的小姨了。于是他急忙给天尊他小姨发消息：小姨，我是楚天大神的小迷妹，他嘱咐让我照顾你，你在哪里？我现在就去找你。404新手区，楚天和清绝正在追逐一只变异水鬼。变异水鬼比普通水鬼速度快不少，但此刻仍然狼狈不堪，因为现在楚天的太阳花队伍已经扩大到了11只，其中10只是在水鬼体内种出的，所以他们都有着水鬼操控水和泥浆的能力。虽然将这些鬼怪制作成太阳花傀儡，却吸收了不少鬼核，但也同样让楚天多了很多战力。尤其是对付这些潜伏在泥浆深处的水鬼，楚天和清绝总有一种使不上力的感觉。有这些水鬼类太阳花就不同了，因为地下有10只太阳花追捕，让试图逃跑的变异水鬼如同落入了天罗地网。嘶啊！终于变异水鬼被2只太阳花逼出了地面。清绝上去一拳，直接将变异水鬼打爆，变异水鬼头发构成的身躯粉碎成无数小段头发，
飘洒向大地四处。您的鬼灵击杀了一只4阶变异水鬼，获得2000点阴气。哈哈，不错。楚天又获得了2000点阴气，不过这次比较可惜，这次变异鬼怪并没有爆出东西。要知道，变异鬼怪都是有爆率的，只不过爆率非常低。以前楚天都非常好运的爆出了东西，不过这次并没有。但他也不在乎这一次。此刻楚天已经积累了4.8万阴气，马上就要晋升5级了。第48章鬼火进阶5级。主人，你看。这时青绝突然指向一个方位，就在他们不远处有一团火焰诡异的摇曳着，竟然是鬼火。楚天眼前一亮，之前打的4阶鬼怪全是水鬼，所以他就只得到了一个水中行的能力。有新的种类鬼怪出现，代表他又要获得新的天赋了。鬼怪鬼火等级4级，天赋小火焰术，鬼火都有灭火重生能力，在危机时刻可选择熄灭自己火焰，而后在其他安全地方重生。战力评估4星中期。悄悄的，速度一定要慢，我们包围上去。楚天向青绝和太阳花们传达自己的意思，而后他们便悄悄地向鬼火前进。楚天和青绝借助一些枯死的树木作为掩护，而其他几个水鬼类太阳花则是在周围缓慢地游动。他们一定不能惊动鬼火，因为惊动鬼火之后，鬼火向他们发起进攻还好，若是鬼火选择自己灭火重生，那再抓他就难了。楚天带着青绝一点点靠近，鬼火已经近在咫尺。他们在一个倒塌的枯树旁隐蔽，而水鬼类太阳花则是缓慢地游到了鬼火四周。此刻他们已经对鬼火形成包围之势。进攻！楚天一声命令，10个水鬼太阳花同时从泥浆钻出，而后操纵10个泥浆蛟龙同时向鬼火撕咬而去。鬼火恐惧地颤抖一下，他不仅发现危险来袭，而且还是强敌。鬼火开始收缩火焰，既然打不过，那他就准备用他的灭火重生之法。楚天直接吐出一发口水炮弹，轰在了鬼火身上。砰！鬼火被打得火星四溅，想要灭火重生的行为也被迫终止了。而这时，10只泥浆蛟龙一条接着一条的向鬼火砸去。轰！轰！轰！每被一条蛟龙砸一下，鬼火的火焰就暗淡一分。受了3条蛟龙之后，那鬼火明显奄奄一息。轰！当第4条泥浆蛟龙砸到鬼火身上时，原来一整团的鬼火身体突然分崩离析，变成散落在4处的小火苗。鬼火足！因为鬼火的身躯是火焰构成，所以即便死后，身躯也以火焰的形式残留。您的鬼灵杀死了一只4阶鬼火，获得1000点阴气。您获得了1级天赋火中行，可以免疫火焰，又获得了1000点阴气。只要再击杀一只4阶鬼怪，楚天就可以晋升5级了。不过他手中还有不少4阶鬼核没有吸收，如果全部拿来吸收的话，晋升已经没问题了。正在楚天考虑是否晋升的时候，突然一个火团从天而降，楚天和青绝纷纷躲避，那火团顿时在他们原来站立的地方炸裂。两人同时向火团飞来的方向看去，竟然又是一只鬼火。不，这次是变异鬼火。鬼怪变异鬼火等级4级，天赋大火焰术，鬼火都有灭火重生能力，在危机时刻可选择熄灭自己火焰，而后在其他安全地方重生。战力评估5星后期。竟敢偷袭我，看我这就把你打熄了。这次变异鬼火主动发起进攻更是好事，因为这样就不必担心他将自己灭掉逃走了。不过楚天觉得也要小心他危机时刻逃跑，毕竟人家有这能力，现在不用不代表一直不用。一个火团又一个火团的降下，宛如一块块大石头砸下。不过大石头不会爆炸，而这些火团可是会炸裂的。楚天和青绝一边躲闪，一边以极快的速度靠近变异鬼火，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大概双方距离10几米的时候，那鬼火突然倾泻出一片火海，向楚天和青绝吞噬。楚天见此，拉住青绝的皓腕，直接将他甩向天空，而自己则是在火海中步步向前，继续逼近那只变异鬼火。见到这样一幕，变异鬼火惊讶了，面前这个人类竟然可以在火中行走，完全不会受到伤害。之前他在暗中观察过的这个男性人类的能力是口吐炮弹，然而这能力对他并不好使，不等炮弹靠近，他就能将炮弹融爆。所以他是在确定了楚天天赋之后才主动发起进攻的。没想到这男子除了口水炮弹，竟然还有第2种能力，这就让变异鬼火有些慌张了。他最大的倚重就是火焰，碰到一个不怕火焰的对手，他当然会慌张了。变异鬼火疯了一般的发动一条条火蛇向楚天吞噬。然而有火中行的天赋，楚天不感觉有丝毫炎热，反而非常清凉舒适。竟敢对我主人无礼！这时被楚天高高抛上天空的青绝身体已经开始下落，那从天而降的一拳到来，巨大的拳风吹开周围一切火焰，
变异鬼火如同风中摇曳的一束小火苗，似乎随时就要被狂风吹灭。轰！当清绝距离地面30丈时，大地突然开始皲裂，巨量的沼泽泥浆四处飞溅，变异鬼火火苗不停抖动。轰！当清绝距离地面10丈时，地面形成一个巨大深坑，那变异鬼火直接被压在坑底。轰！清绝终于降落了，他的拳头狠狠打在地上，周围沼泽的泥浆如山崩海啸般汹涌，清绝身在污泥中却不染污泥。这一切让一旁看热闹的楚天都不禁嘴角一僵，太暴力了！你是女神啊，还是大力金刚啊？清绝出手的时候从来都是简单直接一拳搞定。这时清绝婀娜的身躯高高跃起，在空中一个华丽的转身，他再次回到了楚天身边。主人，他好不经打呀！清绝淡淡的说道。楚天闻言咂了咂嘴，哪里是他不经打，明明就是你太强了好吧。楚天闻言咂了咂嘴，哪里是他不经打，明明就是你太强了好吧。公告：玩家天尊杀死了一只4阶变异鬼火，获得2000点阴气。公告：玩家天尊首个晋升5级，奖励神秘钥匙一把。哈哈，我终于晋升5级了！楚天非常高兴，而且我还得到了一把神秘钥匙，这已经是第3把了。神秘钥匙一共5把，楚天想要成为404区的领主，就必须集齐所有钥匙，那样才有资格挑战镇守这一方的鬼怪领主。公告：404新手区已有5级玩家诞生，新手区竞技正式开启。公告：本游戏将随机100个新手区组合进行新手区竞技赛，成绩最差的3个新手区玩家将被全部抹杀，无论玩家在线或是下线都会被抹杀。卧槽，天尊大佬晋升5级了，没想到大佬一回归就升级，看来我被永远追不上天尊大佬的步伐了。大家快看，现在开启新手区竞技赛了，成绩最差的新手区玩家将会被全员抹杀，这真的假的呀？这游戏太邪门，我倒是觉得很可能是真的。那怎么办啊？我还没娶媳妇呢，我还不想死啊！呼叫天尊大佬救命啊！第49章，第一场挑战到来。正在404新手区其他玩家因为自己区加入竞技频道而忧心的时候，楚天则是对变异鬼火的尸体发动了提炼。圣洁的光芒落到变异鬼火的残火上，而后那含有污染的残火被洗涤，化作清水渗入地面。而与此同时，2颗4阶鬼核落到楚天手中，他顺便将其捏碎。恭喜您获得了800点阴气。这时楚天打开自己晋级5级之后的界面查看，姓名楚天，鬼灵清绝女皇 SSS 85%熟悉，等级5级，阴气0.25分之1万，力量320，白银剑攻击加300，体力320，负重加20，白银战袍防御加300，附带抗污染效果，敏捷320，狂奔加100，感知320，嗅觉加100，视觉加100。天赋 SSS 提炼，天赋 S 鬼画符战斗直觉，天赋 C 口水炮弹，天赋 E 穿墙术闪动前途无量，力量3倍，水中航火中航，天赋 F 吞一吨夜视。装备和道具：白银斩鬼剑，白银情侣战袍，青铜空间戒指，照妖镜，神秘钥匙3，隐身斗篷。战力评估7星初期。注：您从暗狼那获得的嗅觉加20与在狗头鬼那获得的嗅觉加100属于同一种能力，现二者已经被合并。楚天果然已经晋升5级了，下面晋升6级则是需要25万阴气。这时他将手中的20几颗4阶鬼核全部捏碎，将其中的阴气进行吸收。恭喜您获得了6000点阴气。每个4阶鬼核蕴含200点阴气，变异4阶鬼核400点阴气，少数变异4阶鬼核可达到500点。虽然楚天的等级越来越高，但普通的低等级鬼怪为他提供的阴气也越发的聊胜于无了。升级后，楚天的力量、体力、敏捷、感知4维属性通通超过了640。别说他发动天赋啊，就是不发动天赋，单单靠着现在强悍的体魄，站在那让一个1级御鬼者打他都打不动。毕竟1级御鬼者的力量才20点而已啊。而楚天除了全服唯一的 SSS 天赋提炼外，甚至还有2个 S 级天赋，分别是他获得冥神笔后加上前生鬼画符记忆，他恢复的前生 S 级天赋鬼画符，还有他在桃花散人那获得了桃花散人的心法，这让他的 A 级天赋战斗直觉升华为 S 级的战斗直觉。而目前楚天所掌握的天赋1级明显是最多的。至于道具，神秘钥匙已经收集了3把，还剩最后2把，而最显眼的一件装备莫过于白银情侣战袍了。现在楚天的战力评估是7星，5级拥有7星的战力，这也是逆天了。哈哈，今后6级以下我无敌。意气风发，楚天对自己晋升5级之后的状况很满意。他又打开清绝的信息查看，鬼灵清绝女皇 SSS 等级5级，
力量640，体力640，敏捷640，感知640，天赋 SSS 太阳花，天赋 SSS 战神金光，道具流霞锦靴、面纱、白银情侣战袍，战力评估8星初期，鬼灵和主人乃是一体，楚天晋升5级了，清绝自然也变成了5级。不过虽然同为5级，清绝的4维属性仍比楚天高1倍，而且清绝本身有2个 SSS 天赋，太阳花自然是在鬼怪体内种出太阳花傀儡，至于战神金光，可让他实力瞬间暴增2星。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碰到那样的强敌，能让清绝发动战神金光。不过就算清绝在没有发动战神金光的情况下，他的战力评估仍然高于楚天的7星，清绝的战力评估竟然是8星。要论同级别中最变态的战力，别人或许会认为是楚天，然而楚天自己知道，他的清绝女皇才是真正的战力变态啊！查看完自己升级情况，楚天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论坛，大家仍然在讨论404新手区接入竞技频道的事情。每100个新手区会被划分为一组，这一组被称为竞技区或者竞技频道。每一个积分最差的3个新手区，所有玩家真的会被无情的全部抹杀。人类之母虽然仁慈的用游戏的方式拯救人类，但为了更好的激励地球人快速变强，所以也定下了一些艰难的规则。而吊车尾的新手区会被全员抹杀，自然也是真的。不过有楚天在，404新手区又怎么可能吊车尾呢？起初还有许多玩家担心404新手区会被全员抹杀，可是渐渐的大家就都不慌了。咱们404新手区有天尊大佬在，难道你们还担心会吊车尾吗？就是啊，那可是天尊啊，是神一样的存在。我觉得404区可以拿全频道第一，大家要对天尊老大有信心啊！卧槽，是啊，有天尊在，我们怎么可能输啊？众人都想起了他们还有一个神一样的天尊存在，对失败的恐惧顿时就一扫而空。游戏公告声再次响起，公告404新手区加入频道论坛，频道论坛包含本竞技频道所有新手区。哈，频道论坛接通了，本鸟上频道论坛去逛逛，我也去看看。吕凤仙第一个发消息，404龙国，吕凤仙，哈哈，大家好啊，我是来自404新手区的吕凤仙，希望大家多多关照。404龙国，我是小福仙，大家请多多关照。我们龙国人是一个超级热爱和平的民族。863棒子国，思密达，我讨厌龙国，明明汉服是我们棒子国发明的，你们为什么老跟我们争啊？283樱花国，小田菜郎，龙国人都是东亚病夫。143阿三国，阿和鲁，藏南自古以来就是我阿三国的。404新手区的众人看得一脸懵逼，这啥情况啊？似乎这些人并不太友善啊。911龙国，东风导弹，404区的同胞们，别惯着频道内的这帮垃圾，该喷就喷，跟他们用不着讲理。666龙国，悠悠球顺不顺？404的同胞要小心了呀，这些货特别喜欢欺负新人。通常刚刚进入竞技区的新手区，往往实力都会弱一等，所以好多人就故意挑这样的挑战。是这样吗？正在众人惊叹的时候，果然游戏公告响起。公告863新手区消耗挑战牌向404新手区发起挑战，404新手区必须接受挑战。公告比赛时间为3小时，时间内猎杀鬼怪更多的一方将会获得胜利。公告统计方式为积分制，一至1阶鬼怪积1分，一至2阶鬼怪积5分，一至3阶鬼怪积25分，以此类推。第50章强敌，我包圆所有强者。公告挑战胜利的一方，比赛期间所获得的阴气将会奖励翻倍，并且失败一方的阴气也会被平均分配给胜利一方。公告挑战失败一方的资源将会有一半被转移到胜利方的新手区。公告挑战赛胜利一方成绩最优者将会获得额外奖励。公告5分钟准备时间。突然，一个巨大的榜单出现在2个新手区的天空，那是计数两方猎杀鬼怪数量的，只不过榜单上的数值现在全是0罢了。我是小福仙，竟然有人向我们发起挑战了。公野恋，而且一旦输了的话，我们一半的资源将全部归863所有，还有这期间的阴气值也全都归对方所有。公共论坛911龙国长城，卧槽，死棒子，你们也太不要脸了吧！有本事连我们911，咱们一决雌雄。人家404刚刚进入竞技频道，你们这是故意欺负新人吗？666龙国，悠悠球顺不顺？狗娘养的棒子，先前我们龙国的543新手区就已经被你们洗劫一遍了，这次竟然又将目光对准了404新手区。283樱花国，小田菜郎，龙国都是东亚病夫，连给我们樱花武士擦刀都不配，如果不是棒子们出手快，我们283新手区也会动手的。863棒子国
思密达，这是一场公平的挑战，好吧？请接受我们大宇宙国的怒火吧。863棒子国，泡菜。为了过上天天都能吃泡菜的生活，我们必须抢光你们的资源。404龙国，吕奉先，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你们就敢如此夸下海口？404龙国，锄禾日当午，就是啊，我们的天尊可是超厉害的。863棒子国，宇宙是我的，哈哈！你们一个刚刚进入竞技频道的新手区，竟然没有一点自知之明。挑战连线已经建立，你们随时可以查看我们863新手区的榜单。你们不过只有一个天尊是5级，而5级高手我们可是足足有2个。863棒子国，思密达，而且我们还有10个4级，快看看你们吧，除了天尊是5级外，一个4级都没有，清一色全是3级。你们这还要怎么跟我们斗啊？404新手区的玩家闻言，都同时打开863新手区榜单查看，顿时瞪大了双眼。果真如他们所说，404新手区与863新手区完全不能比。他们除了有2名5级外，还有10个4级以及100个3级啊。而404新手区现在就仅有30几名3级玩家而已啊，可见863的整体实力有多强劲。我操，该怎么办啊？这次咱们输定了啊！我很相信天尊老大的实力，但同样是5级，对方却有2名。天尊老大就算可以1对2，但人家还有10名4级呢呀，而且人家还有100个3级。天哪，我们就只有30几个3级，这下惨了。楚天静静看着这一切，让他没想到的是，才刚刚接入进竞技频道，就有人主动来挑事儿了。是看我们好欺负吗？那就等着瞧吧。楚天的双目内露出骇人的凶光，可恶的棒子国竟然跑来主动送资源，那么楚天也不建议将其收下。404新手区与863新手区竞技正式开始，请在3小时内尽可能的多猎杀鬼怪。嗷嗷嗷！863新手区的棒子们嗷嗷叫着开始了竞技。然而404新手区却都如同霜打了的茄子一般蔫了，因为这完全没法比啊。反倒是公共论坛上，龙国的其他新手区在给404打气。911龙国，努力啊，别让那些棒子嚣张，我们刚刚干趴下了猴子国。666龙国，阿三国已经被我们碾压，我们龙国向来不会向强权低头，他要拿走我们的资源，就算用血肉也要筑成长城啊。看了同胞们的鼓励，楚天非常感动。前生当恐怖世界降临的时候，龙国人民就是这样的团结。在其他国家遇鬼者选择仅仅自保的时候，龙国的遇鬼者选择了保护人民。当其他国家遇鬼者纷纷倒戈，献祭自己的民众以投靠恐怖世界的时候，龙国的遇鬼者仍然选择和他们的人民站在一起。看到频道内大家的鼓励，楚天仿佛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和伙伴们患难与共的日子。不过似乎并不是所有龙国的新手区都如同666区和911区那般顺利，有一些则是战绩不佳。543龙国，我们被洗劫的2场太惨了，现在整个新手区穷得叮当响，连一只像样的鬼怪都没有，而且各种宝箱还有遗迹中的物品也大大减少，这还让我们怎么升级啊？看来我们真的会成为吊车尾，会被全员抹杀的啊。1902龙国，我们的状况和543差不多，我们先是遭到棒子的洗劫，而后又是可恶的樱花404的兄弟们替我们报仇啊。233龙国，宇宙洪荒，放心吧，404的天尊会替你们报仇的。233区竟然有个人认识楚天，楚天仔细一看他的名称，便知道是他下线后去见过的好友杨宏宇，没想到他被随机分配到了233区，于是他便也在公告论坛发了一条消息：天尊放心，我一定会替543和1902的兄弟报仇的。发完消息后，他选择连接杨宏宇，而后将自己换下来的白银战袍给他。杨宏宇激动道：太好了，楚哥，我终于找到你了，虽然我们不在一个新手区，但在一个频道也是好的。楚天道：暴揍你们区的黄毛。杨宏宇：怎么，黄毛是叛徒吗？楚天道：不是，他是个人渣，干过很多龌龊的事，不过最后在灾难降临时，面对大是大非，他还是选择了保护国家和弱者，所以我才嘱咐你暴揍他，而不是杀了他，为的是好好教训他一下，希望让他早日回头。杨宏宇：放心吧，楚哥，我这就去教训他，一定打得他满地找牙。这时楚天看向天空上的榜单，404新手区猎杀成绩：1阶鬼怪41， 2阶鬼怪13， 3阶鬼怪4， 4阶鬼怪0， 5阶鬼怪0。863新手区猎杀成绩：1阶鬼怪122， 2阶鬼怪43， 3阶鬼怪18， 4阶鬼怪5， 5阶鬼怪0。这才刚刚开场没多久，863新手区就遥遥领先了。楚天则打开自己论坛，果然如他想的，
整个论坛都散发着消极的气氛。于是他鼓励道：“那2个5级，10个4级，100个3级，全部交给我。我一个人的积分，保证可以抵得上他们全部。至于你们的积分，只要抵上他们1级2级玩家即可。”众人看到楚天发出的消息，404的众玩家脸上表情先是从迷茫，而后到震惊，而后到难以置信。我操，大佬真是太霸气了！第51章，清绝开窍了。应对，大佬真的能一个人单挑863区所有强者？这个难度有点大吧？大佬，是我们拖你后腿了，你真的不用为我们强出头的。是啊，大佬，你一个人跟863区所有强者对标，那真的是太难了。楚天道：“不必为我担心，做好你们应做的事即可。”谢谢天尊大佬，小弟在这给你烧黄纸了，愿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众人跟打了鸡血一般，嗷嗷叫着冲向各处鬼怪游荡的地方。清绝，我们出发。楚天也准备出发。这一次的确很棘手，这不是他个人实力问题，是404区整体实在太弱。本来如果他不下线1天多，在他的带动下不会是这种局面。而现在的情况，即便是楚天个人实力超群，但他仍然没有必胜把握。楚天正要急速出发去寻找鬼怪，然而向来听话的清绝这次却没有立即跟上。楚天奇怪地望向他：“怎么了，老婆？”清绝愣了一会儿，道：“主人，你一个人要跟863区所有高手积分总和比肩，就算做到了，也会被累得不成人样。我们可不可以换一种方式？”“什么方式啊？”楚天觉得，难道这一刻清绝要灵光发现了？清绝道：“2阶鬼怪吸血蝙蝠是一种群居类鬼怪，所以它们的数量非常巨大。我们可以选择猎杀吸血蝙蝠，这样就可以省去搜索鬼怪的时间了。”楚天凝眉思索，一般来说，花在搜索鬼怪上的时间要比真正猎杀鬼怪多。如果省去搜索时间，猎杀成绩何止翻倍？楚天道：“吸血蝙蝠虽然是群居鬼怪，但却是一种飞行类鬼怪，所以猎杀起来并不容易。虽然它们战斗力不高，但却反应极度灵敏，再加上会飞，所以很少有遇鬼者将目光投向这种鸡类。所有的1阶、2阶、3阶鬼怪天赋都被楚天提炼过了，唯独缺少了2阶的吸血蝙蝠。这种2阶鬼怪虽然自身战力仅仅与1阶鬼怪相同，但躲避攻击的能力却是3阶、4阶鬼怪都无法与之相比。所以通常遇鬼者都会放弃猎杀吸血蝙蝠，有那时间跟吸血蝙蝠较劲，还不如多杀几只其他鬼怪呢。而楚天在玩家那收购的鬼怪尸体中，自然也没有吸血蝙蝠，可以用它。清绝将一个太阳花的脑袋拎了过来，楚天顿时眼前一亮，因为清绝揪过的这只太阳花是在变异僵尸魁体内种出的。这只太阳花傀儡拥有僵尸魁的能力口水子弹和口水炮弹。这时清绝掐住手中太阳花的脑袋，对准天上，太阳花喷出一发口水子弹，砰！口水子弹在空中炸响，宛如放了一颗礼花。清绝道：“主人，如果是100只这样的太阳花，同时对准天空发射口水子弹，我不觉得吸血蝙蝠群能有效躲避。我们只需找100只僵尸魁，在他们体内种下太阳花种子，收获太阳花，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只需将我们的这支队伍带到吸血蝙蝠群附近即可。”妙啊！楚天顿时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甚至他已经想见在枪林弹雨下，吸血蝙蝠一只只的坠落了。虽然击杀2阶鬼怪积分不多，但吸血蝙蝠数量多呀，一群吸血蝙蝠往往铺天盖地，这也是平时大家不愿意猎杀它的一个原因之一。但如果有100挺加特林呢？这100挺加特林都是具备击杀鬼怪效果的加特林，可以想见吸血蝙蝠群将会有多惨。不过现在有个问题，那就是4阶的僵尸魁可不好找，想一下子找100个更难。但楚天准备放弃找4阶僵尸魁，而后直接去找1阶的普通僵尸，普通僵尸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吸血蝙蝠虽是2阶鬼怪，但它除了会飞和灵敏的特性，战力仅与普通的1阶鬼怪相同，所以在1阶僵尸体内种出的太阳花是有能力击杀2阶吸血蝙蝠的。再说，就算一颗子弹打不死，也可以多来几发嘛。八鬼抬轿，想好了应对策略，楚天便准备开始行动。他首先召唤了自己的八鬼抬轿，这可以让他节省路上时间。楚天和清绝上了八鬼抬轿后，向普通僵尸最多的灵山寺飞去。轿子一边在空中飞行，楚天一边给众人发消息：灵山寺附近的玩家全部帮我寻找僵尸，找到之后将坐标发给我。这次比赛能否取胜，就看你们能寻找到多少只僵尸了。收到，我这就去帮大佬找。在灵山寺附近的玩家们开始纷纷帮楚天寻找目标，而后将一个个坐标发给楚天。八鬼抬轿的速度很快，很快便飞抵了灵山寺脚下。他们的双脚才刚刚踏到地面，迎头就碰到了2只游荡的僵尸。快把他们收了！楚天急速吩咐。
好的，主人。青蕨应了一声，便直接抛出了2颗太阳花种子，那2颗种子直接钻入2只僵尸体内。嗷吼！嗷吼！这时，发现敌人的2只僵尸突然向楚天和青蕨冲来，不过他们的步伐才走到一半，他们的肚子就开始急速膨胀，而后2个肚子里分别有1只太阳花破开肚皮而出，而后太阳花张大了血盆大口，反向将2只僵尸吞噬。吞噬完2只僵尸的太阳花，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之后，二者化为2颗太阳花种子，飞回到青蕨的手中。青蕨张开手掌，让楚天看自己手心的2颗种子，只要需要的时候，就可将2颗太阳花释放，化作僵尸太阳花。楚天点了点头。他打开通讯录，查看玩家们标记的僵尸坐标，发现就在附近还有1只僵尸。这边，楚天带着青蕨翻过了一个小山坡，果然这里正有1只僵尸游荡。看来友军所给的坐标还是非常准确的。青蕨丢出太阳花种子，在僵尸体内种出太阳花，完全没有一点难度。让2个5级大佬，而且还是2个特别变态强的5级大佬，回新手村打一阶小怪，自然没有难度。他们所需的是和时间赛跑，要在更短的时间内种出更多的太阳花才行。就这样，楚天和青蕨一路按照坐标寻找僵尸，一路种太阳花，转眼间他们就已经收服几10个了。而现在距离游戏开始也已经过去了1半时间，而404区的成绩则是被甩得更远了。863棒子国，思密达，404区的龙国人就等着被我们收割吧。863棒子国，宇宙是我的，夺取你们的资源和阴气值，没了这些，你们就会变得更弱，然后永远翻不了身。863棒子国，泡菜无敌，你们那个天尊呢？他不是很厉害吗？怎么还让你们落后这么多？啊哈哈哈！第52章，狗的哲学，龙国老者。一处丛林内，一道雷电从天而降，将一只鬼怪劈死。雷动3000狂笑道：“哈哈，我终于晋升4级了。”雷动3000是目前404区仅次于楚天的强者，当然，他这个第2名距离第1名的楚天有点远。在晋升的狂喜烧过之后，雷动3000便一脸惆怅地看向竞技榜单。比赛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863区的总积分已经接近4500，然而404区的总积分才不到1500，仅有对方的1/3左右，2个新手区的实力相差太大了。身为404区的一员，雷动3000自然为本区担心。更何况现在已不是简单的新手区之间的对决，很明显，这次发起挑战的棒子国就是针对龙国人来的。可恶的棒子！雷动3000咬牙切齿，此刻他无比痛恨棒子，但又无可奈何，只有奋力击杀更多鬼怪。晋升4级后，他就具备了孵化鬼灵的资格。雷动3000兴致勃勃地将自己的混沌卵取出，孵化。一阵光芒之后，雷动3000的混沌卵破裂，一只名曰雷女的鬼灵诞生。哈哈，让我们一起并肩杀敌吧！雷动3000欢喜地带着自己的鬼灵，开始继续猎杀鬼怪。虽然现在404新手区的积分大大落后，但他还是相信创造过无数奇迹的天尊。天尊不是说了吗？863区的所有强者都交给他，其他人只需对标863区的1、2级御鬼者即可。如果天尊最后真的创造了奇迹，反而是因为他们这些人输了，那笑话可就闹大了。在404区的各处，大家都在拼命努力着，只希望不拖天尊的后腿。甚至原本在安全区的生活玩家也都放下手中工作，跑到野外猎杀鬼怪，或是为楚天寻找僵尸坐标。这些生活类玩家虽然战力不强，但让他们对付一些最弱的鬼怪并不难。至于他们的家当，也有人帮他们看着。自从精灵人部落入驻灵山寺后，安全区的治安就好了起来。这时，精灵人茉莉站在灵山寺门口，静静地遥望远方，希望爸爸一切顺利呢。整个灵山寺的玩家都出征了，这也让精灵人们知道是发生了重大的事情。放心吧，主人一定会没事的。茉莉的爷爷精灵人族长亚瑟拍了拍茉莉的肩膀，安慰道。频道论坛见到自己领先的863区玩家开始嚣张了。863棒子国，哈哈，时间已经过了大半，龙国人被遥遥甩在后面了。863棒子国，龙国人给我们提鞋都不配。863棒子国，三星堆是我们棒子国的，众所周知，三星是我们棒子国的一家著名企业。911龙国，死棒子，请问三星堆跟三星有什么关系？911龙国，妈的，一群漂亮国的走狗，有啥好嚣张的？666龙国，就是啊，做狗的人没有资格在这儿发言。863棒子国，龙国的朋友，这就是你们不懂做狗的好处了，自己不用努力，什么都有主人给你投喂，而且主人还会保护你的安全。这世上就没有再比做狗更好的事情了。所有龙国新手区一脸懵逼，妈蛋，这价值观咋就跟我们龙国人不一样呢？863棒子国，奉劝龙国人们，你们也来做狗吧，这是经验之谈，
一般人我们不告诉他，成为一只狗是真的舒服啊。龙国众多新手区，283樱花国。虽然我们武士国也很讨厌棒子，但这一点我们可以证明棒子说的没错。做狗的确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你只要对主人摇摇尾巴，主人就会给你2根骨头。龙国人觉悟吧，快快加入做狗的行列吧！我去你！诸多龙国新手区的玩家再也无法淡定了，同一时间开启了狂喷，各种脏话满屏飘。正在楚天所在的频道为了一场挑战赛而互相狂喷的时候，另外一个频道001新手区，一名100岁老者正坐在一个高高的山坡，擦拭着手中的魔刀万刃，而一条黑龙就那样匍匐在地上，给老者当坐骑。他和黑龙的脚下是成片的尸体，整个山坡都被鲜血染红。之所以是红色的血，而不是黑色的血，那是因为下面死的全是人，而不是鬼怪。这名老者以一己之力杀光了001新手区1000名玩家，此刻他的身旁就仅剩3名玩家还没死，他们在原地战战兢兢。这名老者正是秦泰安，是楚天下线之后乘坐军用飞机飞到祖国西部边陲，特地去见的那名老者。只不过当时老者正在游戏中，所以楚天将游戏攻略和一封信留下便走了。老者擦完刀上的血渍，才看向仅剩的3名青年，那带有杀气的目光也变得柔和。他笑呵呵道：“放心，我不会杀你们，你们3个娃都是龙国人，我只杀这些洋鬼子。”老者用剑鞘指了指那漫山的尸体。新手区的划分通常是以国家为标准，例如404新手区就全是龙国人，863区就全是棒子。秦泰安本应该被划入龙国新手区，但由于他的住址紧贴着边境，不知怎地就被划分到了北熊国001新手区。而此刻站在他身边的3个青年是在北熊国的留学生，所以也同样进入了001新手区。前辈，可是你为何要针对北熊人呢？一名青年战战兢兢说道。几人现在已经被老者的恐怖实力给吓怕了，一人杀1000人。当这等事情真正发生在眼前的时候，又有几个人会不害怕？老者冷哼一声道：“从鸦片战争以来，这些洋鬼子就没少在我们的土地上造孽。老朽我当年就是在这儿当兵的，眼看着老毛子的坦克开过来，那叫一个嚣张啊！哼，还不是被我们给打回去了。”老者满脸倨傲，不过说到这里，似乎有几分神伤爬上他的面容。是啊，北熊国当时是被打回去了，但他们连也有68个战友，永远的长眠在了这里。这也是秦泰安退伍之后选择在边境当一名牧民的原因。他离不开这些老战友们。一名青年突然哈哈笑道：“我们不要太在意了，这都是游戏，那些死的人会复活的。”是啊，这游戏太逼真了，我们竟然当真了，他们永远不会活过来了。秦泰安瞥了众人一眼，冷冷丢下一句，便骑着他的黑龙蹒跚而去。在恐怖世界游戏中，被鬼怪杀死的人会被人类之母复活，但非因鬼怪而死的人类，人类之母是不会管的。所以他们是真的死了。秦泰安收到楚天的信后，就已经知晓这一批北熊遇鬼者接下来要做什么了。他们先是组队专门抢劫和猎杀龙国人，之后在龙国遇鬼者组织了有效的防御之后，他们没得抢了，就开始将屠刀对准自己人，先是抢光自己民众的食物以自保，没得抢了又互相之间抢。如果说前面的恶行还能忍受的话，这一批遇鬼者最后竟然选择了投靠恐怖世界，帮着恐怖世界来迫害地球人，这就让人忍无可忍了。被投送错了新手区，秦泰安也觉得非常意外，不过此时他已经将这当成上天的安排，他刚好可以将这些败类在没有成长起来前全部铲除，于是就有了现在血流成河的一幕。第53章落后，楚天到场了。挑战赛倒计时35分，棒子们更加嚣张了，如果给他们一片沙滩，他们恨不得横着走。然而404新手区的玩家从最初的信心百倍，渐渐也产生了动摇。天尊大佬怎么还不出手啊？就仅剩半个小时了，再不出手我们就完了。大佬在干什么？还在寻找一阶僵尸吗？大佬这样的实力去杀高阶鬼怪更划算吧。404区的论坛充斥着焦躁情绪，但众人都不敢给楚天留言，生怕打扰到他，只能默默祈求楚天不要出错，不然的话，看似是一场挑战赛的失败，那很有可能就是一败到底。因为谁都知道，一旦挑战赛失败，404区的资源减半，那么今后升级必然比别人要慢，那还要怎么跟别人比啊？如果在这时人家继续向连续不断的发起挑战，又该如何应付？所以这一场挑战赛的失败，恐怕就彻底断送了404区的命运。您的鬼灵击杀了一只一阶僵尸，获得10点阴气，又是一颗太阳花被从僵尸体内种出。这一刻，楚天也长长松了口气。他回头问青爵：“有100颗了吧？”此刻青爵的手指上戴着一枚青铜空间戒指，
这是在刚才打怪的时候爆出的，楚天顺手就给他带上了。主人，刚好100颗。见到楚天询问，青爵从空间戒指取出一个木匣，里面装满了成熟的太阳花种子，这些都是他们在僵尸体内种出的，只要将这些成熟的太阳花种子释放，那么他们就会瞬间得到100个僵尸太阳花。他们每一个都有口水子弹的天赋，那就是100挺加特灵机枪。主人，要离开了吗？青爵询问道。楚天看向天空上透明的竞技榜单，准备看看双方成绩和所剩时间。404新手区总积分3650，猎杀1阶950，猎杀2阶300，猎杀3阶28，猎杀4阶5，猎杀5阶0。863新手区总积分8527，猎杀1阶1202，猎杀2阶330，猎杀3阶71，猎杀4阶24，猎杀5阶3。其实404新手区和863新手区在1、2阶鬼怪的成绩上相差不大，差就差在高阶鬼怪。因为404区除了楚天是5级外，就仅有一个雷动3000在不久前刚刚晋级4级，所以有能力猎杀高阶鬼怪的人极少，而高阶鬼怪又特别拉分。就比如863新手区猎杀的24只4阶鬼怪吧，就获得了总积分2400点，而404区总计才猎杀了5只4阶鬼怪，而5阶鬼怪404新手区更是一只都没猎杀。863区虽然也只猎杀了3只，但这3只却积1500分。从这个榜单可以看出2点：第一，404新手区猎杀低阶鬼怪数量并不少，说明他们战斗技巧不差，他们差在等级太低，所以高阶鬼怪都没有他们的份。楚天觉得等这次挑战赛胜利后，这种差距会被很大程度弥补，毕竟一次挑战赛的奖励还是很丰厚的，能让全体层次都有一个提升。这时楚天将目光落在时间上，竞技倒计时30分。现在404区完全落后，正常情况下这么短的时间想要逆风翻盘是不可能的。楚天略略沉思，从灵山到蝙蝠崖的距离大约50公里，如果是步行的话，不等走到蝙蝠崖，挑战时间就结束了。但他的八鬼抬轿速度极快，5分钟足以让他和青爵飞到蝙蝠崖。先不急，通讯录上还有20个坐标没有中，我们争取1刻钟内将他们全中了。好的，主人。挑战时间距离结束越来越近，然而楚天和青爵却仍旧在对最低等级的僵尸动手。404区的众人已经陷入了绝望，而频道论坛的骂战还在继续当中。666龙国大狗二狗，你们嚣张个啥？因为棒子国和樱花国承认自己是狗，所以现在所有龙国玩家对樱花国和棒子国的称呼都变成了大狗和二狗。樱花国，谢谢啊！棒子国，谢谢啊！众多龙国新手区一脸懵逼，他们本想用狗这个词来羞辱樱花和棒子，然而人家却对当狗非常乐意，这就让所有的龙国玩家都感觉一拳打到了棉花上，完全用不上力啊。222漂亮国，奥米克戎，龙国人你们嚣张什么？你们的404区马上就要挂了。卧槽，盟主出场了！盟主大人好，盟主大人一统江湖，我们永远是盟主大人的小跟班。漂亮国的奥米克戎才一发言，几十个不同新手区的玩家就纷纷上来舔，这让奥米克戎这个222新手区新人王很是受用。于是他放开豪言，小樱花和小棒棒都是我罩着的，以后大家有困难了找我，我一定会为大家出头的。好的，老大，老大威武，我们有困难了一定请老大帮忙。863棒子国，思密达，奥米克戎老大放心，我们已经打得404区抬不起头了，倒计时仅剩不到1刻钟就结束了。863棒子国，泡菜无敌，在漂亮国大盟主的羽翼呵护下，我们棒子国是无敌的。哈哈，几个棒子国的新手区纷纷发出狂笑不止。就在这一刻，龙国的新手区们也沉默了，因为成绩在那摆着，他们再怎么希望404区获胜，那也是不可能的。狂喷他们一顿，也不能阻碍863新手区获得胜利的脚步。那边404区的所有玩家都停止了猎杀鬼怪，他们现在的总积分是4500，而对方的总积分是11200，他们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在短短的10几分钟内完成赶超。接下来继续猎杀没有意义，而且挑战赛期间自己所猎杀的鬼怪，无论是宝物还是阴气，全会归胜利一方所有，这就让他们更加没兴趣继续杀鬼了，杀的再多也是给别人做嫁衣。难道真的不行了吗？没办法，这也有点太难为天尊了，他一个人扛不起这么重的分量。是啊，咱们等级太低了，拖人家天尊大佬后腿了。就这样了吗？就只能等着接受处罚了吗？正在众人陷入绝望的时候，八鬼抬轿正在天空风驰电掣飞行，8只大鬼抬着巨大的轿辇飞越山河大地。快一点啊！
轿子上，楚天攥紧了拳头，只希望早一点到达吸血蝙蝠群所居住的蝙蝠崖。而一旁的青爵正双手抱着一个箱子，里面装了122个成熟的太阳花种子。主人，你快看！青爵突然向前方一扬下巴。楚天顺着窗户看去，高大的蝙蝠崖已经就在眼前。第54章，枪林弹雨，射击！射击！蝙蝠崖不仅陡峭，而且非常高耸，宛如插入云霄。正常人是很难攀爬上这样的山峰的。在峭壁之上有很多1米深的孔洞，那些乌黑的孔洞当中，无数双血红的眼睛向外张望着。那便是吸血蝙蝠。没人敢轻易靠近蝙蝠崖，虽然吸血蝙蝠个体战力较弱，但若成群结队，没人能够承受得了。突然有一个奇怪的轿子飞来，就让整个蝙蝠崖都发出嘶哑的响震。一个个血色的眼瞳从山洞飞出，开始在天空盘旋。它们个头仅1尺有余，虽然比现实世界的普通蝙蝠要大很多，但如果跟其他种类的鬼怪相比，个头还是非常小的。它们全体皆黑，长着赤红的眼睛和尖锐的獠牙，那獠牙正是用来吸血的。楚天降到地面，将八鬼抬轿收起。他望着天空如乌云盘旋的海量吸血蝙蝠，不禁有些头皮发麻。这数量也太多了吧！楚天看了下时间，距离挑战赛结束仅剩8分钟，而此刻双方的成绩都已经停止，没有任何增长。这就说明一方已经认命，放弃了继续猎杀，而另一方则是觉得自己可以100%取胜。嘶哑嘶哑嘶哑！见到有人类带着一只漂亮鬼灵进入自己领地，吸血蝙蝠岂能放过送上门的美食？他们成群结队向楚天和青爵飞来，宛如一道乌云从天空砸下。青爵放狗！楚天背负着双手，悠闲地看着天空中扑来的乌云，淡淡的吩咐道：“好的，主人。”青爵将自己手中的122个太阳花种子全部释放，如同古人仙法撒豆成兵，试探性攻击。好的，主人。开始有太阳花向天空试探性射击。863新手区玩家，哈哈，我们赢了！龙国人不堪一击，完全不是我们对手。就是不知这一场竞技比赛最终收入如何。如果收入高的话，想必我们整体实力都会大大提升，到时再去挑战其他龙国新手区。对，我们就专挑龙国的新手区下手，龙国人最好欺负了。咦，你们快看，龙国的统计数值竟然在增加，他们竟然还没有放弃抵抗吗？卧槽，真的是哪个傻瓜在猎杀2阶鬼怪啊？难道他要靠猎杀2阶鬼怪逆风翻盘吗？哈哈哈哈！863新手区的玩家们见到此等场景，笑得前仰后合。毕竟猎杀一只2阶鬼怪才积5分，而现在双方差了足足5、6千积分，杀几只区2阶鬼怪又有什么用呢？而404区的玩家们则是一个个苦涩摇头。天尊终于出手了，而大佬你出手的也太晚了吧？试探射击效果不错，正式列队。楚天命令道。这时122个1人多高的太阳花在楚天和青爵面前分列2排，每排刚好61个，全力射击。随着楚天一声命令，122个太阳花同时向天空喷吐口水子弹，哒哒哒哒，他们的嘴巴如同喷吐火舌的机关枪，不停喷射子弹，每一口唾沫都会变成一颗子弹。嘶啊嘶啊嘶啊！海量的吸血蝙蝠坠落，如同一滴滴黑色的墨汁滴落大地。没一会儿，苍茫大地就便是黑色斑点，那都是吸血蝙蝠的尸体。而竞技榜上404新手区猎杀2阶鬼怪的数量也从原本的300只开始急剧攀升，350、400、450、500。863新手区玩家，卧槽，这是谁啊？短短1分钟就猎杀了200多只2阶鬼怪，我的了个妈啊！这人是个变态吧？真的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吗？他是怎么做到的？估计是用了某种特殊道具吧。不过这么强力的道具应该只是一时的效果，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是了，估计这道具的作用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哈，没错，终究还是胜利在我们一方。404新手区玩家，卧槽，大佬你终于出手了，而且一出手便石破天惊。大佬之前去收集1阶僵尸就是在布局一波大的吗？我们可以赢吗？我们真的能赢吗？大佬你一定要挺住啊！404新手区的兴衰就全靠你了。战火纷飞，太阳花所组成的阵列还在喷射子弹，哒哒哒哒哒哒，嘶哑嘶哑嘶哑！吸血蝙蝠惨叫着，继续如雨点坠落，它们的尸体在空中飘零着，而后砸到地上便污染一大片土地。您的鬼灵击杀10只2阶吸血蝙蝠，获得500点阴气。您的鬼灵击杀10只2阶吸血蝙蝠，获得500点阴气。您的鬼灵击杀10只2阶吸血蝙蝠，获得500点阴气。收获阴气的通知不断在楚天的耳畔响起。以前楚天觉得这种声音非常美妙，
毕竟这是自己又有所得的表现。而这一刻，他就觉得这声音有点像噪音了。他果断选择对游戏通报进行屏蔽，这才算清静。这时，异变突生，吸血蝙蝠群竟然组成数个阵列，前后排成机队向下方冲击而来。这样，前面几个阵列的吸血蝙蝠便会为后面阵列挡住倾泻的子弹。吸血蝙蝠不断突进，片刻就要突破楚天的整个防线了。青觉做好了准备大战一场。然而楚天却悠闲地取出冥神笔，随手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施展鬼画符，呆着。楚天5万点阴气被抽走，一道金光在石子上闪烁，代表鬼画符制作成功。楚天将那个鬼画符丢上天空，丢入即将突破防线的吸血蝙蝠群中。砰！鬼画符炸裂，犹如在空中绽放的璀璨烟花。而后，一个个吸血蝙蝠便都被定在了空中，它们在原地扑闪着翅膀，似乎被无形的绳索给束缚住了。天空中的吸血蝙蝠数量太多，即便楚天抽取了5万点阴气，施展了一次极限鬼画符，但也不能长期将它们定住。不过，也并不需要长期定住它们。继续射击！楚天指着那些被定在天空的吸血蝙蝠说道。122个拥有口水子弹天赋的太阳花继续进行射击，甚至它们的身上都开始冒出青烟了，身体也开始一点点淡化。这代表太阳花们已经到了极限，现在正在消耗自身强行射击。估计这一战就会让这122个太阳花报销了。但楚天并不在乎这一点，因为制作这些太阳花傀儡并不困难。如果想的话，今后他可随时制作。第55章1000胜利的曙光。哒哒哒哒哒哒，子弹纷飞，原本要突破防线的吸血蝙蝠群被楚天的鬼画符给短暂定住，只能在那原地挨打。吸血蝙蝠大量坠落，那岌岌可危的防线再次坚固起来。猎杀2阶鬼怪数量700、800、900、1000。404新手区猎杀2阶鬼怪的总量已经超过1000了，这其中有700都是楚天击杀的。然而时间仅过去了3分钟而已，看到不断上涨的数据，863区的玩家目瞪口呆。不会的，不会的，一定是我看错了，他们的积分怎么如同潮水一般涨起来没完啊！卧槽，这也太快了吧，这是人能做到的速度吗？先前不是说他用了某种道具吗？这道具怎么还不失效啊？糟糕，再这样下去，没准他们会追上我们的。怎么可以这样啊？这是作弊，他在作弊。404新手区玩家，哈哈哈，天尊果然还是那个天尊，只要有他在，一切都不是问题。天尊大佬，我们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还请收下我们的膝盖吧。看看咱们的积分，就像坐火箭一样，压都压不住啊！我谁也不服，就服天尊。太阳花阵列还在喷射子弹，而倒计时仅剩4分钟了，希望可以再坚持2分钟啊！只需要再过2分钟。这一刻，楚天有几分紧张起来，因为太阳花们已经到了极限，他们的身体暗淡到马上就要消失。然而他们的积分才8500点，与对方相差还有将近3000点。如果这时太阳花崩溃，靠他和青觉2人拼死搏杀，是很难在短短4分钟凑足这么多积分的。时间又过去了1分钟，404新手区的总积分已经超过了9000，与863新手区仅差2000了。不过楚天的汗都下来了，因为太阳花阵列将要化为青烟消散，他们终究无法再坚持了。可明明就只差一点点而已啊！全频道公告，玩家天尊达成5分钟击杀1000只2阶鬼怪成就。全频道公告，奖励玩家天尊鬼怪收割机荣誉称号，奖励群体恢复药剂1份。听到这样的公告，整个频道100个新手区的玩家都震惊了。特么的，5分钟内斩杀了1000只2阶鬼怪，这还是人能做到的吗？我竟然杀这么多了吗？楚天咂舌，他都被自己的成就给震惊了。而且他还获得了荣誉称号和特别奖励，竟然奖励了我1份群体恢复药剂。太好了，我正在发愁这些太阳花要报废了呢，这简直是正打瞌睡就有人送来一个枕头。哈哈！楚天急速将群体恢复药剂取出，一个红色的小瓶在他手中。他打开瓶盖，红色的荧光如匹练般飞出，如彩霞般覆盖环绕了即将消亡的太阳花们。太阳花的身体从原本淡化即将消失，渐渐变得凝实，再次恢复了原本的模样。砰砰砰，哒哒哒，他们的火力也再次勇猛了1分。404新手区的积分再次疯狂飞涨。404新手区猎杀2阶鬼怪1万。404新手区的积分突破了1万大关，仅落后863新手区1200。然而比赛还有2分钟，只要404新手区继续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最终超过863新手区还是非常稳定的。我们要胜利了，就差一点，就差一点点了。大家还是别看热闹了，继续猎杀鬼怪啊！万一天尊出点纰漏啥的，咱们的积分也是一个补充啊。是啊，冲啊！
404新手区再次燃起斗志，一个个嗷嗷叫着冲向深山大泽，他们也要为404新手区的繁盛尽一把力。然而此刻的863新手区却都开始怀疑人生了，怎么会这样？苍天啊，大地啊，龙国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大了？一个玩家在5分钟内就猎杀了上千只2阶鬼怪，世上竟然有人能做到这样的事。最主要的，他并没有停下来，数量还在继续增长中。天啊，要是再这样涨下去，我们真的会被超过呀！我们马上就要被超过了呀！666龙国，悠悠球顺不顺？好样的，天尊大哥真给我们长脸啊！这才是真正的华夏好青年。911龙国，长城，哈，论坛里的，你们继续嚣张啊！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你们连尘土都不是。404加油！404，我们支持你！龙国的每一个新手区见到404新手区逆袭的时候都非常激动。怎么搞的？这都能让他逆袭？是我眼花了，还是游戏出 bug 了？就算茶树也不可能这么快啊！有人猎杀鬼怪的速度比茶树还快，这个天尊到底是何许人也？是啊，难道说天尊觉醒了 A 级天赋，并且同样获得了 A 级鬼灵？漂亮国的奥米克戎本来并没有太在意这样的一场挑战赛，毕竟他所在的222区是全频道前3的强大新手区，何必关心几只阿猫阿狗打架？只是全频道公告5分钟内猎杀1000只2阶鬼怪，这怎能不让他震惊？有点意思。这个天尊也同样是 A 级天赋外加 A 级鬼灵吗？奥米克戎双眼一眯，眼瞳深处露出阴冷的寒光。身为全频道前3强大新手区的新人王，奥米克戎自然有着令人羡慕的天赋和鬼灵，只是没想到一个新加入频道的龙国新手区有一个和他一样的强者。可恶啊！就算你同样觉醒了 A 级天赋，获得了 A 级鬼灵又能怎样？我们222新手区可不是好惹的。奥米克戎觉得自己一定比天尊强，因为404新手区他也观察了，除了天尊其他人都很菜，而他们222新手区除了他有 A 级天赋和鬼灵外，还有好几个单 A 级呢，不然他们也不会成为全频道顶级的强大新手区。再等等看，让小樱花再去试探一下404，如果不行的话，才轮得上我222区出手。而那边404新手区的积分早已经超过了863新手区，863新手区一片哀嚎，而404新手区则是响起一片欢呼之声。他们在深山大泽将自己手中的斩鬼剑高高抛起，庆祝己方胜利的一刻。现在已经不用他们帮忙猎杀了，因为积分还在疯狂上涨，说明楚天并没有出现意外。是啊，那可是天尊，天尊怎么可能出现意外呢？而这边看到成绩已经反超的一刻，楚天也长长松了口气。既然已经反超，就代表必胜无疑，只是能超过对方多少的问题。楚天早已经屏蔽了游戏提醒，毕竟不停的有阴气值收入，要是全提醒的话，早就烦死了。他静静地看着天空，如雨点坠落的吸血蝙蝠尸体。太阳花傀儡们的颜色越来越淡，马上就要全部蒸发没了。不过现在楚天并不关心这一点，即使现在停止射击都没关系，因为他们胜局已定，就等着倒计时结束的一刻呢。第56章，获胜，普天同庆。这时，楚天突然收到一条消息：233龙国，宇宙洪荒，楚哥果然牛逼！挑战赛开始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赢，只是没想到会是这一种赢法。楚天道：黄毛找到了，宇宙洪荒，楚哥让我办的事，我当然全力以赴了。他的满嘴牙已经被我敲掉，现在正在我屁股底下坐着呢。不过这家伙实力的确不弱，如果不是有你的游戏攻略和装备提前助力，没准我还不是这家伙对手呢。不过似乎这家伙并没有要改过自新的样子。楚天道：那就打到他改过自新。收到。杨宏宇抬起屁股，他的屁股下面坐着一个染着黄发的男子。此刻这名男子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看着杨宏宇抛来的目光，黄毛顿时感觉全身恶寒。黄毛，为什么要打我呀？我们根本就不认识啊。杨宏宇，你是不是人渣？黄毛，我不是人渣啊。杨宏宇，上周你还睡了你嫂子，而后你哥因为一气之下酗酒，最后被车撞死了，你还敢说你不是人渣？黄毛，他震惊了，这件事情一直是他心头剧痛，他想要投案自首，却又没有那个勇气。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他也从未跟人说过。这个素不相识的人怎么会知道这一点呢？黄毛突然跪在地上，开始痛哭。你打吧，你打吧，你打死我吧！我是人渣，我睡了我嫂子，还害死了我哥，我也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打的就是你！想想黄毛的恶行，杨宏宇就义愤填膺，他的拳头和脚不停地向黄毛身上招呼。404区的第一场挑战赛已经进入了最后倒计时，404新手区总积分15200，
当404新手区的积分跳到15200之时，倒计时终于终止了。而这一刻，122个太阳花傀儡也全部化为青烟飘散，他们彻底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那些残存的吸血蝙蝠已经不太多了，他们也没胆量向楚天和青绝发起进攻了，拍拍翅膀向远方飞去。太恐怖了，这样恐怖的人类，他们再也不想见到了。公告：404新手区与863新手区竞技结束，双方成绩如下：404新手区总积分15200，猎杀1阶1200，猎杀2阶2340，猎杀3阶40，猎杀4阶8，猎杀5阶0。863新手区总积分11200，猎杀1阶1500，猎杀2阶440，猎杀3阶100，猎杀4阶30，猎杀5阶4。这一场竞技赛终于结束了，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一次863新手区总积分11200，而404新手区总积分是15200，高出了863新手区4000点。当然，这其中主要是楚天的贡献，他一个人就击杀了2040只二阶僵尸，足足贡献了10200点积分，而404新手区的其他玩家仅贡献了5000点积分。楚天是整个新手区其他玩家总和的2倍，甚至他一人都可以跟863新手区叫板了，毕竟他的10200也仅比对方差了1000点积分而已。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没想到最后取得胜利的竟然是404新手区，全频道的玩家都发出各种惊叹，难以想象会是这样的结果。明明404新手区很弱的啊，没想到竟然靠一名玩家就彻底逆转了全局。404新手区玩家，哈哈，我们赢了！天尊万岁！多亏了有天尊在，我们才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接下来就是该分发奖励的时候了吧？公告：404新手区获胜，竞技期间所获阴气值翻倍。公告：冠军天尊奖励阴气值翻3倍，奖励黄金空间戒指1枚。公告：奖励404新手区全员回城券1张。所有人都获得了1张回城券，这让即将到达4级、即将获得下线资格的玩家都是一阵欢喜。毕竟现在众人已经散落到了新手区各地，回安全区下线是真的不容易。就在这时，404新手区的玩家们阴气值都开始上涨，看来是奖励来到个人身上了。楚天在比赛期间共计击杀了122只一阶僵尸，每一只贡献10点阴气，总计1220点。这次挑战赛获胜，别人奖励翻倍，而他却是奖励翻3倍，那就是3660点。比赛期间，楚天击杀了1040只二阶吸血蝙蝠，每一只二阶鬼怪可获得50点阴气，奖励翻3倍就是150点，再加上其中有少量变异二阶吸血蝙蝠，楚天从二阶鬼怪这获得超过17万的阴气，一阶二阶鬼怪相加，竟然凑足了17.5万。这一次收入太丰厚了。不过期间他施展了一次极限鬼画符，消耗了5万点阴气，等于现在账面净剩12.5万。公告：剥夺竞技期间失败一方所获得的阴气值全部奖励给胜利一方。公告：剥夺竞技期间失败一方所获得的宝物全部奖励给胜利一方。公告：剥夺863新手区总计11.2万阴气，将根据404新手区玩家竞技期间贡献分配。公告：玩家天尊在竞技期间贡献积分 67%， 获得 7.5 万阴气值，其余 33% 分配给404新手区其他玩家。公告：863新手区竞技期间所获得道具已经被投放到404安全区灵山寺，满足 60% 的积分同意，即可开启对物品的分配权。863新手区一片惨叫，他们辛辛苦苦猎杀的阴气值开始被抽离，而后被奖励给404新手区。他们辛辛苦苦获得的道具宝物也全部飞上天空，穿越时空被投送到404新手区的灵山寺。怎么会这样啊？呜，好惨啊！怎么会这么惨？我们这么久的辛苦全都白费了！呜，可恶的龙国人，我们一定会复仇的！一时间863新手区哀嚎一片，本以为胜利在握，谁知道却一下子从天堂跌落地狱，而404新手区却在欢天喜地。哈，增长了，我的阴气值涨了好多！卧槽，我晋升4级了！我也晋升4级了！我晋升3级了！老子终于是3级玩家了！哈哈，我终于是2级遇鬼者了！404新手区陷入了普天同庆，而其实现在受益最多的乃是楚天，毕竟他在竞技期间贡献最大，他所贡献的积分占整个新手区的 67%， 所以也获得了最大的一笔阴气值奖励 7.5 万点。现在楚天的阴气值已经暴增到了21万点，距离晋升6级遇鬼者就仅剩4万点了。第57章领主经济学亲密增加。不仅如此，
从863星手区剥夺来的宝物，现在分配权也在楚天手中。因为按照游戏规则，60%的竞技积分人数同意，即可对物品进行分配。然而这一次，楚天太优秀了，他一个人的积分就占到全区的67%，所以他也不用跟别人商量，直接拿到了物品奖励的分配权。就算他现在扣留全部物品，别人也无可奈何，因为别人的积分加起来才33%，完全无法撼动他。楚天凝眉想了想，便在论坛发消息，之后我会让精灵人部落管理咱们新手区的库房，需要装备的可以到那里购买，自己猎取到的装备也可以到公共库房出售。当然，这个公共库房不是我开设的，是咱们404新手区的集体财产。楚天觉得应该建立一个官方仓库了，目的并不在盈利，而在于稳定市场，还有做好战备储备。前生的时候，不少遇鬼者领主的领地都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没有被鬼怪打败，而是被经济问题打败，那真是末日当中最可惜的事情了。其中2种最常见的经济问题，一种是过度控制市场，什么都把持在领主手中，造成市场无法流通，经济完全丧失了活力，最后经济垮台。另一种是过于放纵市场，领主对领地之内的一切都不加干涉，物品价格全交给商人的自主行为。然而，人在面对利益的时候，贪婪的本性和獠牙便会露出。常常是领地内根本不缺粮，就有大批人因为断粮而饿死。常常有武器商人的仓库内堆满了兵器，却有大批人只能拿着木棒跟鬼怪战斗。作为一个重生者，前世的经验是楚天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他会对领地内进行管控和调节，但也会准许私人进行一定限度的自由交易。唯有这样才能让经济良性发展。黑山，明白大神，一会儿我就去库房看看有什么宝贝。我也去，我手上有不少好东西，都是从各个鬼怪身上收集的，看能不能卖个好价格。我是小狐仙，很奇怪呢，这个游戏怎么没有在线仓库功能呢？楚天退出了论坛界面。这些人目前还把这里当做游戏，殊不知游戏很快就会结束的。等游戏结束后，根本没有辅助功能，一切都得靠遇鬼者自己。哪来的在线仓库？哪来的在线交易？哪来的在线论坛？到时那一切都要遇鬼者自己去搭建，自己去搭建法阵，建立交易平台和仓库等等，就连通讯系统，到时都要自己去搭建。人类之母对地球人的帮助就仅仅是这40天而已，这40天就会耗光人类之母所有的力量，之后就全靠遇鬼者自己自行发展了。公告：剥夺863新手区半数资源，全部投放到404新手区。这时，挑战赛的最后一项奖励到账了，2个新手区的大地同时发生震动，而后863新手区的玩家面前大量的鬼怪和遗迹全部凭空消失。完了，完了，还我的鬼怪，还我的遗迹！没了这些资源，还让我们怎么升级啊？而另一边，404新手区一瞬间冒出大量的鬼怪和新的遗迹，轰隆隆，轰隆隆！哈哈，我看到了什么？这一片的幽灵之前都被杀光了，现在竟然又跑出这么多！山脚镇扩大了，在它旁边出现一片名曰恐怖迷宫的新遗迹，我得去好好探索一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宝贝。黑石林旁边出现一片红树林，里面有好多鬼怪啊！大家快来刷怪啊！404新手区的玩家狂喜不已，这一次挑战赛的胜利让404新手区实力暴增。先是阴气值的奖励，就让好多人直接晋级，就算没晋级的，距离晋级也很近了。而现在再多了这些资源，那么之后404新手区再也不是频道内垫底的存在了。而这时，楚天看向面前的2040具吸血蝙蝠尸体，这些都是宝啊！那边10个水鬼太阳花和1个僵尸葵太阳花穿梭在满是蝙蝠尸体的大地上，他们在收集蝙蝠的毒囊。吸血蝙蝠的毒囊是配置各种药剂的常用添加剂。楚天准备等他们将毒囊收集完，就将所有的吸血蝙蝠全部提炼。这时，一条私人游戏信息突然在楚天耳边响起：您和您的鬼灵亲密度增加1%，现在亲密度90%。恭喜您，您和您的鬼灵亲密程度变成亲人。因为楚天和青爵身上穿着情侣白银战袍，所以每隔1个小时，2人的亲密度就会增加1%。哈哈，我和老婆的亲密度又增加了。楚天大笑：不能叫老婆的，我们是亲人，你是我最亲爱的哥哥。板着精致的面孔，青爵反驳道：我是你最亲爱的哥哥。楚天一拍额头：是了，目前他们的亲密度是亲人程度，还远没有达到老婆那个程度。可是我以前都这么叫他，他也并没有反驳啊。他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的了？是升级后。楚天突然想起了，包括这一次应对挑战赛能轻松取得胜利，也是青爵提的建议，是他提出用加特林打鸟的。这一切不都发生在晋级5级之后吗？看来晋升5级后的青爵已经不那么傻了。
至少现在他能明白老婆的含义了。哈哈，本来我还想让你叫我老公呢，现在既然成了哥哥，哥哥就哥哥吧。清觉，叫声哥哥听听。楚天摸了摸清觉的头，清觉似乎也很乐意让楚天摸头。哥哥，清觉甜甜酥酥的叫了一声，宛如春天里的百灵鸟。哈哈，清觉的灵智开始恢复，这让楚天很是高兴。这时，太阳花仆从们已经将吸血蝙蝠的毒囊收集完毕，他们正要本能地挂到交易平台，却被楚天制止了。特么，这么多吸血蝙蝠的毒囊被同一时间挂上去，这玩意儿不得便宜成白菜价。别看吸血蝙蝠只是2阶鬼怪，但它不但会飞，而且极度灵敏，平时想猎杀一只可是不容易的。所以吸血蝙蝠的毒囊价格一直都算不错，他可不想将价格不错的毒囊一股脑的当沙子卖出去。这次不是奖励了1枚黄金空间戒指吗？比白银戒指的100立方还要大10倍，足足有1000立方。这样，清觉也取下了青铜戒指，两人一人佩戴白银戒指，一人佩戴黄金戒指。至于装下这些毒囊，自然不在话下。楚天将2000个毒囊收入空间，将40个的零头挂到交易平台。该提炼了。打扫战场的最后一道工序，自然是提炼鬼怪尸。现在可是有2040具鬼怪尸体在地上放着呢。第58章，樱花武士挑战。阴谋。2040只鬼怪尸体，足以让周围数十里形成一片死地。遇鬼者之外的人类还有动物，只要闯进这片区域，就会被感染变成鬼怪，而植物则会全部死亡。幸好楚天的能力不仅能收获鬼核和天赋，还能对这些鬼怪尸体进行净化。随着一道圣洁光芒普照大地，那些正在污染大地的吸血蝙蝠尸体开始被净化。渐渐的，所有污染全部消失，所有尸体化作清水滋养流入。您获得了1级天赋听觉，您的听觉正100%。虽然有2000多只鬼怪，但因为都是一个种类，所以楚天也只能获得一种天赋。4080个2阶鬼核如繁星一般冲上天空，纷繁的如同流星雨般降到楚天脚下，在他面前堆积成一座小山。哈哈，竟然一下子收获了这么多鬼核！虽然只是2阶鬼核，但架不住数量多啊。每一个2阶鬼核蕴含10点阴气，4080个就是40800点。楚天刚好差4万点阴气就晋级了。晋升6级需要25万阴气，现在楚天拥有21万，再加上这4万就足够他晋升6级的了。哈哈，这么快就要再次升级了，楚天非常高兴。公告：283新手区消耗1枚挑战牌，向404新手区发起挑战，404新手区必须接受。又有人向我发起挑战了，楚天一脸懵逼。863新手区的挑战刚刚结束，就又收到了挑战。不仅是楚天，所有人都是一脸懵逼。这啥情况啊？先前是死棒子，这回小鬼子又来凑热闹，还能不能让人安静的打一回鬼了呀？公告：283新手区发起新人王挑战赛，此次只是双方新人王之间的对战。公告：2个新手区的新人王，哪一个在最短时间内晋升下一等级，哪一方新手区便获胜。公告：失败一方的新手区资源将会被剥夺一半，奖励给胜利一方新手区。公告：获胜的新人王将获得特别奖励。卧槽，小鬼子竟然发起的是新人王挑战！楚天难以置信，没想到对方是针对自己而来。这一场战争与2个新手区的其他玩家无关，主要是新人王之间的竞技，看谁最先晋升下一级。哈哈，笑死我了！谁给小鬼子的信心？他们竟然挑战我们的天尊！如果是其他的挑战方式，我们或许还会担心，可他偏偏发起了新人王挑战。难道这些小鬼子之前就没有见识过天尊的威力吗？竟然还有胆量来找死！283樱花国38太郎，本人就是283区的新人王，这一次一定会获胜。我是小福仙，你确定你能比得过我们天尊大大？283樱花国小田菜郎，哈哈，这你们就不懂了吧？这一次所比的是2个新人王谁最先晋升下一级。我们老大现在已经22.5万阴气了，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吕凤仙，什么意思？911龙国长城404的朋友，小鬼子在坑你们啊！新人王挑战赛是2个新手区新人王之间的竞技，比的是哪一方先晋级下一等级。然而总不能你差10点阴气就晋级了，才向人家发起挑战吧？那样的比赛不成立，也没办法让对手承接。所以游戏官方规定，双方距离晋级至少都不能少于10%，才能发起这种挑战。现在你们和283区的小鬼子新人王都是5级，晋升6级需要25万阴气，10%就是2.5万阴气。我不知道天尊现在的阴气值是多少，总之小鬼子刚好卡在10%这个点上。那个38太郎现在的阴气值是22.5万，刚好差2.5万晋升6级，他已经将自己优势放到最大了。283樱花国小田菜郎
实话告诉你们吧，我们在发起这场挑战前就已经圈定了一只6阶牛鬼，现在他就被我们困在山谷。6阶牛鬼的阴气值刚好 2.5 万，也就是说38军只需将这只鬼怪杀掉，就可以顺利晋升6级了。卧槽，死鬼子，你特娘的竟然阴我们！小鬼子一定是核废水喝多了吧？他们这不是耍赖吗？我是小福仙38，你确定你有本事越级斩杀6阶鬼怪？小田菜郎，我们现在30几个高手都在这里，只要倒计时正式开始，我们就对这只6阶鬼怪群殴，然后最后一刀交给38军就好了。我们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结束战斗。哈哈，优西，胜局已定，死啦死啦的！283新手区的小鬼子们狂妄至极，这是作弊！这些小鬼子太阴险了，每一个都是无耻之徒，这可怎么办啊？任凭天尊老大再牛逼，也无可奈何呀。就是啊，几分钟的时间，连找到一只鬼怪都难，更何况是猎杀了。我们帮老大找呢，大家一起找应该快一点吧？想啥呢？老大要想取胜，必须对准高阶鬼怪。我们这些小白现在都在低阶鬼怪活动区域，又怎么帮老大寻找高阶鬼怪呢？而且，就算我们有幸找到了高阶鬼怪，几分钟内天尊老大能赶到现场吗？就算老大幸运的赶到了现场，难道猎杀鬼怪不需要时间吗？嗨，看来这一次我们输定了，这不能怪天尊老大，全是这些可恶的鬼子们，真是太阴险歹毒了，竟然提前设计好算计我们。404新手区陷入一片无奈和愤恨，没想到刚刚赢了一场，发了一笔小财，这马上又要全都输出去了，而且还是被小鬼子掠夺，这就更加的不甘心了呀。283新手区，一处漆黑的山谷，一只2层楼高的巨大鬼怪正在双眼放光的警惕着四周峭壁。这是一只6阶的牛鬼，这个等级的鬼怪实力已经极度强大，这个牛鬼更是有着搬山的蛮横力量。然而此刻却被一群他所看不起的人类给围困在了这山谷，似乎成了待宰的猎物。而这些人中为首的正是283新手区的新人王38太郎。优西看着山下强大的牛鬼，38太郎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他胆怯，他故意显得非常从容。38太郎虽然是283新手区的魁首，但却没有单挑牛鬼的实力。不过现在不是群殴吗？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他们283新手区已经用类似的手段坑了好多个新手区了，而且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龙国。小田菜郎一边给38太郎捶背，一边道：38军，这次我们必胜无疑，这全要归功于38军你啊。38太郎满脸傲气，区区龙国如何能跟我大樱花武士抗衡？等一会儿开始后，我们争取10分钟内将这一只6阶鬼怪斩杀。不，8分，如果超过8分，那就犹如我们大日本武士的尊荣。小田菜郎一边捶肩一边说道：对，就8分钟，相信我们几十名大樱花武士一定可以在8分钟内制服这只鬼怪。10秒倒计时正式开始，10、9、8、7、6。第59章，1秒钟结束，最快男人。5、4、3、2、1，挑战开始。38军，竞技开始了。小田菜郎说道。哈哈，大家冲啊！38太郎狂笑着，挥舞着他的武士刀便向山下冲去。冲啊！其他的樱花国武士一同跟上。公告：404新手欧天尊晋升6级，挑战赛结束。竞赛总时长1秒。众人，什么情况啊？此刻所有人都是懵逼的，这到底是什么情况？2个新手区的挑战赛才刚刚开始1秒钟，然后就结束了。404新手区竟然只花了1秒钟就完成了战斗。38太郎直接一口老血喷出，直言：寄生38，何生天尊啊！啊呀！283新手区的其他樱花武士们也都陷入了迷茫，每一个都神情呆滞的开始怀疑人生。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们明明准备的好好的，明明只需要8分钟我们就取胜了，为什么刚开场1秒钟我们就败了啊？我们不服！为什么龙国人取胜的速度比我们青岛和废水还要快啊？全频道玩家，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本来还想看一场好戏，咋1秒钟就结束了呢？这连眼睛都没来得及眨呢。谁能告诉我们刚刚发生了什么？这是游戏出 bug 了吗？1秒钟就完成晋升了？哈哈，我敢保证这是有史以来完结最快的一次挑战赛，总耗时仅有1秒。有没有大佬告诉我他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说游戏开始了一瞬，天尊就以极快的速度击杀了一只高阶鬼怪？卧槽，你想啥呢？他又不是刚好差 2.5 万阴气，那要击杀多高级的鬼怪才能晋升？话又说回来，即便是他只差 2.5 万阴气晋升，你以为跨级击杀一只6阶鬼怪那么容易吗？更何况那可是1秒啊，谁能以5级的身份1秒击杀一只6阶鬼怪啊？喘一口气都过去好几秒，1秒钟能干什么吧？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据我推测，天尊手中应该有大量鬼核，有可能他猎杀的鬼核都没有被吸收，所以这次挑战赛刚好被他一次性吸收了。原来是这样啊！哈哈，283新手区的鬼子们惨了。而更加震惊的则是404新手区，他们本来还在担心自己的资源会被掠夺，然而这就胜了吗？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公告，奖励玩家天尊最快男人称号。楚天，不是，你为啥要奖励我最快男人称号啊？整个新手区的玩家看到这一条信息，脸上都露出古怪表情。不过既然已经收到奖励，那就证明这一次的确再次取胜了。哈哈，我们真的胜了！虽然不知天尊是怎么做到的，但的确有天尊在，我们就无敌了。天尊威武，天尊大佬万岁！天尊我爱你！不少女玩家已经顾不得自己的矜持，开始疯狂释放自己的倾慕之情。公告，奖励玩家天尊阴气值3倍，奖励蓝黑木晶1颗，奖励黄金空间戒指1枚。公告，283新手区挑战失败，剥夺1半资源，奖励给404新手区。轰隆隆，2个新手区的大地同时震动，游离283新手区的鬼怪开始渐渐化成虚影，而后被转移到404新手区。而404新手区，荒野和地面在急速拓展，或者直接出现一条峡谷，或者又长出一座山峰，宛如上一年的板块运动，只在几十秒内爆发一般。哈哈，太好了，又发财了！要是这样的挑战能多来几次就好了。似乎想挑战，必须先获得挑战牌吧？我们好像没有挑战牌。楚天给众人发消息，挑战牌出现的概率很低，一般会在变异鬼怪体内爆出，大家平时注意点。如果爆出了挑战牌，就直接给我，我来决定是否发起挑战，或者向哪个新手区发起挑战。好的，大佬，我们一定会留意的。只要获得挑战牌，就立刻给你。对于这一点，众人毫无异议。毕竟挑战牌对于别人来说没用，这是用来发起新手区之间对决的。而有资格左右404新手区是否发起对决，莫过于天尊最有资格了。所以得到挑战牌当然要转给天尊了。这一次获胜自然是之前楚天吸收了4000枚2阶鬼核，让他一次性获得4万阴气。而获胜奖励竞技期间所得阴气值3倍，等于他又多得到了8万点阴气值。另外这一次获胜还奖励了1枚黑水晶，这可是好东西啊！每一个新手区，也就是一个领主区，都能搭建一个区域内传送阵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便是5枚稀有晶体，分别是青木晶、赤火晶、白金晶、黑水晶、黄土晶。有了这5枚特殊晶体，就可以在领主区内搭建一处拥有5个传送门的传送阵，这样大家行动将会非常方便。没想到这一次的奖励是1枚黑水晶。正在全频道都惊叹404新手区1秒完胜的时候，019漂亮国新手区，一个全身冒着黑气的御鬼者刚刚斩杀了2名御鬼者。这2名御鬼者都是龙国留学生。这时这名身上冒着黑气的御鬼者似乎被最近格外热闹的论坛吸引了一下，但也只是略略吸引而已，他对此并没有太大兴趣，反而是继续猎杀鬼怪。019新手区是这个频道的榜首，而他又是019新手区的魁首，404新手区的突出表现并没有被他放在眼里。而与019新手区不同，404新手区先后击败棒子和樱花，完全引起了222新手区的注意。奥米克戎确认天尊不是等闲之辈了，他觉得404新手区必须消灭，绝不能让其成长起来。然而此刻他却没有挑战牌，想要对404新手区发起挑战也是不可能的。奥米克戎发消息，大家听好了，一旦得到了挑战牌，就立即转给我，我要向404龙国新手区发起挑战，绝不能让他们成长起来，撼动我们在全频道的地位。明白老大？只要我们得到挑战牌，立马就交给你，让那些可恶的东方人好好吃一点苦头。那个龙国的新手区不过是侥幸取胜罢了，第一次靠着猎杀低阶鬼怪，应该是用了某种群体类攻击道具。第二次虽然仅在1秒钟就结束竞技，但估计是吸收了之前储存的鬼核。这些都是取巧的方式，都不能证明他真正的实力。龙国人终究会知道，在真正实力面前，他们取巧的办法将毫无价值。对，我大漂亮国是无敌的。奥米克戎也跟着点了点头，他也认同同伴们的观点。一个御鬼者要具备单杀同级别鬼怪的能力，那才算得上是一种实力。就比如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他不相信天尊可以猎杀同级别鬼怪。404新手区，楚天的面前突然出现一只强大的鬼怪，这鬼怪竟然跟他一样是6级。第60章秒杀牛鬼。楚天数据，这是……楚天诧异地看着面前突兀出现的鬼怪，明明刚才他面前什么都没有呀！所有吸血蝙蝠的尸体都被他提炼化作清水了，而残余的吸血蝙蝠也早就逃之夭夭了。鬼怪、牛鬼，
等级6级，天赋搬山注牛鬼力气极大，耐力极强，战力评估7星后期。牛鬼足足有2层楼那么高，身体极为结实，估计是剥夺283星手区的资源后得来的，而且刚好被投放到楚天的面前。我记得283的小鬼子就是圈住一只牛鬼，准备陷害我吧？难道这就是那只牛鬼被当作奖励投放到我面前了？楚天在空间取出白银斩鬼剑，一个纵跃，唰的一道银光闪过，巨大的牛头从身子上被切离，汹涌的黑色血浆如泉水喷溅，咕噜噜，牛手在地下滚了好几圈才停下。他打了个鼻响 ，no！ 牛鬼最后不甘地叫了一声，足！公告：玩家天尊斩杀了一只6级牛鬼，玩家天尊6阶牛鬼。公告：玩家天尊斩杀牛鬼获得 2.5 万阴气，首杀奖励2倍，玩家天尊获得5万点阴气。公告：奖励玩家天尊50张回家探亲符。有谁能想到一只强大的牛鬼就这样轻易死去了？有谁能想到集合了283星手区一众樱花武士要共同围攻的牛鬼竟然撑不过楚天一剑？楚天挽了个剑花，将剑上污血甩去。他回头问清绝：我斩杀牛鬼用时多少？清绝道：1秒。楚天道：我竟然只用了这么短时间吗？清绝道：你是全频道的最快男人。楚天脸色一黑，他在极短的时间击杀了海量2阶吸血蝙蝠，但让他无语的是，人类之母竟然因此赐予他最快男人称号。现在搞得全频道都知道他是最快男人了，甚至连他的鬼灵清绝都这么认为了。那边太阳花已经将牛鬼的脚收割，但楚天并没有让其挂交易平台。现在玩家们等级太低，6阶材料卖不上价，以后再说。这时楚天随手对牛鬼一个提炼，2枚珍贵的6阶鬼核到手，他随手吸收1万点阴气。而这时一道光晕进入楚天体内，恭喜您获得 C 级天赋搬山，您的体力正 300%。 楚天这次获得了一个 C 级的天赋，这是他继口水炮弹后在鬼怪处获得的第2种 C 级天赋。这次斩杀牛鬼收获算是颇丰的，除了获得5万点阴气值，楚天还获得了50张回家探亲符。这样龙国又可以多50个特别战士，带着装备提前进入恐怖世界了。而这些人等到恐怖世界真正降临时，必将成为龙国强大的战力。这时楚天打开自己晋级后的界面查看，姓名楚天，鬼灵清绝女皇 SSS 90%亲人，等级6级，阴气18-100万，力量1322，白银剑攻击加300，体力1322，搬山正 300%， 白银战袍防御加300，附带抗污染效果，敏捷1312，狂奔加100，感知1320，嗅觉正 100%， 视觉正 100%， 听觉正 100%。 天赋 SSS 提炼，天赋 S 鬼画符战斗直觉，天赋 C 口水炮弹包含 F 级口水子弹，天赋 E 穿墙术闪动前途无量，力量3倍，水中航火中航，天赋 F 吞一吨夜视。道具白银斩鬼剑，白银战袍，黄金戒指，照妖镜，神秘钥匙3，隐身斗篷，黑水晶。战力评估8星初期。果然现在楚天已经是6级了，不过越往后升级所需的阴气值就越多，想晋升7级竟然要100万阴气值了。晋升6级之后，楚天的4维属性都有明显提升，已经达到恐怖的1300点。要知道普通成年男子的4维属性平均只有5点，就比如他的体力值是1322点， C 级天赋搬山加成 300%， 那么就是3966点，外加白银战袍加300点，所以现在他的总体力是4266，太恐怖了。正常成年男子的体力仅有5点，他的体力接近普通男子的853倍。力量值和攻击值是一体的，体力值和防御值是一体的，4266点的防御值，就算站在那让一阶小鬼打都打不动，已经不能把楚天当做一个人类来看待了。这时楚天来到一块2层楼高的巨石面前，就只用一只手就将其举到了头顶。哈！楚天暴喝一声，巨石被抛了10丈高，而后才急转直下。轰！巨石砸在地上，形成了一个大坑，一时间尘土飞扬。很轻松吗？不知重多少吨的巨大岩石，在楚天感觉就是抛一个枕头那么简单。他感受着体内汹涌澎湃的力量，仿佛又让他回到了当年。虽然现在他的实力距离当年还相差甚远，但此刻晋升6级的他已经不能被称为普通人类了。普通人类能随意将一辆汽车抛上天空吗？楚天在看向自己的天赋，最近天赋的增长比较少，因为连续接受了2次竞技挑战，等于没有时间去猎杀更多种类的鬼怪，所以他就只从吸血蝙蝠和牛鬼那获得了天赋，
不过二者的天赋因为都和四维属性有关，所以并没有显示在天赋栏上。牛鬼的天赋搬山直接显示在了体力上面，而吸血蝙蝠的听觉让楚天的听力增加100%，被显示在了感知上面。而至于鬼灵清觉的数据，四维属性基本是楚天的2倍，都在2500点左右。清觉的战力评估仍然要高于楚天1星。而至于在装备方面，楚天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件黄金装备，一枚黄金级空间戒指。白银和黄金级的戒指自然是他跟清觉戴着。另外，他还有数个黑铁戒指和3枚青铜戒指。另外，他还有10几套黑铁和几套青铜装备，平时都被他放空间存着了。另外，楚天现在已经积累了不少鬼核，这都是他一边打怪获得的珍稀物品，就挂交易平台所得。至于买尸体得到的鬼核，其实都被他用来战斗和升级了。目前他账上积累了5500个1阶鬼核，1400个2阶鬼核，210个3阶鬼核，4阶以上鬼核一个都没有。另外，楚天还有不少吸血蝙蝠的毒囊没有出售。因为再次获得了50张回家探亲符，楚天决定再凑50套黑铁套装，去给龙国培养更多的特殊人才。他在论坛发消息，高价收购黑铁级装备，我可以付鬼核，也可以用物品交换。因为楚天是新人王，所以每次发言都会置顶，大家都会第一时间看到。第61章，再购装备，快饿死的人。我是小狐仙，天尊大大，我现在可以打造青铜服装了。多亏了你的水鬼头发，没有这些当做丝线，就没有办法织出青铜级服装所需的布匹。可是，你为什么要求购黑铁装备呢？这些大大应该用不上吧？不过，大大要是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制作黑铁服装。宫野炼，有了大佬提供的鬼火火种，我已经可以锻造青铜斩鬼剑了。这还真的要谢谢大佬。如果大佬需要黑铁斩鬼剑，我可以帮你锻造。华佗在世，有了老大提供的吸血蝙蝠毒囊，我已经可以批量制作常见的基础药剂了。我的量很大哦，这都要归功于精灵人 NPC。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原住民，掌握着很多药理知识和配方。我花钱雇佣了几个精灵人助手，他们完全可以配制药剂，只不过他们没有掌握阴气，所以必须我这个御鬼者完成最后一道工序，不然这些药剂只能给普通人用，御鬼者是用不了的，因为没有抵抗鬼怪污染的能力。但即便是这样，有了精灵人的帮忙，我的效率也提升了不少。卧槽！楚天惊叹一声，我竟然忽视大家都在变强了。他本以为采购黑铁套装需要向众多玩家收集，然而他错了。有些生活类玩家已经可以制作这些东西了，这样反而省事了。要给官方带青铜装备吗？想了想，楚天便摇头了。初始阶段的新人黑铁套装就足够了，黑铁套装足以让新人碾压同类。就算给新人青铜装备，他们也无法有效发挥青铜装备的力量，而且还很容易让人盯上。毕竟3岁孩童身怀至宝，怎能不让人觊觎？至于等级提升之后，如果他没能力自己获取青铜装备，要靠楚天去供给，这样的废物也没了培养的价值。所以楚天决定给龙国官方的装备还是以黑铁套装为主。黑铁套装加上他的游戏攻略，再加上官方选送的全是各特战旅的精英，这些人只要进入游戏，必然会爆发出恐怖的实力。小狐仙竟然能打造青铜战袍了，有玩家开始惊叹。宫野炼能锻造青铜级斩鬼剑了，正好天尊大佬需要黑铁级装备，干脆我把我的黑铁长剑卖了，向宫野炼定做一把青铜长剑吧。哈，这就回灵山寺，我也要换全套装备，顺便多采集几种基础药剂。基础药剂太重要了，上次我们小队碰到一只实力强劲的鬼怪，本来我们是打不过的，当时我们刚好有2瓶力量基础药剂，2个主攻队员喝了之后瞬间爆发，这才让我们灭了那只鬼怪。楚天看了一下自己交易平台，一瞬间就挂上了很多黑铁装备，看来都是各个玩家置换下来，准备去更换青铜装备的。咦，似乎少了一样。楚天发现上面挂黑铁斩鬼剑和黑铁级服装的很多，基础疗伤药剂却没有。不过这没关系，既然华佗在世可以批量炼制基础药剂，他完全可以去订购一批。可是空间戒指一个都没有，而楚天最缺的就是空间戒指了。他现在手中有12枚黑铁空间戒指，还有4枚青铜戒指。他将4枚青铜戒指挂到交易平台，5枚黑铁及空间戒指换1枚青铜空间戒指。预购从速，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1枚黑铁及空间戒指仅有区1立方，然而1枚青铜戒指可是有10立方呢，是黑铁戒指的10倍。5枚黑铁戒指换1枚青铜戒指，绝对是一笔划算的买卖。竟然是青铜空间戒指，大佬可以用其他的交换吗？用鬼核买可以吗？空间戒指太紧缺，我们整个小队共用1枚黑铁戒指，上哪儿去凑出5枚交换啊？楚天略略凝眉，他发起亏本交易就是为了多凑一些黑铁装备给龙国官方，然而他大出血竟然都无法完成交易，看来
404新手区的物资还是太紧缺了。他发消息道：难道整个新手区就没一个觉醒空间锻造能力的吗？如果有空间锻造能力的，只要给他足够的材料，黑铁级戒指还是不难的。楚天发出消息半天，整个论坛都一片死寂，说明他们都不是空间锻造能力。这时有一个叫诸葛武侯的小心翼翼道：大佬，快救救我吧，我就是你说的空间锻造天赋，我都快被饿死了。卧槽！楚天看了一眼诸葛武侯的等级，顿时眼睛圆睁，这家伙竟然完全没升级，还是刚刚进入游戏的准级御鬼者，怪不得这家伙一跳出来，楚天就觉得眼熟呢。他记得整个新手区似乎有一个家伙一直没升级，一直保持在0级没动，原来正是这个诸葛武侯啊。楚天道：你这天赋还挺紧缺的，怎么能被饿死呢？你这混的也有点太惨了吧。诸葛武侯道：大佬你是不知道啊，我的空间戒指根本卖不出去。原因很简单，最初进入游戏大家都忙着升级，就算买装备也都跟升级和猎鬼有关，大家拼了命的要提升自己等级，以求早点升到4级。那时不仅能孵化自己的鬼灵，还拥有了下线的资格。但相比之下，空间戒指就是可有可无的物品。游戏开始的时候，游戏官方给每个人都配备了一个背包，将自己的混沌卵放入其中后还有很大空间，所以除非在猎鬼的时候幸运爆出空间戒指，否则的话是没人愿意去买的。毕竟如果不快点升级，自己现实中的身体都可能死亡，谁会将鬼核浪费在升级以外的事情上啊？所以我真的快饿死了。这2天就靠在安全区打点灵工来换取食物和水，这破游戏也太真实了，会饿会渴，想不吃饭都难。看完诸葛武侯的发言，楚天陷入了沉思。的确在游戏初期，锻造空间戒指的天赋没用，大家宁愿背着背包，也不愿意花鬼核去买空间戒指。楚天道：你的生意来了，给我来100个黑铁级空间戒指。诸葛武侯：那你得先付款，不然我没钱去买锻造的材料啊。楚天道：没问题，你计算一下1枚黑铁戒指的价格，然后直接向我发起申请交易即可。真的吗？太感谢了，我的泪水已经流满了1整盒，大佬你简直是我的救命恩人啊，我还以为要被活活饿死在游戏当中了呢。诸葛武侯感激涕零。第62章保管，玩家下线。经过诸葛武侯一番计算，他得出1枚黑铁级空间戒指，材料成本为25鬼核，材料成本25，我卖100不过分吧？诸葛武侯这样想着，因为其他生活类玩家出售的东西往往都是翻几倍的价格。不行不行，就30吧，再怎么也不能多赚天尊钱，人家这是在帮自己啊。想到此处，诸葛武侯便向楚天发起了一个3000鬼核的交易，就算他每个只赚5鬼核，这一笔也能获得500个一阶鬼核，一个一阶鬼核可以贡献2点阴气，总计就是1000点。晋升2级才需要500点阴气，一旦成为2级御鬼者，诸葛武侯也就不再担心自己会饿死了。毕竟2级御鬼者赚钱的方式很多，随便加入个战队打点小怪，也不至于让自己饿到。而且诸葛武侯相信，等那些晋级4级的玩家解除危机后，他的生意应该会有起色。毕竟空间戒指的确方便，老背个背包也影响战斗啊。楚天订购了100枚黑铁空间戒指，100把黑铁斩鬼剑，100件黑铁级服装，以及100瓶基础疗伤药液，这样就凑足了100套黑铁套装。这些足足消耗了他1万鬼核，他的1阶鬼核竟然不够用了，后来用2阶鬼核补充。青爵，我们去5阶鬼怪活动的区域，所有种类的4阶鬼怪楚天都已经猎杀过了，甚至他还击杀了1只6阶牛鬼，拿到了6阶首杀。但是5阶鬼怪他却一个都没有猎杀呢。5阶的首杀正在等着他拿，5阶鬼怪的天赋也在等着他提炼，他当然不会放弃这一切了。好的主人，两人便一同上了8鬼抬轿，向天空飞去。目的地是昔日精灵人的王都绿森城。另一边，晋级4级的玩家都开始纷纷返回灵山寺。404新手区2场战斗完胜，不仅整个新手区的资源大增，而且还让原本20几名3级玩家直接晋升4级。他们有的选择立即孵化鬼灵，有的则是没有。不过这些人现在立马要做的事情便是下线游戏，毕竟再不下线，他们真的怕现实中的身体饿死啊。雷动3000看了看自己身边的鬼灵，这是一只身上缠着电弧的女鬼，虽然又呆又傻，但却让雷动3000很满意。甚至他这个单身狗都觉得之后有雷女陪伴就行了，还要什么老婆啊？我们回去吧。雷动3000消耗回城券，身影在山林中消失。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已经带着雷女回到了安全区灵山寺。这就是雷哥的鬼灵吗？雷动3000才刚刚回到灵山寺，黑山便迎面走来。啧啧，真的是太羡慕了。黑山说道：有啥好羡慕的，你不是也4级了吗？
你也能孵化鬼灵了呀？不了，我还是等重新上线再孵化吧。说着，二人一同向下线区走去。雷动3000和黑山是同事。恐怖世界游戏突然降临，让大批人陷入昏迷。雷动3000和黑山正是被官方派遣进入游戏的警探。雷哥，你怎么看这个游戏？路上，黑山说道。黑山本名黑子山，雷动3000本名雷闯。雷动3000道：我觉得这个恐怖游戏大有问题。不过，我们终于拿到了下线资格，还是尽快下线向领导汇报吧。黑山道：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知晓这个游戏的实情，但总归这些昏迷的人没有生命危险，也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我们回去之后就告诉大家，要在游戏中晋升4级后才能下线吧。好的。两人已经来到一排僧寮面前，僧寮也就是这座寺院原本的僧人宿舍，也叫做寮房。不过现在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下线区，而负责经营这一项业务的自然是精灵人部落。我们要下线，怎么收费的？走到一个精灵人妹子面前，黑山说道。精灵人香草道：只保管身体收拾鬼盒，道具和装备收费加5鬼盒，如果有青铜级以上装备加10鬼盒，如果有白银级以上的装备要100鬼盒。玩家下线之后，游戏中的身体处于睡眠状态，没人会把身体扔在野外直接下线，那样太危险了。大家都会回到安全区，不过安全区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只禁止玩家在安全区内互相击杀。但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各种宝物，一旦下线了被人偷了怎么办？特别是女玩家，还担心自己一旦下线，万一有人对自己的身体做些什么怎么办？幸好精灵人 NPC 开设了下线保障服务，只要花一些鬼盒就能保障自己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这钱花的值。黑山摆了摆手，没有，除了天尊老大，谁还有白银级装备啊？雷动3000，我的鬼灵该怎么办？总不能让他跟我在安全屋内蹲监狱吧？香草道：首先您要对您的鬼灵下达不可随意攻击人的命令，然后我们在后山划了很大一片区域作为鬼灵的活动场所，我们会有专人照顾他们，并且每天为他们提供一餐丰盛的饮食。当然收费也非常合理，鬼灵保管只需30鬼盒。没问题。雷动3000对自己的鬼灵下达了禁止随意攻击命令，而后便取出一些鬼盒付账。黑山也同样如此。两人各自进入一个寮房，而后开始下线。是否下线？下线。随着点击下线，雷闯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穿越了无尽时空，最后飘飘悠悠的又落入一个身体。他缓缓睁开双眼，发现7、8支黑洞洞的枪口正对准他。局座，这是为何啊？雷闯诧异不已。留着大背头的张局座对众人挥了挥手，众人便都将手枪收了起来。张局座道：你是咱们第一个从游戏中出来的，所以不得不做一些准备。不过看你的样子似乎没有异常，那我也就放心了。跟我走吧，特别大首脑要见你。特别大首脑要见我？雷闯震惊，没想到特别大首脑那个级别的大人物竟然要见他一个小小的警探，一时间让他有些受宠若惊。不过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局座，可以先让我吃点东西再出发吗？局座看了看他，微笑道：你每天都有注射营养液，死不了的，是这样吗？雷闯感觉了一下，似乎一点没有饥饿的感觉，便不再吵着要吃饭，而是跟着局坐上了一架军用飞机。第63章真实的桃花源基地。同样一起上飞机的还有玩家黑山，也就是黑子山。飞机直奔祖国大西南。在机舱内，雷闯和黑子山详细的向局座汇报了在游戏中的经历。最后雷闯询问道：局座，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游戏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雷闯是调查员，但他明白官方掌握的信息一定比他更多。局座淡淡道：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你们所经历的一切并不是一场游戏，那一切都是真实的。雷闯和黑子山震惊：你说这个游戏是真实的？局座点点头道：恐怖世界倒计时37天，不，准确来说是还有36天零18个小时。36天18小时之后，你所经历的那个世界便会吞噬地球世界，你所见到的一切都会在地球世界发生。什么？雷闯疼得站起，甚至桌上的一杯水都被他撞翻了。不过他顾不上那些，道：恐怖世界真的会降临地球？局座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怎么会这样？雷闯无力地坐下，黑子山则是一拳狠狠砸到桌子上。他们是恐怖世界的亲历者，知道那是怎样一个世界，那个生活环境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更何况人类也没办法对付鬼怪。这样的世界真的要降临地球吗？局座掏出几根烟，在雷闯和黑子山表示自己不抽后，他便给自己点上了。他吐出一个烟圈，当末世降临时，你们这些遇鬼者将是人类最主要的战力。你们现在在游戏中获得的力量将会随着恐怖世界一同降临。到那时，
你们将是保护龙国的急先锋。我们保护龙国。雷闯和黑子山互望了一眼，双方都陷入了沉默。虽然游戏中的能力可以保留，但他们知道，他们遇鬼者还是太弱了。看似他们可以斩杀鬼怪，但他们所处的仅是恐怖世界的一个小角落。恐怖世界究竟有多大，没人知晓。仅靠他们这些小玩家，真的有办法拯救龙国吗？局座道，和你们同一个新手区的天尊，他便是拯救这一场灾难的关键。早在几十个小时前，他就向官方提交了龙国的全面拯救计划。现在龙国上下正在按照他的方案全力准备。竟然是天尊！雷闯和黑子山震惊，天尊竟然发起了人类拯救计划。这一位在404区大放异彩的玩家，原来远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以前他们只是觉得天尊在游戏中牛逼，这一刻则是对天尊升起了浓浓的敬佩。军用飞机很快在滇池附近的一个机场降落。雷闯和黑子山目瞪口呆，因为他们明显感觉自己和飞机飞入了另一层空间，而且这里也不是滇池，似乎像是一片海边。雷闯道，难道说我们掌握了穿越时空进入游戏的能力？局座摇了摇头，这里不是恐怖游戏，这里是桃花源。桃花源乃是天尊在恐怖世界获得的一方小空间，虽说是小空间，但其实有6个县那么大。这是人类拯救计划中重要的一环。依据天尊的介绍，恐怖世界降临时，绝大多数动植物都会消亡。可是如果没了这些动植物，我们人类又要怎么活下去呢？幸好有这片桃花源。接下来我们会将大量对人类有益的动植物全部保存到桃花源中。跟我来吧，特别大首脑就在这边等着你们呢。这边特别大首脑正站在一处豪华别墅前。这一处别墅处处都散发着奢华气息，有独立的泳池，而且面前便是蔚蓝的大海。大首脑，您对这种建筑还满意吗？建筑司司长说道。还不错，这小子以后享福了。特别大首脑点了点头。没错，这正是龙国官方为楚天准备的房子。在桃花源中，楚天保留了100平方公里，作为他私人的庄园和领地。但这一切，楚天自然是没来得及建设的，甚至采购末世生活物资的事情，都让他全权委托给官方了。官方为了表彰他对龙国的特别贡献，所以特别营造了这处豪华庄园。特别大首脑问，咱们小朋友的几十亿都换成末世物资了吗？金茂司司长道，楚天总长留下5亿美钞和几亿龙国币，总计价值40亿龙国币。依照您的意见，我们给他补足100亿龙国币，全部采集了各种物资，现在都已经放到他桃花源庄园内的仓库里了，保证楚天总长就算再末世，也能过上非常舒服的生活。特别大首脑道，很好，这样做很好，我们绝不能亏待了我们的英雄。特别大首脑，您看。张秘书将一个平板电脑递到特别大首脑面前。特别大首脑正色观看着，上面是一尊100米高的楚天雕像，正屹立在桃花源正中，仿佛与天地同高。它将与人类未来源头桃花源共存。本来有些专家认为这样是不是太过了，特别大首脑则是笑着摆了摆手说道，有这个桃花源在，楚天小兄弟完全可以看着世界死掉，而自己继续过安然生活。可是他没有选择那样做，他选择了救龙国，甚至只要求将桃花源留给他区100平方公里而已。我们为他立一座丰碑又怎么了？特别大首脑的话让大家无言以对，所以就有了这100米高的雕像，也不知以后楚天看到这雕像时将会作何感想。雕像很不错，楚天小兄弟很威严。特别大首脑将平板还给张秘书，他对楚天的雕像很满意。这时司马院士递来一份文件，这是我们种植中心的搬迁计划。司马院士将种植中心的一份计划书递给了特别大首脑。特别大首脑接过略略皱眉，怎么要这么长时间？要1个月才能将种植中心搬进桃花源？司马院士道，是这样的，特别大首脑，因为每一种种质所需的温度和湿度都不同，所以我们必须建设一批可以调温控湿的库房，这样才能将宝贵的种质全部搬进来。你也不想让我们珍贵的种质因为环境因素而坏掉吧？是这样吗？特别大首脑没想到会这么麻烦，他本以为将滇省种植中心的存货全部搬进桃花源即可，然而却没想到每一种种质所需的储存环境都不同。至于立马将这些种质在不同气候播种，那更不可能，因为那样花的时间更多，现在也只能将所有种质全都搬进桃花源，至于播种的事情以后再说。一旁的工程司司长说道，司马院士，你看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我们不要用水泥砖瓦的建筑，就用彩钢板房呢，或者是3D 打印的房子，应该都可以满足目前需求吧。毕竟越早把这些东西搬进来，我们才越安心。至于建设完整的储存中心，我们可以将建筑材料多多的运进来，到时候慢慢建着，这样也好，这样还能保证工程质量。那我们就先建一些临时的储存仓库吧。司马院士同意了这样的建议。
然后其他几个部门的负责人也纷纷告辞，去分别准备他们的事宜。特别大首脑、雷警官和黑警官从恐怖世界回来了。这时，张秘书来汇报道：“哦。”特别大首脑有些惊讶，他急忙道：“快，让张局座带他们过来。”好的，大首脑。张秘书立马依照吩咐去做。第64章，绿森城色鬼。没一会儿，张局座就带着雷闯和黑子山来到特别大首脑面前，二人都很激动，同时向特别大首脑行礼。而特别大首脑同样很激动，一把握住二人的手：“快跟我说说恐怖世界是什么样？”二人被特别大首脑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一阵尴尬，二人互相看了一眼，而后异口同声对特别大首脑道：“恐怖世界是人间地狱。”听闻二人回答，不仅是特别大首脑，在场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恐怖世界，人间地狱，而这样的世界仅剩30几日就要降临地球了。届时，龙国的万家灯火将全部消融在恐怖世界当中。我们华夏民族从来不会在灾难和困难面前低头，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仍旧不会。就让恐怖猛烈的到来吧！我们龙国人将用血肉筑成长城。已经年近花甲的特别大首脑，这一刻迸发出难以想象的坚毅。他不认输，所有人都不会认输。这将是人类和恐怖的终极对抗。最后，特别大首脑吩咐：“你们二人今后的主要工作便是作为官方和楚天小兄弟的联络官，你们要全力协助他将信息传递出来。”我们明白。二人一同说道。现在二人都已经是4级御鬼者了，是有资格随时下线的。这时，局座将一份文件交给二人，这是特别灾难应对委员会最近的工作报告，你们带给楚天总长审核吧，让他看看有没有纰漏。另外，他有什么指示，你们要及时传回，保证完成任务。二人一同说道。张局座道：“至于你们二人，组织上特批你们回家探亲半小时，半小时必须返回，因为祖国需要你们。”我们明白。二人一同打了个敬礼。没想到在这么紧张的时刻，组织上还考虑到他们的个人问题，又怎能让他们不感动？恐怖世界内，八鬼抬轿正在天空行驶，规模宏大的精灵人王都绿森城渐渐显露它的容颜。绿森城怪不得叫绿森，整座城市到处都是参天大树，只不过因为恐怖世界污染的缘故，现在只剩下森而没有绿色了。大量的石质建筑错落在森林当中，不得不说，昔日精灵人的生活还真的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啊。只不过因为年代久远，房子多数都已经残破不堪，但仅从它的废墟，仍能感受到这座精灵人王都的繁盛。楚天看向地图，2次新手区竞技获胜后，新手区资源多了不少。他手中的地图已经不太准确，但基本的地理轮廓是不会变的。根据地图上标示，404新手区分为5片地域，其中安全区灵山寺处在北方地域，之前楚天活动的场所也都集中在北方地域。而王都绿森城则是404新手区的中心地带，这里的小鬼怪相对要少，5阶、6阶、7阶鬼怪比较集中。很显然，这里是给中高阶玩家升级的地方，而特别是绿森地下城更是有着7阶鬼怪。楚天这一次的任务，除了猎杀5、6阶鬼怪之外，还要找到进入地下城的线索，那样才能猎杀到7阶鬼怪。另外，他还要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这里的精灵人部落。按照之前精灵人族长亚瑟的情报，绿森城有一只精灵人，手中也掌握着一枚神秘钥匙。如果将这枚钥匙收集了，那么楚天就有4枚神秘钥匙了。之后要在这开一个传送门。楚天将地图收起，准备迎接新的挑战。每一个御鬼者领地都可以利用5行晶石搭建一座5门传送阵。之前挑战赛胜利，楚天已经获得了1块黑水晶，只要再集齐其他4块，到时就可以搭建5行传送阵了，将领地内的5大区域连接起来，那样行动就方便了。八鬼抬轿缓缓降落在城市郊区的一片小广场上，惊散了不少未被污染的小动物。吼！楚天和清绝才刚刚下轿，就碰到一只鬼怪对他们吼叫。这只鬼怪骨瘦如柴，全身青绿，顶着一个圆圆的脑袋，样子有点像哥布林，竟然是一只色鬼。鬼怪，色鬼，等级5级，天赋邪魅一笑。色鬼的邪魅一笑可以让同等战力以下的对手立即沦陷。战力评估6星初期。各种鬼怪中，楚天最讨厌的莫过于色鬼了。特别色鬼在露出邪魅一笑的时候贱得很。不过色鬼的天赋对楚天和清绝都不管用，二人战力远高于色鬼，所以色鬼抛再多的媚眼，二人也不会被魅惑。这一刻，色鬼不仅没能魅惑楚天二人，甚至在清绝走下轿子的一刻，他就彻底被吸引了。色鬼哪见过这等绝世容颜啊！以至于当色鬼看到清绝后，完全忘了使用他的天赋魅惑。色鬼满脸陶醉，口水流了3尺多长。主人，我去消灭他。
清绝女皇正要出手消灭这只色鬼。我来吧。楚天可不想让这只色鬼靠近自己的女人，即便这只色鬼完全不是清绝对手，楚天仍然不愿意清绝靠近。楚天将自己的身躯挡在了清绝女皇面前。色鬼不见了清绝倾国容颜，顿时变怒了，他张牙舞爪的向楚天扑来。楚天刷的斩鬼剑出手，而后便是一连5剑，色鬼的四肢与躯干分离，脑袋也与躯干分离。色鬼毫无悬念的死去。楚天现在已经6级了，更是有着8星的恐怖战力。这只5阶色鬼才6星战力，击杀这样的鬼怪对于楚天来说没有丝毫难度。公告：玩家天尊杀死了一只5阶色鬼，完成5阶鬼怪首杀。公告：玩家天尊获得5000点阴气，首杀奖励翻倍，玩家天尊获得1万点阴气。公告：玩家天尊获得神秘宴会邀请函1张。注：此邀请函或许跟精灵王都地下城有关。我这么快就收到一条关于地下城的线索了吗？楚天没想到会这么顺利。他打开那张邀请函，是一所会所的晚宴邀请函，邀请人是一个叫吸血男爵的规则类百鬼。所谓百鬼就是善鬼，是有机会被遇鬼者转化成鬼灵的存在。一般来说，恐怖世界吞噬某个世界后，那个世界的鬼怪无论善恶，多数都会被污染成恶鬼，所以百鬼的数量很少。但有一种是例外，那就是规则类的善鬼，就算他原本的世界被吞噬了，他们也不会被污染堕落，因为他们身上有规则保护。这个吸血男爵就属于这一类。看来想要获得地下城的消息，就要去参加这个男爵的晚宴了。楚天看了看天色，时间还早，先打一会鬼再说。第65章爱侣变异色鬼。吸收了那么多鬼怪天赋，楚天也总结出经验了，那就是他所获得的天赋要么跟鬼怪原本天赋有关，要么跟鬼怪的自身特性有关。不过在色鬼身上提炼出异性吸引的天赋还是有些离谱，应该是色鬼那邪魅一笑天赋的变种。算了，不想这些，总归我又多了一种天赋。楚天正要继续猎杀鬼怪，然而他却发现清绝正痴痴地看着他，那眼神中充满了迷离和爱慕。很显然，楚天对异性的魅力增长了，甚至连清绝都被迷住了。您和您鬼灵的亲密值加 3%， 您和鬼灵现在的亲密值 95%， 恭喜您与鬼灵的亲密度上升为爱侣。哈哈，我和清绝的亲密度终于上升为爱侣了。楚天狂喜不已。楚天看向清绝纤细白皙的小手，我现在牵他的手，他应该不会反抗吧。于是楚天便握住了清绝的手。清绝果然没有反抗，只是羞答答地低下了头。果然亲密度增加了，可以有进一步的亲密动作。我们进城。就那样，楚天牵着清绝的手，一同走在世界末日的道路上。周围一片凄凉，仿佛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他们相伴行。才进入城市不久，楚天就又碰到了一只色鬼。色鬼在看到清绝女皇的一刻，立马露出色眯眯的表情，并流下了3尺多长的口水，妥妥的一副舔狗模样。楚天越发的讨厌这些色鬼了，他发动了一次闪动，身子瞬间出现在色鬼面前，而后手掌按住他的脑袋，直接将色鬼的头按在地里，就如同色鬼被种到了地里。您击杀了一只5阶色鬼，获得5000点阴气值。楚天的阴气值又涨了。管你什么鬼，统统化为老子的阴气值。太阳花继续跑去收取色鬼皮脂，而后挂交易平台。之后楚天一个提炼，2颗5阶鬼核到手。他和清绝继续前进，又是一只色鬼。才没走几分钟，又有一只色鬼出现在他们面前，同样贪婪地看着清绝女皇。特么，还有完没完啊？为什么这座城市中有这么多的色鬼啊？来，清绝，咱还是把面纱戴上吧，我觉得咱们被针对了。楚天都无语了。清绝应了一声，便重新戴上面纱。他也很不喜欢老是被色眯眯的盯着，除非这个人是楚天，其他的真的让他很烦的。吼！见到绝色容颜被面纱遮掩，色鬼顿时气愤的一吼，就向楚天2人扑来。楚天看到刚好街边有一根倒塌的石柱，便直接拿起，直接将色鬼给拍死。您击杀了一只5阶色鬼，获得5000点阴气值。太阳花清理完战场，楚天提炼，继续前进。没有几分钟，竟然又碰到了一只色鬼，还能不能来点别的鬼啊？楚天就差暴跳如雷了。他再次找了一个石柱，将色鬼拍死。您击杀了一只5阶色鬼，获得5000点阴气值。清理完战场，继续前进。走着走着，竟然又碰到一只色鬼。楚天，他回头看向清绝，你说这是不是人类之母在考验我道心是否坚固？清绝笑而不语。楚天继续将色鬼拍死，然后继续前进。又是色鬼，楚天已经无力吐槽了。色鬼已经跟他较上劲了，似乎跟他命格犯克，而且这次还是一只变异色鬼。
这一次的变异色鬼一看就比前面的几只色鬼更加色眯眯啊，也更加让人讨厌。鬼怪变异色鬼，雌性，等级5级，天赋邪魅一笑。色鬼的邪魅一笑可以让同等战力以下的对手立即沦陷。战力评估6星巅峰，爆率 0.01%。看了变异色鬼的信息后，楚天和清绝都一脸懵逼。这一次的色鬼还是一只母的。清绝玉指指向前方变异色鬼，主人你看，这次这只色鬼针对的不是我，而是你哟。变异色鬼见了楚天，脸上顿时露出春天般的笑容，如同百花开了。而后他迈着极度夸张和张扬的步伐，张开双臂向楚天拥抱而来。卧槽！楚天瞪大了双眼，不敢相信会发生这样的诡异事件。楚天突然觉得自己新获得的天赋异性魅力也未必就是个好东西啊，竟然连这玩意儿都能吸引来。不是说只对异性吸引吗？难道跨种族的也算在内？我打！楚天毫不留情，直接一石柱将变异色鬼拍扁。您杀死了一只5阶变异色鬼，获得1万点阴气值，恭喜您爆出一个特别宝箱。没想到还爆出一个宝箱。清绝问楚天道：主人，你不让我接触男性色鬼，那你为何要接触女性色鬼呢？楚天道：总之今后只要是色鬼，无论是公的母的都不许你接触，就只许我接触。清绝对楚天的霸道无理感到有些不满，秀眉轻蹙。最后清绝还是撅着小嘴答应了楚天的要求。楚天来到宝箱面前，请问是否开启宝箱？开启。恭喜您获得了一枚青木晶，集齐5行晶时，可在领地内搭建5行传送阵。我竟然又得到了一枚5行晶体，这已经是楚天获得的第2枚5行晶体了，只要再集齐其他3枚404星手区的传送阵就可以创建了。哈哈，不错。楚天欢欢喜喜地将5行晶体收起。太阳花提取完色鬼的皮脂，楚天随手一个提炼，2枚5阶鬼核到手。而与此同时，一道光晕进入楚天体内。您的1级天赋异性魅力晋升为D级异性吸引，您对异性的吸引力再度提升。哈，主人对异性的吸引力再度提升了，就怕下次再碰到一只女色鬼，你要顶不住了呀。没想到清绝也对楚天开起玩笑了。现在楚天已经6级了，清绝女皇也一同跟着升到6级。在5级之后，清绝女皇就恢复了部分灵智，现在6级更加聪明了，所以也学会开玩笑了。我们去找一只6阶鬼怪，然后将它种成太阳花，然后让6阶太阳花回来清理这些色鬼。楚天阴着脸说道，一来打这些色鬼收获不多，二来他也很烦这些色鬼。好的主人。清绝也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2人身边带着的太阳花都是在4阶水鬼和鬼火体内种出的，让他们对战5阶色鬼不现实，所以楚天准备去寻找一只6阶鬼怪，将它种成太阳花后丢到色鬼游荡的区域。第66章糊涂鬼太阳花傀儡。楚天和清绝女皇坐上了8轨抬轿，开始在绿森城巡视。速度慢一点，楚天吩咐道，他要寻找6阶鬼怪。因为脱离地面，所以他们终于摆脱了色鬼的恶心。这一刻仿佛整个世界都清静了。主人你看那里。清绝示意前方。楚天定眼看去，有一只拿着巨大木棒的6阶鬼怪正在街上游荡。鬼怪糊涂鬼，等级6阶，天赋眩晕暴击，战力评估7星中期。糊涂鬼战力不错，快把它给我种了。好的主人。在楚天的吩咐下，清绝抛出一颗未发芽的太阳花种子，那种子直接进入糊涂鬼体内。片刻之后，一只太阳花便破开糊涂鬼的身体而出。您的鬼灵击杀了一只6阶糊涂鬼，获得 2.5 万阴气值。太阳花变成一颗成熟的种子，再次回到了清绝手中。一颗6阶太阳花诞生。只是可惜，这样做楚天就没法对鬼怪尸体进行提炼了，暂时无法获得糊涂鬼的天赋。再找找，看还有没有糊涂鬼，我们多种几个，然后一同丢到色鬼活动区域。好的主人。8轨抬轿继续在空中缓慢飘行。楚天和清绝就那样趴在客厅窗前，看着窗外变作废墟的城市。老鼠、蟑螂、乌鸦在城市的阴暗角落活动着，这些都是恐怖世界降临后少数适应了当地环境的物种。一般有原住民的话，也都是猎取这些当作食物。至于植物类，有几种苔藓和菌类可以在恐怖末世存活。又是一只糊涂鬼。楚天指向一片建筑废墟后面，而清绝则是一枚太阳花种子丢出，种子在糊涂鬼体内生根发芽，而后破体而出。您的鬼灵击杀了一只6阶糊涂鬼，获得 2.5 万阴气值。又一颗成熟的6阶太阳花种子到手。就这样，楚天很快找到了第3只，而后是第4只。不过在第4只的时候，楚天阻止了清绝继续种太阳花，3只就够了，
这只让我猎杀而后提炼了吧。好的，主人。甚至楚天都懒得下轿子了，他直接来了2发口水炮弹，其中1发被糊涂鬼躲掉，1发正中他的身体。不过糊涂鬼还活着，并没有因此而死亡。吼！糊涂鬼拖着受伤的躯体，朝着天空的巨大鹪鸯一声怒吼。砰！楚天再次1发口水炮弹发出，这下糊涂鬼直接被炸得4分5裂。您击杀了一只6阶糊涂鬼，获得2.5万阴气值。神圣的时刻到了，一道光芒从楚天手上发出，他对糊涂鬼的尸体发动提炼，随着糊涂鬼的尸体化作清水流入大地，有2颗6阶鬼核也落入了楚天手中。您获得了地级天赋眩晕暴击，您每发动3次攻击，第4次就有 40% 的概率产生眩晕暴击。这个能力在对战强敌的时候很有用，与强大对手过招的时候，一方短暂陷入眩晕，那显然是致命的。哈哈，让我们将这3个6阶太阳花投放到色鬼活动区域吧。在楚天的命令下，8鬼抬轿调转方向，直飞色鬼游荡的区域。这一次他们速度很快，毕竟不用一点一点寻找鬼怪了。到达目的地之后，3枚成熟的太阳花种子被抛出，3个糊涂鬼太阳花出现。楚天又抛出了6颗水鬼太阳花，这些4阶太阳花虽然无法对付5阶色鬼，但帮着拉怪还是可以的。所以楚天决定给每个6阶太阳花都配2个4阶的太阳花。而后楚天又丢出了3枚青铜空间戒指，记得把尸体带回来。楚天命令道。尸体对别人没用，只要把尸体上的珍贵材料取走，剩下的就一文不值，甚至还会污染环境。然而楚天有 SSS 级天赋提炼，对于他来说，鬼怪尸体都是宝啊。太阳花们先是茫然片刻，便一同对楚天点了点头。快去战斗吧，楚天说道。3个6阶太阳花各带着2个4阶太阳花离去。于是乎，就在今天，色鬼们开始遭受沉重打击。您的鬼灵击杀了一只5阶色鬼，您获得了5000点阴气值。您的鬼灵击杀了一只5阶色鬼，您获得了5000点阴气值。不久之后，楚天便开始有了阴气值进账。楚天选择屏蔽消息，他准备放逐这几只6阶太阳花一段时间，最后再看看收入如何。楚天让8鬼抬轿飞到一条主路，而后便在这里降落。按照那邀请函上的地址，宴会就在这条路的尽头，这也将是能否进入地下城的关键。这时，一个歪扭的酒馆牌匾吸引了2人的注意。主人，好浓郁的酒气，似乎这家酒馆还在营业。怎么可能？楚天略略凝眉，恐怖末日爆发，酒馆怎么还会营业？凡是营业的都是有问题的。这时，酒馆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个摇摇晃晃的壮汉怀里抱着一坛酒走出。鬼怪，酒鬼，等级6级，天赋不要命了。喝醉的人什么都能干出来，一旦酒鬼发动不要命了，就会自爆，那是跨越数级的爆炸威力，没有人愿意承受这种爆炸。战力评估7星中7。竟然是酒鬼！那只走出门的酒鬼身后，则是可以隐约看到跟着一群酒鬼。不好！楚天顿感不妙。6阶鬼怪他能击杀，7阶鬼怪他也不惧，但酒鬼不一样，酒鬼不要命了自爆的时候威力极大。若是一群酒鬼同时不要命了，谁能承受得住啊？清绝堵门！好的，主人。楚天下达命令之后，2人一同行动。楚天手持白银长剑，直奔那只门外的酒鬼。清绝轰的一拳将那酒馆门直接轰塌，让即将出门的大批酒鬼暂时被隔绝在酒馆内。而楚天的身子已经到达门外那只酒鬼跟前。唰！一剑如同银月光芒，酒鬼的身躯斜着变成2截。您击杀了一只6阶酒鬼，获得 2.5万阴气值。楚天随手一个提炼，您获得了地级天赋1坛米酒，您每消耗3点阴气就可以酝酿1坛米酒。注：每坛米酒重3斤，不仅可以解饿解渴，还具备初级恢复药剂效果。楚天再次获得一个天赋，不过他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他在斩杀酒鬼的一刻，便立即取出隐身斗篷，一同披在他和清绝身上。而与此同时，海量的酒鬼也才从废墟门中爬了出来。第67章无限法宝，酒鬼自爆。酒鬼们四处张望，没有发现人类身影。楚天的隐身斗篷是在桃花伞人那儿得来的，不仅有隐身效果，还能隐藏自身气息，所以这些酒鬼根本找不到。竟然有12只酒鬼，多亏我们隐藏的及时，要不然12只酒鬼同时爆炸，那简直就如同一枚核弹爆发啊！楚天不禁擦擦额头冷汗。清绝却是福至心灵，他淡淡道：“主人，你说我们可不可以把他们一锅全炸了？”一锅全炸了？楚天虽然有口水炮弹能力，但对付6阶鬼怪却没那么容易。但楚天知道清绝的意思，他是想利用酒鬼自爆的特性，让他们自己炸自己。不行不行，你不能去冒这个危险！楚天果断拒绝了清绝要求。想让酒鬼发起自爆，必须要让酒鬼感到十足威胁，而且
这威胁必须离他很近才行，否则他们只会发动普通攻击。而楚天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不可能同时去跟12只酒鬼作战，将他们同时逼入绝境。而楚天的等级又跟酒鬼相同，又无法对他们产生压迫感，所以想让他们直接引爆自己，唯有清绝发动战神金光。那时清绝的战力将会飙升2星，只要他往酒鬼群中一站，那强大的压迫就会让酒鬼直接选择自爆。然而楚天并不想让清绝去冒这样的风险，然而清绝却蹙着秀眉道：好可惜呢，一只酒鬼有 2.5 万阴气，12只就是30万呢，这样能一锅端12只6阶鬼怪的机会可不多。楚天道：那也不行，12只鬼怪乃有你的安危重要。特么，你知道12只酒鬼同时在一点爆炸将会有多恐怖吗？附近的一片区域将会全部夷为平地，就算你速度再快也逃不掉，而且爆炸冲击波扩散很快，你想用回城券之类的物品卡爆也做不到。清绝道：我记得咱们的八鬼抬轿可以免疫一切攻击的。楚天陷入了沉思。对啊，他的八鬼抬轿可是无限级法宝，那是桃花伞人留给他的至宝之一，最大的作用可不是用来当交通工具，八鬼抬轿最大的功能是防御，只要他在八鬼抬轿内，无论多强大的存在都无法对轿内的他造成伤害。哈哈，对啊，我有八鬼抬轿，我怕什么？这个是无限级的法宝，是绝对保命的存在。八鬼抬轿，楚天唤出了他的八鬼抬轿，而后和清绝一同上了轿子。轿子缓缓飘向酒鬼聚集的酒馆，酒鬼们喝得酩酊大醉，见到有一个巨大的轿子到来，只是略略诧异了一下，便继续喝酒。毕竟没有人类气息散发，也无法吸引他们的注意。要开始了哟！楚天扶着八鬼抬轿的门，对清绝说道：清绝点了点头，示意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这时楚天突然将八鬼抬轿的门打开，人类气息涌现，酒鬼们顿时不喝酒了，同时不友善地将目光看向轿门方向。而他们看到了一个满身金光，犹如一轮太阳般的女神，那正是清绝发动了她的战神金光。强大的威压让土石飞溅，桌椅板凳全部碎裂，周围的墙壁也开始出现裂痕。酒鬼们一个个眼睛瞪得溜圆，这强大的威压，这恐怖的敌人已经触发了他们发动不要命了的机制。轰！12个酒鬼同时自爆，而就在同一时间，楚天也将八鬼抬轿的门给关上。强大的冲击波在八鬼抬轿外扩散，周围的各种建筑瞬间被夷为平地。一颗巨大的蘑菇云从酒馆的位置升起，而后高高的升上天空。然而处在爆点最中心的一个轿子就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一般，真的就一点感觉都没有。这让楚天一阵惊讶，他本以为就算八鬼抬轿能防下这个规模的爆炸，也总会产生一点波澜吧，然而一丝波澜都没有，就仿佛那爆炸根本不存在一般。这时楚天才明白，八鬼抬轿不可被攻击，不是因为他自身防御强悍，而是他处在不同的位面，这些爆炸根本影响不到他所在的位面，所以任凭此地毁天灭地，八鬼抬轿仍然岿然不动。哈哈，果然是无限级的道具，怪不得当年桃花伞人可以靠这个纵横恐怖世界，原来根本没有人能伤到他。您的鬼灵击杀了12只酒鬼，获得30万点阴气，这一波赚大了。之前楚天已经积攒了32万点阴气，再加上这30万就是62万了，距离100万晋级似乎也没多远了。竟然不长阴气了吗？楚天看向自己的个人面板，发现与太阳花傀儡距离太远之后，他就无法收到太阳花的阴气反馈了。看来只有在一定范围内，猎杀的阴气才会直接反馈到他身上，如果超出范围，那就要等到之后一次性反馈。楚天和清绝走下八鬼抬轿，他们面前是一个巨大的深坑，那正是刚才12只酒鬼同时自爆给炸出来的，真的是恐怖如斯。可想而知，如果刚才他们在外面，早就被炸的连渣都不剩了。走吧，天马上就要黑了，男爵的晚宴也即将开始。楚天带着清绝向金马会所而去，而那边金马会所斜对面的一片瓦砾堆中，一块石头伸出一只脚，踢了另一块石头一脚。木头，你说咱们老在这守着，真的有用吗？原来这一块石头和一根木头都是人伪装的，伪装之下是2个精灵人。石头道：那也没有办法呀，大长老说了，想从地下城救出我们的族人和公主，就要守在这儿。只要有名曰智人的人类来到这参加晚宴，就说明能进入地下城的人到了。可是智人根本就是个传说吧，他们的耳朵是半月形的，不是尖尖的，这怎么想都很不可能吧。这世上真的有这样的人吗？而且据说都已经300年没人来参加晚宴了吧，我们在这等着真的有意义吗？说到这个话题，两人同时陷入了沉默。自从300年前开始，就再也没有人来过这家会所来参加男爵的晚宴，
而他们的族人却不断被诡异的黑风卷入地下城，他们又找不到进入地下城的门进去救人，就只能忍受着。原本他们对于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就在不久前，他们的公主阿卡丽娜也被黑风卷走了，这才让绿森城的精灵人下决心进入地下城营救阿卡丽娜。你们鬼鬼祟祟的在这干什么呢？两名精灵人少年的耳边突然响起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这让得二人心惊胆寒。第68章，是智人绿森精灵部落。两个精灵人少年赶紧将身上的伪装布盖好，而楚天则是用手中长剑一撩，便将二人的伪装布给掀飞了。鬼呀，鬼你个大头啊！楚天用剑背在两个毛头小子额头分别敲了一下，没想到他真的在绿森城找到另外的精灵人部落了。他们手中可是有着一把官邸钥匙啊，把他们这把拿到手就有4把了。被楚天敲头的二人顿时回过神来，他们看向楚天，竟然是人类，不是鬼怪，二人也就没有那么惊恐了。不过他们细细一看，却发现他们面前的二人，当然他们不知道青爵是鬼灵，面前的人竟然和他们长得不一样，二人耳朵竟然是半月形状的，那不就是大长老口中的智人吗？也正是他们要等的人。二人顿时跪在地上，大人，请问你们是来参加男爵晚宴的吗？楚天道，你们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在这鬼鬼祟祟干什么呢？石头道，回大人的话，我们的公主被抓了，大长老嘱咐我们守在这里，说唯有在男爵那拿到进入地下城资格的人，才能帮我们救出阿卡丽娜公主。木头道，既然大人是来参加晚宴的，就请一定帮我们救出阿卡丽娜公主，她是我们精灵人的希望，也是我们精灵人的未来。楚天道，你们认识北方地域山脚镇的精灵人部落吗？他们的族长叫亚瑟，族长的孙女叫茉莉。两个精灵少年闻言先是一愣，而后木头说道，300年前我们都居住在山脚镇，那时恐怖世界刚好吞噬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是智人的世界，智人很特别，能掌握奇奇怪怪的对抗鬼怪方法。那时大慈大悲的灵山寺法师们庇护着我们，所以我们都住在灵山寺脚下。只是后来灵山寺的法师一夜之间都死了，而山脚镇又养活不了那么多人，我们才从那里搬了出来。而亚瑟族长一脉曾经也是王室的一个分支，他们负责留守山脚镇。大长老带着王室的主脉重新回到了这片绿森城废墟，我们双方已经好久没联系过了，不过大长老和亚瑟族长当年是最好的朋友。楚天点了点头，亏得精灵人寿命长，不然这么久过去了，双方之间早就不认识了。楚天将之前茉莉给的信件递给其中一个少年，这是亚瑟给你们大长老的信件，带我去见你们大长老。两名少年接过一个信封，见到封泥上特有的精灵族印记，便立马一脸严肃，两位大人这边请，我们为你们带路。两位精灵人少年一同恭敬说道。于是乎他们便带着楚天二人在满是高大树木和各种残破房子的绿森城行走，路上偶尔出现的一两片绿色枝叶显得是那么的醒目，可以想见这片高大树木在昔日繁茂时将是何等景象，绿森城在昔日又是何等壮阔。可是这一切都消失在恐怖世界入侵中了。地球世界同样是一个繁盛的文明，楚天是绝对不会允许地球世界如同精灵人世界一样毁灭的。在经过一段跋涉之后，高大的树干藤蔓交错，甚至已经没有道路，几人只能在树干藤蔓中穿行。什么人？这时一对精灵人女士兵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他们都长着尖尖的耳朵和宝石一般的眼睛，如果以地球人类的审美来看，他们个个都是美女。精灵人以雌性居多，所以士兵都由女人组成也不稀奇。不过他们手上的兵器比较特殊，都是桃木剑，桃木剑上刻着一些符文，这些符文楚天认识，是佛道两家克制鬼怪的符文。虽然精灵人没有阴气，但利用这些道具也能勉强与鬼怪一战。米兰姐，我是石头啊。石头说道。见到是自己人，米兰似乎放松了警惕，不过当他看到石头和木头身后跟着的人，又皱起了眉毛。他们是？木头道，他们就是大长老让我们寻找的，可以进入地下城的智人啊。智人？米兰和一众精灵人士兵都好奇地将目光投向楚天和青爵，他们脸上顿时露出惊讶神色，然后聚到一起叽叽喳喳的。智人真的存在啊？那还用说，大长老可是活了300多岁，他说300年前有很多智人呢。他们的耳朵果然是半月形的。你们快看，这个智人小哥哥好帅，还有那个智人姐姐好美丽啊。木头道，米兰姐，这两位大人有我们北方族人带来的信，我是特地带他们来见大长老的。是这样吗？听闻有正事儿，女精灵人队长变得严肃起来。米兰道，那你们快过去吧。好的，米兰姐。一行人继续前行。楚天在经过精灵人米兰的时候，对他点头示好。这很随意的举动，在米兰的眼中则是一个散发星光的男子
对他暧昧一笑。米兰顿时脸红心跳，就连楚天都没发现他无形中就已经迷倒了一众精灵人少女。没办法，他本来就帅，又获得了异性诱惑天赋，没有几个异性能抵得住他的一个微笑。楚天在走过少卡所在地区的时候，就感觉一股奇异的屏蔽力量。那力量他以前见过，在进入茉莉所在部落时也有那种力量，那是当年灵山寺的和尚们所制作的气息屏蔽符。看来这个精灵人部落也用了同样的屏蔽手段。楚天一路走一路看，不得不承认绿森城的精灵人部族要比北方灵山寺的大很多。他们有自己的卫队，还保持着一定的社会体系，而亚瑟和茉莉他们的部族仅有几十人而已，只能说苟延残喘着。两个精灵人少年带着楚天和清绝在树木空隙中穿行。这时二人突然停下脚步，这里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了。楚天定眼望去，很多粗壮交错的树蔓之间错落分布着很多树洞，有的精灵人从树洞走出，有的则是进入树洞。一看这些树洞就是他们居住的场所。主人，这些树洞似乎是相通的。环视四周后，清绝淡淡说道。这让楚天的眉毛也皱了皱，这里树木遮天蔽日，粗壮的树干互相交错，这些树洞之间又是相通的，怪不得这些精灵人选择在这里安营。就算受到袭击，他们也能从不同的方向很快转移。第69章，不能给你钥匙，打鬼。木头哥哥，石头哥哥，你们回来啦！见到木头石头回来，一群精灵人孩子开始围着他们打转。我们回来了，快去通知大长老，有客人来了。好的，我们这就去。一群精灵人孩子欢欢喜喜地跑掉。这时外人的到来，特别是不一样人类的到来，让大批的精灵人都跑出来围观。他们都在四周的树干上。楚天定眼望去，这个精灵人部落怕不是有400-500人，在末世中能有这样一个部落也算非常难得了。这时一个头戴柳环身穿白袍的老者在前方一个树洞走出。当他看到楚天和清绝相貌的时候，眼角顿时抖了抖。他太激动了，300年过去，他终于再次见到智人了。不过在激动之余，老者又开始在心中忐忑，这些智人是好是坏？就算是好的，又是否愿意像300年前的灵山寺那样庇护他们？这一切都未可知啊。不过再怎么说，有智人出现都是好事，代表能与恐怖世界对抗的种族再次出现了。大长老笑着张开双臂，哈哈，我尊贵的客人，你们宛如天上的太阳降临到我们精灵人部落，这真的让我们精灵人部落蓬荜生辉啊。说着，大长老深深鞠躬，表达他诚挚的敬意。楚天道，你见过太阳吗？就把我们比作太阳。大长老嘴角一僵，恐怖世界哪来的太阳啊？每天都是乌云遮空，虽然有白昼和黑夜的差别，但想看到太阳的身影是不可能的。大长老尴尬笑道，古籍中我们祖先常常这样赞誉伟大的人。呵呵，让您见笑，让您见笑了。大长老，这是北方亚瑟族长带来的信。这时木头将楚天交给他的信递给了大长老。亚瑟，那仿佛是一个很久远的名字，那是大长老时的玩伴。那时他跟亚瑟还一同在灵山寺的庇护下生活，虽然生活依旧很艰难，但比之现在好上千万倍。他赶紧接过那封信件，然后打开，是亚瑟的字迹，是亚瑟的字迹没错。大长老双手颤抖，老脸上满是激动，他一边流着泪，一边看完亚瑟给他的信。之后大长老像是陷入了某种艰难抉择，最后他对楚天道，那一枚神秘钥匙不能交给您。楚天，这咋还不给我了呢？清绝道，主人，那我们就抢过来吧。怕清绝立刻发飙，大长老赶紧摆了摆手补充道，亚瑟已经对你们的实力和品行在信中做了保证，如果能成为您的仆人，是我们天大的荣幸，我们也很愿意如此。钥匙也理应交给您，只是现在有些不同，我们精灵人王族的嫡系血脉阿卡丽娜被地下城的黑风卷走了。可能在你们这些大人物眼中，区区一个女子不算什么，但对于我们精灵人来说，阿卡丽娜却是极为重要的，那是我们精灵人的象征，也是未来精灵人复兴的希望。如果王族的人不在了，再想把散落在各地的精灵人团结起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老朽斗胆，请2位大人进入地下城，帮忙救出阿卡丽娜公主。到时神秘钥匙自然会交给2位大人。2位大人若觉得老朽冒犯到你们了，随时可以斩杀我，但请饶过我的族人，拜托了。精灵人大长老恭敬跪拜。楚天和清绝互望了一眼，虽然没有拿到神秘钥匙有些可惜，但是人家都这种态度了，再直接抢就有些不合时宜了。楚天摆了摆手道，算了，反正我们也要进入地下城的，如果你们那位公主还活着，我们会顺手将她救下的。真的吗？大长老满脸惊喜，那真是太好了，你们真是我精灵族的大恩人啊。大长老又是一连磕了好几个头，方才起身，那请2位接受我们盛情的晚宴吧。
大长老正要吩咐人准备晚宴。算了，时间已到，我们还是去参加男爵的晚宴吧，好能早一点获得进入地下城的资格。楚天可不想在精灵人部落吃东西，这些末世残存的部落能有啥美食？虫子、老鼠、青苔都是他们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楚天还没沦落到吃那种东西的境地，那就辛苦两位大人了。等两位大人拿到进入地下城的资格，请准许我们派一支小队一同前往。好的。楚天在众人的围观下离开了精灵人部落，精灵人大长老亲自带了一队精灵人士兵陪同。等楚天他们拿到进入地下城的资格，这队精灵人士兵就会跟着楚天他们进入地下城寻找阿卡丽娜公主。这一队士兵一共20人，个个都是大美女，身材都火辣的不行。不过他们的身体却被包裹得严严的，因为他们不是遇鬼者，所以哪怕一滴鬼怪血液溅到他们身上，他们也会被感染成鬼怪。所以他们全身都被皮质的铠甲遮盖，脸上还戴着木质的面具。不过皮甲并不能遮掩住他们婀娜的身材，这些皮甲也招架不住鬼怪血液腐蚀，但能起到一定防御效果。楚天扫了一眼精灵人女士兵手中的兵器，都是刻着符文的桃木剑。呵呵，见笑了，这些桃木剑都是当年灵山寺法师赠送的。当初我们精灵人为对人手一把，让我们面对鬼怪不至于仅仅是被动挨打，也有了基本还手能力。不过自从法师们死去，这些武器就越用越少。现在我们整个精灵人部落也仅剩下40柄桃木剑，半数都在这里了。精灵人大长老亚索说道。现在楚天已经知道他叫亚索了，并且和亚瑟是远房亲戚，他们都算是精灵人王族后裔。不过亚索、亚瑟、茉莉都是王族分支，他口中的阿卡丽娜才是嫡系。我们就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众人已经可以瞭望到吸血男爵的金马会所，也到了鬼怪容易出现的地方，所以亚索不再敢向前。好的，你们就在这等待吧。楚天交代了一句，便要带着青爵向金马会所而去。大人，好几只鬼怪，还是等等再过去吧。亚索急忙阻止楚天。楚天定眼望去，是一只6阶糊涂鬼和4只3阶马鬼。楚天二话不说，白银斩鬼剑在手，他发动了一次闪动，身子唰的化作一道银光，在那只6阶糊涂鬼身边划过。糊涂鬼还在一脸迷茫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然而片刻，糊涂鬼的身子就从中间分成2半，2片身子分别倒在左右两侧，黑血洒了一地。而那边青爵一个纵跃来到4只马鬼面前，轰的一拳打在地上，方圆10丈大地破裂，那4只游荡的马鬼也跟破裂的大地一样，碎成很多肉块。第70章规则之地，鬼客人们。第70章规则之地，鬼客人们。这时楚天的耳边响起提示声：您击杀了1只6阶糊涂鬼，获得2.5万阴气。您的鬼灵击杀了4只3阶马鬼，获得1万点阴气。太阳花拾取了糊涂鬼的大木棒，还有马鬼的马鬃和马尾，而后一同挂到交易平台。而后楚天随手一个提炼，鬼怪尸体化作清水进入地面，2颗6阶鬼核和6颗3阶鬼核到手。亚索，精灵人小队目瞪口呆，这也太强了吧！他们难以想象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眼前。这2位大人竟然这么强大！6阶鬼怪，他们平时看到绝对是立马就逃的。他们依靠精灵人的搏击本能以及手中的桃木剑，仅能勉强与1、2阶鬼怪作战，3阶鬼怪就极难办到。然而这2位大人，一个眨眼之间，一剑斩杀1只6阶鬼怪，而另一个一拳打下去，4只3阶鬼怪直接碎成肉块。这也太恐怖了吧！似乎我们精灵人有希望了。望着楚天和青爵远去的背影，大长老亚索笑着说道。他似乎看到了精灵人的曙光。那边楚天带着青爵已经来到金马会所面前，门口站着2位吸血鬼仆从。楚天发现竟然无法查看他们信息，不过按照经验，吸血鬼仆从算是6阶鬼怪中的强者了。楚天并没有出手的意思，因为这2个吸血鬼仆从都是白鬼，也就是无害的鬼怪。这时一个酒鬼晃晃悠悠地跑到门前，就要闯入金马会所。其中一名吸血鬼仆从微笑行礼：这位先生，请出示您的邀请函。吼！酒鬼怒吼了一下，喷了吸血鬼仆从一脸酒腥，而后就要强闯金马会所。见到酒鬼拿不出邀请函，2个吸血鬼仆从顿时诡异地笑了。他们贪婪地舔了舔舌头，像是早就期待有这样的来犯者了。2个吸血鬼仆从突然长出獠牙，指甲也突然变长。他们抓住酒鬼，一人咬住一边脖子，疯狂吸血。吸血鬼仆从本来就强，再加上以2对1，酒鬼完全没有还手能力。而当酒鬼准备发动不要命了自爆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已经被2只吸血鬼仆从吸了大量鲜血，根本没能力发动不要命了。喝酒误事儿啊！
看着一只酒鬼稀里糊涂死在自己面前，楚天不禁摇了摇头。他走到2个吸血鬼仆从面前，2个吸血鬼仆从将吸干的酒鬼丢到一旁，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他们一同嗅了嗅，嗅到了楚天和清绝身上的气息没错，便恢复了微笑模样，并且收起了獠牙和指甲。这也是精灵人部落为何不自己来参加晚宴的原因。他们身上没有阴气，瞬间就会被识别出来。这所谓的男爵晚宴，只有鬼怪和身上有阴气的遇鬼者能参加。其中一个吸血鬼仆从微笑行礼，请出示您的邀请函。楚天将邀请函递出，2个吸血鬼仆从见了之后，将身后的门让开，躬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会所大门打开，迎面出现的是金碧辉煌的大厅，大理石的地面，水晶吊灯，墙上还挂着很多珍贵的油画。楚天和清绝一同走进大厅，悠扬的音乐在室内回荡，那边正有吸血鬼仆从正在演奏音乐。整个大厅里摆放着几十张桌子，其中有8张桌子已经有鬼入座了。楚天试着打开几个鬼怪信息，竟然无法打开，说明整座金马会所都有某种规则限制，个人信息是不被查看的。不过楚天依照经验认识其中几种鬼怪，其中有身躯是由黑色烟雾构成，那是夜鬼，他的身形可以跟夜色融为一体，在黑夜里是极度难缠的鬼怪。而另一种则是披头散发，脸色苍白并且没有眼瞳的女鬼，那是午夜敲门，是一种规则类的鬼。午夜敲门又叫门鬼，一旦半夜有人敲门，千万不能应答或者开门，开门则死，应答则会成为午夜敲门的傀儡。其他还有牛鬼和无面鬼，这4种鬼怪中，无面鬼和午夜敲门初始都是5阶，而牛鬼和夜鬼初始都是6阶。至于这些鬼怪有没有晋级，因为查看不了他们的信息，目前楚天还不能确定。竟然是一只人类！见到楚天和清绝进入宴会，8只鬼怪都是惊讶，一只牛鬼惊叹出声，他们都向楚天和清绝投去不友善的目光。这时，周围的数十个吸血鬼仆从同一时间生出了尖锐的獠牙和指甲，眼中冒着红光。8个鬼怪顿时不敢挑衅，安心等待吸血鬼男爵的晚宴开启。而刚才夜鬼竟然可以口吐人言，也就暴露了他的实力。鬼怪一旦达到6阶巅峰，就有说话的能力，所以这只夜鬼实力至少是6阶巅峰，甚至更高。估计另外7个鬼怪也不弱，搞不好来这里的资格就是不低于6阶巅峰。楚天和清绝随意找了个座位坐下。这时，在一名吸血鬼仆从的引导下，吸血鬼男爵正式登场了。吸血鬼在没有露出獠牙和指甲前，跟普通人类无异，所以吸血鬼男爵此刻更像是一个绅士。他走到众人鬼面前，他先是喝了一杯鲜血。楚天感知了一下，楚天现在的感知力已经极强，那不是人类的鲜血，是动物混杂鬼怪的鲜血。这吸血鬼男爵果然算是一个善鬼。饮完鲜血后，吸血鬼男爵道：“尊敬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欢迎来参加鄙人的晚宴。”行了，吸血鬼男爵，快上菜吧，我们是来接受考验的。一只无面鬼打断了吸血男爵的发言。是啊，我们正等着去圣地祭祀呢，希望这次祭祀我能晋升7阶。午夜敲门说道。楚天眉毛微不可察的抖了抖，原来绿森城的地下城是一座祭坛吗？这8只鬼怪都是前往祭坛的吗？在恐怖世界，鬼怪自然生长只能到6阶巅峰，想要进入7阶，必须祈求高位鬼怪赐予力量。新手区的最高位鬼怪就是新手区鬼怪领主，想要晋升7阶鬼怪，都要去祭坛向鬼怪领主祈求赐予。看来这几只鬼怪实力都不低，都具备了接受赐予晋级的资格。而刚才说话的午夜敲门是一种5阶鬼怪，他说他要晋级7阶，那就说明他现在已经6阶了。显然这只鬼怪已经晋级过一次了。第71章吸血男爵的考验。虽然吸血男爵的发言被打断，但他并不在意，他执意要说完自己的开场白。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的光临使比社蓬荜生辉，你们每一个都是尊贵的人，都是有机会前往地下城探险的人，相信你们一定会获得非凡成就。没办法，凡是规则类鬼都会有很强的规则类偏执，他不说完自己的开场白是不可能进行到宴会环节的。楚天和清绝静静的等着，而鬼怪们则是极度不耐烦，但又没有办法。最后，鄙人再次感谢各位贵客光临，下面请品尝我们献上的第一道美食，产自莫兰星球的海螺。这种特产极度鲜美，但提醒各位一下，剥开海螺时不要伤到里面的肉，否则会影响肉质鲜美。吸血鬼男爵一挥手，9个吸血鬼仆从便端上了这次宴会的第一道菜。海螺大约李子大小，所有的肉质都被外壳所包裹，必须敲开外壳才能吃到。不过楚天关心的不是这些，他发现这竟是正常的饮食，没有受过任何污染的，在恐怖世界非常稀有。楚天尝试掰开海螺，发现这海螺不一般，
要4阶中期鬼怪的力量才能掰开，还是非常坚硬的。不过这宴会上的每一个都远超这实力，楚天便知道这次考验的一定不是力量。根据吸血男爵的话，让小心不要碰坏里面的肉质，应该是考验力量掌控能力。楚天尝试掰开一个海螺，露出里面鲜美晶莹的海螺肉，果然让楚天猜对了。这海螺外壳很硬，要200点力量才能打开，这相当于普通人类力量的40倍了。然而里面的肉质却给人一种薄如蝉翼的感觉，似乎只要轻轻一碰就会烂掉。要大力捏开海螺壳，又不伤到里面的肉，对力量精准度的要求极高。海螺被打开后，顿时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楚天将其递到青爵面前，青爵欢欢喜喜地吃掉。那边的吸血男爵对楚天微笑的点头，但可不是所有鬼怪都有楚天和青爵这吃相。其中一只牛鬼直接抓起一把海螺，捏碎后将肉挤进嘴里。吸血鬼男爵道：“这位先生破坏了我们宴会的气氛，把他请出去吧。”在吸血鬼男爵的示意下，牛鬼直接被插了出去。其他鬼怪也知道这是一场力量操控挑战了。打开这些海螺并不难，然而想捏开海螺又保持其中的海螺肉完整，这就需要精确的掌控能力了。能来参加宴会的都是6阶巅峰以上的大鬼，力量谁也不弱。只是若是连精准操控力量的能力都没有，那么自然也就没有资格去往地下城。明白了这一点，其他大鬼也小心翼翼地破开海螺，生怕不小心碰坏里面的肉。这次还好，虽然有2只鬼怪险些将里面的肉挤坏，但也总算取出了完整的海螺肉。而那边楚天和青爵差不多将一盘子海螺都吃完了，而其他鬼怪就只打开了1颗而已。请各位品尝第2道菜，请分辨出牛肉、猪肉还是羊肉。这时吸血鬼仆从给每个餐桌都端上一个火锅，火锅内的肉已经熟了。这是挑战感知能力，将3种不同的肉混在同一个火锅内，彼此会沾染彼此气息，再加上火锅调料的作用，是很难分辨出种类的。感知力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一个人实力不断变强，但如果他的感知力没有变强，那么他的强者之路也就走到头了。越是强者，一定感知越灵敏。吃肉青爵，好的主人。楚天递给青爵一双筷子，自己也拿过一双筷子。这么好的火锅，在恐怖世界可是非常少见的，不能浪费了啊！牛肉、羊肉，2人每夹1块肉进口，都会爆出自己吃的这1块肉是什么。而吸血鬼男爵则是在一旁笑嘻嘻的点头，表明他们说的全对。而鬼怪们也尝试着将肉放进口中。牛肉，错了，把它抬出去。羊肉、猪肉、猪肉，错了，把它抬出去。最后，除了楚天和青爵外，还有4个鬼怪也过关了，分别是2个夜鬼，一个午夜敲门，一个无面。吸血鬼男爵道：“各位都通过了第1阶段的考核，如果大家愿意继续接受考核，请跟我这边来。”吸血鬼男爵在前面领路，挑战者在后面跟着。大家来就是进入地下城的，当然是继续接受考核了。吸血鬼男爵带着众人来到一条长廊，长廊的2侧有很多房间。吸血鬼男爵道：“请诸位各随意选择一个房间住1晚上。之前参加宴会被淘汰者有资格夜里向你们发起袭击。如果你们成功抵抗住袭击，那么你们便获得去地下城的资格。如果你们失败了，那么挑战者将会代替你们去地下城。”这时吸血鬼男爵随意打开一个房间，房间很大，但却是空空的，也没有床，就只是在房间正中摆着一口棺材，棺材上有8卦转盘。吸血鬼男爵指着棺材道：“这就是你们的床铺了。当然，能不能进入你们的床铺，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解锁8卦转盘即可进入床铺。床铺里面不仅有1件宝物，还能隔绝外界挑战者的攻击。所以，如果你们能解锁并进入床铺，你们便已经拿到了进入地下城的资格。好了，大家请选择自己的房间吧。”4只鬼怪分别选择了自己的房间，而楚天和青爵也选了一间1134号，他们觉得这个房间非常吉利。2位是我见过最出色的客人，祝2位好梦。吸血鬼男爵微笑着说道，他随手将门关上，祝各位晚安。随着吸血鬼男爵话音结束，所有房间同时关灯，每个房间都一片漆黑，楚天所在的房间也同样如此。青爵脱掉了流银锦靴，他如玉的脚丫散发银光，流光在他脚下聚成金色莲花，他全身的肌肤也有光芒。黑暗的屋子顿时被照亮了。如果不是如此，楚天甚至都忘了青爵的光彩了。如果同时解掉面纱和脱掉鞋子，那么青爵女皇身上自然就会有光芒散发，现在被当作电灯泡了。不过楚天有天赋夜视，没有照明也能看到，但夜视下的世界是黑白的，没有任何色彩，还是光线看得更舒服。青爵靠坐在棺材上，荡着双脚道：“主人，这房间里空空荡荡的，
晚上可怎么睡啊？楚天同样坐到棺材上，拍了拍道：“那吸血鬼男爵不是说了吗？这就是床，咱们俩今天睡棺材里。”第72章，我们睡棺材里。青爵皱眉看了看坐下的棺材，总觉得只有鬼才睡这玩意儿，正常人类谁睡棺材里啊？青爵道：“我们真的要进棺材里睡觉吗？”似乎我们只要击败今晚的挑战者就可以了。楚天道：“你忘了吸血鬼男爵说的吗？这棺材里有宝物，打败挑战者是没问题，但我们不能放着宝物不拿啊。”也是。青爵从棺材跳下，开始俯下身去，看着棺材板上的八卦图案。那八卦像一个拼图，应该是转到固定的位置，便可以将棺材解锁。这要怎么解呢？青爵陷入了沉思。楚天也趴过去看了看，完全没有头绪。他虽然是重生者，但却不懂八卦。他前生所在的新手区和404新手区的关卡也不一样。楚天拿出了白银长剑，试着向棺材上斩了一剑，竟然斩不动。这并不是棺材有多硬，而是棺材受了某种规则保护，不接受外部应力破坏。当当当！这时，他们的门外突然出现敲门声。青爵刚要应答，就被楚天一把捂住小嘴。那是午夜敲门，你只要应答了，就会变成他的傀儡。那我去开门杀了他呢？1个小时内不能开门，只要开门你就会死。规则类鬼就是这样的，在他的规则内有可能无敌。然而，一旦知道他的规则，不去触碰这些规则，往往他就不堪一击。楚天道：“午夜敲门很弱，只要不触碰午夜敲门的规则，比他低上3个等级的鬼，他都打不过。”青爵道：“那他是怎么升到这么高等级的？”楚天道：“敲门啊，只要有鬼怪掉入他的规则，就会死或成为他的傀儡，无论哪一种情况，他都赚大了呀。”青爵应了一声，道：“那我不应答，也不去开门。”午夜敲门敲了半天门，见没人应答，也没人开门，便选择了离去。不久后，隔壁房间也传来敲门声，看来午夜敲门转移阵地了。吱呀，隔壁房间门竟然打开了，而后便是一声惨叫。楚天道：“开门者死，看来隔壁的傻蛋给对方开门了，估计他被午夜敲门顶替了。多亏有主人了呢。”这一刻，青爵觉得他的主人真的好伟大啊，真的越看越帅了。他看向屋内摆着的棺材，可是我们要怎么进去呢？是啊，两人都不懂八卦，也无法解锁棺材。楚天道：“我们可以钻进去。”青爵：“钻进去？”是的，楚天的众多天赋中可是有穿墙术的，根本不用去解锁，他带着青爵直接穿进去就行了。楚天道：“这棺材的厚度绝对没有1米，而我的穿墙天赋穿越范围是1米。”青爵道：“可是那是你的天赋，我也进不去啊。”楚天道：“只要你离我近一些，在1米范围之内，就等于在我的穿墙术辐射范围内。离你近一点吗？”是的。是这么近吗？还要再近一点。这样呢？太远了，太远了。你离我还是太远了。这样够近了吧？你抱着我的腰，距离就刚刚好了。青爵犹豫了一下，还是抱住了楚天的腰，他的小脸顿时通红。这距离绝对小于1米了。楚天带着青爵直接穿进了棺材，棺材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棺材底部铺了被褥，非常柔软，这倒真像是床了，是一张封闭的床，将二人封闭在了里面。楚天道：“你怎么不放光了呀？”在楚天的追问下，青爵身上的光芒渐渐复燃，距离楚天这么近，二人又同处封闭空间，这让青爵极为难为情。他头低低的，很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但又无处可躲。看着面前的青爵，他的面额都在散发光芒，是那么的出尘而又美丽，这让楚天不禁看呆了。此女本应天上有，怎会出现在身边？楚天都快被青爵给美死了，而且还是这么近距离的欣赏美女。主人，今晚我们要睡在这里吗？青爵羞羞地说道。睡在这里也行吧。楚天尴尬的道。主人，我们是进来寻找宝物的，现在不找宝物了吗？啊对。楚天突然想起进入棺材的目的，他猛地坐起，咚地撞到了棺材板上。啊！他竟然忽略了这里是棺材，突然间撞得头好痛。主人，你怎么样？让我看看。青爵担心的试图坐起，但棺材内并不能让他如愿，他只能半歪着身子去查看楚天的头。见到楚天没有伤到，才放心下来。他殷红的小嘴鼓起，为楚天伤口吹风，夹着香气的凉风迎面来，让楚天很是受用。看着青爵红润的小嘴一股一股的为自己伤口吹风，楚天只感觉一阵热血上涌，他都有点抑制不住自己了。要镇定啊！楚天强行让自己镇定。青爵和茉莉状况不同的，茉莉有自主意识，所以他可以直接向茉莉表达自己想那个啥，只要茉莉不反对，两个人就可以。当然，茉莉也绝对不会反对的。而青爵不同，虽然二人现在亲密度已经达到爱侣级别，楚天提出要求他也不会拒绝，
但清觉说到底灵智没有完全恢复，只是不像以前那么傻了。趁人家迷糊要了人家算什么呀？他觉得必须要等清觉10级之后，灵智完全恢复，那时他提出要求，清觉答应，才不算是趁人之危。主人，你在想什么呢？清澈的大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楚天，清觉的样子呆呆萌萌的。清觉似乎对楚天现在的想法很感兴趣。没，我胡思乱想。楚天尴尬地搔了搔头，他下意识地想坐起身子，又差点撞到头，赶紧把身子缩了回去。可是主人的心脏跳得好快哦。清觉绷着小脸儿，似乎很不可思议楚天现在的状况。要知道，清觉的战力评估可是超过楚天的，他自然能听到楚天加快的心跳。更何况二者都在一个棺材里，完全没有距离感啊。楚天也觉得自己不争气。老二，你说你老跳个啥呀？这里的老二是指心脏了啊。我们还是找宝物吧。楚天决定转移注意力，这样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清觉软软萌萌地应了一声。二人开始在狭小逼仄的空间内寻找那所谓的宝物。主人，你看这是什么？在哪里？我的脚边碰到了什么东西，只是不方便拿过来。是吗？楚天也伸出了脚，试着向棺材底部探去。果然是有什么东西。你等等，让我去摸一下，然后把它拿过来。楚天蜷着身子去摸那脚下的东西，没一会儿便被他摸到了。咦，软软的，滑滑的，还富有弹性呢。主人，那是人家的脚了。楚天赶紧调转方向摸索，这次终于被他摸对了。不一会儿，一个物件就被他拿了过来。他与清觉并列躺下，将东西拿到两人面前，借着清觉的面额光芒观看。第73章亲密度老婆夜鬼，竟然是一个精美的杯子。恭喜您获得道具圣杯，此道具不仅可以解鬼毒，还可以解除鬼怪对普通人的污染。注：具体使用方法：当某人中了鬼毒或者污染后，取来同种鬼血一杯，圣杯便会将鬼血转化成解药。竟然可以解鬼毒，而且还能解除污染。楚天震惊，清觉也眨了眨眼睛。这道具很好用。恐怖世界内具有毒素的鬼怪很多，就比如吸血鬼的牙齿就有剧毒，只要被他们咬中，都有可能被转化成吸血鬼。有了这圣杯，今后就再也不怕鬼毒了。而且它还能帮普通人解除鬼怪污染。哈，这道具不错。楚天欢欢喜喜地将圣杯收入空间。主人，我们要睡觉吗？睡觉了。清觉将身上的光芒关闭，整个棺材恢复一片漆黑。就这样，两人相拥着，共同进入梦乡。在清觉没有恢复灵智前，楚天不准备那啥，但这并不包括抱抱在内啊。不知睡了多久，楚天悠悠醒来，一睁眼就是清觉静静看着他的目光。您和您的鬼灵亲密值100%，他与您的亲密度升为老婆。提醒：由于您和您的鬼灵亲密度过高，所以白银情侣战袍亲密度加成功能失效。想要继续提升您和鬼灵的亲密度，需要更高级的道具或者药剂。清觉额头亮着光，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楚天，像是在欣赏着一件精美的文物。清觉突然好奇地问：主人，你说夫妻之间是怎样的呢？譬如什么是夫妻？他们之间又要做什么？楚天在清觉的穷鼻上刮了一下，这些事情小孩子不要问，等你长大了，等你灵智恢复了，自然就懂了。清觉顿时不满，在水域世界17岁就成年了，我成年了的。楚天道：你的心理年龄只有7岁好吧？清觉顿时就很挫败感。好了，我们先不说这些了，还有2个小时天就亮了，我们马上也可以获得去往地下城的资格了。楚天打开游戏界面查看时间，虽然进入金马会所后跟外界的信息中断了，但基本的计时功能还是有的。那我们要从这个棺材出去吗？清觉有些依依不舍地问道。此时他的手还一直抱着楚天。我也很不舍呀。楚天皱着眉道：匈奴不除，何以家为？现在恐怖世界入侵在即，你还有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要做出一些牺牲。清觉乖巧地点了点头。清觉知道了，那我们出去吧。棺材内的宝物已经得到，并且也已美美地休息了一夜。楚天准备带着清觉离开这口棺材，然而清觉却拉住楚天：主人，你说昨夜会不会有鬼怪光顾我们的房间呢？是啊。楚天突然想到，夜晚会有鬼怪来袭，可不仅仅只有一只敲门鬼。参加宴会失败的鬼怪一共4只，另外的几只恐怕也将矛头瞄准他。没准夜间已经光顾过了，只是他们在棺材中，那些鬼怪拿他们无可奈何。给我一颗太阳花，楚天说道。清觉将一颗太阳花种子递给楚天。楚天发动穿墙术，直接将太阳花种子丢到外面。来到棺材外面后，太阳花刚刚展开身躯，便砰的自爆，身躯4分5裂。怎么样？楚天看向清觉，此刻清觉的眼睛正散发迷离光芒，
这正是清觉利用太阳花的视野观看。清觉眼上光芒散去，他淡淡道：“太阳花自爆了，而且我在室内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鬼怪，没有任何鬼怪，太阳花就自爆了。”楚天有些诧异，他不相信太阳花会自爆，一定是受到了某种攻击。楚天突然瞳孔一缩，他想到了昨夜参加晚宴的鬼怪类型，其中有2只夜鬼，并且2只夜鬼都通过了考核。没想到并不是落选的鬼怪，竟然是住在我们旁边的来找麻烦。主人，你说的是？夜鬼，现在天还没亮，夜鬼的身形可以隐藏在夜色阴影中。那我们该怎么办？是在棺材一直待着吗？虽然清觉有信心杀掉夜鬼，但前提是能找到他们。如果根本找不到，又何谈击杀呢？嘿嘿，用这个老伙计。楚天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一个单片眼镜，照妖镜。这还是当初他猎杀怨灵时所爆出的物品。怨灵就是一种可以隐藏形态的鬼怪，当时多亏了这副照妖镜，才让他一口气击杀了大量怨灵。给我看看，给我看看！清觉顿时对单片眼镜升起了兴趣，忙着从楚天手中拿过，然后戴在了自己的眼睛上。顿时，清觉身上的气质就改变了，变得斯斯文文，充满了知性气息，那是另一番女神的味道。嗨嗨！楚天干咳了2声，不得不说，清觉怎样打扮都非常漂亮。嘻嘻，主人，那夜鬼就交给我吧。清觉嘻嘻笑道，似乎他真的很喜欢这单片眼镜。好的。楚天取出了隐身斗篷，将他和清觉覆盖，揽住清觉的纤细腰肢，原地一打滚，便滚出了棺材。他们再次回到了房间，因为有隐身斗篷，所以不会有事物发现他们。看到了吗？楚天轻声道，隐身斗篷可以隐藏气息，说话声只要不太大，也不会传出。清觉轻声，看到了，竟然有2只夜鬼，一个藏在墙角的阴影，一个在窗边的阴影。他们都密切注视着棺材，显然就等我们出来，而后将我们击杀。楚天，操！这2只夜鬼竟然联合了，真是让人忍无可忍。主人，你不要压着了可以吗？这样我起不来的。哦，这时楚天才发现自己刚才是带着清觉滚出棺材的，他们现在还在叠罗汉中。楚天赶紧起身，顺手去扶清觉，另一只手还维持着隐身斗篷。窗口有1只吗？楚天问道。站起身的清觉微微点头，他仍对刚才自己被压了感到害羞。楚天用手撑着隐身斗篷，带着清觉一同来到窗口前。清觉点头示意，就是这里。撕啊！清觉直接伸手将夜鬼撕成粉碎，室内只留下夜鬼的一声凄厉惨叫。您的鬼灵击杀了1只6阶夜鬼，获得 2.5 万阴气。第74章鬼墨4个宝箱。见到同伴被杀，另一只夜鬼在黑暗中身子一抖，这啥情况啊？毫无预兆的，自己的同伴咋就死了呢？他不断的在室内寻觅，要找到那攻击来源。然而他却不知有一个隐身斗篷正在向他缓缓靠近。这时夜鬼感觉有2双铁钳一般的手夹住了他身体2侧，然后他就感觉自己被撕裂了。啊！又是一声凄厉惨叫传出，2只夜鬼被顺利解决。您的鬼灵击杀了1只6阶夜鬼，获得 2.5 万阴气。猎杀任务完美结束，楚天解除隐身斗篷。现在窗边和墙角各漂浮着一片黑色雾气残渣，那正是夜鬼的尸体。2具尸体旁还各有一滩墨迹，那正是稀有的鬼墨，是书写符箓和刻印的佳品。这2份鬼墨我们留着吧。楚天的鬼画符天赋，如果利用上鬼墨效果将更好，而且这对他的精灵人仆从也很有用，可以用鬼墨制作一些克制鬼怪的道具给精灵人仆从使用，就比如刻印如桃木剑。好的，主人。清觉应了一声，便抛出了2颗太阳花傀儡。太阳花将鬼墨收取，而后被清觉存入了空间。楚天则是随手发动一个提炼，2束光芒打到鬼怪尸体上，夜鬼的尸体化为清水。与此同时，4颗6阶鬼核落入楚天手中。您获得了地级天赋控影术，此天赋可以让您随意操控自己的影子。哈哈，我又获得了一个天赋。楚天非常高兴，他的天赋越收集越多了，这也表明他的战斗可以多种多样，而且战力更强。主人，还剩一点时间，我们就等着天亮吗？清觉说道。楚天指了指右侧墙壁，这里。清觉顿时了然，昨天可是有一只敲门鬼来敲他们的门的，而且清觉还险些中招，这哪能忍啊？必须要将其消灭。于是乎，楚天拉住清觉的手，准备带他穿墙去往隔壁房间。然而当他们在即将离开的一刻，都不约而同地回头望向那棺材。这张床，他们竟然同床共枕了整整1夜。楚天拉着房间进入隔壁房间内，是一只披头散发没有眼瞳的女鬼，正蹲在棺材旁边，看来她没能力打开那棺材。这正是一只规则类鬼午夜敲门，
半夜敲门千万别开，也别硬打。突然有2人闯入房间，让的这只敲门鬼一惊。呸！楚天直接吐了口唾沫，唾沫出口变成一发炮弹，轰！炮弹在室内炸开，整个房间跟着一颤，窗上的玻璃荡然无存。午夜敲门早已经被轰碎。您击杀了一只午夜敲门，获得 2.5 万阴气。恭喜您获得4个宝箱。午夜敲门战力极弱，需要注意的是它的规则，只要不中了它的规则，正面跟它对战很容易。卧槽，这次竟然获得4个宝箱，这还是楚天获得宝箱最多的一次，以前每次都是1个宝箱。显然这些都是午夜敲门利用规则夺来的。请问是否打开宝箱？打开，4道鸡瓜的声音，4个宝箱同时间打开。恭喜您获得了5行晶体白晶晶，恭喜您获得2万点阴气，恭喜您获得终极敏捷药剂，恭喜您获得黄金级道具女款步云靴，速度加1000。主人，我们大丰收了。是啊是啊，楚天感觉午夜敲门就是个宝，特别是高等级的午夜敲门。楚天随手向敲门鬼发动提炼，这次就有点可惜了，他第一次没有从鬼怪尸体提炼出天赋，就只得到了2颗6阶鬼核。看来敲门鬼会爆多个宝箱，但却得不到天赋。不过这样似乎更好，楚天不差这个天赋，而且天赋只能提炼1次，但敲门鬼以后每次打到都爆多个宝箱啊，这样算是赚的呀。这次午夜敲门的4个宝箱，一个是5行晶体，现在楚天已经收集3枚了，再集齐2枚就可以搭建传送阵了。另外他还获得了2万点阴气，再加上之前的73万，目前楚天已经有75万阴气值了，距离100万晋级越来越近了。另外现在楚天手中的5阶6阶鬼核加起来也能提供11万点的阴气，以前他都是几乎将鬼核花光的，他准备积攒一点财富，暂且不吸收了。估计他交易平台上也应该挂了不少鬼怪尸体，他决定等离开了金马会所就提炼了。这次楚天还获得了一份中阶灵敏药剂，初阶药剂的效果一般都是加100点，中阶则是700点，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另外这次楚天还获得了他的第2件黄金装备步云靴，是女款的，刚好给青爵穿上。随着青爵等级不断提升，他之前的流萤锦靴已经不再适宜了。老婆，把鞋子穿上吧。楚天将黄金级的步云靴放到了青爵踏着莲花的脚前。软软糯糯的应了一声，青爵尝试着将玉足伸入靴子，先是一只脚，而后是另一只脚。当2只脚同时深入的时候，青爵肌肤上散发的微弱光芒也跟着消失了，而且他脚下也不再有莲花。青爵将纱巾戴好，以免碰到讨厌的色鬼，而且有了这步云靴，青爵的速度将会更快。主人，还有一个鬼怪，我们也顺手解决了吧？好的。这次除了楚天和青爵外，还有4个鬼怪也通过了考核，一同入住了金马会所。楚天已经杀了3个，就剩一个无面鬼了。楚天拉住青爵的手，穿门而出，准备去寻找无面鬼。然而他们才刚刚来到走廊，就看到吸血男爵对他们礼貌微笑。吸血男爵道：不知2位尊贵的客人是要做什么呢？杀鬼！2人直奔拐角处第3个房间，他们记得无面鬼就住在那个房间。既然夜晚是可以相互猎杀的环节，那就不算违反规则。而这边的吸血男爵则是嘴角一僵，这么无视我的吗？竟然没有。进入了无面鬼的房间，房间内除了一个棺材，并没有无面鬼的身影。青爵道：他会不会已经解锁进入棺材了呢？应该不会吧。眉毛微微皱起，楚天不置可否，他觉得自己都打不开八卦锁，无面鬼能做到。然而正当楚天准备查看一下棺材的时候，走廊内再次传来吸血男爵的声音：尊敬的各位客人，夜晚攻杀环节已经结束，恭喜你们通过考核，你们将获得去往地下城的通行证。吸血鬼男爵的宣告在走廊响起，预示着这一场考核正式结束。楚天和青爵无奈找不到无面鬼，只好离开。第75章最后胜出者龙国备战。当楚天和青爵回到走廊的时候，发现一个吸血男爵身边另一个吸血男爵诡异的笑着。楚天和青爵对视一眼，顿时知道自己上当了，大意了呀。楚天一拍额头，他疏忽了，无面鬼没有脸，他有着变成其他人的本事，最初来到走廊时遇到的吸血男爵竟然就是无面鬼。果然这是吸血男爵身边的那个变成一个没有任何五官的鬼怪。嘿嘿嘿，无面鬼发出一阵得意的笑，而楚天和青爵则是抛去一个阴冷目光，他们已经将无面鬼标记为死鬼了。而这时看到不再有客人走出，吸血男爵嘴角抽了抽，因为除了楚天和青爵外，本来有4个鬼怪入住房间，然而此刻就只剩下一个无面鬼了。另几个鬼呢？虽然他已经做好了有的鬼怪名额会被顶替，但数量不会变啊。另几个鬼怪自然是被楚天给杀了。请跟我来吧。吸血男爵带着2人一鬼向金马会所的后院走去。没一会儿，
他们就来到一扇传送门前。这时，一个吸血鬼仆人端来一个托盘，里面放着3张通行证。拿着这张通行证，便可出入地下城了。每张通行证最多可以使用3次，3次后必须再次参加我的晚宴，重新获取通行证。吸血男爵将3张通行证分别递给2人1鬼。无面鬼接过通行证，二话不说便跃入传送门。楚天道：“我有几个仆人要带进地下城，不知可以吗？”吸血男爵道：“4级以下的仆人可以带3名，4级以上的仆人就必须消耗通行证的通行次数了。”好的，我知道了。楚天点了点头，准备暂且离开金马会所。他要去跟精灵人长老亚索会合。其实让精灵人跟着也算是一种累赘，但既然已经答应帮他们营救阿卡丽娜，就要兑现诺言。楚天并不认识阿卡丽娜，也只好让精灵人一同前往。而且万一找到阿卡丽娜，他有什么意外的话，责任也不会被归到自己头上。走吧。好的，主人。楚天说了一声，便带着青爵离开了金马会所。这时，他的通讯录突然收到大量信息，是雷动3000和黑山发来的。他的通讯录多数人都是屏蔽的，仅有少数人能给他发来消息。雷动3000和黑山乃是官方派来辅助他的人，自然不在屏蔽之列。请问楚总长在吗？我们接到了组织的任务，以后全力辅助您。以后您有什么指示，我们会第一时间帮您转达给特别灾难应对委员会。大佬您在吗？天尊老大。卧槽，您别吓我了呀，您咋跟我们玩上失联了呢？不是吧？不是吧？不是吧？事情重大了呀！因为联系不上楚天，那边的雷动3000和黑山已经急坏了，他们已经准备下线向组织通报了。不过这时，他们终于收到了楚天信息。楚天道：“你们从外面回来了。”雷动3000泪目：“大佬，你终于回消息了呀！”黑山：“我们早回来了，一回来就与您联系，只是您一直没有回复。”楚天道：“我进入了一个规则鬼的范围，所以通讯被屏蔽了。怎么样，外面的工作进展如何？”雷动3000道：“根据您所提供的资料和计划书，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其中包括对最近频发的灵异事件进行特殊防御。各特战旅的战士也开始陆续进入游戏。另外，装备了全套黑铁装备的35人特别小队，在我们返回游戏前不久，也一同进入了游戏。另外，官方正在大力收集各种物资，包括粮食、水、服装、钢材、煤炭、石油等等。不过由于龙国突然向外采购大量物资，造成全球物价飞涨。楚天道：“不要管物价，抛售我们所有的美钞，所有的黄金储备，还要开动我们的印钞机，能印多少龙国币就印多少。总之，全力购入各种物资，都要末世了，外汇储备、黄金储备还有啥用？该抛售都抛售。至于疯狂印钞、货币贬值，还有1个多月，地球都要完蛋了，谁还管贬不贬值啊？况且货币贬值在民间传导会有个时间差，这就让龙国币短时间内不可能变为废纸。”黑山道：“好的，我们一定转达出总长的意见。不过真的要全抛售吗？就不留一点吗？”其实龙国官方已经在讨论是否抛售全部储备金了，只是大家觉得还是要留一点才好。楚天道：“留个屁啊！难道等到时都变成废纸啊？现在你花1张纸可以买1袋粮，到末世你用1卡车纸也换不来1个馒头啊！”我们明白了。楚天又问：“游戏宣传的怎么样了？民间进入游戏的人多吗？”雷动3000道：“恐怖游戏链接散发之初，迎来了一众玩家进入，之后进入游戏的玩家全部陷入昏迷，所以各国都开始警告民众不要进入游戏。之前全国有20万人进入游戏，现在官方了解真相了，开始不再禁止民众进入恐怖游戏，而且还加以引导。截至我们2个返回404，已经有100万人涌入了游戏，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加中，包括我们404新手区，甚至都多了800多名新玩家。这800多人当中，有10几名是官方背景的，我和黑山已经将他们组织起来，正准备带他们升级呢。”不错。楚天赞叹了一声，看来他做的最英明的决定就是果断选择和官方合作，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应对恐怖灾难的到来。黑山道：“总长，不过我们的特别行动对海外也产生了影响，我们大量采购各种末世物资，还有大量送人进入游戏，这都引起了海外诸国的重视。而且海外诸国也陆续有人到达4级返回现实，他们也并非对恐怖世界一无所知了，所以海外诸国也开始鼓励民众进入游戏，甚至也增加了战略物资采购。只是他们还不知道恐怖世界降临的真相，所以只是跟风而已，并没有像我们龙国这样举全国之力。是这样吗？”楚天略略凝眉，没想到他的回归竟然扇动了蝴蝶翅膀，让他海外诸国的遇鬼者也大量增加。不过他们终究无法跟龙国相比。
第一，龙国是举国之力，而他们只是跟风而已。第二，龙国的庞大人口基数，再加上强大的工业实力，也都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所以在末世，他们根本不可能跟龙国相比。未来，这世上将只有龙国。雷动3000和黑山又向楚天汇报了一些其他情况，而后便终止了通讯。而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来到了精灵人的隐藏处。精灵人长老亚瑟焦急地问：“大人，有拿到进入地下城的资格吗？”第76章，地下迷宫，再遇无面鬼。通信证已拿到。楚天淡淡答道，就像是一切都理所应当一般。那真的是太好了！亚索和一众精灵人全都高兴欢呼。亚索面带微笑道：“这样，那就请大人带领我们进入地下城吧。”楚天道：“我二人能各带3名仆人进入，所以你们只能选出6人随行。”是这样啊。亚索了然，而后便开始挑选人员。卫队长米兰自然被选中，另外他又选了4名精灵人女战士，应该都是卫队中的强者。那我们走吧。楚天说着，带着亚索等人重新向金马会所走去。因为路途不远，自然也不用八鬼抬轿，直接步行即可。在经过金马会所后院大门的时候，2个守门的吸血鬼仆从露出尖锐獠牙。楚天道：“他们是我的仆从。”好的，先生。2个吸血鬼仆从收了自己的獠牙和指甲，并且让开了门。楚天和清绝走入，而他们身后跟着的亚索等人则是战战兢兢地警觉着吸血鬼仆从。那可是6阶鬼怪啊，而且是战力超强的6阶鬼怪。他们没想到竟然可以在这样的鬼怪身边安然走过，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在过关后，众人都将目光投到前面的2个背影上。正因为有这2位大人在，那些鬼怪才不会对他们发起攻击啊！这都要感谢这2位大人。很快，楚天和清绝就带着一众精灵人再次回到了传送门前。2人各自手持一张通行证，每人身后跟着3名精灵人，一同走入传送门。空间荡漾，待众人走出的时候，已经身处一处地下空间。这里是一处地下厅堂，四周全是岩石砌成，古朴的气息迎面扑来。石厅内的8个方向各有一个隧道通向远方，每一个隧道内都散发着阴森寒气和浓郁的鬼怪气息。众人来到石厅正中的一块石碑前，那石碑上刻着“地下迷宫”，石碑下还注了一行小字：“穿越地下迷宫，可进入滴血崖。”大人，我们要向哪个方向走呢？亚索环视四周的8个通道，没想到刚刚进入地下就碰到了选择问题。要选择走哪一个通道才能穿过地下迷宫呢？楚天有前途无量啊！或许迷宫对于别人很挠头，但对于楚天根本不是个事。楚天来到一个入口，抛出前途无量，这里能通过。10枚铜钱在空中飞舞，发出清脆的响声。铜钱落地，竟然是10个熊！这一条路打死也不能走啊！楚天又转到另一个洞口，同样抛出前途无量，这里能通过。叮叮当当，一阵铜钱落地，这一次的结果要比上次好，是5个凶和5个前途无量，看来吉凶参半。楚天又转向一个通道，畅通无阻。叮叮当当，10个前途无量，竟然是10个！楚天都惊讶了，他觉得就算是抛出8或9，那条通道也值得走。如果事实，那就代表畅通无阻，不会有一点波折。难道说这条通道直达下一关卡？楚天都有点难以置信。他开始伙同众人一同走入这个通道，虽然获得10个前途无量，但他也不会毫无防备，时刻警觉着周围要发生的危险。他们走着走着，大概1刻钟后，果然来到了隧道出口。一路上畅通无阻，什么危险都没碰到。这前途无量太好用了。如果刚才他们走10个全是凶的道路，必然9死1生。而且在隧道出口处还放着一个宝箱，不仅没有危险，还给宝贝，还真是前途无量呢。大人的法宝真是稀有，真是稀有啊！就连精灵人亚索都对楚天的法宝钦佩不已。5名精灵人小姑娘更是看得兴起。请问是否打开宝箱？打开，获得了5万枚1阶鬼核。哈哈，不错，5万枚鬼核是不小的收入了。普通一个御鬼者不知道要积攒多久，而且这次还是白捡的啊！楚天等人走出迷宫隧道，说是迷宫，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条直线罢了。在走出迷宫的一刻，眼界突然开阔，不远处有一片血色山崖，山崖上有很多石柱，从那些石柱上时而会有一坨粘稠的血浆滴下，那滴下的血浆篮球大小，在半空中便变成了一只赤红色的蝙蝠。现在许多赤红色的蝙蝠正在围攻一个闯入者，正是之前逃掉的无面鬼。看来是要在固定的时间内击杀一定数量的血色蝙蝠，才能获得通过滴血崖的资格。楚天淡淡说道。无面鬼全身受伤，但却不是血色蝙蝠所伤，应该是之前他在迷宫内受的伤。他比楚天早进入地下城好久，
但却刚刚走到滴血崖，说明他在迷宫内遭遇惨烈。鬼怪无面鬼，等级7级，天赋变身，变身后会获得等级内敌方战斗技能，但不包括天赋。战力评估8星中期。之前在金马会所，因为有规则的限制，所以楚天无法查看无面鬼的信息，现在终于可以看到了。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无面鬼竟然是一只7阶鬼怪。无面鬼基础为5阶，能成长到他这个程度也很厉害了。这可是楚天碰到的第一只7阶鬼怪啊！青爵，我们的7阶首杀要来了。楚天目露凶光，他眼中看着无面鬼，就如同看着行走的宝库。好的，主人。青爵跃跃欲试，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大展拳脚了。哈哈，我终于击杀了20只血色蝙蝠，我终于在1刻钟内击杀了20只血色蝙蝠，我终于有资格通过滴血崖了。无面鬼狂喜，在他击杀了20只血色蝙蝠后，滴血崖不再滴血划线血色蝙蝠。无面鬼正要穿过滴血崖，然而一道金光冲天起，那正是青爵女皇的身影。青爵的超强实力身法本来就快，再加上现在有不云靴的加持，刹那之间身影变质。见到强敌来袭，无面鬼瞳孔一缩，他迅速变成了青爵。哈哈，你总不会连你自己都杀吧？无面鬼狞笑道。第77章击杀无面鬼滴血崖。无面鬼疏忽了，如果他变成楚天，没准青爵还会犹豫一下。然而他偏偏变成了青爵，青爵女皇对于打死另一个自己完全没有心理负担。他猛地一拳砸在地面，轰隆，大地破碎，土块飘起，数十丈大的深坑在地面出现，而无面鬼的身躯就像那些破碎的土块一样，碎成了很多肉块。至死，无面鬼脸上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这女人怎么会这么恐怖啊？无面鬼死的只剩渣。无面鬼是7阶鬼怪，有着8星战力，他觉得自己变成女人，自己这个7阶也比6级的女人要强吧。然而他不知的是，青爵女皇的确是6级，但她身为 SSS 级鬼灵，6级就算不发动天赋，也有着9星的战力，远超无面鬼的7阶8星，完全扛不住咱们女皇一拳。公告：玩家天尊的鬼灵击杀了一只7阶无面鬼，获得10万点阴气，首杀7阶奖励翻倍，玩家天尊获得20万点阴气。公告：奖励黄金级不云靴1双，男款。楚天的阴气值已经到达95万了，距离晋升近在咫尺。哈哈，我也有不云靴穿了吗？这下好了，楚天和青爵都有了黄金级的不云靴，这样行动将会更加合拍了。这精灵人大长老亚瑟以及5名精灵人少女目瞪口呆，原来这位女大人不仅有着倾城倾国容颜，竟然实力还这么强。如果说先前青爵女皇一拳击杀4只4阶鬼怪，只是让这些精灵人震惊的话，那么此次她一拳必杀一只7阶鬼怪，就让他们震惊到无以复加了。那可是7阶鬼怪啊，说杀就杀，而且还只是一拳。而整个新手区听到这消息也不淡定了，天尊竟然斩杀7阶鬼怪了！我的天啊，我连4阶都杀不了呢，我现在仅能单杀2阶，3阶都要别人帮忙呢。大佬果然是大佬，你只知道他实力高，但却不知道他实力究竟有多高。哈，说到这儿，我已经有点期待再次发起挑战赛了，大佬一定能帮我们再赢一些东西。有得到挑战牌的吗？赶紧给大佬啊，好让大佬发起挑战啊！论坛上纷纷询问挑战牌，但似乎并没有人得到，大家也只能感到遗憾。另一边，222新手区，一名玩家将刚获得的挑战牌送给奥米克戎。奥米克戎乃是漂亮国222新手区的新人王，也只有他才能代表222新手区发起挑战。奥九罗道：老大，是要向龙国的404新手区发起挑战吗？我早看他们不顺眼了，而且不能让他们成长起来啊！他们已经胜了2次，资源和玩家实力都已经大增，如果再让他们增长实力，恐怕要威胁到我们的地位啊！威廉道：是啊，老大，就让我们把404新手区打下去吧。现在他们的最高等级才6级，而我们已经有11名7级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奥密克戎冷冷一笑，道：呵呵，不急，就等那个天尊升到7级，我们再发起挑战。奥九罗道：难道说老大您要发起的是特定等级挑战？威廉道：对啊，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只要看到404新手区升到7级，我们就立刻发起挑战，发起7级以上玩家对决。那么那时他们就仅有1名7级玩家，而且还是刚刚晋级7级的玩家，而我们足足有11名7级，他要怎么跟我们比啊？我就不相信一个刚刚晋级7级的菜鸟能有什么实力。奥九罗道：哼，估计之前他只是侥幸胜了而已，论实力他一定比不上我们11人中的任何一个，毕竟我们早已经7级了，他还保持在6级，这不就说明了一切吗？如果他真有传闻的那么强，
早应该晋升7级或者8级才对。就比如咱们漂亮国1234新手区那些大佬，那才是真正的强者。漂亮国的222新手区已经计划好了向404新手区发起挑战，而且他们也充分分析了楚天的情况，在他们想来，楚天实力也就那样，毕竟至今为止仍未晋升7级。之所以给他们这样的错觉，自然是因为楚天中途下线，浪费了很多时间。从游戏开始起晋升到4级，楚天仅花了24小时。如果不是下线很长时间，404新手区的排名早就被拉上去了，也不会造成很多新手区都超过404新手区的现象。这时，楚天一行人已经来到滴血崖前，一块石碑屹立在他们面前。想要前往男爵岭祭祀，获得鬼怪领主的赐福，就请在1刻钟内击杀20只血色蝙蝠。果然，要在滴血崖击杀20只血色蝙蝠才能从这里通过。不过楚天现在已经有95万阴气了，只要在这滴血崖击杀部分鬼怪，就可以晋升7级了。滴血崖泛着诡异的红色，两崖之间一条长长的血色小路通往远方，仿佛是通往地狱的血途。滴血崖上有很多突出的石块和石笋，当楚天一众人走到滴血崖附近时，石块和石笋上就开始渗出大量的粘稠液体，而后一坨一坨的血红粘稠液体便从滴血崖上滴下，每一坨都如同篮球大小，极度的诡异和令人作呕。而后那些血坨变成一个个血肉模糊的血色蝙蝠。吱呀，海量血色蝙蝠一同向楚天等人冲来。亚索和精灵人们紧张地握住手中桃木剑，平时如果他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必然死无葬身之地。不过今天有2位大人在他们面前，想必一切会不一样的。血色蝙蝠，名称血色蝙蝠，鬼怪领主之力从滴血崖上化生，非单体鬼怪，等级5阶，天赋非常敏捷，战力评估6星初期。原来这些鬼怪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404新手区的鬼怪领主用他的力量在滴血崖上化生的。看来普通鬼怪想要从鬼怪领主那儿获取力量，也是需要一些考验的。废物鬼怪想要晋升，鬼怪领主也不会理他的。青爵，我们出手！楚天说了一声，便一个纵跃穿入了血色蝙蝠群内。好的，主人。青爵也同样身影一闪，便进入了血色蝙蝠群。楚天正想试验一下自己新得到的控影术，来对付这些血色蝙蝠。10几只血色蝙蝠带着尖锐的嘶鸣，同时向楚天围拢而来。楚天不仅被包围了，而且血色蝙蝠从全方位一同向楚天发起攻击。第78章晋升7级，龙国的希望。给我死！突然之间，楚天背后的影子从地上炸开，分裂成10几缕藤蔓般的黑影，然后黑影从地上钻出，直刺那些飞来的血色蝙蝠。噗噗噗噗噗！16只血色蝙蝠同时被黑影藤蔓刺穿，如同肉串般被插在了半空。您击杀了16只5阶血色蝙蝠，获得8万点阴气。那边同样有10几只血色蝙蝠同时冲向青爵，青爵一拳砸在地上，轰隆！大地崩裂，所有蝙蝠爆体而亡，在空中散开一团团雪花。不得不说，青爵这是暴力与美学的结合，太酷了！您的鬼灵青爵击杀了16只5阶血色蝙蝠，获得8万点阴气。在32只血色蝙蝠被击杀后，楚天获得了16万点阴气值。在完成了足够数量的血色蝙蝠击杀后，滴血崖也不再向下滴粘稠的血团，表明他们已经可以通过滴血崖了。而亚索和一众精灵人们，一个个都是看得目瞪口呆。就只是5秒钟，2位大人只花了5秒钟，就已经顺利拿到通过滴血崖的资格了。啊，这也太牛逼了吧！而这时，游戏公告也跟着响起。公告：恭喜玩家天尊晋级7级御鬼者。公告：奖励35万点阴气值，奖励黄金情侣战袍1套。我竟然有黄金情侣战袍了！楚天惊讶，之前在他和青爵的亲密上升到100%后，白银情侣战袍提升亲密的效用已经失效，没想到这次晋升7级，竟然获得了黄金情侣战袍。他抬起手掌，一道光芒从他的掌心散发，那些被击杀的血色蝙蝠尸体瞬间被光芒笼罩，而后渐渐化作清水进入地面。而与此同时，64颗5阶鬼和顺利到手。您获得了地级天赋级型，您的敏捷正200%。这一次，楚天在血色蝙蝠这获得了增加速度的天赋。他打开自己晋升7级后的数据查看，前文6级数据写错了，已经更正。姓名：楚天，鬼灵，青爵女皇 SSS100%老婆，等级7级，阴气41500万，力量1282，白银剑攻击加300，体力1281，搬山正300%，白银战袍防御加300，附带抗污染效果。敏捷1282，疾行正200%，感知1283，
嗅觉正100%，视觉正100%，听觉正100%。天赋 SSS 提炼，天赋 S 鬼画符战斗直觉，天赋 C 口水炮弹变身，天赋 D 异性吸引一坛米酒控引术疾行，天赋 E 穿墙术闪动束缚前途无量力量3倍水中行火中航，天赋 F 吞一吨夜视。道具白银斩鬼剑白银战袍黄金戒指步云靴照妖镜隐身斗篷神秘钥匙3五行晶体3圣杯。战力评估9星出7，信息显示他已经成功晋升7级，至于接下来晋升8级则是需要500万点阴气，而晋级后他的4维属性全部提升到了1280点以上。但远不止如此，他的力量还有白银剑加300的攻击，体力还有在牛鬼那获得的天赋搬山正300%和白银战袍加300，敏捷之前是从马鬼那获得的天赋狂奔正100%的速度，而现在他刚刚获得血色蝙蝠的疾行，这个可以增加敏捷200%。天赋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从无面鬼那获得的 C 级天赋变身，可以变成任意对手的样子。道具最主要的自然是多了圣杯，而楚天现在的战力评估已经达到9星了。至于清觉4维属性仍是楚天的2倍，都是变态的2560点，而且他的战力评估竟然是10星。这是清觉在没有发动战神金光的情况，如果他发动战神金光将会再次暴增2星，不过目前还没有让清觉爆发的机会。这时楚天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而后取出冥神笔在上面书写雾，抽走30点阴气后，一片范围仅有10丈的浓雾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清觉，我们把衣服换了吧。这一次晋级，楚天可是获得了黄金情侣战袍的，刚好之前加亲密度的白银情侣战袍已经不管用了，正好换掉。清觉柔糯糯的应了一声，两人便一同进入了雾气。而另一边，大家在公告中已经听到了楚天升级的消息，那真是普天同庆，人人欢喜啊！毕竟从竞技频道开启后，已经不是单单个人实力提升了，整个新手区每个人都很重要，特别是404新手区在玩家整体实力偏弱的情况，如果没有天尊撑着，他们早就被其他新手区洗劫不知多少遍了，还能有今天。所以天尊升级，自然所有人都乐意看到，特别是雷动3000和黑山带着的小队，他们同时停下了手中的猎杀。楚总长又升级了，看来我们龙国的将来就都靠楚总长了。瞎说，怎么可以将一切都让楚总长承担？国家选派我们进入游戏，就是想让我们也变为强大的御鬼者。是啊，到时就让我们跟着楚总长一同将我们的龙国守护好吧。这个小队成员自然都是龙国官方派进来的，虽然进入游戏是随机分区，但架不住官方派的人多，所以每个区分到一点很正常。官方只需要约定好游戏内的联络暗号即可。而这些人的升级速度远超普通玩家，就算是觉醒的天赋不佳，往往也能升级很快。一来是他们有楚天的游戏攻略，二来是这些人本来都是经受过训练的特战旅士兵，让现代都市的肥宅和训练有素的士兵比，当然很难比得过。而其他404新手区的玩家也在为楚天的晋级而欢呼，大佬终于晋升7级了，我们404新手区将更加的无往而不利。天大的喜讯，我们小队刚才在探索遗迹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一个宝箱，里面竟然是一张挑战牌。卧槽，那快转给天尊大佬啊，让他决定什么时候发起挑战，还有向谁挑战。大佬，接挑战牌。一名玩家将一个挑战牌发给楚天。第79章，男爵岭又有挑战赛。楚天和清绝女皇已经换好衣服，穿过了滴血崖，面前是非常宽阔的荒野。荒野上有大批的吸血仆人在游荡，他们数量非常密集。游戏提示：男爵岭周边是吸血男爵和吸血仆人的活动区，他们会不断巡逻和保护区域内的祭祀印记。您只要获得1枚祭祀印记，就有资格去往男爵岭的核心祭坛，去向鬼怪领主进行祭祀了。这一片荒原便是楚天他们此行的目的地，祭坛就在男爵岭内，普通鬼怪正是在祭坛接受鬼怪领主赐福而后晋升，所以这一处祭坛楚天必须捣毁，免得这片大地上不断诞生高阶鬼怪。主人，这一片区域鬼怪的数量还不少呢，清绝说道。而一众精灵人们已经战战兢兢，要知道面前荒野游荡的可都是6阶的吸血仆人，是他们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强大存在。如果不是跟着2位大人，他们才不敢站在这里呢。现在想想，他们之前竟然还想着可以凭借自己进入地下城营救阿卡丽娜，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啊！这一路上危机重重，没有一种是他们能应付的。这时，一众精灵人们对面前的2位大人变得更加尊敬了。鬼怪数量多，更好让我们升级。楚天淡淡说道。这时，
他也发现了有玩家在向他传递挑战牌，他选择了接收。他们404新手区总算出现挑战牌了。其实猎鬼和挑战赛可以同时进行，那样刚好是双份收入。然而，正在楚天想着挑选合适的对手发起挑战赛的时候，却提前收到了别人的挑战申请。公告：222漂亮国新手区消耗1张挑战牌，向404龙国新手区发起挑战。公告：挑战形式为限定等级挑战赛，有资格参赛的为2个新手区7级以上玩家。公告：挑战赛时间为2小时，2小时内双方的7级以上玩家猎杀鬼怪总积分高者获胜。公告：挑战赛胜利的一方将会获得特别奖励，失败的一方将会被剥夺半数资源奖励给胜利一方，而且挑战赛期间获得阴气值将全部归属胜利一方。公告：挑战赛准备时间5分钟，请双方5分钟内做好准备。众人顿时震惊，卧槽，竟然又有人向我们发起挑战了！呀，竟然是限定等级挑战，只比7级以上玩家的积分。这些狗日的鹰将，这不是欺负人吗？咱们404新手区就只有天尊一个7级，这下完了，咱们一点忙都帮不上。天尊一个人要独占7人，漂亮国干脆别叫漂亮国了，这么阴险，叫丑国算了。而频道论坛同样议论火热。863棒子国泡菜，哈哈，我们漂亮国主子终于出手了，谢谢盟主替我们报仇，一定帮我们好好教训一下404新手区。283樱花国小甜菜郎，哈哈，你们终于知道做狗的好处了吧？一旦狗被打了，它的主人一定会为它找回场子的。龙国人，请承受大漂亮国的怒火吧。911龙国长城上面的 BB 啥？你们主子才不是为了给你们报仇，他们是在为了自己攫取利益。666龙国悠悠球顺不顺？龙国的同胞们可一定要小心啊！漂亮国就是这么阴险。911龙国东风导弹悠悠球，要不你们去灭了222新手区算了，别让他们再迫害龙国了。666龙国悠悠球顺不顺？灭不了啊，我们排名全频道第4，漂亮国的222全频道第3，强行挑战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一旦败了，你懂得，资源和阴气值都会被大量剥夺，现在好不容易得到的名次就保不住了呀。543龙国大头朝下，是啊，你们没看排名靠前的新手区之间都很少互相挑战吗？谁都知道那样不能保证100%取胜，而一旦输了，排名就会大跌，想要回来就难了。就只知道欺负我们这种菜鸟，我们已经排到全频道最后1名了。1902龙国可以充值吗？我们是倒数第2，这游戏不是说排名最后3名全员都会被抹杀吗？我们该怎么办啊？1901龙国一剑封喉，难兄难弟，我们是倒数第3，谁来救救我们啊？我还不想死啊！谁他妈知道玩个游戏还有生命危险啊！233龙国宇宙洪荒，倒数的几个龙国同胞新手区不要担心，你们只要认真努力就好，之后的事情都交给天尊，请相信天尊，他一定会救你们的。杨宏宇突然出来安慰众人。杨宏宇本就是 A 级鬼灵和 A 级天赋，再加上有楚天的全套黑铁装备，再加上有游戏攻略，他已经顺利成为了233新手区的新人王。543龙国大头朝下，真的吗？天尊他真的会救我们吗？1901龙国一剑封喉，天尊真的会这么好心吗？1902龙国可以充值吗？如果天尊肯救我们1902新手区1000余名玩家一命，我们1902以后将为天尊马首是瞻。大头朝下，作为543新手区的新人王，我也表态，我们543新手区愿意为天尊马首是瞻。一剑封喉，我们1901也愿意为天尊马首是瞻。卧槽，漂亮国竟然发起限定等级挑战！这边楚天的眼珠子差点没凸出来，他才刚刚晋升7级就收到这样的挑战邀请，这明显是算计好的，就等这一刻针对他。此刻404新手区就楚天一个7级，对方就是算计好这一点。而现在挑战已经建立连接，楚天已经看到对方有11名7级遇鬼者了，11比1，这简直了！想要一群人欺负我一个吗？楚天眼露凶光，他就要给这些阴险的人一点颜色看看。那个是莉莉娅。挑战赛还没正式开始，精灵人小队长米兰惊叫道。楚天看向突然窜到面前的吸血仆从，这竟然是一只精灵人，准确的说是一半吸血鬼一半精灵人状态。难道说被黑风卷到地下城的人类都变成吸血鬼了？这一刻楚天再次看向那些游荡的吸血鬼，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因为这些昔日都是人啊。其他的救不了，但这个莉莉娅估计可以，看她的样子应该刚刚被黑风卷入地下不久。于是乎楚天拿出了圣杯，准备第一次使用他的这个道具。第80章挑战啥开始，落后。带着圣杯，楚天来到莉莉娅面前，见到有人类，莉莉娅顿时长出獠牙和长指甲，
而后向楚天扑来。不过他还没等靠近楚天，就被清绝一拳打到土里。楚天上前抽出他的白银长剑，朝着莉莉娅的胳膊划了一刀。刺啦！斩鬼剑特有的克制鬼怪属性，在莉莉娅的胳膊上发出剧烈腐蚀声。啊！莉莉娅发出一声痛苦哀嚎，她愤怒地瞅着楚天，恨不得立刻喝干楚天的血。然而她却被几个太阳花傀儡死死地按着，身体一点也动弹不得。莉莉娅，你一定要坚持住啊！难道你不认识我们了吗？就是啊，要醒过来啊！你不能变成吃人的妖怪啊！精灵人们不断地在一旁安慰莉莉娅，希望她能醒过来。然而楚天这边也没停止他的操作，莉莉娅割伤的胳膊不断有黑色血液渗出。楚天取出了道具圣杯，接了一杯莉莉娅的鲜血，就只是几秒钟，那乌黑粘稠的血液就变得清澈见底。果然有效。楚天道：“把他的嘴掰开。”随着楚天一声命令，几名精灵人少女上前帮忙，按手的按手，掰嘴的掰嘴，任凭莉莉娅如何挣扎。楚天将圣杯中被转化的解药全部灌入莉莉娅的口中，咕嘟咕嘟。最开始他自然是不愿意的，极力挣扎着。只是刚刚有一小半解药入口，莉莉娅吸血鬼化的身体便开始恢复人形，她不再抗拒喝解药了。当所有解药全部喝下，莉莉娅已经变回了精灵人少女模样，仍然是精灵人特有的白皙肌肤，还有宝石一般的眼睛。大家谢谢。莉莉娅还有些虚弱，感激地向众人说了一句：“真的是太好了！”呜呜呜！一众精灵人姐妹们同时抱住莉莉娅痛哭，庆祝她重获新生。公告：县级挑战赛正式开始。挑战赛正式开始了。清绝道：“主人，他们怎么办？跟着我们会影响速度，不跟着我们恐怕会有危险。就算是我们的太阳花傀儡，也保护不了他们，因为目前我们手上的几个傀儡都是4级的，这里到处都是6阶鬼怪，太阳花根本挡不住他们。用这些。”楚天在空间中取出了8根绳索，这8根绳子正是吊死鬼的上吊绳，是可以发动绳索束缚的。绳索束缚虽然只是1级天赋，但现在楚天可是7级了，而且战力更是有变态的9星。随着楚天等级不断提升，他的技能自然也会增强。一个7级9星战力的御鬼者发动的绳索束缚是足以捆住6阶鬼怪的。你们站在这里，不要轻易离开这里。楚天让一众精灵人站在几根石笋之间，而后分别将8根上吊绳布置在周围。也就是说，这里可以同时抵挡8只6阶鬼怪。至于超过8只，这些精灵人只能自求多福了。2位大人请保重，我们是不会离开这里的。众人都感激地向楚天和清绝道别，特别是刚刚被救下的莉莉娅。而楚天和清绝则是同时向男爵岭中航去。他们2人实力本来就远超一般7级御鬼者，再加上脚上都穿着步云靴，速度快得惊人。很快他们便来到2只吸血仆从面前。楚天一剑斩出，那可不是简简单单将吸血仆从切成2半，而是一剑将其轰成8瓣。没办法，楚天的战力实在太强，他的一剑斩下去，吸血鬼仆从根本承受不了，身体直接炸开，四肢和黑色的血液如同黑色的花瓣飘散。而那边清绝仍然延续他的暴力一拳，只要他的一拳打出，吸血鬼仆从便直接被打成一片血雾。您击杀了一只6阶吸血鬼仆从，获得 2.5 万点阴气。您的鬼灵击杀了一只6阶吸血鬼仆从，获得 2.5 万点阴气。挑战赛开始后，2人各自猎杀了他们的第1只鬼怪，也顺利收获了5万点阴气值。太阳花拾取吸血仆人的牙齿，而后挂到交易平台。楚天则是一个提炼光芒打到吸血仆人尸体上，吸血仆人的尸体化为清水深入地下。楚天获得了4颗6阶鬼核，而后一道光芒进入楚天的体内。您获得了 C 级天赋1滴血，您赐予的1滴鲜血可以让您的傀儡晋升1级。注：每只傀儡短时间内只能晋升1级。哈哈，我竟然可以让傀儡升级了吗？楚天惊讶，他看了一眼清绝，清绝瞬间明白他的意思，将剩余的太阳花傀儡全部释放。3只水鬼太阳花，1只变异僵尸葵，他们都是4级的。楚天尝试赐予他们1滴鲜血，几只太阳花顿时兴奋欢喜，变得强大。您的3只水鬼太阳花晋升5阶傀儡，您的1只变异僵尸葵太阳花晋升6阶傀儡。我的僵尸葵竟然晋升6阶了！楚天略略有些诧异，他的1滴血天赋仅能让傀儡晋升1级，然而变异僵尸葵竟然晋升了2级，估计是变异僵尸葵本来就到晋升边缘了。要知道，这个变异僵尸葵可是最早跟在楚天身边的太阳花傀儡啊，跟随楚天打了那么多鬼，即将升级也很正常。楚天和清绝继续猎杀鬼怪，而另一边222漂亮国新手区11名7级玩家同样在各处猎杀鬼怪。因为是7级以上御鬼者的比赛，所以猎杀1、2、3阶鬼怪积分并不算在内。毕竟你们一群高手大佬
捏死一些蚂蚁算什么呀？所以积分从4阶以上鬼怪开始算起。杀！奥米克戎费了9牛2虎之力，才击杀了一只6阶鬼怪。虽然通常7阶御鬼者和自己的鬼灵合作都可以斩杀6阶鬼怪，但是他们可不会像楚天和清绝那么轻松，随随便便一击便杀。即便奥米克戎是222新手区的新人王，也做不到对6阶鬼怪一击即杀。其他的众人那就更吃力了。哼，天尊果然是菜鸟，没法跟我们相比。奥米克戎看了一眼天上的积分，顿时洋洋得意。现在楚天一方猎杀了2只6阶鬼怪，而漂亮国一方则是4阶、5阶、6阶各猎杀了3只。哈哈，我们遥遥领先。哈，我们毕竟有11个人，而他只有1个呀，看他要怎么取胜。而龙国新手区都在为楚天呐喊：加油啊，天尊！你一定行的，打死这些可恶的漂亮国垃圾！龙国的取胜就靠你了，千万要为国争光啊！你一定行的。楚天和清绝脚上步云靴疾驰，很快便又发现了2只吸血仆人。楚天一剑轰出，清绝一拳轰出，2只吸血仆人身躯瞬间4分5裂，完全不像奥米克戎他们打鬼那么吃力。您击杀了一只6阶吸血仆从，获得 2.5 万阴气值。您的鬼灵击杀了一只6阶吸血仆从，获得 2.5 万阴气值。我们暂时是落后的。楚天擦了擦额头汗珠，淡淡说道：主人，刚才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精灵人莉莉亚花了不少时间，所以让他们暂时领先了。清绝说道，脸上露出轻蔑神色。楚天道：没关系，就让他们先高兴一会儿，我们很快就会追上的。清绝点了点头，你我2人的实力，击杀6阶鬼怪并不困难，也就是一下的事。然而其他7阶御鬼者想要击杀一只6阶鬼怪，可是要花一点时间，所以单论猎杀速度，他们并不一定比得上我们。更何况其他地方可没有这么密集的6阶鬼怪啊。楚天淡淡道：是啊，也该是222的漂亮国惨败，竟然在我们进入地下城，来到6阶鬼怪群居区域时发起挑战。我们几乎不用怎么寻找，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只6阶鬼怪。老婆，我们继续猎杀。好的，主人。楚天和清绝继续猎杀鬼怪。的确如楚天和清绝所说，其他地方可没有这么密集的6阶鬼怪。正常一个御鬼者寻找鬼怪的时间要大于猎杀鬼怪，而现在他们几乎不需要寻找，就可以看到许多6阶鬼怪。第81章，1对11竟然还领先。楚天斩鬼剑划出半月寒芒，直击面前吸血鬼。轰！吸血鬼仆从的身体碎成数半。您击杀了一只6阶吸血仆人，获得 2.5 万阴气值。太阳花在吸血鬼仆从身上收取材料，然后挂交易平台。楚天进行提炼，而后继续猎杀吸血鬼仆从。又有一只，又是一只吸血鬼仆从出现在面前。这次第一个冲上去的不是楚天和清绝，而是那只晋级6阶的太阳花。同样是6阶，而且同样是6阶巅峰战力，这只僵尸鬼所变的太阳花是有与吸血鬼仆从一战能力的。吼吼！太阳花和吸血鬼仆从开始互殴。太阳花张开巨大的花萼，向吸血鬼仆从吞噬，而吸血鬼仆从躲过之后，连续向太阳花挥动了几次他的利爪，二者你来我往，战得不可开交。强大的6阶鬼怪力量让周围的树木磐石碎裂，大地飞沙走石。这时太阳花喷出一枚口水炮弹，直接炸在吸血鬼仆从胸膛。吸血鬼惨叫一声，随着一口老血喷出，他身体倒退了10几步。不过强大如吸血鬼仆从，同阶鬼怪的一发口水炮弹是不能将他直接击毙的。然而就在吸血仆人身体停顿的时候，远处的楚天也发出一发口水炮弹。嘶嗖！炮弹夹杂着尖锐的破空声，直接飞向吸血仆人。轰！楚天的一发口水炮弹直接将吸血仆人炸成血雾。现在楚天不仅比吸血仆人高上一阶，战力更是高上2星。他的一发口水炮弹更是威力惊人。您击杀了一只6阶吸血仆人，获得 2.5 万阴气。继续收取材料提炼。楚天和清绝继续搜索吸血仆人。嗷吼！嗷吼！又有2只吸血仆人出现在楚天和清绝面前。2人一同冲上，一人一剑，一人一拳。轰！轰！您和您的鬼灵击杀了2只吸血仆人，获得5万点阴气。2只吸血鬼仆人身体爆裂，阴气值到手。这一切对于楚天和清绝没有丝毫难度，他们所争的就是速度。收取材料和提炼后，楚天和清绝继续前进。又有2只吸血仆人。轰！轰！楚天和清绝毫不犹豫，所到之处吸血仆人必死。您和您的鬼灵击杀了2只吸血仆人，获得5万点阴气。轰！轰！您和您的鬼灵击杀了2只吸血仆人，获得5万点阴气。楚天和清绝一路斩怪，随着阴气值不断增加，
挑战赛积分也跟着暴涨。222新手区积分240，猎杀4阶30，猎杀5阶12，猎杀6阶6，猎杀7阶0。404新手区积分550，猎杀6阶22。目前为止，楚天就只猎杀了6阶鬼怪，但积分远超222新手区。因为猎杀一只4阶鬼怪积1分，5阶积5分，6阶积25分，7阶积100分，所以楚天他们获得了550积分，而222新手区就仅获得了240积分。看着这样的数据，全频道都是目瞪口呆。863棒子国思密达怎么搞的呀？龙国人的积分竟然领先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呀？283樱花国小田菜郎作弊，他们一定在作弊。一个人要怎么跟11人相比啊？他这不是作弊是什么？911龙国东风导弹，哈哈，天尊真是牛逼，以1对11都能反超，我谁也不服，就服天尊。666龙国悠悠球顺不顺？棒子和樱花表示一脸懵逼，我们的主子咋落后了呢？加油啊！404新手区，我们挺你，一定要击垮可恶的漂亮国。天尊可真是为龙国长脸啊！哈哈，看着漂亮国落后，为啥我就这么高兴呢？龙国的其他新手区气氛也都非常热烈，大家都没想到二者人员差10倍，而404新手区还领先了。177阿三国恒河水，龙国人你们不要太嚣张，藏南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911龙国长城，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404新手区的玩家，这也行，以1敌11都能领先，天尊大佬还真的是神啊！不，人家是比神更牛逼的天尊，我觉得他这名字起的就很霸气。天尊一出，水雨争锋，哈哈，期待胜利之后继续获得好处。我们竟然落后了！漂亮国的奥米克戎眉毛抖了抖，难以置信地看着天上的挑战积分，他们竟然落后了，怎么可能啊？奥米克戎不敢相信这一切，他们以11对1，不应该是虐菜吗？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意外？奥九罗道，老大，估计天尊身边刚好有很多6阶鬼怪，所以他省去了寻找鬼怪的时间，这才让他遥遥领先。奥密克戎道，恐怕没那么简单，就算他身边有很多鬼怪，他也得杀得了啊！6阶鬼怪可不是4阶，怎么可能一刀一个？而且现在他还是一个人，一个人竟然顶我们11人的杀鬼速度，现在说明这个天尊的确有一些实力，似乎我们之前小看他了。威廉道，也许我们真的小看他了，不过那又怎么样？终究我们都是7级御鬼者，就算有差距，又能有多大差距？奥九罗道，没错，之前的确低估他了，不过他想以一人之力抵得过我们11人，那也是白日做梦。别说抵得过我们11人了，就是单跟咱们老大比，他都不一定比得过。毕竟咱们老大可是 A 级天赋和 A 级鬼灵啊，他难道也是 A 级天赋和鬼灵吗？威廉道，对，没错，问题根本还是出在鬼怪数量上，只是我们要上哪儿去找那么多鬼怪呢？奥米克戎略略沉吟道，给大家发消息，让大家帮着一同寻找，而后将鬼怪坐标发给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将更多的时间都用在猎杀鬼怪上。好主意啊，老大。而另一边，脚上穿着步云靴的楚天和清绝飞一样的在男爵领驰骋，他们所到之处便有一只吸血仆人毙命。您和您的鬼灵击杀了2只吸血仆人，获得5万点阴气。要知道，两人现在的速度可不一般，楚天的敏捷值有着1282之巨，他的天赋疾行又正200%的速度，再加上黄金级步云靴的加持，速度又岂是常人可比？而清绝的敏捷本就比楚天多1倍，再加上黄金级步云靴的加持，那速度一样飞快。往往是他们只要看到一只鬼怪，嗖的一下就来到那只鬼怪面前，而后将其击杀。您和您的鬼灵击杀了4只吸血仆人，获得10万点阴气。第82章反超吸血男爵。卧槽，前面有一只带爆绿的。这时楚天的面前突然出现一只吸血仆人，最主要的是他是带爆绿的。楚天和清绝女皇对视一眼，两人身子化作2道残影，直接来到那只鬼怪面前。两人同时出手，轰！吸血仆人爆成一片血雾，宛如一片烟花。您和您的鬼灵合力击杀了一只6阶吸血仆人，获得2.5万阴气。恭喜您爆出2瓶终极敏捷药剂。竟然是敏捷药剂！楚天和清绝大喜，现在他们猎杀鬼怪并不难，难的是需要更短的时间，没想到这就爆出了敏捷药剂了。这不是正饿着呢，就给送干粮了吗？主人，我们虽然增长很快，但似乎他们增长更快，已经超过我们了。清绝的美眸向天空望去。挑战赛时间已经过了一半，楚天他们的积分已经超过了1000，然而漂亮国新手区的积分竟然也超过了1080了，还真是难缠的对手啊！毕竟我们就只有我们，而他们却是11个御鬼者。我们现在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然而跟他们11个人的总和相比，
还是很吃力。看来这敏捷药剂来的正是时候，让我们服下这敏捷药剂，重新取得领先吧。好的，主人。两人服下了敏捷药剂，他们本来就极快的速度再次爆发一截。二人在旷野上一同轰地奔驰而去，而那边222新手区的漂亮国玩家们一个个都狂笑着，哈哈，我们又领先了，我们又领先了。就说嘛，他一个人怎么可能对抗我们漂亮国11个人？大家继续帮着寻找高阶鬼怪啊！我们要全力支持奥米克戎他们，继续保持这样我们就赢定了。对，我们漂亮国必胜。诸位，小心的提醒一下，你们有没有看榜单？404新手区竟然又反超我们了，他们的数据正在飞涨。天尊和他的鬼灵是不是吃了春药了呀？怎么突然雄起了啊？什么？222漂亮国新手区，众人大惊，这都是怎么搞的呀？他们明明都超过对方了，怎么又被反超了呢？这一刻，好多人都想到了楚天在嗑药，但初阶药剂222新手区的人也都喝过了，也没爆发出那么强的实力啊。难道说对方有中阶药剂？404新手区，哈，我们天尊是无敌的，永远不会被追上的。天尊加油！天尊大佬一统江湖，只要有天尊大佬在，我们跟着坐车就行了。404新手区的一众玩家都激动异常，那短暂被追上一下的成绩，没想到再次被拉开了，这不得不让众人心中感叹天尊牛逼。咱们专心打怪吧，这些事情只要有天尊在，就不会出乱子的。是啊，我们也要做好我们分内的事。雷动3000和黑山感叹一声，继续带着他的队员猎杀鬼怪。是啊，只要有天尊在，404新手区的安危就不必他们操心。另一边，233新手区，杨宏宇正看着挑战赛的成绩怔怔发呆。他只知道楚天的实力很强，但却不知道强到这种程度。以一敌11也行。黄毛恭敬地站在杨宏宇身旁，道：“咱们大哥这妖牛逼吗？”现在黄毛已经彻底被杨宏宇收复，变成了他的小跟班。杨宏宇冷冷瞥了一眼黄毛，然后照着他脑袋拍了一下：“什么你大哥？什么你大哥？那是我大哥好吧？我才是你大哥，所以天尊是你大哥的大哥，也就是你巨哥。”黄毛被打得一阵晕头转向，赶紧改口：“是，你是我大哥，天尊是我巨哥。”这一边，楚天和清绝的身影仍然在南绝岭的旷野上穿梭，一只又一只的吸血仆人死在他们面前。主人，你看那里！这时，清绝指向一颗石柱，那颗石柱上挂着一枚印记，这应该就是进入祭坛所需的印记了。楚天刷的纵跃而起，在临近的几块石柱上反复弹射，最后跃到了高高石柱的顶端，而后将那一枚印记拿到。恭喜您获得一枚特别印记，获得进入祭坛祭祀资格。果然是祭祀所用的印记。楚天跳到地上，向清绝展示了一下印记。我们还需要再找到一枚，确保你我两人同时进入。好的，主人。清绝应了一声，两人准备继续寻找。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漆黑的身影突然向他们袭来，二人迅速分开，那个身影在他们之间划过。轰隆！那身影直接撞碎了一根石柱。当那身影转过头来，是一个面色惨白、长着长长獠牙和长指甲的吸血鬼类鬼怪。鬼怪吸血男爵，等级7阶，天赋血能。吸血鬼是天生的战斗类型鬼怪，他的力量源自他的血液，被他咬过的遇鬼者会变成吸血鬼。战力评估8星巅峰，竟然是一只吸血男爵。看了面前吸血男爵的信息，楚天和清绝同时双眼放光，露出欢喜神色。这一代都是吸血仆人，他们已经好久没猎杀新的鬼怪了，而且吸血男爵所获得的阴气值将更多。当然，这一次的吸血男爵和金马会所当中的那只不同，那只是一只白鬼，并不害人。而这一次的吸血男爵却是全身围绕着暗黑气息，那气息中充满了恐怖和杀戮，令人见之毛骨悚然。印记附近常常有吸血男爵巡逻，估计这只吸血男爵正是如此。两个人类竟敢夺我的印记！吸血男爵一晃脑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他双眼发红地看着楚天和清绝。我不仅要夺你的印记，还要取你的性命！楚天冷冷说道。主人，要帮忙吗？不用，上一只7阶鬼怪是你杀的，这一只就交给我吧。好的，主人。清绝静静站在一旁，准备将这一只7阶鬼怪交给楚天，不过他仍然做着随时援手的准备。这时，楚天的身体掠弓，双脚猛然踏地，随着大地碰的一颤，楚天的身子如同一发炮弹爆射而出，他一剑狠狠斩向吸血男爵。吸血男爵突然瞳孔一缩，没想到面前人类竟这么强大，他赶紧身体向旁边一躲，轰！楚天的一剑在地上轰出一个数丈长的深坑，这便是7级遇鬼者，战力如此恐怖如斯。第83章，最后的挣扎
惨烈的奥米克戎。嗷好！吸血男爵的鬼爪抓向楚天，带起一钩红月，凌厉的气势可以断金破石。楚天低头躲过这一击，楚天背后的一块巨石直接被炸碎。吸血男爵又是连续鬼爪频出，楚天则是不断挥舞手中白银长剑。当当当当，鬼爪与长剑撞击，发出金铁交鸣之声，火花不断从撞击处迸发。这时，楚天抓住时机，趁吸血男爵一爪抓空之时，白银长剑撩向吸血男爵腋下。噗嗤！吸血男爵的一只胳膊直接被砍断，黑色的血液喷洒，刺鼻的血腥味在空气中传播。要知道，可不是他所有的部位都如吸血男爵的鬼爪那么硬，可以跟白银级斩鬼剑硬扛，其他地方是抵御不住白银斩鬼剑的。啊！吸血男爵痛叫一声，捂着自己断了一只手臂的肩膀，他的脸上满是痛苦表情，漆黑的血液仍然在不汩汩流出。怎么会有这么强的人类？你明明也只是7级。吸血男爵难以置信地看着楚天，这世上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说着，楚天便施展了一套夺命34剑，这是一套连击剑法，鲜有人能全部接下。当当当当，吸血男爵忍着剧痛接下楚天的几次攻击，然而楚天手中的长剑却是越来越快，剑花纷飞迷人眼，如暴雨狂风洒落。噗嗤噗嗤噗嗤！啊啊啊！吸血男爵痛叫不已，他的肢体开始被楚天一块块分解。先是胳膊，再是手臂，再是半边脑袋，而后小腿，而后大腿，刷刷刷！最后几道银光闪过，吸血男爵的身躯在银色剑芒中分解，他的身体被大卸8块。您杀死了一只7阶吸血男爵，获得10万点阴气。好哀主人！一旁静静观战的青爵拍手叫好道。这一刻，楚天在他的眼中，那潇洒的身影真是太帅了。那边，在吸血男爵死的一刻，太阳花便开始获取他身上的材料。不过这次没有挂交易平台，因为其他玩家等级太低了，就算7阶材料能卖出去，也卖不出好价格。楚天则是一个提炼，获得了2枚7阶鬼核。您获得了 C 级天赋10滴血，单次可以最多让10只傀儡晋升1级。检测到您有同类型天赋1滴血，现已将2个天赋合并。我这次可以同时晋升10只太阳花了吗？不过楚天现在并没有那么多太阳花，而且现在他正在比赛中，也不方便去种太阳花傀儡。现在他的任务除了猎杀吸血仆人和吸血男爵外，就是寻找进入祭坛的印记了。主人，那边！青爵示意2人右侧，那里竟然有10几只吸血仆人在游荡，这怎么可能放过？2人身形如电，以极快的速度奔向那10几只吸血仆人。轰轰杀杀！您击杀了一只6阶吸血仆人，获得 2.5 万阴气。您的鬼灵击杀一只6阶吸血仆人，获得 2.5 万阴气。随着提示声不断在耳边响起，楚天和青爵的积分也不断激增，他们对漂亮国新手区的领先优势也越来越大。404新手区一片沸腾，哈哈，距离拉大了。天尊就是牛逼，222新手区全都参与到这场竞技当中了，天尊可以以一人挑战整个222新手区，就让222新手区承受天尊的怒火吧。天尊无敌！而此刻漂亮国的222新手区却是一片难以置信，怎么会？明明我们所有人都参与进来了，怎么会还比不过天尊？这不是真的，这一定不是真的！糟糕，这是不是说我们有可能会输，最后会被剥夺资源？难道说404新手区要取代我们成为全频道前3？天哪，这怎么可能？可恶啊！奥米克戎一阵咬牙切齿，虽然此刻他仍难以置信天尊是怎么超过他的，然而事实摆在面前，他又不得不相信。他的眼中露出阴厉寒芒，他吩咐道：最后搏一搏的时候到了，就让我们把那3支中阶敏捷药剂全部服用了吧。奥米克戎他们手中有3支中阶敏捷药剂，那是他们整个新手区一直以来积攒的，就等着新手区之间的挑战作为最后的底牌。好的，老大。就这样，奥米克戎、奥九驴、威廉3个222新手区的最强者一同服下了敏捷药剂，他们速度瞬间暴增。哈哈，就让我们尽情的猎杀鬼怪吧。是啊，冲啊！3人同时打开通讯录，分别定位一只友军标注的鬼怪，而且还都是6阶鬼怪。3人实力本就不弱，再加上敏捷药剂的加持，以极短的速度就冲到3只鬼怪面前。当当当！然而猎杀却没有那么顺利，他们的确靠敏捷药剂提升了速度，但是以他们的实力，即便他们是222新手区3名最强者，也无法对6阶鬼怪做到一击必杀。他们天真的以为自己服下了敏捷药剂，可以让他们更快寻找到鬼怪，然而寻找到了也没用，想要击杀鬼怪仍要拖累他们时间。不过好在他们都是222新手区的强者，
在经过一番努力后，3只6阶鬼怪成功被他们杀害。呼！奥米克戎长长松了口气，他擦了擦额头汗珠，准备借着敏捷药剂的药效继续猎杀6阶鬼怪。吼！突然之间，一个强大的鬼怪在他身边划过，那是一只7阶鬼怪。奥密克戎赶紧警觉，这将是一场艰难苦战。他看向那只站在对面2楼的鬼怪，竟然是一只7阶色鬼。不过让他略略安心的是，这只色鬼是一只雄性，最多只会跟他死战，而不会对他本人有其他想法。然而奥米克戎想错了，这只7阶色鬼荤素不忌，不久后那片城镇废墟便传出奥米克戎不甘而又羞辱的惨叫。太惨了呀！没想到竟然有人被鬼给日了，这给奥米克戎带来极大的心理阴影。他直接选择退出游戏，躲在自家被窝独自流泪。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奥米克戎感受到此生最大的羞辱，这以后还怎么见人啊？第84章胜利，进入频道前10。卧槽，老大掉线了！老大为什么会退出游戏啊？老大英姿勃发，有什么事情会打击到他退出游戏啊？可是我们正在挑战赛的关键时刻，我们本来就落后，现在可怎么办啊？完了完了，这下我们输定了啊！222新手区一片惨痛哀嚎，他们的新人王退出游戏，让本就处在落后局面的222新手区再也无力回天。那2只敏捷药剂根本无法扭转战局。另一边，楚天和清绝又杀了海量吸血仆人。这时，他们终于又找到一枚祭坛印记，然而这枚印记旁边却同样有着吸血男爵守护。吼！吸血男爵向2人吼叫一声，而后贪婪地舔了舔嘴唇：“我要吃了你们，吸干你们的骨髓！”楚天和清绝对望一眼，这次他们没准备只一人出手，2人的身子同时移动，便以极快的速度来到吸血男爵跟前。楚天唰的一剑与吸血男爵的鬼爪撞击，发出铿锵声，而清绝则是在吸血男爵接楚天一剑之时，向吸血男爵臂膀轰出一拳。轰！吸血男爵的一根手臂整个化为一片血雾。嘶啊！吸血男爵痛叫一声，整个身子也将在原地一瞬。就在这极短的时间，一道银光闪过，楚天的斩鬼剑已经带着黑色血液割断了吸血男爵的脖子。吸血男爵的鬼头高高飘起，与他的身子分离。而与此同时，清绝则是又补上一拳，吸血男爵留在地上的身子也被他一拳打成血雾。吸血男爵死去！您和您的鬼灵合力击杀了一只7阶吸血男爵，获得10万点阴气。222新手区顶级强者，就算对付6阶鬼怪都需要花一些时间。然而楚天和清绝就算对上7阶鬼怪，将其击杀也不费吹灰之力。太阳花傀儡拾取吸血男爵的材料，收入储存空间。楚天一个提炼，吸血男爵的尸体化作清水流入地下，而2颗7阶鬼核也随之到手。不过2人的注意力此刻都没在这具吸血男爵身上，而是同时看向高高石塔上的印记。有了这枚印记，他们2人就能同时进入地下城的祭坛了。楚天双手在小腹下重叠，做出欲托举状。清绝瞬间心领神会，他收了自己的步云靴，雪白的小脚丫暴露在外。他一步踏上楚天的双手，借力用力，奋力跃上空中。清绝本来就战力超群，再加上有楚天力量辅助，人如窜天猴一般高高跃上天空，来到石塔印记所在的地方。他将印记随手拾起，这时他身体上升的势头也已到了尽头，开始随着重力下落。而清绝却毫不担心，他带着微笑，缓缓地闭上了双眼，任由自己的身体下落。他知道有人一定会保护他的，绝不会让他摔倒。果然，在他临近地面的时候，突然有一双大手接住了他。他此刻正安然地躺在楚天的怀中，脸上带着幸福的表情，缓缓睁开双眼，果然看到心仪之人正在注视着他。清绝道：“主人，真想这样一辈子都躺在你怀中。”楚天道：“只要你愿意，那就一辈子躺在我怀中。”2人含情脉脉地望着彼此，仿佛这一刻他们周围的空气都变成粉红色的。2人微眯着双眼，嘴巴不由自主靠向彼此。吼！就在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鬼怪吼叫，打断了即将爆发的甜蜜。2人顿时愤怒，是谁那么可恶，打扰了我们的美好时刻？他们同时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眉头越皱越高。而那只游荡的吸血仆人则是被2人狠厉的目光看得全身一抖。吸血仆人正欲要逃，那恐怖的一男一女身影却已在他身体两侧，而后他只感觉自己的身体从中间裂开了，直接分成了2半。楚天和清绝站定之后，将各自手中的一半鬼怪尸体丢到一旁，他们双手相握，而后继续相拥到一起。可恶的鬼怪，竟敢打扰我们之间的气氛！你不死谁死啊？而这时，挑战赛的倒计时也已经归零。公告：404新手区与222新手区竞技结束。公告
404新手区得分1500，222新手区得分550404新手区获胜。公告：奖励玩家天尊10万点阴气，奖励404新手区全员1000阴气，剥夺202新手区全员1000阴气。公告：剥夺222新手区7级以上玩家竞技期间全部所得，奖励给玩家天尊。公告：剥夺222新手区半数资源，奖励给404新手区。一系列的公告在2个新手区天空响起，2个新手区同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首先是222新手区全员身体一虚，全员被抽走了1000点阴气，而后是404新手区全员增长1000阴气。1000阴气虽然对楚天这种高阶位玩家不算什么，但对普通玩家，特别是刚进入游戏不久的玩家极为重要。100点阴气就可以保证从准级御鬼者进阶1级了，而500点阴气就可以保证进阶2级。对于刚进入游戏的玩家，直接获得1000点阴气，简直是直接开外挂了。好多萌新小白还在不明所以当中，在一些老玩家解释这都是天尊带来的福利后，他们也顿时疯狂起来。这天尊就是奶爸啊！我们刚进入游戏就直接送阴气值，直接让我们晋级。而被抽走阴气值最多的，自然是222新手区11名最强者。他们在游戏期间共计获得55万阴气，此刻已经全都成了楚天的战利品。而楚天在游戏期间获得了150万阴气，再加上对方的55万，就是205万，再加上胜利奖励10万和原本的41万和吸收的部分鬼核，此刻楚天的总阴气270万，距离晋级8级御鬼者还剩230万。这还不包括这段时间楚天积攒的高阶鬼核。不仅如此，此刻楚天面前还摆放着一堆各种道具，都是这11名玩家在竞技期间所得，也都被掠夺之后奖励给了楚天。奖励还没结束，大地开始震动，大量222新手区的珍贵遗迹以及鬼怪都开始消失。与此同时，404新手区则是变得更加富饶。哈哈，发财了，我们又发财了！现在都不必怎么寻找，很容易就能碰到一只鬼怪。这样下去，我们404新手区很快就会进入全频道前3的。是啊，我们现在已经排入全频道第10名了。真的吗？众人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同时看向频道榜单。第1名1144漂亮国，第2名331小鹰帝国，第3名332袋鼠国，第4名666龙国，第5名177阿三国，第6名555毛熊国，第7名990铁塔国，第8名844座滩国，第9名821樱花国，第10名404龙国，第11名911龙国。第85章，首次主动挑战座滩国。楚天看了一下自己成绩，果然自己所在的新手区堪堪进入前10名，而之前的222新手区原本是频道第3，现在已经跌出15名开外了。可见输掉一场比赛对一个新手区的影响很大。目前龙国最靠前的新手区有3个，除了排在第10的404新手区外，还有排在第4名的666新手区，以及排在第11名的911新手区。至于前3，分别是漂亮国、小鹰、袋鼠，这些才是真正的强敌。而现在频道内正在对天尊的胜利议论纷纷。177阿三国、恒河水，竟然又有一个龙国人的新手区杀入了前10，龙国人不错吗？不过跟我们阿三国相比，还是差得远了。不知何时龙国人能撵上我们的第5名啊！666龙国，悠悠球顺不顺？请看清你们的排名再出来装逼，你明明排在我们后面好吧？332袋鼠国，杀死了那个土著，我们要行使自由航行权。你们看新闻了吗？下个星期我们的军舰就进入南海自由航行。844座滩国，一艘军舰，哈哈，我们的一艘军舰现在正坐滩在仁爱礁，龙国人拿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看到座滩国这样的发言，所有龙国新手区都沸腾了。谁都知道仁爱礁是龙国领土，然而数年前座滩国却将一艘报废军舰开到仁爱礁上方，然后打个洞坐到上面，至此他们就赖在上面不走了，宣称那里是他们的领土。死菲佣，赶紧把你们的破军舰开走！苍天啊，大地啊，快来一场台风吧，把那艘坐滩的军舰吹到海里去吧！菲佣真是太无耻了！404新手区的天尊老大，快收拾了这群上蹿下跳的菲佣，为国争光啊！青爵看向楚天，怎么办？主人要教训一下菲佣吗？楚天略略凝眉沉思，觉得自己所在的新手区排名太低了，才刚刚进入前10，应该再向前排一排，怎么也要进入前3才行啊！只要再打赢一场挑战赛，他们404新手区应该就可以进入频道前3。而现在他手中刚好有一枚挑战牌，不使用又更待何时？公告：404龙国新手区消耗一枚挑战牌，
向844座滩国新手区发起挑战，844新手区必须接受。公告：挑战赛为极限倒计时挑战，半小时内双方新手区积分多者获胜。公告：胜利一方新手区会获得特别奖励，胜利一方排名第一的玩家将会获得特别奖励，失败一方将被剥夺半数资源，并剥夺竞技期间全部所得。公告：挑战赛准备时间5分钟。因为要营救精灵人公主，还要捣毁地下祭坛，所以楚天虽然发起挑战，但却仅仅是发起了半小时的计时赛，他不想让挑战赛时间拉得太长。哈哈，我们向菲佣发起挑战了，而且这次还是全体大战，死菲佣就等着承受我们的怒火吧。菲佣必败，龙国必胜。大家都对天尊向坐滩国发起挑战而兴奋，而坐滩国却都是满脸自信，信心满满要打爆龙国。可恶的龙国人，我们一定会取胜的。我们坐滩的军舰永远都不会开走。我们现在排名好歹也是第8，怎么也比你们刚刚进入第10的要强。我承认天尊确实强，但这不代表404新手区整体的实力强。就是啊，这几次你们的挑战赛全都靠天尊取胜，如果没了天尊，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吗？所以这一次千不该万不该，天尊不该发起全员挑战。如果只是2个新手区之间的少量高手，没准我们844新手区还真比不过你们。毕竟我们也看出天尊的恐怖如斯了，然而他偏偏发起的是全员挑战，哈，除了天尊之外，你们完全是一堆弱鸡呀！就是，哈哈哈！坐滩国一通嘲笑，让404新手区的热情被浇灭了几分。这时，不少人打开双方的资料查看，844新手区有5名7级高手，而404新手区就只有天尊一人。这一点倒没关系，之前天尊可是以1敌11啊。所以7级以上玩家404新手区略胜一筹，然而之后各级玩家的水准就大大不如人家坐滩国了。6级玩家404新手区就仅有雷动3000和黑山2人，然而844新手区却有10几名6级玩家。之后的5级404新手区有50多名，而84新手区却有上百名。除了7级玩家之外，404新手区的实力远比不上844新手区。这也让原本大家自信满满的情绪顿时暗淡下来。是啊，似乎之前的胜利404新手区全靠天尊一人撑着，难道他们要一直生活在天尊的羽翼下吗？而且让天尊一个人跟整个新手区对战，这也太难为他了。怎么办？雷队长、黑队长、雷动3000和黑山所带的小队队员都非常不甘和愤怒，但他们新手区的整体实力又的确弱于对方，他们真的恨自己实力不够强，不能帮上天尊。2位队长，总不能老是让楚总长一个人出力吧？我们大家都想帮忙，但我们的实力的确太弱。雷动3000道：你们不要妄自菲薄，你们都是国家选派的精英，远比别人进入游戏要晚。然而咱们小队现在已经全员晋级4级以上，甚至5级中的50人有20几个都出自咱们小队，你们管这叫弱？他们可都比你们早进入游戏啊，而且他们的天赋好多都远高于你们，你们以更少的时间低一等的天赋取得这样的成果，谁敢说你们弱？的确如雷动3000所说，这些人是龙国官方精选出的精英，再加上楚天游戏攻略的配合，他们的战力远不是普通玩家可比。进入游戏没多久，他们进入游戏后的晋级速度远超其他玩家，而现在官方玩家也已经从最初的10余人增加到50余人，这50人的战队实力不能按通常玩家计算。黑山道：其他非官方玩家有一些不是也接受过我们的指点吗？他们的实力也有很大提升，所以要相信我们的实力，只要天尊能顶住对方最强的7级玩家，其他的一切都交给我们。对，其他的都交给我们。在雷动3000和黑山的鼓励下，一众龙国官方玩家都恢复了信心，他们还时不时的在论坛发消息，安抚和振奋大家情绪。第86章全员实力遥遥领先。这边楚天将吸血男爵的尸体收割之后，趁着竞技之前的5分钟准备时间，已经做好了一项重要准备，那就是制作太阳花傀儡。男爵岭的吸血男爵倒不多见，但普通的吸血仆人很多，可以说每隔几百米就一个。几百米对于普通人来说很远，但对于楚天和青爵这个级别的强者并不遥远。短短5分钟时间，他们就成功将9只太阳花种成傀儡。要知道，吸血仆人可都是6阶鬼怪，被种成太阳花后自然也是6阶，再加上之前的一只6阶太阳花，楚天就有了10个6阶太阳花了。过来喝血吧！轻轻在指尖割出一滴血，楚天呼唤着10个6阶太阳花，一滴鲜血化成10滴血珠，分别进入10只6阶太阳花体内。没错，这正是他在施展自己的天赋10滴血，可以让手下傀儡晋升1级的能力。10滴鲜血进入10个傀儡体内，
10个太阳花身体瞬间膨胀1倍，身上气息也跟着暴增，没一会7阶强者的气息便从他们身上散发。这一下就等于404星手区有了12个7阶强者，远超844星手区的5个。而且其中的楚天和清绝远不能用平常的7阶来看待，他们虽然是7阶，但战力却比平常7阶不知道强多少。这样的实力终于可以让楚天松一口气，不用再时时刻刻自己拼命在前了。公告：挑战赛正式开始，冲啊！杀怪啊！为了龙国，为了404星手区，千万不要给天尊丢脸啊！龙国404星手区的御鬼者们嗷嗷叫着冲向各处鬼怪聚集区域。经过几次连胜，404星手区的资源已经非常丰厚，寻找鬼怪已经变得不再困难。很快，整个星手区的御鬼者便跟鬼怪战作一团。我们也出发，楚天淡淡说道。好的，主人。清绝美眸眨了眨，甜甜的说道。不过二人却没有立即出发，而是一人拽住一只太阳花的手臂，抡了几圈之后将其远远抛出，抛得很远很远。而后以同样的方式，他们将另外8个太阳花也抛向不同方向。出发！这一次二人才一同出发去寻找鬼怪猎杀。10个7阶傀儡，再加上楚天和清绝这2个虽然是7阶，但实力远超7阶的存在，一同开始了猎杀。您击杀了一只6阶鬼怪，获得 2.5 万阴气。您的鬼灵击杀了一只6阶鬼怪，获得 2.5 万阴气。他们所到之处，鬼怪便无所遁形，毫无悬念的死去，宛如10几台高能收割机被抛入了一片麦田，而吸血仆人们则是像麦子一般不停地倒下，漆黑的血液在大地泼洒，在404星手区的每一寸土地泼洒。除了楚天和清绝所在的地下城外，其他地方或是山林，或是旷野，或是城市遗迹，都在爆发着不同程度的战争。大家都咬着牙，觉得不能时时都靠天尊，他们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就在这样争先恐后的战斗中，404星手区的积分也如井喷一般暴涨。现在844星手区的积分仅有38500，而404星手区的积分却是98500，双方之间的差距竟然接近3倍，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这一切不仅让844星手区的人额头直冒冷汗，甚至看得全频道都目瞪口呆。这也太神奇了吧！龙国是做了火箭吗？404星手区的进步也太快了吧！仅仅10分钟，他们就获得了快10万积分啊！这么看，做贪国完全不是对手啊！哈哈哈！龙国万岁！404星手区万岁！频道内沸腾的状况也吸引了频道排名第1的1144星手区的注意。1144漂亮国星手区内部论坛，这个404星手区哪儿来的？之前没注意到啊。之前我留意了一下，似乎咱们的222星手区就是被404打掉的。什么？你不说我还没注意。222星手区被人踩掉了吗？不仅是222星手区，棒子国的星手区、樱花国的星手区都是被404星手区踩掉的。可恶的龙国，为什么要跟我们作对啊？看现在的势头，做贪国也不是404星手区的对手，我们的小弟又要被踩掉一个了。看来他们要进入频道前3了。怎么办？我们要向他们发起挑战吗？是啊，我觉得应该把404星手区打下去，不然我们这个当老大的就没法带小弟了。这时1144星手区的新人王董王发言，我手中现在有3枚挑战牌，报一下你们手中挑战牌的数量。我有个计划，同时向龙国所有星手区发起挑战，将他们一网打尽，那样我们就可以彻底独霸全频道了。董王老大，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计划，这个计划我喜欢。我手中有1张挑战牌，我这儿也有1张，我这儿也有1张。没一会儿，1144星手区就将挑战牌的数据统计出来，总计加起来有10张挑战牌。对于一直以来遥遥领先、一直处在频道首位的1144星手区，有这么多挑战牌也不令人意外。不过很快就有人发现了，我刚才数了下，频道内共有18个龙国星手区，我们现在仅有10个挑战牌，还差足足8个挑战牌呢。可以向其他星手区索要，反正我们要向龙国18个星手区发起挑战，也同样要找18个星手区组队才行。我就不相信再找另外17家凑不出8张挑战牌。对啊，小樱的331，袋鼠的332是仅次于我们的强者，他们手中应该有挑战牌的。排名靠前的新手区中，除了毛熊老爱跟我们作对外，其他的都是我们阵营一方的。如果挑战牌足够用的话，不如将毛熊国也给废了。对，毛熊和龙国要是都废了，整个蓝星就是我们的天下了。董王道，那好，那就去串联一下其他新手区，对龙国的18家新手区发起终极一战。如果挑战牌够用的话，顺便将毛熊国给废了，我们也不介意。哈哈，龙国人就等着灭亡吧。而那边距离比赛结束仅剩最后3分钟，404星手区的积分已经超过30万了，
而844星手区的积分却只有9万。整个844星手区都绝望了，他们哪知道龙国的404星手区会这么强啊？我没看错吧？我们好歹也是堂堂频道排名第8的星手区，实力竟然跟404差这么多吗？他们不是只有天尊一个强者吗？怎么感觉404星手区全员都不弱呀？从一开始我们就没看到过404的车尾，要不要这么夸张啊？这下糟糕，咱们要跌出前10了，资源和阴气会被大量掠夺。844星手区的菲佣们哭的心都有了，平时就不该嚣张去招惹龙国，原来404星手区不仅只有天尊一个强者，而404星手区的御鬼者们甚至自己都没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成绩，他们本以为自己是在天尊羽翼下生存的，他们完全忽略了连续胜利后他们不断获得阴气值和资源，实力已经有很大提升了，而且再加上官方小队的加入和官方小队掌握的游戏攻略，让他们的猎杀成绩远超常人。404星手区终于全员战力在线了，最后3分钟冲刺，404星手区的全员嗷嗷叫着冲向各类鬼怪。第87章胜利挑战正在到来中。这时天空上的挑战赛倒计时已经归零，双方的成绩也就此定格。404星手区总积分33万，而844星手区的总积分仅有11万。这一次404星手区几乎是844星手区积分的3倍，这其中楚天和清绝以及他们的傀儡们功不可没，共计斩杀了6阶鬼怪80只。因为6阶鬼怪积分较高，所以单单楚天一人就拿到了20万积分。这除了因为楚天实力超强外，还因为他有鬼灵清绝以及10个6阶太阳花傀儡帮忙。不过这一次除了楚天之外的其他人成绩也算不错，总积分竟然达到了13万。404星手区的其他玩家平均等级要低于844星手区，能获得这样的成绩，这让众人喜出望外。公告：404星手区获胜，剥夺844星手区竞技期间全部所得，奖励给404星手区。公告：剥夺844星手区半数资源，奖励给404星手区。公告：玩家天尊获得竞技冠军，奖励20万阴气。游戏公告声响起之后，2个星手区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844星手区玩家阴气大量被抽走，而404星手区的玩家体内开始有阴气流入，而844星手区的大量资源也开始被抽取释放到404星手区。844星手区一片哀嚎，老天啊，我们的资源都不见了，这以后还怎么玩啊？我们输得好惨，好歹我们也是全频道排名第8的星手区，分数竟然比404星手区少那么多。魔鬼，404星手区就是魔鬼，天尊就是魔鬼，龙国人都是魔鬼。844星手区虽然一片哀嚎，但却不妨碍404星手区欢天喜地。哈哈，我们取胜了，404万岁！而且这一次就算去掉天尊的积分，我们依然取胜了。是啊，胜利这么多次，不断获得奖励，原来我们已经今非昔比。刚刚得到奖励之后，我竟然升级了。我也是，我也是。我们不再是累赘了，不再拖天尊后腿了。整个404星手区都洋溢着欢天喜地的气氛。黑山激动得热泪盈眶，雷哥，我们成功了！这一次除了楚天之外，玩家也能获得那么多积分，其中最大的贡献者就是官方小队。这一支小队战斗力极强，所以才将404星手区的差距抹平。雷动3000道：是啊，情况开始逆转了，相信散布在其他星手区的特战小队跟我们的情况差不多。接下来我们成长将更快，当恐怖真正降临时，相信我们可以站出来捍卫龙国。是啊，整个特战小队的队员仿佛都看到了希望。而频道论坛同样非常震惊，因为404星手区的综合积分已经全频道第2了。666龙国，悠悠球顺不顺？哈哈，404的同胞们已经超过我们了，正式成为龙国的扛把子。大家鼓掌庆贺！在666星手区的牵头下，一众龙国星手区纷纷发出鼓掌表情。原本666星手区排名频道第4，是龙国在频道内排名最靠前的星手区，而404星手区仅排名第10。这一场挑战赛胜利，404星手区变成了频道第2，而666星手区排名再次提升1位，变成了频道第3，直接把原本排在他们前面的小樱和袋鼠给甩下去了。223龙国，宇宙洪荒，有我天尊大哥在，龙国必将腾飞。911龙国，东风导弹，404牛逼，404星手区上升的速度如同坐了火箭，甚至比东风导弹还快。543龙国，大头朝下，希望天尊取得更好成绩，到时候拯救我们啊！我们现在是频道倒数第1，我们的资源已经被掠夺的差不多了，想让我们自己从倒数第1的位置爬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到时候频道排名最后几名将会被抹杀。天尊大佬看在同胞的份上，到时一定要救救我们啊！
863棒子国，思密达，怎么会？可恶的龙国人竟然取胜了！283樱花国，小田菜郎，这也没什么，几场小胜而已，还能比得过我们老大1144新手区？844座滩国，一艘军舰，就是啊，漂亮国1144新手区从未遇到过敌手，就等着承受我们漂亮老大的怒火吧。222漂亮国，奥密克戎，呜呜，董王大哥救命，我们输得好惨啊！希望董王大哥为我们报仇。1144漂亮国 M1 冲锋枪，大家放心吧，董王老大正在策划一场计划，到时龙国的所有新手区将会被一网打尽。283樱花国，小田菜郎，是吗？那真是太好了。863棒子国，思密达，我们棒子国愿意永远做漂亮国的一条狗。我们也是，我们也是。楚天看着频道内的发言，眉头微微皱起，要将龙国所有新手区一网打尽。这让楚天想到了多个新手区之间的群体战。如果说让他以一己之力支撑404新手区，他还能做到；让他支撑所有龙国新手区，以目前他的实力就有些难了。毕竟频道内的龙国新手区总计18个，虽然有些排名靠前，但还有诸如543这种排名倒数第一的，靠他一己之力拖住全部的龙国新手区几乎是不可能的。看来对方正在收集挑战牌，一旦让他们收集到18枚，龙国的18个新手区必然同时被拉入。看来要提前做一点准备了。在竞技开始前，楚天的阴气值是270万，竞技期间获得200万，之后个人冠军奖励了20万，积分奖励9万。目前他的总阴气已经499万了，距离晋升也仅仅有1万。而他现在手中的鬼核已经不少，足足蕴含100万阴气。他随便吸收了几枚鬼核，让自己升级。公告：玩家天尊晋升8级遇鬼者。公告：玩家天尊首个晋级8级，奖励100万点阴气，奖励终极疗伤药剂，奖励终极体力药剂，奖励终极力量药剂，奖励终极敏捷药剂。众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没想到就传来天尊晋升8级的消息，这让大家大为震惊。天尊竟然晋升8级了！哈哈，老大的实力越来越强了，看来咱们是永远追不上天尊了。天尊永远是我们仰望的存在。这样的情况，谁还敢对我们继续发起挑战？众人的情绪都非常乐观。楚天查看自己晋升8级后的情况，发现自己升级后的力量、体力、敏捷、感知4维属性已经全部超过2500点，而清绝的4维属性则是超过了5000点，而晋升9级则需要恐怖的2500万阴气值。第88章黑风一坛米酒。这时精灵人长老亚索用灵符向楚天发来通话申请，这一张通讯符是楚天离开前给他的。楚天和清绝的神情有点紧张，难道说他们有危险了？楚天接通了通讯符，怎么，有鬼怪找你们麻烦吗？通讯符的另一边传来亚索的声音，没有大人，我们一直待在您所设定的安全区域，我们一直都很安全。楚天道，那有什么问题？亚索道，我们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您击杀多少吸血仆人，就会有多少黑风，从地面卷来同等数量的精灵人，将其变为新的吸血仆人。什么？楚天和清绝都很震惊，那岂不是说之前的猎杀反而害了一大批人？亚索道，还请大人不要继续猎杀这些鬼怪了。我有一个猜想，问题一定出在那个祭坛，如果祭坛不捣毁，黑风就会不间断地将我们的族人卷到地下，变成新的吸血鬼。面对亚索的猜想，楚天和清绝都纷纷点头，觉得非常有道理。八鬼抬轿，楚天唤出了他的八鬼抬轿，就准备赶回精灵人们所在的地方。楚天和清绝上了八鬼抬轿，八鬼抬轿在空中急速行驶。楚天和清绝在窗边向外望去，果然在刚才他们杀了大量鬼怪的地方，看到再次新生的吸血仆人。这些新生的吸血仆人面孔是吸血鬼和精灵人的综合体，显然这些正是被黑风刚刚卷到地下变成吸血鬼的精灵人。清绝道，主人，我们是先去捣毁祭坛，还是先营救变成吸血鬼的精灵人？楚天道，还是先捣毁祭坛吧，反正我们已经集齐了2枚印记，已经有去到祭坛的资格，让我们接到精灵人后就一同去往祭坛。至于这些刚被黑风卷到地下的精灵人，他们变异时间并不久，等我们捣毁祭坛之后再解救他们也不迟。楚天的圣杯可以将转化不久的精灵人变回原样，所以他是可以拯救这些变成鬼怪的精灵人的。不过只要有祭坛在，就难免再次出现变故，所以他决定还是先去捣毁祭坛。很快楚天和清绝就回到了亚索等人所在的地方，在他们的外围，一根上吊绳还束缚着一个吸血仆人，他正在地上打滚不已。楚天和清绝从八鬼抬轿跳下，在收了八鬼抬轿后，楚天唰的一剑将地上挣扎的吸血仆人切成2半。您击杀了一只6阶吸血仆人，获得 2.5 万阴气。与此同时，其他几根布置在精灵人周围的上吊绳
也被楚天收起。太好了，大人，又见到你了！一众精灵人少女欢欢喜喜地跑到楚天身旁，其中包括之前被救的。他看向楚天的眼神中闪着异样的光彩，这就是他崇拜的救命恩人。精灵人长老亚索也面带微笑地走来，不知两位大人这一路上是否有见到阿卡利亚公主？没有。楚天摇了摇头。是这样吗？没有精灵人公主的消息，一众精灵人露出萧瑟表情。楚天道：我已经得到了2枚印记，让我们一同去鬼怪祭坛吧。或许阿卡丽奈亚在那里也说不定，毕竟那里是地下城的核心。好吧。一众精灵人脸上再次升起希望的表情，他们相信这2位大人一定会帮他们找到公主的。众人同时上了楚天的八鬼抬轿，精灵人们看得一阵新奇。好大的轿子啊，这法宝好厉害，竟然可以在天上飞。大人果然是大人，就是与众不同。而且大人的房间真的好豪华啊，我们精灵王都没覆灭前的宫殿应该也不过如此吧。小姑娘们东看西看，觉得什么都很好奇。这2室1厅的房间在他们眼中就如同皇宫。楚天则是一阵尴尬，八鬼抬轿是非常厉害的法宝没错，但2室1厅又怎么跟皇宫相比？是这些精灵人在荒野末世生存久了，没见过世面而已。这时精灵人少女们的肚子开始咕咕叫，原来他们进入地下城已经很久了。这些人可不像楚天有吃1吨天赋，吃一次饭可以挺1个月。他们纷纷拿出自己携带的干粮，准备进食。楚天看向青爵，要吃东西吗？青爵虽然实力超群，并不需要像正常人那样经常补充饮食，但他同样没有吞1吨的能力，估计也早都饿了。青爵可可爱爱的点了点头，眼睛则是目不转睛的看着精灵少女们拿出的虫子干、老鼠干等等。楚天一咧嘴，虫子老鼠有什么好吃的呀？他们是没办法才吃那些。算了，这些精灵人都占我老婆光了。楚天道：快把你们的虫子跟老鼠收起来吧，别在我老婆面前晃来晃去的。众精灵人先是一愣，而后都胆怯自觉地将食物收了起来。对不起，我们不该当着2位大人的面吃东西。楚天道：我并不是说你们吃东西，我是在说你们吃的太差了，而且这些东西还吸引了我老婆的注意，我可不想让她吃老鼠干和虫子干。对不起，大人，老鼠干和虫子干是我们最好的食物，如果不是出任务，我们还吃不到呢。一众精灵人少女自卑地低下了头。这时楚天直接拿出一根很大的烤狼腿，丢到桌子上，吃这个吧。烤狼腿散发金黄色光泽以及诱人的气息，一众精灵人的口水顿时就下来了。真的可以吗？一众精灵人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楚天。当然。摊了摊手，楚天无所谓地说：太好了。一众精灵人少女同时冲了过去，开始将那根烤狼腿给分了。你们！精灵人长老亚索脸色有些难看，因为这些少女们的吃相也太难看了吧。慢点吃，还多的是呢。楚天又在线兑换了几只烤狼腿放到桌子上，而后便拿出一些精致的食物和青爵单独来到一旁享用。谢谢大人。精灵少女们满嘴流油，这是他们出生以来吃的最好的一顿了。而楚天和青爵一边品尝美食的同时，他还抱着一坛米酒，这正是楚天在酒鬼那儿提炼的天赋一坛米酒。自从获得这个天赋之后，他还没有使用过，这次特地使用一下。闻着坛中的酒香，楚天拿勺子尝了一下，酒味很淡，有一点甜甜的，和地球上的糯米酒差不多，应该只有2-3度。米酒入口之后，进入四肢百骸，梳理着每一寸经络，这米酒有疗伤效果。米酒坛子下面还有大量的糯米，飘在上面的米酒可以解渴，底下用来发酵的糯米可以解饿，又有疗伤效果。这一坛米酒天赋太强了。要知道，等恐怖世界正式降临后，地球母亲的保护没有了，遇鬼者无法在线交易物品，到那时在荒野猎杀，想要随时吃到那么好的东西就难了。有了一坛米酒天赋，显然能让野外续航能力更长。第89章古堡，美女入怀。八鬼抬轿飞过一大片枯木丛林，这时一座散发诡异气息的古堡显露真容。古堡气势恢宏，在月光的映照下尽是古老沧桑气息。古堡周围有很多编队巡逻的鬼怪，这还是楚天重生之后首次看到有组织行事的鬼怪。楚天将八鬼抬轿降到古堡外围丛林，众人静静观察着前方的一举一动。竟然这么多吸血仆人，还有吸血男爵。精灵人少女小队长米兰惊讶，她的声音很小，生怕惊扰古堡巡逻的卫兵。古堡周围每10级、20级鬼怪一个巡逻小队，而巡逻小队队长清一色是吸血男爵。6阶鬼怪当队员，7阶鬼怪当队长，这样豪华的配置自然是精灵人闻所未闻。然而这一切在楚天和青爵女皇眼中却稀松平常。青爵是因为实力超群，没把这一切放在眼中。楚天则是因为这些前生他常常见6阶巅峰鬼怪就有一些智能，有语言能力了，
更不要说7阶鬼怪了。所以说6阶巅峰和7阶以上鬼怪出现组织形态也很正常。清觉指着古堡之前的空地说：“主人，那块空地好奇怪啊。”楚天道：“那就是祭坛，是普通鬼怪向鬼怪领主祈求赐予力量的地方。这样的祭坛，前生楚天见得多了，上面镌刻的符文他一眼就能认出来。”然而清觉却摇了摇头道：“我不是说这些主人，我是说这个祭坛的样式有点像我当年祭祀的场景。你看祭坛周围的上百根柱子，那应该就是将人捆绑上去的柱子，是这样吗？”楚天有些诧异，要知道清觉的诞生也是源自祭祀。在恐怖世界吞噬水域世界时，身为水域之主的他，通过子民自愿献祭，成为不死不灭。难道这处祭坛也是如此吗？这时楚天才注意到祭坛周围的柱子，每一根柱子上都有明显的血槽，与祭坛上的符文相连。想来这就是一种特别的献祭方式了。楚天顿时陷入沉思，这是前生没有发生过的现象。祭坛都是在鬼怪领主意志下所建立的，规模虽然有大小，但形制都差不多。这处古堡祭坛的鬼怪祭司显然靠自己的力量自行改建了祭坛。虽然7级以上鬼怪就已经有智能，但这个等级的鬼怪拥有改造祭坛的智慧却很奇怪了。这是怎么回事啊？算了，不要想了，我们进入古堡看一看吧。楚天摇了摇头，既然想不明白所以然，还不如进入古堡查看呢。好的，主人。清觉说道。精灵人长老亚索道：“可是大人，您看这守卫这么森严，我们要怎么进入啊？”精灵人队长米兰道：“就是啊，大人，这么多强大的鬼怪，我们怎么可能进去呢？”楚天道：“那当然是大摇大摆的走进去了。”大摇大摆的走进去？精灵人们一脸迷茫。楚天也不解释，只是微微一笑，而后便从空间内取出一件道具——隐身斗篷。这是他从桃花伞人那得到的法宝，不仅有隐身功效那么简单，甚至还能遮掩自身气息。只不过隐身斗篷面积有限，想要将楚天和清觉以及7名精灵人少女和1名精灵人老者共同遮掩是不可能的。楚天道：“我这一件隐身斗篷可以同时遮掩4人，你们选出2个跟我一起进去吧。”精灵人的公主很可能在这座古堡，楚天必须带2名精灵人进去辨认。精灵人少女们都将目光投向亚索，亚索看了看楚天手中的斗篷，立马心中便有了计较。他指点了2名最漂亮的精灵人少女，让其陪同楚天一同前往。人老成精，在亚索看来，那博大的斗篷想要遮掩4人，每个人之间的距离将会很近。他巴不得自己族群的小姑娘能够多多亲近这位大人呢。被选中的是精灵小队长米兰，以及之前楚天用圣杯救回的莉莉亚。2人的身材，2人的相貌都是一众精灵人少女中最优秀的，2人也都同样的无比崇拜楚天。那我们就出发吧。楚天将隐身斗篷披在自己、清觉2名精灵人少女身上，他们的身影顿时在枯木丛林消失，仿佛那里本就没有他们一样。而精灵人长老亚索则是露出狡黠的笑容，他终于将2名少女送到那位大人身边了。隐身斗篷内，楚天右手揽着清觉的腰肢，身体左侧则是2名精灵人少女。为了确保斗篷遮盖所有人的身躯，4人的距离都很近，他们的身体都是紧紧贴在一起的，可以感受到彼此温暖的体温。楚天可以感受到3名女子软软的娇躯。清觉还好，毕竟他与楚天的亲密度已经达到老婆程度，被楚天揽着腰，自然也没什么。然而2名精灵人少女虽然没有被楚天揽着，然而这样近的距离，甚至彼此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让他们感觉面颊发热的不行。他们哪里跟男子这么亲近过啊？更何况是这么英武帅气的男子。楚天本来形象就非常好，再加上天赋异性吸引的加持，米兰和莉莉亚早就沦陷了。现在的他们也好想投入到楚天的怀抱啊。这时莉莉亚终于按捺不住，小心的开口：“大人，要不然你也抱着我们呢？这样能确保我们更好的隐藏在斗篷内。”米兰也跟着道：“是啊，万一我们不小心脱离队伍，从斗篷跑出去就糟糕了。我们自身有危险倒没什么，只是怕拖累2位大人呢。”可楚天尴尬的轻咳了一声，将目光移向清觉。哼！清觉冷哼一声，清冷的面孔转到一旁，表示你随意就好。他本来就不在乎楚天纳妾，毕竟这种事情在末世很常见。在末世，一个强大的御鬼者拥有多名伴侣，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反而是那些只拥有1名伴侣御鬼者很奇葩。如果一名强大的御鬼者仅有1名伴侣，那么他的那名伴侣也会感觉到很丢脸的，因为在末世，拥有多名出色伴侣是男人优秀的表现。如果自家老公仅有1个女人，就会让那女子在别人面前也抬不起头的。所以清觉并不在意楚天拥有其他女人，他只是希望楚天一直把他当作正宫，其他的他并不十分在意。那好，为了更好的隐身，我也只能勉为其难抱着他们了。楚天大义凛然的，为了顾全大局的，
也将米兰和莉莉娅抱入怀里。这可真是左拥右抱，暖意温香入怀了。哈，太爽了！楚天突然觉得，似乎男人的那点小心思都得到了满足。第90章，紧身潜入重茧。几人相拥着，在隐身斗篷的遮蔽下艰难前行。很快便遇到了第一队吸血鬼巡逻小队。楚天和青爵面色平常，米兰和莉莉娅都屏住了呼吸，生怕那些吸血鬼发现他们。然而，直到他们从这对吸血鬼身旁缓缓走过，这对吸血鬼也没有发现他们。他们真的就仿佛空气一般。呼！米兰和莉莉娅长长呼出一口气，总算度过了第一关。原来待在隐身斗篷下，真的不会被发现啊！这时，他们在看向楚天的侧脸，感觉这位大人越来越帅了。刚才虽然被抱着，但他们的身体一直很僵硬。这一刻，二人果断地安心将自己全部投入楚天怀里。他们很喜欢这样宽大而又温暖的怀抱，像是待在这里就绝对安全一般。就这样，楚天带着青爵以及2名精灵人少女，不知越过了多少巡逻的鬼怪，他们已经来到古堡边上。望着面前的墙壁，米兰道：“大人，我们要怎么进去呢？”莉莉娅道：“是啊，大人，我们总不能穿墙过去吧？”莉莉娅的话还没说完，楚天就带着他们还有青爵一同穿墙进入古堡。米兰和莉莉娅一脸懵逼，这位大人果然是无所不能啊！这里是一间厨房，鬼怪们正在精心烹饪食物，与外面巡逻的都是6阶、7阶鬼怪不同，这里多数都是3、4阶鬼怪，就只有主厨是7阶鬼怪。他们清一色的都是吸血鬼种族，看来这一处祭坛的守护种族就是吸血鬼种。为首的吸血鬼大声吆喝着：“你们这些麻瓜还不快点！再过1个小时，祭祀就开始了。”届时，散布在各处的大鬼们都会来这里参加祭祀，寻求从领主大人那里获得力量。我们一定要事先准备好这次盛会的宴席，万一出了纰漏，你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祭坛开启时，很多鬼怪都会来祭坛晋升，从鬼怪主厨口中可以确定这一次的祭祀马上就要开始了。青爵道：“主人是要大杀四方吗？还是等祭祀开始时，把所有来参加祭祀的鬼怪连锅端了？”楚天在青爵额头敲了一个暴力，道：“我们有找到阿卡丽娜吗？还不到大杀四方的时候。”应了一声。青爵揉了揉被敲的额头，感觉有点委屈。米兰道：“可是大人，这座古堡这么大，我们要去哪里找阿卡丽娜公主呢？”莉莉娅：“就是啊，总不能向鬼怪问路吧？我们隐藏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向他们询问？我们先寻找一个空房间再说。”楚天带着3名美女穿墙离开厨房，在经过了几个房间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无人的储物间。他也顺势将隐身斗篷去掉。这时他取出了前途无量，而后将10枚铜钱抛出，阿卡丽娜在前方。叮叮当当，10个全是凶，代表阿卡丽娜不在前方，阿卡丽娜在后方。叮叮当当，10个仍然全是凶，证明阿卡丽娜也不在后方。之后，楚天用同样的方法又占卜了左右，同样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他又对4个角落进行占卜，同样没有。众人都迷茫了，难道说阿卡丽娜根本就不在这座古堡？青爵撅着小嘴道：“8个方向都没有呢。”而楚天却凝眉思索片刻，他看了看天花板，又看了看地面，顿时豁然开朗。这古堡可不是单层建筑，谁能保证它不在上面或者下面？楚天再次抛出前途无量，阿卡丽娜在上面。叮叮当当，又是10个凶，阿卡丽娜同样不在上面，那就只剩下下面了。阿卡丽娜在下面。叮叮当当，这一次前途无量有了变化，10枚铜钱中有8枚显示是前途无量。看到这样的结果，众人顿时瞳孔一缩，2名精灵人少女则是露出欣喜神色。米兰道：“果然是在下面。”莉莉娅道：“没想到公主真的在这里，多亏2位大人了呢。”走吧。楚天说了一句，拿起隐身斗篷，几名美女很自觉地向他靠拢，还一同揽住他的腰。竟然都会主动送上门了。再次将隐身斗篷覆盖几人，他们的身影在这个房间内消失。之后，楚天使用穿墙术，连续穿越了数层地板，就如同下降的电梯。这时，他们来到一处地下空间。滴答滴答，地下空间阴冷而又潮湿，时不时的有水滴从上方岩壁滴落，空气中散发着腐臭而又略带血腥的气息。这处地下空间很大，更像是一处地下溶洞，有很多石柱和石块存在。大人，你快看！隐身斗篷下，莉莉娅惊呼。众人同时向前方看去，只见溶洞内的上方倒挂着一个个巨大蚕茧，蚕茧内的身影不是蚕，而是一个个精灵人。米兰，竟然是艾米丽、莉莉娅，还有洛凡、爱丽丝，他们失踪好久了，没想到会在这里。米兰，除了我们王都的精灵人部族，还有其他的精灵人，也不知是哪个部族的。因为地下溶洞内没有鬼怪看守，楚天就随手去掉了隐身斗篷。他和青爵女皇也同时望着头上，望着一个个倒悬的巨大虫茧。青爵道：“
主人，似乎这些就是接下来祭祀时所用的材料。楚天眼前再次浮现起古堡外祭坛周围的石柱，联想到了这些精灵人少女即将被绑到上面的场景。楚天道：数一下这些重茧的数量，看是不是108个。外面祭坛上的石柱刚好108个，如果这里被俘的精灵人刚好是这个数量，就说明这些精灵人即将全部被充当祭品。好的，众人开始分区查看，没一会便回到原位进行数量汇总。29个，25个，27个，27个。几人将数量进行汇总，果然刚好是108个，代表这里被俘的精灵人少女即将全部被拉去祭祀。莉莉娅愤怒：可恶的鬼怪，竟然拿我们的族人祭祀！米兰道：我们还是把他们救下来吧。众人就要营救被俘的精灵人少女，这时米兰突然对着一个重茧惊喜道：是阿卡丽娜公主，找到阿卡丽娜公主了。楚天走到那个重茧面前，里面是一名美丽的精灵人少女，她全身赤裸，眯着双眼，就像睡着一般。米兰和莉莉娅急忙上前，就要将阿卡丽娜从蚕茧中救出。然而他们的手刚刚触碰到重茧上的一根丝网，那丝网上就有一道光芒顺着丝线传走，顺着岩洞上方密集的丝网冲向一个石门。那石门应该就是这处地牢的门户。不好！楚天赶紧将隐身斗篷再次披到几人身上。看来只要有人触碰这些重茧，就会有信息传递给外面的守卫。咯吱，片刻之后，地下溶洞的石门打开。有精灵人要逃跑了吗？可恶，是哪一个？一对吸血鬼气冲入了地下溶洞，就要将来犯者揪出来。第91章血魔祭祀开始。一个吸血男爵带着10几名吸血仆人在地下溶洞走来走去，半天时间他们也没有发现闯入者，最后查看了悬挂在溶洞上方的重茧完好无损，便全部离开了地下溶洞。呼！众人松了口气，解除了隐身状态。2名精灵人少女看向楚天，似乎不知道现在的状况该如何是好，而楚天则是看向青爵。青爵道：硬杀出去倒不是不行，只是这里的精灵人太多，想要一并就出去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束缚精灵人的蚕茧随时都可能要他们的性命，只要我们去割断这些蚕茧，不仅会立马吸引来鬼怪喽啰，没准还会触发重茧，让其直接夺了精灵人们的性命。那该怎么办啊？米兰和莉莉娅忧心忡忡，虽然可以仅拯救他们的公主阿卡丽娜，但这么多精灵人在这里丢掉性命，显然不是他们所愿。楚天道：看来就只有等血祭时一起动手了。等血祭开始，这些蚕茧中的精灵人自然会被放出，那么我们就不怕他们被一次性击杀了。青爵点了点头，看来也只能这样了。于是乎，楚天带着众人离开此地，临走之前，米兰和莉莉娅还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他们的公主。很快，楚天就带着众人回到了丛林，见到了焦急等待的亚索等人。亚索急忙问道：大人，怎么样？有找到阿卡丽娜公主吗？不仅找到了，另外里面还有你们的上百名族人。楚天微微点了点头。太好了！精灵人们压低声音欢呼，看来他们不虚此行。米兰道：只可惜公主和族人们都被重茧束缚着，只要试图营救他们，就会爆发预警，我们根本无法救他们出来。那怎么办啊？精灵人们一阵慌张。楚天道：不急，等稍后他们的祭祀开始时，自然会去掉包裹所有精灵人身上的重茧，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出手了。楚天带着青爵还有众人悄悄地远退而去。他们找了一块地方将精灵人们安顿好，而后楚天打开自己的后台，查看上面挂了多少具鬼怪尸体。这一次对战整个古堡，他要提前做一点准备。为了减小厮杀难度，他准备全力施展一次自己的 S 级技能鬼画符，所以要提前吸收一点阴气。待交易，1阶鬼怪22万，2阶鬼怪4万，3阶鬼怪2万，4阶鬼怪1万，5阶鬼怪3000，6阶鬼怪600。这一次积攒的鬼怪尸体数量不少，楚天直接点击交易，而后一座堆积如山的尸堆便出现在楚天的面前。提炼，璀璨光芒从楚天的手中射出，覆盖了堆积如山的鬼怪尸体。因为鬼怪尸体太多，所以在鬼怪尸体化为清水的一刻，竟有如同洪水瀑布倾泻。片刻后，那堆积如山的鬼怪尸体便全都不见了。之后便是数不清的鬼核同时出现在他的面前。恭喜您获得小气鬼的天赋抠门，只要向目标施展抠门，便会让其霉运当头。至此，5阶和6阶鬼怪的全部天赋，楚天已经全部掌握了。楚天对着面前的鬼核虚手一抓，那面前的海量鬼核同一时间破碎。随着大量的鬼怪尸体被提炼，海量的阴气向楚天汇聚，如同滚滚乌云，化作黑色漩涡，从楚天的顶门灌注而入。啊！舒服的轻哼一声，楚天只感觉体内的力量翻江倒海般的狂涨，滋润洗刷着他的经络百骸。恭喜您获得了530万点阴气。不错，楚天对于这一切很满意，
刚好够他施展一次本段位全力鬼画符。本段位鬼画符可以镇压同等阶位以下的一切鬼怪。楚天让亚索等人待在原地不动，自己则是和清绝大摇大摆地向古堡走去。这次他们可没用斗篷遮掩。楚天之前在无面鬼那儿获得天赋变身，他用变身天赋给自己和清绝易容。此刻他们已经变成了2只吸血鬼的模样。很快，楚天和清绝就碰到了第一队巡逻的鬼兵。一个吸血男爵队长拦住他们的去路，道：“你们的祭祀印记呢？”所有吸血仆人都不友善地看着他们。楚天和清绝很快出示了自己的印记。过去吧，过去吧。见到印记无误，吸血男爵摆了摆手，自己则是带队继续巡逻。楚天和清绝大摇大摆地来到祭坛一侧的休息区坐下。一些吸血仆人很快将点心摆上，楚天和清绝一边吃着点心，一边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很快，不同的方向陆陆续续有其他鬼怪到来，幽灵、山鬼、饿死鬼、僵尸、狗头鬼、无面鬼等诸多鬼怪。他们清一色的7阶鬼怪，少数6阶巅峰和7阶巅峰。这些鬼怪实力都很强，算是大鬼级别的存在了。而在这里进行祭祀晋级之后，他们的实力将会更加强劲。虽然有很多鬼怪到来，但大家并没有往来，而是各自都单独坐在一张桌子，看似非常轻松坦然，实则都时刻警觉着周围的一切。时间1分1秒的过去，休息区已经聚集了80多只鬼怪。看来这次前来晋级的鬼怪已经全部到齐了。这时，在数名吸血男爵的簇拥下，一只血魔出现在大众面前。血魔身材高大魁梧，然而他却没有皮肤，只有肌肉，就如同一个行走的人体肌肉模型。甚至他的身上时刻都有鲜血渗出，他走过之处的地面更是留下一趟血红脚印。呼！血魔打了个鼻响，一股阴森的气流从他鼻孔喷出，顿时全场都弥漫着腐臭的气息。血魔开口道：“欢迎大家的到来，你们都是我主选中的强大存在。我们即将吞噬一个叫地球的新世界，那里的人口超过80亿，而且还有各种动物植物。只是那可恶的地球竟然将好多人类事先投射到我们这里，这些该死的蟑螂蚂蚁，我们一定要将它们消灭。你们都是我主精选出来的强者，就去尽情的努力吞噬更多地球人类吧，那样你们才会变得更强。你们变得更强，我主才会变得更强。”吼！众多鬼怪们听着血魔的发言，纷纷振臂，发出兴奋的嘶吼。楚天和清绝同样滥竽充数的跟着欢呼。第92章，杀杀杀，8阶首杀。这时，血魔挥了挥手，便有大批的精灵人少女被带了上来。每一个精灵人少女脸上的表情都非常呆滞，一看就是中了某种毒素。108个少女被依次绑在108根石柱上，而被绑在最中央最高最大的那根石柱上的，正是精灵公主阿卡丽娜。她的样子极美，但同样神情呆滞。所有精灵人少女绑定之后，血魔道：“下面祭祀正式开始，就请大家站到祭坛上吧。”吼！鬼怪们一阵欢呼，而后通通站到了祭坛之上。血魔跪在地上，仰天长啸：“我主啊，请赐下你的力量吧！我主啊，请赐下你的力量吧！”众鬼怪学着血魔的样子，也跪到地上向天空祈求。这里面就唯有楚天和清绝没有跪下，他们不仅没跪，反而退跃远离祭坛。众鬼怪们都沉浸在即将获取力量的喜悦中，唯有血魔诧异地看着飞跃离开祭坛的2个吸血鬼。那2个吸血鬼竟然变成了人类的模样，一男一女，男的潇洒帅气，女的美丽动人。突如其来的异变让祭坛上的众多鬼怪也慌乱了，同时诧异地看向楚天和清绝。楚天取出法宝冥神笔，在一块木板上急速写下鬼画符，呆着。500万点阴气被抽走之后，鬼画符上闪出一道金光，代表这一道鬼画符完成。去！楚天将鬼画符丢到祭坛中央，鬼画符如同一道绚丽的烟花爆炸。祭坛之内的所有鬼怪仿佛被施了定身法，同一时间不能动弹了。甚至有几个力量型的鬼怪试图强行冲破这种禁制，然而平时力大无比的他们，无论如何发力也动弹不得分毫，反而是他们的面孔被憋得铁青。非常顺利，即便是楚天和清绝再强，同时对战80只7阶鬼怪，外加数不清的吸血仆人也是不可能的。唯有先将这些来参加祭祀的鬼怪全都定住。可恶的人类，杀了他们！血魔一声怒吼，便有10几个吸血男爵和200-300只吸血仆人向楚天、清绝蜂拥而去。楚天和清绝在同一时间服下中阶敏捷药剂、中阶力量药剂、中阶体力药剂、中阶恢复药剂。他们本就强悍的体魄顿时变得更加强悍。200-300只吸血仆人又如何？10几个吸血男爵又如何？他们现在可是8级御鬼者了，而且还是常人难以想象的8级。就算是血魔亲自出手，他们也不惧，何况一群6阶小怪。那些吸血男爵倒是都有7阶，
不过也仅仅有10几只。鬼怪的大多数战力都被鬼画符定在了祭坛上。楚天手持白银斩鬼剑，身影如同神魔，迅如闪电，冲入了鬼怪群中。随着一道道银光闪过，鬼怪残肢纷飞，无数鬼怪死在他的剑下。您杀死了3只6阶吸血仆人，获得 7.5 万点阴气。您杀死了4只6阶吸血仆人，获得10万点阴气。那边清绝女皇如同杀神下山，如同猛虎入羊群。她每打一拳，手上都会爆发狂风暴雨，而后数只鬼怪便会被震得粉碎。他向大地挥出一拳，大地都会被他打得皲裂残破不堪的同时，形成一个又一个坑洞。血色玫瑰，风姿飒爽。您的鬼灵击杀了5只吸血仆人，获得 12.5 万阴气。您的鬼灵击杀了2只吸血男爵，获得20万点阴气。恭喜您爆出一个黄金宝箱。血染苍穹，楚天和清绝如同远古神魔，在鬼怪群中留下斑斑血迹，甚至爆出的黄金宝箱都没有时间去捡。祭坛中的众大鬼惊呆了，血魔也惊呆了。这什么情况啊？这2个家伙还是人吗？以一己之力冲杀上百个吸血仆人。虽然吸血仆人仅有6阶，但那也不是普通鬼怪可比啊。更何况吸血仆人队伍中还掺杂着10几个吸血男爵。这么多鬼怪同时出手，竟然被这恐怖的一男一女如同收割机一般收割。漆黑的血液粘稠而又刺鼻，将整个大地染黑。祭坛中的众大鬼愤怒不已，他们虽然见识到了2个人类的实力，但在他们想来，如果不是他们被困住了，又怎会让这一男一女如此嚣张？再怎么说，他们也全是7阶以上鬼怪，甚至好几个都逼近8阶了。他们承认自己一个或许奈何不了这恐怖的一男一女，然而一起出手就不一样了。80个7阶鬼怪又怎是寻常存在？6阶的吸血仆人还是太弱了，才能让这一男一女大杀四方。您杀死了10只吸血仆人，获得25万点阴气。您的鬼灵杀死了2只吸血男爵，获得20万点阴气。200余名吸血仆人已经被杀得差不多了，10几个吸血男爵也纷纷毙命。可恶啊！血魔一声怒吼，周身血气爆发，黑色的血色雾气弥漫全场，大地都跟着不断抖动。这就是8阶鬼怪，气势果然恐怖如斯。然而谁又不是8阶呢？楚天和清绝同时散开身上威压，8级御鬼者的气势在场上激荡。这气势一点都不弱于血魔，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距离楚天和清绝较劲的几只吸血仆人顿时被那散开的强大气势压碎，变成一片血雾。其他的吸血仆人以及吸血男爵也都战战兢兢的不敢向前。怎么会这样？血魔一阵震惊，难以置信的看着面前的一男一女，这2人身上所散发的战斗气息竟然还要超过他，他们竟然全是8级。众多被困住的大鬼们全都震惊不已，他们没想到这2人竟有如此实力。此刻所有大鬼都感觉一股毛骨悚然。更可怕的是，他们现在不能动，如果这恐怖的一男一女向他们冲来，他们将没有丝毫还手之力。踏着凌厉的步伐，楚天和清绝缓步向前，他们的衣袂秀发无风自飘，身上激荡的强大气势直接将所过之处的沙石吹开。恐怖杀神，恐怖如斯！嗷吼！我跟你们拼了！血魔化作一个血雾鬼脸，如同血色江河昂起头颅，而后重重地向楚天清绝砸下。楚天清绝站定原地不动，那世外高人的气息仿佛让人觉得他们正在闲庭信步，漫步在花园之中，完全没有将血魔放在眼里。2人同时抬起一根手指，同时指向天空砸下的血色瀑布。轰！2人的手指内同时爆发狂暴气息，那砸下的血色苍龙直接被他们打散。血魔的身躯刚才还犹如乌云压顶，此刻便光风霁月，点点黑雨降下，血魔已经变成了血雨。楚天随手从空间内取出一把雨伞，挡在自己和清绝头上，任凭那污血滴落。公告：玩家天尊击杀了1只8阶血魔，获得50万点阴气，首杀奖励50万阴气，奖励黄金斩鬼剑1柄。第93章异变，真正的大祭司。楚天晋升的消息在整个新手区响起，让得众人皆是一惊。不过天尊能击杀8阶鬼怪，在他们看来这很正常，毕竟天尊和他的鬼灵都已经8级了，怎么可能无法击杀8阶鬼怪？要知道2者可都是可以越级挑战的存在啊。而楚天也是欢欢喜喜的换上了新奖励的黄金斩鬼剑。看着血魔被击杀，众大鬼怪们目瞪口呆。不是吧，这也太恐怖了吧，他们还是人类吗？8阶鬼怪就这样轻易被抹杀，也难怪这些大鬼们会震惊。在他们想来，同为8阶实力，就算楚天和清绝能取胜，也应该费上一份周折。然而并没有，一切都是那么的稀松平常。主人，这只8阶鬼怪好弱的。偏着小脑袋瓜，美丽的小脸蛋上满是困惑。清绝似在想什么。虽然同为8阶实力，但普通的8阶又怎能跟你我相比？
这很正常。楚天淡淡说道。清绝皱着眉眸道：不是这样的主人，普通的八阶鬼怪，面对同样为八阶的我们，自然不堪一击。但这只血魔不同，他可是这个祭坛的大祭司啊，大祭司会这么弱的吗？被清绝这样一提醒，楚天心中隐隐有一种不妙的感觉。虽然守护这个祭坛的血魔是八阶鬼怪，但因为是祭坛之主，所以可以临时从鬼怪领主那获得更多力量。八阶鬼怪正常应该有9阶鬼怪甚至更高的实力，怎么可能被楚天和清绝抬出一根手指直接灭杀呢？啊！这时异变突生，祭坛内被困着的80只大鬼同时发出一声惨叫。原来他们的身躯已经化作一滩血水，而后被祭坛吸收了。咯咯咯！诡异的笑声从一根石柱传来，那根石柱上正是被束缚的精灵人公主阿卡丽娜。阿卡丽娜脸上露出不似人的诡异笑容。欢迎来到我的祭坛，阿卡丽娜说道。原来之前的血魔并不是这座祭坛的大祭司，精灵人公主阿卡丽娜才是这座祭坛的大祭司。一直躲在暗处的精灵人们看得目瞪口呆，他们一心要营救的公主，他们的阿卡丽娜公主竟然黑化了。虽然他们难以置信，但眼前的一切都表明，阿卡丽娜已经彻底将灵魂出卖给了恐怖世界，成为了恐怖世界的爪牙。恐怕那些平时被黑风刮入地下的精灵人们，也是阿卡丽娜所做。啊！被绑在石柱上，正要接受祭祀的精灵人祭品一阵惨叫。除了阿卡丽娜之外的107根石柱上，由藤蔓构成的绳索同时收紧，如同一根根钢丝一般勒入精灵们的躯体。每一个精灵人都被勒成了几节，鲜血沿着藤蔓流下，而后沿着藤蔓流入阿卡丽娜体内。就只是一息之间，那些精灵人少女就全被吸成了干尸，而祭坛上大鬼们化成的血水也同样顺着地上的符文镌刻流向阿卡丽娜所在的石柱，最后通过石柱上的符文流入她的体内。好鲜美的血液啊！舔了舔嘴唇，身材矮小的阿卡丽娜口中生出短小的獠牙，指甲也跟着变长，她的背后还长着黑色魔翼，还有一根黑色尾巴。鬼怪、血魔、鬼怪祭坛大祭司，等级9阶，天赋空血之躯，战力评估11星巅峰。阿卡丽娜的等级竟然是9阶，更主要的是她有着11星战力，果然和之前楚天清绝想的一样，一个祭坛的祭司怎么可能那么弱？原来之前他们击杀的血魔只是弱化版的，这个才是真正这座祭坛的主宰。他不仅比楚天和清绝女皇高上一个等级，战力也同样高上不少。不过楚天和清绝的战力不能以通常而论，更何况他们可是2个打1个呀，难道还打不过吗？这时束缚阿卡丽娜的藤蔓自动松开，吸了血的藤蔓满是赤红，那是被血染红的颜色。散布在四处的藤蔓如同龙蛇游走，缓缓进入阿卡丽娜体内，显然那便是她之前散出的。清绝道：你既然背叛了你的族人，主动变成了一只鬼怪。清绝最讨厌这样的了，要知道前生就算接受血祭，他也没向恐怖世界投降。阿卡丽娜竟然投入了鬼怪怀抱，她不可能因为感染变成鬼怪，因为被感染成鬼怪的要经过好久才会恢复神智，唯有主动投靠恐怖世界的才会在被转化成鬼怪时保持神智，就如同阿卡丽娜现在的样子。身材矮小的阿卡丽娜双手掐腰，嚣张的笑道：出卖族人又算什么？我现在可是无比强大，人类的身躯跟鬼怪比简直是垃圾一坨，我以成为鬼怪为荣。清绝看向楚天：怎么办？楚天道：还能怎么办？孩子不听话了就得教训，更何况他已经蜕变成恶魔，吸干了自己上百名族人的鲜血，甚至连眼都不眨一下。清绝道：看来只有一战了。楚天和清绝眼中是要铲除邪恶的坚定信念，身上的气势渐渐散开，他们身上的衣襟毛发随着气势荡漾。哟，竟然是2个8级强者，看来只要吸收了你们，我将会变得更强。说话之间，阿卡丽娜同样散开自己威势，轰一股气浪扩散，沙石纷飞，树木摧折，甚至精灵人小队隐藏的丛林也被吹得连根拔起。精灵人小队被吹得人仰马翻，一个个口吐鲜血，他们难以置信地看着阿卡丽娜。这就是我们的公主吗？场上对峙的双方同时身形一闪，便有了双方的第一次接触。轰！双方的拳头撞到一起，都将彼此震退了数丈。彼此对这样的结果都很意外，显然都没想到对方会这么强悍。阿卡丽娜笑着道：不错嘛，竟然可以接下我一招。不过这倒让我很是期待，期待吞噬了你们的血肉之后，我将变得更强。楚天和清绝对望一眼，也都知道这一次他们碰到的对手远不是其他那些孱弱的对手，必须全力以赴。这时楚天竖起剑指，他映照在地上的影子开始滑动，人影很快来到阿卡丽娜身边，而后变成10几个影刺，直接刺向阿卡丽娜。这正是楚天的天赋控影术，是从夜鬼那获得的天赋。第94章，他是打不死的小强吗？
阿卡丽娜本来就身形矮小，此刻使出极限速度闪避，不停地逃逸着影刺的攻击。一个个黑色影刺如同黑色藤蔓从地下钻出，而后又扎向阿卡丽娜。然而可惜的是，这些影刺都刺在了她身后的地面上。也看看我的藤蔓吧！夺命奔逃的同时，阿卡丽娜随手一挥，之前收入她体内的血色藤蔓再次出现，数十根血色藤蔓散发诡异血气，一同向楚天喷涌吞噬。清绝身子一闪，挡在了楚天面前。就在那海量血色藤蔓临近之时，他屈身一拳，猛然打向地面。轰！大地崩裂，土块漂浮，清绝的身下被打出一个数丈大坑。然而那些来袭的血色藤蔓却没有像清绝之前对付过的那些鬼怪支离破碎。看来阿卡丽娜的实力绝非等闲。不过虽然清绝的一拳没有震碎那些血色藤蔓，但那些藤蔓仍然被震得鲜血淋漓，流血不止。啊！血色藤蔓仿佛是阿卡丽娜身体的一部分，在同伴受伤的一刻，她也跟着痛叫一声，她的身体也跟着迟钝了一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楚天已经操控他的影子到来，一根影刺直接贯穿阿卡丽娜的胸部。噗嗤！影刺从阿卡丽娜的前胸透出，滴滴血液从影刺尖端滴下。啊！阿卡丽娜脸上表情痛苦扭曲，面皮不断抽动，显然她承受了极大的痛苦。这时她脸上的表情越发疯狂，而后劲儿变得癫狂，她整个人竟然从中间裂开了，变成了两半后，阿卡丽娜自然脱离了影刺贯穿，她两半身子一同一左一右向前走着，样子很是滑稽，两半身体的脸上勾起的笑容更显诡异。而后她两半身体的边缘生出细细的粘稠丝线，丝线互相纠缠，将两半身子再次拉到一起愈合。主动将自己撕裂的阿卡丽娜已经完好无损了。砰！阿卡丽娜的身子刚刚长好，迎面就吃了清绝一拳。清绝的拳头直接将阿卡丽娜的面门打得凹陷下去，阿卡丽娜被这一拳轰得打飞，而后她被大字形印到墙壁上。阿卡丽娜身后的墙壁已经被震得破碎，身子缓缓下滑。然而却有数根血色藤蔓从她胸口如同喷泉涌出，而后支撑地面，将她整个人都撑住。她缓缓地脚尖着地。他是打不死的小强吗？楚天和清绝大为震惊，他们已经多次重伤阿卡丽娜，似乎对方并没有任何问题。这时阿卡丽娜桀桀一笑，哈哈哈，我可是血魔，整个身躯都由血液构成，就算你们贯穿我的胸膛，那又如何？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血魔化身吧。阿卡丽娜的身子不断膨胀，她如同化身远古巨兽，没一会儿便变成了3层楼大，一个由纯鲜血构成的巨人。鲜血巨人一拳打下，让楚天清绝没想到的是，那外形看似笨拙的鲜血巨人击出的一拳却迅如闪电，清绝只是堪堪躲过，而楚天则是在紧急时刻发动了闪跃天赋，否则以楚天自身的速度，甚至此刻已经无法躲开这种迅雷一击了。轰隆！血拳直接在地上打出一个大坑，地面也如同地震，抖了3抖。不过幸好楚天和清绝都有惊无险地躲开了。楚天趁着阿卡丽娜还没有收拳之时，一剑斩到她的手臂上，激荡起一片血雾。清绝飞身纵跃到阿卡丽娜肩头，带着凌厉的气势，对着他的肩膀猛轰一拳，砰！一片血雾被打散。然而很快的，那些飘散的血雾水珠如涓涓泉水一般，再次流回阿卡丽娜的身躯。她像是没有受到任何打击一般。哈哈，都跟你们说了，我的身躯是血构成的，任凭你们如何将我大卸八块，这些血液构成的身躯也会再次流到我的体内，而后让我的身躯重铸。你们2个小虫要怎么对付这样的我啊？打死你！楚天和清绝眉头紧皱，不断飞身纵跃，在血色巨人周身掠过，刚猛的拳头和威猛的斩鬼剑不断击打在血色巨人身上。血色巨人被打得踉踉跄跄，血腥迸溅，不断发出吃痛声音。身体可以重新修复，不代表他不会痛啊。楚天和清绝虽然不知道这样是否能打死血色巨人，但却知道血色巨人绝对不好受。双方混战成一团，血色巨人时而打出一记暴力猛拳，打得地动山摇，而楚天和清绝也时不时的将血色巨人的某一部分肢体打成一片血雾，让血色巨人苦不堪言。只不过双方似乎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战果。阿卡丽娜的拳头虽然很快，但却都被楚天和清绝完美躲过。而楚天和清绝将血液巨人的某一部分肢体打散，血雾也会很快回归他的身体。那边的精灵人互相搀扶着从地上站起。所谓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他们虽然没有参与战争，但战斗已经将他们波及得遍体鳞伤。此刻他们眼中都露出绝望神色。2位大人真的能战胜血人化的阿卡丽娜吗？这血色巨人每一拳都有碎山之力，而且身体又能无限恢复。虽然暂时2位大人没有吃亏，但长久下来恐怕要危险啊。是我们害了2位大人啊，非要找什么阿卡丽娜，
让两位大人身处这样的险境？我们精灵人一族愧对两位大人啊！精灵人亚索以及米兰和莉莉亚等无不为楚天和清绝忧心忡忡，而那边楚天和清绝的攻势一点没有停歇，仍然不停击打着血色巨人。一边出招，清绝一边道：“怎么办，主人？这家伙似乎打不死呢，要不我发动我的战神金光呢？相信那样可以一拳将他的整个身躯打爆。”一直以来，清绝都未曾发动战神金光与鬼怪对战，因为完全没必要。他和楚天还没有碰到过真正的对手。这一刻，清绝动了发动战神金光的念头。楚天道：“你的战神金光固然厉害，应该可以将血色巨人整个轰散。然而轰散之后呢？要是他的身躯再次聚合怎么办？要知道，你的战神金光可是有时限的，如果在时限内不能将他击杀，我们反而被动。”清绝道：“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楚天一边躲闪血色巨人的攻击，一边苦苦思索：难道还要施展鬼画符吗？刚刚施展一次全力鬼画符，几乎耗干了他的所有阴气。不过幸好击杀众多吸血仆人得到了补充，现在他的确还能施展一次全力鬼画符。然而他总觉得事态还没有危及到那种程度，全力鬼画符可以留作最后的后手。那要怎么办呢？有了！楚天想着想着，突然心中灵光一闪，想到了稳妥的办法。这时血色巨人已经一拳打来，楚天竟然站定不动，躲也不躲，任由那威猛的巨拳打向自己。第95章进入巨怪身体。血拳夹着强劲风暴砸向楚天，那拳头比楚天的身躯还要大，让得楚天此刻显得是那么渺小，就仿佛血拳即将将楚天无情的碾碎一般。主人！清绝见此，神情紧张的高吼一声，血拳马上就要击中主人了。主人为什么不躲？他明明可以躲开的呀！精灵人们同样目瞪口呆。还是不行吗？终究这位大人还是敌不过血人化的阿卡丽娜。精灵人们都为楚天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在他们想来，楚天已经必死无疑。这一路行来，他们已经深刻地感受到这位大人对他们精灵人的爱护。楚天伟岸的风姿一幕幕出现在他们眼前，可惜这样一个伟大的人就要就此陨落了。水中航！正在众人为楚天惋惜担心之时，楚天发动他的天赋水中航，他顺着血色巨人的拳头穿入了血色巨人血液所构成的山岳之躯。血色巨人打来的巨拳直接轰到了地上，崩开了大量的泥土沙石，在原地留下一个恐怖拳印。哈哈哈哈！小虫，终于被我打扁了吧？血色巨人阿卡丽娜狂笑，笑得喷出大片血色唾沫星子，显然他的心情此刻无比舒爽。呜呜！一众精灵人痛哭流涕，伤心欲绝。你还我主人！清绝女皇如同疯了一般，头发凌乱，跃上空中就要跟阿卡丽娜拼命。然而她却看到血色巨人脸上表情不断抽搐，像是既羞涩又痛苦一般。之后血色巨人四仰八叉的倒在地上，一边打滚一边大叫：肚子好痛，有什么小虫钻进了我的肚子啊？不要咬我的心啊，不要扯我的肝啊！众人都是一脸懵逼，啥情况啊？为啥在这么严肃的时刻就画风突变呢？清绝瞬间了然，似乎自己的主人有一个天赋叫水中航，莫不是主人故意不躲避血色巨人打来的一拳，就是要趁机进入他的体内？因为现在血色巨人的身躯液体化，岂不就等于是一滩水吗？是了，一定是这样。呼，想明白所以然，清绝顿时松了口气。刚才他还以为楚天被一拳打死了，如果是那样，他拼死也要为楚天报仇。原来是利用水中航天赋，顺势钻入了巨大血魔的体内啊！哈哈，主人太棒了，你竟然进入了血魔体内，快折磨他吧！咦，怎么感觉怪怪的？清绝突然就觉得有点小吃醋，也不知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血魔在还是人时曾经是一个女人，楚天与其纠缠，而自己吃醋了吗？那边化作血色巨人的血魔仍然不停地翻腾着，满地打滚，几乎将大地染红。他或者倒立，或者劈叉，或者扒躯，或者搭桥，做出种种高难的动作，这些自然都是楚天在操控。哎，不能这样啊！你不要老是操控我的身体啊，更不可以操控我做各种姿势啊！阿卡丽娜都快哭了，她感觉没有这么欺负人的。就算现在她想打楚天都打不到，难道要对自己动拳吗？对方一会儿揪她的心，一会儿揪她的肝，一会儿又在她的肺叶上跳2下，那酸爽的感觉就只有亲身承受过的人才知道。这时楚天道：你后悔残杀自己的族人吗？阿卡丽娜捂着肚子道：哈哈，我怎么会后悔？一群蝼蚁，死就死了，正好可以增长我的力量。阿卡丽娜，精灵人们绝望地望着他们的公主，没想到他们的公主竟然会变成现在模样。他们虽然知道不太可能，但仍然期望阿卡丽娜或许可以悔过，然而却没想到对方没有丝毫悔过。既然如此，那就为你的族人们陪葬吧。突然之间，血色巨人身体原地一个立正，
身体如同轻松一般站得笔直。这一切自然是楚天的操作，而血色巨人脸上则是露出不情愿表情，他心中更是隐隐感到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楚天，清绝，将他打散。清绝，好的主人。清绝看到时机已到，战神金光猛然爆发，伫立在半空中的他身上散发璀璨金色光芒，如同一轮耀眼的金色太阳，驱散黑暗。轰隆隆，战神金光的气势强劲，让山河大地为之抖动，让气流不断奔涌。清绝女皇宛如一尊灭世神魔降世，清绝睥睨天下，身上战袍随风飘荡，说不出的超尘与美丽。呵，暴喝一声，清绝身躯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血色巨人跟前，带着战神金光的一拳，如暗夜中刺眼的星辰闪耀，狠狠砸在血色巨人身上。轰隆！这次不是血色巨人某个部位被打散，而是整个庞大身躯同时被打成血雾，整个天空都被染成了血色。血色巨人体内的楚天也被暴露出来。主人！再次看到楚天的面孔，而且是完好无损的面孔，清绝脸上露出欣喜神色。楚天则是对清绝一笑，示意他自己一切安好。这时异变突生，没想到变成血雾的血色巨人，那每一个血滴正在向中心聚拢，他竟然要再次聚合，怎么会这样？精灵人亚索震惊不已，这样都打不死，阿卡丽娜真的是太强了。精灵人们陷入了绝望，鬼怪果然不是人类可以抗衡的，即便是强如这位大人也不行，看来人类就只有灭亡了。然而这一切早在楚天的预料之中，血色巨人的身躯显然免于物理攻击，那么就应该用魔法。楚天发动他的控影术，将即将汇聚的血雾搅散，而其中一束影子则是化作手臂拿着圣杯，将散在空中四处的血雾收集。血雾进入圣杯之后，很快便化作涓涓清泉。啊呀！天空中的血雾内发出阿卡丽娜绝望的惨叫声。不要吞噬我的身体啊！我的身体被你吞光了，还要怎么恢复啊？啊呀！阿卡丽娜痛苦绝望惨叫。楚天才不会管那么多，影子化作的手臂拿着圣杯，不断将空中的血雾装到里面。而那边楚天则是缓缓飘到清绝身旁，两人相拥到一起。主人，人家担心死你了。哈哈，有什么好担心的？要对你男人有信心啊。第96章，九阶死，漂亮就无罪。精灵人们被楚天和清绝的亲密行为噎了一口狗粮，虽然被这二人哭得不行，但总算是大局已定，也让他们欣喜不已。太牛逼了，这么强大的阿卡丽娜竟然都不是两位大人的对手，两位大人到底有多强大啊？两位大人简直就是鬼怪的克星，人类的希望，正义的守护者啊！你们看，就连天尊大人抱着那位女大人的样子都那么帅，我也好想让他抱一抱啊！哈，我也是，真的好想天天服侍在这位大人身边啊！大家严肃点。精灵人少女小队长米兰在每一个犯花痴的精灵少女头上都敲了一下，才让他们冷静了下来。然而当米兰看向楚天的时候，同样泛起了花痴，而且他在看到楚天和清绝相拥时，就感觉这 CP 好好磕俩呀。那边楚天已经收回圣杯，圣杯中已不再是之前满是污染的血液，而是清澈见底的液体。让他有些惊喜的是，血色巨人那么多鲜血，竟然完全可以装入这一个小小圣杯，似乎这圣杯并不受体量限制。清绝道：这就是解药吗？楚天道：应该是的，阿卡丽娜可是血魔王者，这个解药应该可以克制他等级以下的一切吸血类鬼怪的毒素。太好了，那些旷野中受污染的精灵人，这下就有救了。之前有不少精灵人被黑风卷入地下，刚刚化作吸血鬼不久，他们还有被拯救的可能。只是拯救每一名被污染的精灵少女，都去制作一杯解药，显然很麻烦。现在好了，估计楚天手中的这一杯就足够救治所有人了。咦？清绝突然秀眉倒竖，满脸疑惑地说道：主人，这次好奇怪啊，竟然没有传来获得阴气值的提示声。楚天也突然瞳孔一缩。是啊，按说阿卡丽娜已经死了，应该有阴气值入账的提示音，然而他们并没听到，一定还有漏网之鱼。楚天顿时了然，赶紧带着清绝在四周寻找。两人现在都是8级御鬼者，8级御鬼者的感知本就灵敏，再加上楚天获得好几个增强感知的天赋，很快就在一个石头缝内发现一个小血团，原来漏掉了一小部分。楚天和清绝蹲在地上，看着地缝中的小血团，很像一个呆萌的史莱姆。清绝好奇地用手指戳了戳那小血团，软软的非常可爱。不过现在的阿卡丽娜已经没了原本的力量，弱到仅能勉强算是一阶鬼怪，别说对楚天和清绝了，对任何人现在都没有丝毫威胁。哎呀，见到隐藏不住，还被清绝不停地用手指戳自己身体，小血团撒腿就跑。救命啊！人类好恐怖啊！楚天将圣杯挡在小血团逃离的路上，他慌头慌脑的自己撞了进去。之后小血团溺入圣杯液体中，发出咕嘟咕嘟如同人类溺水的声音。咕嘟，不要将我装入古怪的杯子啊！咕嘟，
我要被融化了啊！咕嘟，小血团彻底融入圣杯内的解药，也许唯有这样的液体才能洗刷这些恶魔的罪恶。而就在这一刻，游戏的提示音也跟着响起：公告，玩家天尊击杀一只9阶祭坛鬼怪，获得500万阴气，9阶祭坛鬼怪首杀奖励翻倍，玩家天尊获得1000万阴气。公告，奖励玩家天尊中阶力量药剂、中阶敏捷药剂、中阶体力药剂、中阶恢复药剂。公告，奖励玩家天尊宝箱1个。这一次的收获算是非常丰厚，光是阴气值就收入了1000万点，看来猎杀高阶鬼怪可以获得更多的阴气。他还获得了全套的中阶药剂，而且还有一个宝箱。哈哈，天尊又拿到手杀了！天尊竟然都可以猎杀9阶鬼怪了，我们也要努力啊！游戏公告让整个新手区一阵震动，大家都在为天尊变得越来越强而感到高兴。这时，清绝却抿着小嘴道：“主人，刚才的小血团好可爱啊，难道你就没有怜悯之心吗？或者一时心软放过他？”楚天一撇嘴道：“我放过他，他有放过他的族人吗？被他害过的人究竟有多少，谁会知道？”清绝继续笑嘻嘻的调侃：“可是他真的好可爱哟，你不喜欢吗？”楚天板着脸道：“一个女人可以因为她很漂亮，杀人的时候就不负法律责任吗？”她变成了可爱的样子，但却无法掩饰她曾经的罪恶。出卖自己的族人，出卖全人类，这样的人自然要受到人类制裁。恐怖末世，法律已经管不到好多人了，但我们就是法律。主人的形象好高大伟岸啊！清绝拍手叫好，对楚天投去爱慕的眼神，此刻如同一个小迷妹。那是，我向来就是如此高大伟岸啊，怎么你才发现吗？附着一只手，楚天挺了挺胸膛，做出世外高人的样子。清绝则是对楚天的装逼笑而不语。这时，他随手放出10个太阳花傀儡，去帮忙打扫战场。太感谢你们了，2位大人。这时，精灵人长老亚索以及米兰莉莉亚等一众精灵人少女同时跪到楚天和清绝面前。如果2位不嫌弃，请让我们成为您的仆人吧。一众精灵人同时向楚天、清绝叩头，亚索则是随手递出一个木箱，那木箱内正是他们保存的一枚神秘钥匙。精灵人们战战兢兢，生怕2位大人不收他们做奴仆，毕竟之前他们为了营救阿卡丽娜，可是拒绝交出神秘钥匙的，也不知有没有激怒2位大人。看到亚索手中的古朴木箱，楚天微微皱眉。的确，在亚索他们拒绝交出钥匙的时候，楚天心中有些不悦，甚至清绝还提议把钥匙直接抢过来。不过当时楚天没那么做，毕竟他出发之前，茉莉可是诚恳地向他请求，让他帮助绿森城的精灵人的。如果没有茉莉的请求，他还真的没准就直接将钥匙抢过来，也不会答应营救什么阿卡丽娜。当然，要说楚天对这件事有多气愤，那也未必，毕竟在他看来也只是一件小事。不过楚天这时却想起了另一件事，道：“你们的阿卡丽娜公主死了之后，精灵人该怎么办？”这跪在地上的精灵人们同时面面相觑，似乎他们并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亚索无奈地低头道：“我们精灵人的复兴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了，有没有王族嫡系血脉也无所谓了。”楚天却道：“没有嫡系血脉又有什么关系？你们有茉莉啊，我看茉莉就不错，可以成为新的精灵人王者。”楚天心中欣喜，阿卡丽娜死了正好，茉莉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成为全部精灵人的王者了。要知道，茉莉是这次恐怖世界降临后第一个成为楚天女人的人，既然是自己的女人，楚天自然要照顾了。而且茉莉也有资格，一来她也是王室后裔，二来精灵人能找到庇护者也都是茉莉的功劳。第97章王者钥匙和5行晶体，让茉莉成为精灵人王者。亚索有些意外，楚天则是横眉冷视：“怎么，你们觉得有什么不妥吗？实话告诉你们，我之所以愿意庇护你们，全是因为茉莉。如果你们不承认茉莉是新的精灵人公主，那么我也不愿意庇护你们，成为你们的主人。”所有精灵人少女都看向长老亚索。长老亚索凝眉思索片刻，似乎这样的选择也不错，况且有这位大人作为靠山，未来精灵人再次崛起也并非不可能。亚索欢喜道：“尊重您的意思，我们王都精灵人部落愿意承认茉莉是新的精灵公主。如果您愿意，也可以让她当精灵女王。只是我不建议现在就让她成为女王，毕竟精灵人都散落在各地，目前还在苦难的命运中挣扎。若是等哪一天精灵一族彻底摆脱恐怖苦难，那时茉莉在登临王位才更有意义。”楚天点了点头，他也觉得亚索说的有道理。现在绿森城的精灵人，再加上北方安全区的，也不过500-600人，当啥女王啊？好意思吗？明明就是个村长，好吧。这时，亚索带领精灵人小队，同时滴血向楚天建立主仆契约。从此之后，他们若要背叛，将会被契约反噬。完成了契约，亚索满脸欢喜，而一众精灵人少女则是跳了起来。太好了，以后就可以天天待在大人身边了。
我们终于不怕鬼怪威胁了，我们躲躲藏藏的日子终于到头了。而楚天则是顺手接过了亚索手中的木箱，一把散发古朴沧桑气息的钥匙正躺在其中。恭喜您获得了一把神秘钥匙。楚天欢喜，这已经是第4把神秘钥匙了，只要再集齐一把，就有挑战关底 BOSS 的资格了。亚索道：大人，绿森城的精灵人们要跟您一同回到灵山寺吗？楚天想了想，可以回去一些，但我觉得并不需要全都回去，你们可以有一些待在绿森城。亚索道：可是这里很危险啊。楚天道：很快就不危险了，不久后将会有很多遇鬼者来到这里，猎杀这里普遍存在的5阶、6阶鬼怪。到那时，你们刚好做一些服务性工作，帮助大家的同时又能赚取报酬，这样恐怕是最好的选择。遵从大人的安排。亚索和一众精灵人一同鞠躬行礼。那好，等我打扫完战场，就去解救你们感染的族人们。战场之上可是残留了大量鬼怪尸体啊，这些都是宝贵的资源。那边10只太阳花傀儡已经收割的差不多了，竟然获得了200多颗吸血仆人的牙齿，这可是6阶鬼怪的牙齿，算是极度稀有的资源了。另外还有10几个吸血男爵的牙齿也被收集了。这一次比较可惜的是，那80个来参加祭祀的大鬼，楚天没有吸收到，都被阿卡丽娜那小妮子吸收了。而且那小妮子现在被装入了圣杯，变成了解药，楚天还没办法从她身上吸取符力，算是有点小亏。这时楚天掌心向天发动提炼，圣洁光柱从他身上冲上天空，如同天地间生出了一根擎天柱，而后光芒擎天柱在空中撑起一片璀璨天境。之后这片散发圣洁光芒的璀璨天境洒落地面，光明降临人间一般，将散落在各处的鬼怪尸体笼罩。哗啦哗啦，清泉在四处流淌，满是污染的鬼怪尸体化成清水流入地下，滋养着世间万物。片刻狼藉的战场便一尘不染。如果抛开那被破坏的建筑和地面，就仿佛此地没有发生鬼怪战争一般。这时数百个鬼核以楚天为中心汇聚，通通漂浮在他身边。这可都是6阶鬼核呀，还有少数7阶。他虚手一抓，所有鬼核同时破裂，一缕缕阴气从破裂的鬼核透出，汹涌地进入楚天体内。恭喜您获得了300万阴气值。之前斩杀鬼怪楚天获得了750万阴气，击杀阿卡丽娜包括首杀获得1000万，现在又获得了300万，以及本来他就残存的一些。现在的楚天已经拥有2100万阴气值了，距离晋级9阶仅剩400万了。这时楚天看向2个宝箱，一个是之前战斗时爆出的，他一直没来得及开，另一个则是首杀奖励的。他拿出首杀奖励的宝箱，请问您是否开启宝箱？开启。恭喜您获得1枚5行晶体，集齐5枚便可搭建传送阵。哈哈，我竟然又得到了1枚5行晶体，这已经是楚天获得的第4枚5行晶体了，只要再获得1枚，就可以在404新手区内搭建传送阵了。他又来到另一个宝箱面前，请问您是否开启宝箱？开启。恭喜您获得1枚5行晶体，您已经具备搭建传送阵的条件。哈哈，我竟然这么好运！楚天都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是运气太好了，竟然又得到了1枚5行晶体。他已经具备搭建传送阵的条件了。等回到地面就立即搭建传送阵。楚天将神秘钥匙和2枚5行晶体同时收入自己的空间。这时楚天施展鬼画符，在一个石头上写上炸弹，而后埋在祭坛之下。这一处祭坛必须捣毁，否则鬼怪将会不断晋级。至于没有高阶鬼怪让玩家们升级，原本新手区内的鬼怪再加上参加频道竞技挑战赛赢得的，已经让404新手区资源非常丰厚。炸掉这处祭坛也不影响大家升级。而且谁说资源仅限于新手区之内啊？所谓的新手区就是保护区，让新手菜鸟玩家有个安全练级的地方。当玩家们晋升10级以后，不仅有挑战本新手区 BOSS 的资格，还有随时离开新手区的能力。新手区内资源不足，完全可以到新手区外面去猎杀呀。恐怖世界吞噬了很多世界，整个恐怖世界大得很，资源根本就不会枯竭，还就怕你猎杀的少呢。楚天唤出了8鬼抬轿，带着众人飘上天空。爆！他引爆了埋在祭坛之下的鬼画符，大地之内传来轰隆一声闷响，整个祭坛全被掀翻了。这里再也不会制造出高阶鬼怪，大快人心。第98章，收服绿森精灵人。走！楚天命令8鬼抬轿远离古堡，这里之后也会有鬼怪游荡，但祭坛大祭司那个级别的存在就不会有了。所以这地下世界将是今后玩家们刷6阶和7阶鬼怪的场所。当然其他地方也有6阶7阶鬼怪，不过密集程度显然没有地下城多。但进入地下城也有一定难度，首先要通过金马会所的男爵考验，之后还要经过地下迷宫、滴血崖等等。不过只要能进入地下城的玩家，那必然都是收入丰厚的。
八鬼抬轿按照楚天和清绝之前猎杀鬼怪的路线飞行，很快便发现了第一只被感染的精灵人。那精灵人龇牙咧嘴，满脸狰狞，鬼怪的样子越来越明显，看来他正在不断吸血鬼化中。如果不获得营救，他很快就会变成一只鬼怪了。不过幸好阿卡丽娜已经被铲除，以后也不再会有精灵人被黑风卷入地下。竟然是朱飞！精灵人小队长米兰叫了一声。楚天将轿子停下，跳到地面。被感染的精灵人见到有人类，迅速向他扑了过来，之后就是被清绝一个手刀打倒在地。按住他！在楚天的招呼下，一众精灵人扑了上去。你按腿来，我按头，朱飞便被按住了。他们一边按着朱飞，还一边呼唤着朱飞的名字。朱飞，你快醒醒啊！不可以变成妖怪的，你就是你，不可以让自己成为吸血鬼啊！朱飞，你忘记了吗？我们可是好姐妹啊！正常情况下，变成完全踢的吸血鬼，这些精灵人是按不住的。然而，一来是朱飞没有完全变异，二来他们的呼唤也起到一定作用，使得朱飞的行为有了很大克制。所以，朱飞就那样死死地被按在地上，还被掰开了嘴巴。楚天拿着圣杯上前，如同一个装腔作势的神棍，咕嘟咕嘟地将解药灌入朱飞口中。呼噜呼噜，朱飞抗拒喷吐了2下解药，之后便不再挣扎，顺从地让解药灌入他的体内。随着解药入体，他的面孔也肉眼可见地变回人类的柔和。朱飞，你认识我们吗？莉莉亚尝试着问道。大家，谢谢。朱飞先是一阵茫然，而后环视了一下众人，眼中露出感激光芒。他乏力地说了一声：太好了，我们的好姐妹。见到朱飞恢复正常，精灵人少女们抱在一起痛哭流涕，这是感动和欣喜的泪水。而这一切都是拜伟大的大人所赐啊！因为有八鬼抬轿的存在，众人行进的速度极快，所以被感染的精灵人很快便全部被营救了。精灵人的队伍也瞬间庞大起来，被营救回来的精灵人脸上也都带着劫后余生的表情。楚天让众精灵人都上了八鬼抬轿，他们不用原路返回，不用去经历那些波折，因为楚天的八鬼抬轿可以直接穿越障碍物。地下城虽然在地下，但地面距离岩石构成的天空也有上千米高。楚天驾驶着八鬼抬轿，迅如闪电向斜上方飞去。轿子内的一众精灵人惊心动魄，他们从未坐过这种飞行器。眼看八鬼抬轿就要撞上岩石天空了，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会撞得粉身碎骨啊！然而并没有，八鬼抬轿在触碰到岩壁天空的一刻，岩壁天空泛出一波水纹，八鬼抬轿直接没入其中。八鬼抬轿窗外的景色顿时暗淡，因为此刻他们正在岩壁中穿行。待一道刺眼的强光从八鬼抬轿的窗户射入，众人已经来到地面，而且楚天精准操控着八鬼抬轿，让其在精灵人部落附近出现。精灵人部落外围负责警戒的小队先前没见过这诡异的巨大轿子，还以为自家部落大难临头了呢。然而当他们看到轿子窗户上不断向他们招手的族人时，他们也知道这便是那位大人的法宝了。八鬼抬轿缓缓降落，犹如飘在空中的小船。在轿子距离地面不远的时候，精灵人们一个个纷纷跳到地面。哈，太好了，大家终于回来了！哇，还多了很多新的熟人。精灵人们相见甚欢，甚至有很多新被营救出的精灵人还不是绿森城部落的，大家互相打着招呼。而当楚天和清绝走出轿子的时候，精灵人们顿时对他投去敬畏的目光。之后，楚天和清绝被恭敬地迎进部落，精灵人长老亚瑟将所有的族人都集结起来，同时用血液书写主仆契约。就这样，绿森城精灵人也彻底变成了楚天的手下。仪式结束后，整个精灵人部落都沸腾了，他们终于有了在恐怖末世生活的保障。楚天用鬼盒在线兑换了一些食物，交给部落中负责烹饪的小组，而后又用传音符将这一消息告诉给了茉莉。茉莉很高兴绿森城精灵人也归入楚天门下。这时楚天说道：去取一些兵器过来，我给你们制作一些符文武器。遵从您的命令，主人。亚瑟向楚天躬身行礼，而后便吩咐人抬来了很多武器，有刀，有剑，有枪，有矛，还有一些盾牌和盔甲。楚天拿出之前在夜鬼那儿获得的鬼墨，在一张白纸上书写上一些可以克制鬼怪的符文，而后又取出冥神笔，施展鬼画符天赋复制。因为仅是将符文复制到每一件武器上，所以消耗的阴气值非常少，就只抽走了楚天10点阴气。不过因为精灵人部落搬出了数百件武器，耗费的鬼墨却很多，楚天之前在夜鬼那收集的几瓶鬼墨几乎一次性全被用光了。太好了，一下子有了数百件符文武器，让精灵人们可以对战鬼怪，整个精灵人部落都欢呼起来。楚天道：再取一些容器来，我把圣杯中的解药倒出来，这样今后你们如果被鬼怪感染了，也可以获得及时救治。楚天有圣杯在，几乎可以无穷无尽的制作解药，所以并不需要自己留着圣杯中的那些。而且最主要的，这一批圣杯中的解药
可是从祭坛之主身上提炼的和其他的单一解药不同，这个可是综合性解药。很快，一堆容器就被摆在楚天面前，楚天操作圣杯，将其中的解药灌注在每一个容器中。有了这一批解药，9阶以下的鬼怪再也无法污染精灵人了。第99章传送阵，再见茉莉。楚天道：亚索，我这里有几张回城券，你带一部分刻画了符文的武器和解药去往新手区，去跟亚瑟和茉莉见面。当然，你此行还有另一个主要任务，那就是在灵山寺设置传送阵。楚天将10张回城券给亚索，而后又将5行晶体当中代表北方的黑水晶给他，让他去往北方设置那里的传送门。遵从您的命令，主人。亚索向楚天一鞠躬，而后将绿森城精灵人的事务暂且交给米兰代理，他则是带着一个小队，带上了一批武器和解药，利用回城券消失在原地。随着404新手区玩家等级不断升高，大家的活动区域也不再局限在安全区附近。然而每次下线却都要返回安全区，即便有回城券，那也是很麻烦的事情。而且回城券也不是随时都能获得，而且等40天的游戏过后，没有弟兄母亲的辅助，回城券也会失效。到那时就只能依靠自身行动力，或是物品，或是传送阵了。楚天找了一块大石头，用手中的黄金斩鬼剑将其削成一扇石门形状，而后将5行晶体中代表中央方位的黄土晶镶嵌到门框上，再用1000枚异界晶核激活，那石门的中央顿时激荡起一片涟漪，犹如一片水幕。只要等亚索在灵山寺设置好位于北方的传送门，那么两地之间就可以互相穿梭了。楚天在论坛发消息，我已经在位于新手区中央地带的绿森城搭建了传送阵，等你们那边的传送阵搭好之后，大家就可以通过传送阵来此地升级了。传送阵自然是要收费的，这个收费工作吗？今后自然由精灵人负责。要有传送阵了吗？那倒是方便，不然我还挠头怎么去绿森城呢，光走路就要好久。是啊，可不是人人都有天尊大佬的飞天轿子，大家行动还是很不便的。这时，传送门上的圆形5行晶体有1/5的地方变成了黑色，代表跟灵山寺之间的连接已经贯通。这时，传送门上的波纹涌动，竟然有一个身影从波纹中走出，是茉莉。爸爸大人，茉莉好想你的呢。面带微笑，茉莉甜甜的叫了一声。没想到竟然是你。楚天有些诧异，没想到第一个使用传送门的竟然是茉莉。茉莉道：谢谢爸爸大人的符文武器和解药呢，这样我们以后也能对战鬼怪了，不必时刻躲在安全区内了。茉莉说的话倒是真的，克制鬼怪的武器并不难获得，至少对于御鬼者不难。就算不会画符的御鬼者，也总能从鬼怪那获得一些材料，这些材料都可以用来打造克制鬼怪的武器。非御鬼者有了克制鬼怪的武器，也同样能击杀鬼怪。然而光有武器没用，最主要的是精灵人不掌握阴气，会被鬼怪污染感染，战斗时哪怕一滴鬼血滴到他们身上，他们都会被感染成鬼怪。这还怎么玩啊？楚天给他们最宝贵的东西正是圣杯制作出的解药，有了这玩意儿，精灵人们就不再怕感染了，再加上他们本身的战斗天赋，的确有跟鬼怪一较高下的能力。是啊，啧，我们的茉莉公主。楚天故意做出看到稀奇人物的表情，经过楚天一番运作，现在茉莉可是整个精灵人的王者了。哎呀，什么公主呀，那还不都是爸爸大人的意愿，我又哪里像个公主的样子？茉莉有些娇羞，脸上爬上了红晕，而楚天则是笑着摸了摸她的头。好的，我们的小公主，以后精灵人们就全交给你掌控了。茉莉道：好的，爸爸大人，我一定会帮爸爸大人管理好所有精灵人的。说着，茉莉转身走到一众精灵人面前。公主殿下！众精灵人同时向茉莉跪拜。茉莉摆了摆手道：好了，大家不要这么多礼节，我的爸爸大人才是大家真正的主人，他是我们所有精灵人的恩人，大家以后一定要用心完成爸爸大人交给的任务。遵命！精灵人们同时答道，而包括米兰在内的一众精灵人脸上都露出古怪表情。公主叫那位大人爸爸大人是什么意思啊？似乎他们的关系很让人割裂啊。而这边看着茉莉成长的样子，楚天也非常高兴，想来今后精灵人在他的领导下一定会越来越强大的，至少他们搭上了楚天和御鬼者这辆车，就注定他们今后生活不会那么辛苦。据楚天所知，精灵人们在北方的灵山寺开展各种业务，可是赚了不少鬼盒的，再也不用像之前那样吃不饱饭了。更主要的，御鬼者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猎杀鬼怪上，做其他事情的时间很少。精灵人 NPC 的出现给他们帮了大忙。这时传送门不断激荡，一个又一个御鬼者从中穿出，为首的正是雷动3000和黑山。楚总长好！他们同时来到楚天面前，向楚天恭敬打招呼。楚天微微一怔，旋即问道：这就是咱们的特战小队吗？
雷动3000和黑山的身后站了70-80名御鬼者，一个个气宇轩昂，一看就不是平常市民玩家。黑山道：“这里面有50人是咱们官方派遣进来的，另外的30几人是我们在这边自行发展的。我和雷哥一边在这边带特战小队，也一边留心着身边的玩家。特别看到那种爱国的热血青年，我们就会尝试与其接触。在确定他们真的有保家卫国的心愿时，就会将恐怖世界即将降临的真相告诉他，并邀请他加入特战小队。所以就多了这30名队员。毕竟抗击恐怖世界要团结更多的力量。天尊大大，你好呀！”那边一个穿着紫色衣衫的可爱小姑娘向楚天挥了挥手。竟然是小狐仙！这个小姑娘现实中的身体瘫痪在床，恐怖世界游戏算是给了她第2次人生。没想到她也加入了特战小队。这就是天尊老大吗？天尊老大果然威武不凡，帅气逼人啊！真的没想到天尊身上肩负着这么重的担子，竟然是我们龙国对抗恐怖世界的总长。我们今后就都是你手下的小兵了。一众新加入的队员纷纷向楚天打招呼。第100章，华夏新手区集体遭挑战。楚天略显诧异地看向众人：“你们竟然都自愿加入美食家协会？那是自然，你负担的已经太多了，我们又怎能置之不理？虽然我们没有大佬你那种惊天伟地的实力，但也愿意燃烧一下热血啊！”诸葛武侯，所谓爱国之心，匹夫有之，保卫华夏我等自然责无旁贷。白眼狼，就让那些西方白皮见识我们的厉害吧。楚天对众人点了点头，表示非常满意。看来这一次重生他的抉择是正确的，有龙国官方的介入，才能调集大量人力物力。这次似乎真的可以战胜恐怖世界。楚天将雷动3000和黑山单独拉到一旁，轻声耳语道：“平时要留意那个白眼狼。”二人微微一怔，便知道这家伙有问题，旋即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清绝道：“主人，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呢？”绿森城是5、6、7阶鬼怪活动区域，以楚天和清绝现在的实力，显然不适合继续待在这里了。楚天打开新手地图看了一眼，道：“去南方的烈焰谷吧，那里刚好是8阶、9阶鬼怪的活动区域。正好，我们顺手将南方的传送阵也搭建起来。”好的，主人。收起地图，楚天和他的清绝女皇就要前往南方。然而空中却突然响起提示声：“公告，36个新手区之间的团体挑战赛建立。公告，挑战赛积分多的18个新手区获胜，获胜的18个新手区每一个都会得到特别奖励。公告，胜利一方的冠军玩家将会额外获得更多奖励。公告，失败一方的所有新手区将会被剥夺竞技期间所有所得，并且被剥夺半数资源。”漂亮国集合了一众小弟，向龙国的18个新手区发动的挑战终于到来。邪恶势力想借此将频道内所有的龙国新手区全部都一网打尽。卧槽，竟然是多个新手区之间的团体战，而且龙国的所有新手区全都被拉入了，这明显是针对我们龙国呀！可恶，又是漂亮国拉着他的一众小弟，真是亡我华夏之心不死啊！这将是究极一战，华夏所有新手区的兴亡在此一举。挑战一方自然是以频道排名第1的漂亮国1144新手区为首，还集结了排名第4的331小鹰帝国，排名第5的332袋鼠国，以及排名第6的177阿三国，以及之前战败的844座滩国、863棒子国、283樱花国等。而频道内的龙国18个新手区则全部被拉入这场竞技。863棒子国，思密达，哈哈，主子大人终于发起终极挑战了，复仇的时机到了。283樱花国，小田菜郎，龙国的末日到了，龙国的18个新手区将会被一网打尽。844座滩国，一艘军舰，让我们一雪前耻的时机到了。222漂亮国，奥米克戎，董王终于出马了，这天下都是我大漂亮的。331小鹰国，唐顿庄园，我们愿跟随漂亮老大的步伐。袋鼠国，夺走那个孩子，我们也愿意跟随漂亮老大的步伐。漂亮国阵营的一众新手区气焰嚣张，磨刀霍霍的露出了獠牙。911龙国，东风导弹，可恶的漂亮国，这是跟我们彻底撕破脸皮了。666龙国，悠悠球顺不顺，撕破脸皮又怎样，正好趁此机会一决胜负。223龙国，宇宙洪荒，对，一决胜负，有咱们天尊老大在，一定打得这些可恶的家伙屁滚尿流。534龙国，大头朝下，好期待啊，期待我们取胜的一刻。1901龙国，一剑封喉，是啊，只要这一战能取胜，我们就可以摆脱吊车尾，避免最后被抹杀的结局了。1902龙国，可以充值吗？拼了，我们要摆脱吊车尾的命运。楚天扫了一眼众人发言，眼中掠过阴冷神色，看来是到决一死战的时候了。他还没去找这些新手区麻烦，可恶的漂亮国就带着一众小弟找上门了。
这样发起团体挑战赛也好，刚好可以将敌人一并收拾了，省得一个个去解决。相信这一场挑战赛结束，就没有人再能撼动龙国在本频道的地位了。龙国新手区的排名将大大靠前，彻底碾压其他一切新手区。楚天道，我们走，去往南方的烈焰谷，那里聚集着8阶、9阶鬼怪，击杀8阶、9阶鬼怪可以获得更多阴气值，也可以获得更多积分。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楚天没有当众说，低阶鬼怪的天赋也已经被他提炼完了，所以他必须去猎杀7阶、8阶鬼怪，才能继续提炼天赋。好的，主人。清绝淡淡答道。楚天直接唤出了他的八鬼抬轿，准备踏上去往南方赤炼谷的征程。至于竞技，马上就要开始。没关系，他的八鬼抬轿速度很快，耽误不了几分钟时间的。天尊大佬再见！望着腾空而起的轿子，众人纷纷跟楚天告别，包括茉莉在内的一众精灵人都对楚天恋恋不舍。八鬼抬轿风驰电掣的向南飞行，大地上鬼雾缭绕，时而一只鬼怪发出咆哮。公告：36个新手区对抗赛开始。楚天还没有到达地点，新手区的对抗赛就正式开始。各新手区的遇鬼者们纷纷冲向荒野大泽的鬼怪，谁都不想在竞技中落败，毕竟一旦落败就会被剥夺大量资源，再想爬起来就难了。哈哈，就让龙国的新手区见识我们的厉害吧！漂亮国无敌，灯塔的光芒永远照耀地球。而那边一众龙国的新手区玩家们也都冲向各处鬼怪聚集地，大家拼了！为了龙国，为了华夏！哦！很快的，击榜杀便开始有了数目。楚天也露出欣慰的笑容，因为就算没有楚天的加入，现在龙国阵营也是领先的。原因很简单，不仅404新手区有官方小队，其他的龙国17个新手区也都有官方小队加入，只是人员多少不同，毕竟注册游戏后是随机分区。而这些人除了本身就有很强战力外，再加上楚天的游戏攻略，实力自然不是常人可比。第101章9级命运之战。漂亮国一方的一众新手区，不可思议，龙国新手区会领先，一个个震惊不已。怎么会？怎么会？龙国竟然还领先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龙国的实力有这么强吗？虽然404新手区频道内排名第2，但若论整体排名，这次参赛的龙国新手区要远低于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他们领先的状况？大家不要慌，这才刚刚开始，这一次挑战赛的总时长12小时呢，这才哪到哪啊？就是，我们一定可以取胜的。没错，龙国人只是侥幸领先而已，我们马上就会反超的。漂亮国阵营的一众新手区都幻想着自己反超的一刻，而楚天的八鬼抬轿已经飞到了烈焰谷上空。烈焰谷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散发着充足的热浪。定眼望去，整片大地四处都有火焰喷出，时不时的一处火山还会迸发出一些岩浆，时而就有鬼怪从火焰中涌出，或是从岩浆中爬出，他们的身上往往流淌着火热的岩浆。看来这些都是火焰类鬼怪。名称：变异炎魔，等级8阶，天赋：操纵火焰和岩浆，战力评估9星巅峰，爆率 0.1%。楚天看准一只炎魔，而且还是有爆率的，这不打还留着他作甚？楚天让八鬼抬轿降落地面，吼！炎魔朝着天空怒吼一声，而青绝则是直接从轿门跳下，衣袂纷飞，说不尽的英姿飒爽，一拳直打炎魔。炎魔再次怒吼一声，双拳冲天，轰隆！预想的双方拳头对撞并没有发生，而是在青绝一拳之下，炎魔从手臂到身躯同时碎裂，而后化成了很多小火苗。您的鬼灵击杀了一只8阶变异炎魔，获得100万点阴气，恭喜您爆出一个宝箱。轰隆！青绝优雅的落地，甚至因为余力太大，地面上还形成了一个大坑。青绝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果然恐怖如斯。哈哈，果然爆出一个宝箱。楚天站在地上收了八鬼抬轿，欢快的笑着。他来到宝箱面前，请问是否开启宝箱？开启。恭喜您获得了300万点阴气值。哈哈，我竟然获得了300万阴气。咦，那我应该可以晋升9级了吧？果然，游戏的提示声传来，公告：玩家天尊晋升9级遇鬼者。公告：首个晋级9级，奖励玩家天尊合景灵液1瓶，终极敏捷药剂20瓶。众人正在忙着应付挑战赛，没想到却有意外喜讯传来，天尊竟然升级了，这代表他们的胜算更大了。太棒了，真是天助我也！本来天尊大佬就牛逼，想必他晋升9级后将会更加牛逼。大家快冲啊，不要给天尊大佬抹黑，我们要取得好成绩啊！哦！楚天也没想到，竟然刚刚猎杀一只炎魔就让他晋级了。不过此刻体内暴涨的力量倒是让他非常舒服。楚天打开自己晋级后的界面查看，姓名：楚天，鬼灵
清绝女皇 SSS110%老夫老妻，等级9级，阴气0 1亿，力量5120，白银剑攻击加300，体力5120，搬山正300%，白银战袍防御加300，附带抗污染效果。敏捷5121，疾行正200%，感知5122，嗅觉正100%，视觉正100%，听觉正100%。天赋 SSS 提炼，天赋 S 鬼画符战斗直觉，天赋 C 口水炮弹变身10滴血，天赋 D 异性吸引一坛米酒控引术疾行抠门，天赋 E 穿墙术闪动束缚前途无量力量3倍水中行火中航，天赋 F 吞一吨夜视，道具白银斩鬼剑白银战袍黄金戒指步云靴照妖镜隐身斗篷圣杯神秘钥匙4，战力评估11星初期，他果然晋级了，而接下来晋升10级竟然需要恐怖的1亿阴气值。晋级后他的力量体力敏捷感知都已经超过了5000，已经达到普通人的1000倍，越发的强大到变态了。至于清绝4维属性则是超过了恐怖的1万点，清绝不愧是 SSS 级鬼灵，战力始终超前，很少有能让他用出全部力量之时。而他和清绝的亲密值早已是100%老婆的程度，在一同穿上黄金情侣战袍后，他们的亲密度又有进一步提升，现在二者的亲密度已经达到105%了。请问是否使用合景灵液？使用。楚天选择使用合景灵液。啊！楚天和清绝同时发出一声舒服的轻吟，并且同时脸色红晕。恭喜您和您的鬼灵亲密度增加5%，您和您的鬼灵现在亲密度110%，您和您的鬼灵亲密提升为老夫老妻。哈哈，我们的亲密度竟然提升到老夫老妻了！摸了摸清绝的头，楚天一阵大笑，而清绝女皇则是害羞不已，老夫老妻都没有过那个啥呢。显然随着清绝等级晋升9级，她的灵智更进一步提升，竟然在心中都已经知道关于老夫老妻间的那个啥了。这也正常，毕竟距离10级彻底恢复灵智也只差一点点了。而等清绝灵智彻底恢复后，楚天也就可以跟清绝恩恩爱爱了。不仅如此，10级后还可以离开新手区了，甚至还可以挑战鬼怪领主，继而自己成为404新手区的领主。这时太阳花已经将研磨的材料收集完毕，楚天随手一个提炼，2颗8阶鬼核到手。您获得了 C 级天赋烈焰焚身，可以施展烈焰和岩浆。检测到你有同类别1级天赋火中航，现已将2个天赋合并。哈哈，我又多了一个天赋。楚天的天赋越收集越多了，他自然是非常高兴的。这时楚天拿出2瓶终极敏捷药剂，而后将其中1瓶递给清绝。本来楚天和清绝就战力惊人，而晋升9级之后战力更是飞升，现在他和清绝一个11星战力，一个12星战力。而烈焰谷的8阶9阶鬼怪战力一般都是9星或者10星，对于他们来说也就是一击的事情。为了这场竞技获得更好的成绩，让我们服下敏捷药剂加快速度吧。好的，主人。2人同时服下了中阶敏捷药剂，2人本来就迅如闪电的速度再次暴增1截，2人身影嗖的射出，直奔一个个火系鬼怪。这一战如果胜利了，龙国的全部新手区将会在频道内独步天下，彻底不受别人欺凌。第102章大结局，地球胜，幸福生活。烈焰谷热气蒸腾，有2道如同闪电般的身影不断在满是烈焰岩浆的大地上穿行，他们每到一处便有一只鬼怪毙命。您杀死了一只8阶炎魔，获得50万点阴气。您的鬼灵杀死了一只8阶炎魔，获得50万点阴气。这已经是楚天和清绝猎杀的第30只炎魔了，再加上其中一些变异的，他们已经积累了1800万点阴气。走，我们找一下其他品种的8阶鬼怪。楚天说道。好的，主人。附近的炎魔已经被他们杀得差不多了，也到了转移阵地的时候。2人的超强敏捷能力，再加上喝了敏捷药剂，所以速度不可谓不快。很快，他们也发现了4只红衣女鬼，名称红衣女鬼，等级8阶，天赋厉鬼模式。发动厉鬼模式之后，鬼怪战力将会狂飙，战力评估9星巅峰。2人一同上前，楚天挥动黄金斩鬼剑，唰的一道剑芒将2只红衣女鬼击毙。那边清绝同样一拳轰出，他稚嫩纤细的手掌上如同轰出一道重炮。您击杀了2只8阶红衣女鬼，获得100万点阴气。您的鬼灵击杀了2只8阶红衣女鬼，获得100万点阴气。您获得了 C 级天赋红衣，发动红衣状态，各项战斗技能翻倍，持续时间30秒。楚天的天赋越来越多了。4只红衣女鬼被击杀后，太阳花便急忙去收集材料，而后挂到交易平台。楚天则是随手一个提炼，
8枚8阶鬼核到手，竟然是一群鬼怪。这时，楚天竟然发现了一大群的各种鬼怪，这正是他和清绝所需要的。现在的二人实力强劲，这下8阶鬼怪已经不构成威胁。您杀死了5只8阶鬼怪，获得250万点阴气。您的鬼灵杀死了5只8阶鬼怪，获得250万点阴气。就这样，楚天和清绝不断杀鬼，时间1分1秒过去，最终竞技比赛终于结束了。而就在结束的前一刻，楚天的等级也终于提升到了10级，他也终于有资格成为404新手区的领主了。公告：团体挑战赛结束，404等18个华夏新手区获胜。公告：玩家楚天成为冠军玩家，奖励全套黄金装备。公告：剥夺失败方竞技期间全部所得，剥夺失败方半数资源。以漂亮国为首的发起挑战的一众新手区发出一片惨痛的哀嚎，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输。而18个华夏新手区则是欢天喜地。这一刻，排在前列的新手区几乎都是华夏的，而这里面最大的功臣自然莫过于玩家天尊。而这次胜利不仅奠定了404新手区在频道内的地位，还让楚天和清绝同时换上了黄金套装。现在他必须先打败本新手区的 BOSS， 那样他才能获得足够的权柄。幸好他已经集齐了全部的挑战牌，发动全部挑战牌。楚天丢出了全部挑战牌，挑战牌化作流光划破天空。楚天唤出了他的8鬼抬轿，紧跟着流光而去。伴随流光飞行，楚天越发心惊，因为他发现流光飞行的方向竟然是灵山寺。难道说 BOSS 就是灵山寺中那些死去的和尚中的一个？想到此处，楚天赶紧给目前还留守在灵山寺的遇鬼者们发去了消息，快让大家撤离，很快灵山寺将变成一片战场。好的，天尊大大！众人在接到消息的一刻便火速撤离现场。就在众人刚刚撤离不久，流光便飞入了灵山寺，而后那些寺院原本死去的和尚，这一时间竟然活了过来，每一个竟然都有11剑。而就在楚天曾经待过的那个方丈室，一股黑烟冲天而起。你终于来了！颈部带着硕大佛珠的方丈，脑袋顶破房顶，缓缓升上天空。阿弥陀佛，杀了我！快杀了我！方丈的脸上一阵扭曲，让楚天非常诧异，因为他没想到这个方丈竟然目前还保持着部分意识。讨厌的家伙，竟然又跑出来捣乱！这时，黑化方丈再次夺得了身体的控制权，而后他命令道：“快杀了这2个人类！”上百个11阶的鬼怪同时向楚天和清绝扑来，这阵仗真是让他们没想到。二人现在10级，以他们超高的战力，越级挑战数名，甚至10几名鬼怪都不在话下。然而上百名却有些过了。楚天和清绝互相对望，彼此点了点头。我帮主人大大拖住这些鬼怪。二话不说，清绝便发动了他的战神金光。本来战力就变态的他，战斗实力再次提升2级，如同一个身上带着金光的女战神，直接冲入了鬼怪群落。该到我了。而楚天发动了一次闪动，而后直接来到黑化方丈附近。找死！黑化方丈爆发无匹怒气，开始跟楚天缠斗在一起。轰轰轰轰，砰砰砰砰，双方战得不可开交，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半小时。这时，楚天故意卖了一个破绽给对方，顶着自己受伤，同样将黑化方丈的手臂割破了一点。而后他便利用他的控影术，火速取出圣杯，成功的接到了一些黑化方丈的鲜血。老方丈帮忙，只需要片刻。楚天手持圣杯，略略退后身躯。是的，没错，这就是他的目的。在发现老方丈意识没有完全被腐化的一刻，二人就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由清绝前置，由楚天取一点黑化方丈的血。他有圣杯，只要老方丈的意识还在，就有机会用圣杯将老方丈重新唤醒。好的，后辈。这时，老方丈的意识对黑化方丈产生了影响，黑化方丈待在原地不动，而楚天则是直接将圣杯中的液体灌注入黑化鬼怪的体内。啊！黑化鬼怪一阵不甘吼叫，最后又变成了老方丈的样子。而与此同时，其他的黑化和尚也都停止了攻击，恢复了一个僧人该有的样子。公告：玩家天尊击杀了404新手区关底 BOSS， 顺利成为404新手区领主，获得全部权柄。众玩家听到公告，纷纷欢呼庆祝。谢谢你，年轻人。老方丈慈眉善目的对楚天笑了笑。楚天道：这是我应该做的，当年老方丈也不是在极力保护着大家吗？老方丈对楚天满意的点了点头。我等与鬼怪对抗多年，终于用整个世界的累累白骨练就了一样法宝。说着，老方丈将一个宝箱托在手中。这是什么？楚天问道。没想到老方丈手中竟然有一件用全世界白骨炼成的法宝，那就不得不让他刮目相看了。老方丈道：此名灵界火车。楚天道：灵界火车。老方丈道：没错，
这辆法宝就是一列可以在恐怖世界的各个区域以及现实世界穿梭的交通工具，而且是足足有100节车厢的。什么？楚天大惊，他没想到竟然会获得这样一件至宝。他已经获得了404新手区领主资格，已经拥有了离开新手区的权限，但恐怖世界何其大哉，他就算想联系其他新手区也很难。有了这辆火车，那就方便多了。而且这辆火车还能穿梭进入现实世界，那就代表可以将外界的东西带入到恐怖世界，那就代表华夏的强大国力可以源源不断的进入恐怖世界，对抗恐怖世界。有了这辆灵界火车，楚天看到了战胜恐怖世界的希望。他从老方丈手中接过了宝箱2后释放灵界火车，运行吧。灵界火车运行了，穿梭在华夏国和数百万个华夏新手区，将各种战略物资和非凡物资以及各种科技人才都运送进来。之后便是大家拼命升级。最后在恐怖游戏的保护期过后，恐怖世界正式降临之时，人类胜利战胜了恐怖世界，地球保住了，人类也保住了，而楚天则成为了全人类的英雄。他和清绝还有小姨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另外他身边还围绕着很多精灵人少女。